永远猜不到干大事人的思路。用这布加迪威龙换这50红光，身价1000亿干这保洁，投资就挑烂尾工程投标，月薪上亿必须点这大黄都看不上的东西。无奈这些事情都是我的大聪明系统任务。然而这些任务完成的一刻，我竟变成1000亿富翁。突如其来的同学聚会打破了我低调的生活。众所周知，成年的同学聚会都是炫富。秦风来到金汉大酒店，也是整个苏北市最有名的酒店之一，能在这里订到桌子的人非富即贵。看着如此富丽堂皇的大酒店，秦风不由得唏嘘。放在以前，也只能在路过的时候看上一眼，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可现在我却摇身一变，成为了金汉大酒店的老板。秦风看着手机上发来的消息，来到前台询问碧海亭怎么走。前台熟练的开口道：“先生，2楼右手边第2个房间。”突然，秦风的背后传来一个好听的声音，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人，穿着一件白色衬衫、牛仔短裤，长相清纯。看到眼前的女人，秦风一愣。林婉月是秦风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是整个苏北一中出了名的校花。最重要的是相当漂亮，同时也是秦风的梦中情人。只不过当初秦风只是个穷屌丝，连路上遇到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突然，秦风背后传来一阵呼唤声，一个中年人匆忙小跑过来，满头大汗看着秦风，一脸惶恐说道：“不知道秦总您突然到访，有失远迎。”秦风一愣：“你认识我？”看到眼前人的胸牌正是这里的大堂经理。虽然自己现在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但在之前我可从来没来过。这大堂经理是怎么认出我的？大堂经理擦了擦汗：“秦总您刚收购这里，我们就得到您的名字和照片。秦总您这次来是视察工作的吗？吃饭？”听到此话的大堂经理顿时一脸正色：“老板来吃饭，那不得安排最好的。”秦风顿时摆了摆手：“今天秦风来就是要看看余华打算怎么装逼的。”大堂经理直接给安排好最好的房间，那自己还怎么看戏了？经理见状连忙离开，在一旁的林婉月看到这一幕下，秦风一脸的轻描淡写说：“这里生意好就买下来。”林婉月一脸惊诧：“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富二代。”上学的时候对秦风的印象，穿得很普通，算是班级中的边缘人物，实在没有存在感，除了长得帅。秦风笑了笑走了，他们应该都到了。林婉月点了点头，还没有在震惊中反应过来。秦风补充道：“对了，我买下金汉大酒店的事别告诉同学们，我不想声张。”林婉月眨着好看的眸子笑，明白两人朝着2楼而去。林婉月好奇的说道：“秦风，你没带女朋友来吗？他们说这次聚会可以带家属。”秦风不假思索：“我哪有女朋友？”林婉月顿时一脸错愕：“真的吗？我还以为你这么帅又多金，肯定不是单身才对。”听到这话，秦风耸了耸肩，淡然道：“没找到合适的，倒也是你这种家庭。”林婉月一边说着，肯定要找门当户对，眼神中有着一丝落寞。秦风眨了眨眼，门当户对倒不至于，主要是看合不合适，比如你这种就挺合适的呀。秦风看向一边林婉月，林婉月的脸顿时俏红：“啊，秦风你快别开玩笑了，我可配不上你。能收购金汉大酒店，秦风家绝对是顶级豪门，这都讲究门当户对，我的家世哪能配得上？”秦风笑盈盈的道：“怎么就配不上我？你可是咱们一中的校花，不怕你笑话。上学的时候我还暗恋过你呢，只不过当时余华成天说你是他女朋友，我也就断了这个想法。”林婉月听到这话：“你可别听他胡说，我当时家里管得严，哪敢谈恋爱？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我到现在都还没谈过恋爱呢。你这么好的女孩，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哪能担着？”秦风怎么可能听不出来他的言外之意？说着说着，他的手轻轻捏住了林婉月的手，白皙嫩滑，柔弱无骨，攥着别提有多舒服了。面对秦风突如其来的动作，林婉月浑身像是触电一般，不由得将头埋低，但并没有抽回手，身子还不由自主朝着秦风靠去，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往秦风的鼻腔涌来。两人就这么牵着手，直接走进碧海亭包厢。里面坐着的同学看到这一幕，双眼顿时瞪圆，更多的是不解：校花怎么和班里出了名的屌丝在一起，还牵着手？秦风却仿佛根本没看到一般笑道：“都来了呀。”林婉月也红着脸点头示意。顿时所有人心里都有数，这两人肯定有猫腻。一众同学表情变得很是奇特，纷纷看向一旁的余华，脸已经憋成了猪肝色，他的眼珠几乎都快要瞪出来，死死盯着眼前两人。这次余华花大价钱在金汉大酒店订包间搞同学聚会，就是为了借此机会好和林婉月发生点什么，不然余华连看这些穷同学一眼都懒得搭理。林婉月居然和别人手牵着手过来，还是他最看不起的秦风，他恨不得直接站起来对着秦风破口大骂。突然一个女同学问道：“你们俩这是在一起？”林婉月满脸通红，轻轻点了点头，随后偷偷用余光看向秦风。秦风以往只能在内心里偷偷暗恋的女神，现在乖巧的承认和自己在一起，要不是这真实的触感，真以为自己在做梦。秦风佯装镇定，微微一笑道：“目前还不是就是偶遇一起上来。”听到这话，女同学顿时脚下一轻。说完，秦风拉着林婉月找地方坐了下来，这下已经敲定了所有人的猜想，林婉月真的和秦风在一起了。一旁不少男同学眼里充满不解与愤怒，这个穷屌丝也配和校花在一起？他给林婉月灌了什么迷魂汤？就在这时，余华才缓缓开口：“同学聚会都迟到，让大家都等你，赶紧坐下吧。”余华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秦风悠悠看向余华，内心嗤笑一声：这才到哪里啊？怎么现在绷不住？现在可是在我的地盘，正菜都还没上呢。当年余华是怎么对秦风的，秦风可都记得清清楚楚。买个奢侈品就在我面前瞎晃，仿佛买来就是为了给我长长见识。当时的秦风确实惹不起余华，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有系统，新账旧账咱们一起算。饭桌上的气氛看起来很是和谐，不少人都在相互嘘寒问暖，谈笑风生。但等菜上齐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混得不错的同学都开始吹嘘起来，自然整个饭桌的主角正然是发起人余华了。余华当年就是班长，更是出了名的富二代，家里条件和普通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在上学的时候，甚至都已经在打理自家生意了。大学毕业后，更是直接在管自己家的分公司。同样是大学毕业，在座的不少人连工作都没找到。就在这时，一个男同学凑到余华旁边笑道：“余大班长，你们公司是不是搞食材贸易的？听说还都是顶级食材，能赚不少钱吧？”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给秦
秦风打电话的王虎。余华一脸云淡风轻的道：“还行吧，这行成本高，赚不了多少钱，最差的一个月只能赚个50万左右。”听到这话，王虎眼都直了，最差都能赚50万。余华装逼一笑，没办法，要跟着市场行情走，运气不好就只能赚这么点，一个月50万还就这么点，这个逼可真让余华给装远了。一旁秦风平静的很，甚至连听都懒得听。50万真不多，不说别的，光是他卡里现在的100亿都够余华赚上几辈子。余华正打算享受秦风和林婉月崇拜的眼神，没想到两人理都不理他，这让他怒从心中起，阴阳怪气的道：“秦大公子，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这个称呼是上学的时候给秦风起的绰号，对一个穷小子称呼大公子，充满戏谑和玩味。”秦风头也不抬就嗯一声，这让余华更是窝火。秦大公子，别怪我这个老班长瞎操心，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少人挤破头都找不到一个好工作，社会有多残酷，你知不知道？没收入来源你怎么能待得住？以后怎么给你爸妈养老？你不急我都替你着急。面对余华的关心，秦风仍旧平静地说：“没合适的。”这下余华不屑一笑说道：“还没合适的，都是人适应工作，哪有工作适应的？别太眼高手低，先认清现实吧。”表面上看来余华是在关心同学，但实际上就是在当众羞辱秦风。混成这样是怎么把校花搞到手？真是邪门！看你这样我都替你急。这样吧，我就帮人帮到底。我公司还缺个保洁，虽然累点，但一个月有3000工资，包3餐，还有员工宿舍。你要不就来试试？我一句话的事。秦风缓缓抬起头，不用了。听到这话，余华，我看王虎挺感兴趣你那个工作的，要不你就招他进去给你当保洁吧。听到这话的王虎脸顿时一黑，但没等他对过去，余华就开口了：“秦风啊，秦风没工作还眼高手低，有人想帮你一把你都扶不上墙啊。”秦风平静地说道：“不用班长操心了，我自己做了点小买卖，吃喝还是够的。”听到这话，余华顿时不屑一笑：“做小买卖在菜市场卖鱼吗？”说完，众人哄堂大笑。这时在一旁的林婉月实在是忍不住开口：“你们怎么这么瞧不起人？秦风他开了个酒店，他知道秦风不屑和这帮人计较，但他们也太过分了。”说到一半，他才想起答应秦风的话，把金汉大酒店5个字硬生生憋回去了3个。酒店听到这话，所有同学都傻眼了。什么这个穷屌丝居然开酒店？苏北可是正儿八经的1线城市，能开酒店的人可都不简单。林婉月，你是不是被这小子给骗了？难怪呢，有些人真是什么谎都敢撒。以王虎为首的狗腿子派顿时找准机会开口：“大校花这种话你也信？”不光是他们，在场所有同学都认定就是秦风花言巧语骗了林校花。林婉月说的没错，别看不起人了。余华强忍住笑意开口道：“秦大公子居然在做酒店生意，叫什么呀？在哪？带同学们参观参观呗。”果然屌丝就是屌丝，吹牛都不知道该吹个靠谱的，没必要。秦风仍旧一脸平静，确实没必要专门跑一趟，也就是个区5星级而已。秦风云淡风轻的开口道。这话一出，周围同学顿时嗤笑出声。还区5星级？秦大公子，咱们吹牛也得有个度，你知不知道5星级是什么概念？整个苏北也不过3家而已。看着这群人的嘴脸，林婉月眉头微皱，怎么就不能是金汉大酒店？众人沉默过后，顿时狂笑不止。王虎更是嚣张开口道：“金汉大酒店能是这个穷屌丝的？你怎么不说整个苏北都是他的？”林婉月眉头紧皱，他可是亲耳听到大堂经理说的那些话。秦风则是一脸淡漠，丝毫不把这些人的嘲笑当回事，笑了。过会他们可就笑不出来了。秦风也懒得和余华废话，缓缓抬手到服务员。门外的服务员表情紧张，快不过来。余华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服务员可知道秦风来到碧海城这。大堂经理便千叮咛万嘱咐，只要秦风发话，不管什么，第一时间要冲上前。秦风直接说让总经理过来。这时服务员后背直发凉，好。服务员可没听到余华等人的取向，只知道新老板要见总经理，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秦风补充一句，告诉他我只给他5分钟的时间。服务员连忙点头，匆匆跑出去，找到大堂经理就说出了秦风的需求。二话不说，大堂经理直接拿起手机拨通号码，他有预感出事了。此时总经理办公室，一个梳着背头，看起来约莫40岁左右的中年人站在偌大的落地窗前，若有所思。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徐风起接起电话，便听到电话那头急促的声音：“魏总，有紧急情况，秦总来了，现在就在碧海厅。刚刚他说要见你，要您5分钟之内等你。”徐风起先是一愣，秦总就是新老板？什么这下？徐风起的瞳孔顿时一震，你怎么现在才通知我？大堂经理欲哭无泪，秦总不让我也没办法呀，魏总，夹在两头他哪个都得罪不起。行，我知道了。徐风起直接站起身来，夺门而出。好在他的办公室距离碧海亭只有2层楼的距离，5分钟来得及。徐风起此时丝毫不注意形象，直接一路跑到楼梯间。秦大公子差不多得了，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叫来金汉大酒店的总经理？余华看了一眼手表，不耐烦，你知不知道徐总经理是什么级别的人？就连我都难见他一面，会因为你一句话他就能来，还要5分钟内赶到。秦风抬眼一笑，没事，老同学一场，怎么能不满足于班长的小愿望？这时突然门外传来了人跑步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人赫然出现在门外，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开口：“秦总久等了，我是金汉大酒店总经理徐风起。”看着眼前这个喘着粗气的中年人，整个碧海亭一片寂静，余华更是直接瞠目结舌，愣在了原地。这人还真是徐风起，第5朝思暮想的女神，就这么跟别人走，不错，2分钟就到了。秦风看了看时间，淡然笑道：“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徐风起浑身一震。他很清楚秦风说5分钟的意思，就是要测验一下他的能力和应变。还好他没有犹豫，直接下的楼梯，否则卡着5分钟的点来，只怕总经理的位置他是待不住了。徐总，初次见面。”秦风转过身来，微微一笑。徐风起急忙快步走过来，弯着腰道：“您叫我小徐就行，不知道秦总来视察，万分抱歉，叫小徐就行。”一旁的余华张大嘴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徐风起是什么人物？别看只是金汉大酒店的总经理，但却掌管金汉的所有运作，在整个苏北都是数1数2的大人物。就这样的大人物，在秦风这个臭屌丝面前自称小徐，他懵了，脸都发麻，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喝多了。算不上视察，
只是吃个便饭，味道不错，只是不应该什么客人都放进来，你说对吧，魏总？说完，秦风轻描淡写的看了一眼余华，徐风起是何等的人精，顿时明白了秦风的意思。秦总放心，我一定加强管理，保证不会让不该进来的人再进来。虽然不知道余华是怎么得罪秦风的，但在他眼里已经将余华判了死刑，这辈子他都别想踏足金汉大酒店半步了。我虽然拿下了金汉，不过一切照旧，暂时不会更改。如果能一直保持稳定营业额的话，你还是这里的总经理。秦风微微一笑，继续道：这个徐风起有眼力见，耐用，而且以后秦风的产业只会越来越多，他哪里有空闲每个都亲自去管。请秦总放心。徐风起暗暗擦了一把汗，起初他一直都在担心秦风直接全股收购金汉大酒店会不会带着自己的领导班子来接手，现在秦风的话无疑是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怎么了？继续吃吧，不用管我。秦风将目光转移到饭桌上，一众同学大气不敢喘一出，尤其是余华和王虎等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余华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想起他刚刚对秦风说的那些话，他肠子都悔青了。他居然对金汉大酒店的老板说让他来自己公司当保安，还包吃包住。金汉大酒店的体量，随随便便动一动就能直接让他家里的产业在苏北消失。而且秦风的来头肯定不止这么简单，刚收购金汉大酒店，那他的能量该有多大？自己居然还叫他穷屌丝，和秦风比起来，他连屌丝都不配。余大班长，不是你要见徐总经理的吗？怎么不说话了？秦风见状，按捺心中的爽意，轻描淡写的开口道。余华都快哭了。没，秦公子，我就是跟您开个玩笑，咱们毕竟是老同学，你就当我不会说话，您千万别放在心上。他恨不得直接给秦风跪下，只要能让秦风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别说面子了，里子都能丢。你看看，你早说啊，搞了半天是个误会，多麻烦徐总经理。秦风淡然笑道，每一个字都让余华心跟着颤一下。徐风起看着余华，一句话都没说。虽然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但已经猜到了个大概。这个余华太不长眼了，这种级别的人物他都敢惹。不过他倒是没想到，自己这个大老板居然喜欢玩扮猪吃虎这一套，得记下来。眼见余华呼吸困难，一个字不敢往外蹦，秦风顿时失去了兴致。好歹反抗一下啊，这样未免也太没意思了。好了，我还有事，你们先吃。徐总经理，结账的时候别忘了给我老班长打个折。见没意思，秦风也没有继续留在这的必要了。早知道就再等等喊徐风起过来了，看狗多叫一会，然后把他一把摁倒，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之一。哈哈，秦公子忙，我们都理解，大家快敬秦公子一杯。王虎见状，连忙咧嘴笑道：秦公子，我干了。说完，他直接一杯酒下肚，周围同学也都急忙拿起酒杯，谄媚道：对，秦公子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看老同学，我们太感激了。秦公子，我也干了。秦公子慢走。看着这些趋炎附势的老同学，秦风无动于衷，而是看向一旁的林婉月道：婉月，我们走吧。林婉月甜甜一笑，一边说着，他一边起身，顺势朝着秦风靠拢。秦风淡然一笑，金汉大酒店位置不错，顶层能俯瞰整个苏北，还能近距离看到星海。婉月，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看看吗？周围众人顿时一脸问号。看苏北风景，看星海，这话能不能说的再扯淡点？金汉是什么？是酒店，下面吃饭，上面哪能是看风景的？两人上去还能干啥？这一点余华心知肚明，他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但却一个字也不敢往外蹦。别说林婉月和他没关系了，就是真追到手了，他也一个屁不敢放。好啊，我也想看看星海。林婉月轻笑一声，答应了下来。他怎么听不懂秦风的意思？一旁的徐风起见状，急忙吩咐下去安排好房间。秦总，已经安排好了。随即他缓缓上前，开口道。林婉月眨着好看的眸子，那我们走。这一句话顿时引得秦风心中一燃，眼前站着说出这话的是他学生时代朝思暮想的女神，如今像是一只乖巧的小猫一样，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想到这里，秦风不假思索，直接带着林婉月大步离开了碧海亭，随着徐风起等人也紧跟着离开。
余华顿时瘫坐在了椅子上，浑身提不起劲来，他的眼中已经暗淡无光。林婉月就这么跟着秦风走了，这可是他从高中就开始追，到现在都没追到手的女神。今晚会发生什么？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今晚他设的这个同学聚会，却成了秦风装逼的跳板，还等于给秦风拿下林婉月铺好了床铺。第6，没房没车没钱，你拿什么相亲？金汉大酒店7楼，7楼只有2个房间，全部都不对外，是专门为金汉大酒店老板准备的。偌大的房间，奢华至极。打开门的一刹那，秦风与林婉月全都震惊到了。巨大的落地窗相当于一整面墙，从上看下去，可以纵观整个苏北的城市区。放眼望去，苏北夜晚的灯红酒绿近在眼前。林婉月虽说家庭条件还算优渥，但也从未见过如此奢华的房间布置。至于秦风，就更不用说了，在今天早上，他都还只是个刚毕业的穷大学生而已。随随便便摆放在角落里的古董花瓶，价值都属10万。震撼之余，秦风自然也没有忘了来到这里的目的。两人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整个城市，秦风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在苏北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苏北，感觉怎么样？秦风淡然一笑，瞥向一旁的林婉月。林婉月微张着小嘴，羞涩的点了点头，好看。第一次觉得苏北这么美。秦风笑道，那以后可以常来这里看风景。林婉月怎么可能听不出秦风的言外之意？她的脸顿时红扑扑的，眼神之中还有些不知所措。即便已经下定决心，她仍然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想象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正当林婉月忽闪着大眼看着车水马龙时，突然秦风的手缓缓揽住了她的小腹。林婉月本能的轻哼一声，哪曾想这千娇百媚的声音更是让秦风心中火焰腾腾燃起。秦风轻轻用力，林婉月像是一个小猫咪一般直接依偎在他那宽厚的胸膛上。一时间林婉月浑身发热，仿佛触电一般。在这之前，她从未和异性有过如此亲近。秦风纵情享受着弹嫩的触感，不知不觉林婉月整个人都贴在了玻璃窗上，距离繁华的苏北全貌更近了一步。我们换个方式看风景吧。秦风低下头轻声道，若有若无的清香灌满了他的鼻腔，回应他的只有一阵软糯的声音，好。第二天清早，太阳初升，透着落地窗照亮了整个房间。落地窗上还有2个娇小的掌印。秦风悠然睁开眼，浑身说不出的舒爽。放眼望去，房间已经凌乱不已，床头柜上摆放着空空如也的小雨衣盒，四处都是战斗过的痕迹。落地窗、沙发、水床、室内秋千篮。现在的秦风终于感受到了系统奖励的体质值的福音，一觉醒来居然没有丝毫的劳累。相比较起秦风，林婉月却是截然相反。她依偎在秦风的怀中，深度熟睡，怕是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着怀中的小猫咪，秦风轻抚着她软和的柔发，心念一动，系统签到，每天1签，必不可少。秦风也很期待今天签到能给自己什么奖励。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万兴地产100%股份，前7天签到额外奖励神级商业眼光天赋。听到系统的话，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怔，前7天签到还有额外奖励，而且今天奖励的居然是房地产公司。房地产有多赚钱，秦风很是清楚。至于这个万兴地产，秦风也自然听说过。别看在苏北市排行只有前5，但苏北的房产相当卷，是全国有名的。所以放眼整个全国，万兴的实力都很能打，又是一个顶级公司。不过比起公司，秦风更好奇的还是这个顶级商业眼光天赋。系统，这个顶级商业眼光天赋有什么用？秦风心念一动，问道。顶级商业眼光适用于进行投资、收购等多个场景，达到使用条件时自动触发，将会为宿主筛选信息与预测，给出最优选择。系统的声音不缓不慢地传来。好一个神级商业眼光天赋，这简直就是神迹。达到秦风这个身家的人，肯定避免不了大大小小的投资。投资这东西，成功了资产翻倍不是问题，但要是失败了，甚至有可能会搭上全部身家。这个天赋妥妥就是外挂，做生意怎么都能赚，钱就怎么都花不完。这玩意用好了，未来带来的财富绝对数不胜数。这对秦风这种商业小白来说，就是一大块免死金牌，还是永久的那种。等到有机会，一定要试试。如此想着，秦风也收了收心思，
将目光转到了怀中的林婉月身上。林婉月的胸口缓缓起伏，优雅的事业线被秦风一览无余。看着如此娇媚，秦风心中火焰再次腾空而起。没过一会，在秦风的校正之下，林婉月艰难睁开眼睛迎战。她轻咬嘴唇，小声道：“秦风，你打了一晚上仗。”林婉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的心里只有惊诧，没看出来秦风居然还是个战神，分明已经打了一个通宵达旦的大战，但却还像是个没事人一样。他再也不相信什么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这句话了。照着秦风这实力，耕坏几块田都不成问题。你不累吗？林婉月轻哼一声问道。不要用这种话质疑一个男人。秦风坏笑一声，加紧攻势。林婉月轻轻闭上双眼，脑海中一片空白。秦风像是当年在合肥之战的张辽一般，在10万无兵中驰骋，宛若战神。几十个回合下来，胜负已分。林婉月的眼皮像是灌了铅一般，再次熟睡。秦风缓缓起身，舒缓筋骨后，开始洗漱。叮铃铃！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顿时响起。秦风擦了一把脸，接起电话道：“喂，我是秦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阿姨的声音：“小风啊，我是你刘姨。”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随后笑道：“刘姨啊，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刘姨是秦风妈妈的好友，秦风来苏北上学的时候，还是刘姨帮忙安排的。头2天你妈老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我帮你在苏北张罗一下，给你找个对象。这不，机会来了，我帮你物色了一个特别漂亮，和你年龄也差不多的女孩，今天有空没？过来看一眼。刘姨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地开口道，这顿时让秦风有些哭笑不得。刘姨，还是算了吧。说完，秦风不由得朝床上看去，再好看的姑娘，能比得上林婉月？你妈3番2次给我打电话，你不去，我没法跟她交代啊。就这样吧，我给你们约在天云广场1楼的星巴克见面，1个小时后啊。人家姑娘可好了，看一眼没事的。说完，还没等秦风回过神来，刘姨就已经挂断了电话。这顿时让秦风有些哑然失笑。他本来还想去看看系统奖励给自己的新产业，可刘姨平日里待他不错，这还是他妈妈给人家的委托，不去好像是不太合适。没办法，秦风只能揉了揉额头，看着还在昏睡不醒的林婉月，简单洗漱一番，准备妥当后，秦风慢慢下楼。徐风起早已为他备好车，随着熟悉的雄狮咆哮，黑橙色的布加迪威龙宛若闪电一般，朝着天云广场方向疾驰。天云广场1楼星巴克，秦风喝着咖啡，等着刘姨介绍的相亲对象前来。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妩媚、身材高挑、戴着墨镜的美女大步朝着秦风方向走来。你好，请问是刘姨介绍的吗？我是秦风。秦风见状，站起身来，伸出手礼貌的笑道。看得出来，刘姨是真上心了。不说别的，这相亲对象的颜值和身材已经是相当拔尖的了。哪知女人摘下墨镜，上下打量了一眼秦风后，眼神之中闪过几分嫌弃。她没有理会秦风伸出的手，缓缓坐了下来。我的时间很宝贵，咱们还是开门见山吧。秦风见状，不由得眉头微皱。苏玛丽不屑地打量了一眼秦风道：100万以上的车有吗？3层的别墅有吗？500万的存款有吗？这3连问，直接把秦风问懵了。100万以上的车有，自己那辆布加迪威龙都快过亿了，500万的存款，印花花也不是没可能降到这点。可3层的别墅怎么办？总不能把天丰别墅给砍去1层吧？而且这要求，出来相亲？苏玛丽见秦风发愣，不由得冷笑一声：“没有，那你还来相什么亲？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秦风看着眼前的苏玛丽，只是觉得好笑。你说的这些确实不难，但我有个要求。苏玛丽愣了一下，缓缓坐了下来。什么条件？秦风手指轻轻点着桌子，平静道：“你得是处女。”听到这话，苏玛丽的脸瞬间拉了下来。有病吧你！甩下这句话，她头也不回的离开。没人要的破鞋，还在我这里排放。看着苏玛丽离去的背影，秦风嗤笑一声道：“虽说苏玛丽长相的确不错，放在以前的秦风眼里，也是妥妥的女神级别。但现在，对于秦风来说，这种级别的女人要多少有多少。这种把拜金都直接写在脸上的女人，白送她都不要。”想到这里，秦风结账后径直离开。刚一出门，秦风便打算开车直接去万兴看看。就在这时，突然便看到一群人围在自己的布加迪威龙前，在其中
秦风还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是苏玛丽。她此时正在整理头发，似乎要给跑车主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秦风见状，顿时冷笑一声，特地在苏玛丽身旁走过去，让一让。苏玛丽见是秦风，刚想发作，只见秦风摁下车钥匙，布加迪威龙的车灯闪烁2下，这顿时让苏玛丽瞪圆了双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秦风已经上车，周围人再次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不是昨天开跑车来吃沙县的富豪吗？今天又来喝星巴克，乖乖，富豪体验生活真是没够啊！听到周围人说的话，苏玛丽只感觉脸皮有些发麻，自己刚刚错过了一个顶级富豪，还对富豪大放厥词，说人家是穷屌丝。不行，绝对不行，这种顶级富豪他怎么能错过？想到这里，苏玛丽悄然来到车前，轻轻敲了敲车窗，降下车窗。秦风瞥眼看去，有事。苏玛丽脸上笑容灿烂，有意将 V 领朝下拉去。傲人的事业线被秦风一览无余。那个秦先生，苏玛丽轻咬嘴唇，小声道：我满足你要的条件，我是处女，我还有第一次。秦风闻言顿时冷笑一声，和我有关系吗？说罢，他升起车窗，随着一阵发动机的咆哮声扬长而去，只剩下苏玛丽一个人站在原地发愣。虽然苏玛丽颜值身材都算得上是极品，但这种拜金到极致的女人，秦风不想和她有任何瓜葛。眼下秦风没工夫和她浪费时间，比起这些，他更在意系统给自己的新奖励。万兴房地产集团第7，投资方向，系统给的神级天赋。苏北市2环中心，一个偌大的办公大厦在此处傲然耸立。万兴地产实业集团楼下，一个女人正站在太阳底下，似乎在等着什么。她穿着一身 OL 服，普通的职业装却恰好在她匀称的身材上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一双被黑丝袜裹紧的纤细长腿更是回头率爆表。苏北的夏天热得骇人，尽管女人顶着遮阳伞，仍被晒得头上香汗淋漓。她叫沈若安，是万兴地产董事长的助理秘书。也不知道秦总什么时候到。沈若安轻皱眉头，喃喃道：今天刚一上班，他便发现先前的女董事办公室已经空空如也，集团被全股收购的消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没一会，便收到了新老板秦风发来的消息。为了迎接新董事，他特地跑下来等候迎接。哪曾想等了这么久，却还没见新老板的踪影，等得口干舌燥，浑身汗津津的。正当沈若安打算先上楼喝口水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一阵引擎轰动的声音。循声望去，一辆黑橙色的布加迪威龙停在了沈若安的身旁。秦风缓缓下车，抬头看了一眼办公大厦，上面写着的正是万兴集团4个大字。看来就是这里了。正当秦风准备上楼时，一个好听的声音传了过来：您好，请问是秦总吗？秦风一怔，转头看去，眼前的是一个顶级美女，大概1.7米左右，身材高挑匀称，尤其是那双腿，着实看得秦风心痒。和林婉月是截然不同的2种风格。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沈若安。沈若安眨着双眼，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男人。年轻，太过年轻了，年轻到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你是沈若安吧？你好，我是秦风。就在这时，秦风开口道：秦总您好，我是您的助理沈若安，刚刚有和您发过消息的。沈若安脸上露出了职业微笑。秦风没有想到佩给自己的秘书居然是这种极品美女，难道这也是系统安排的？颜值和林婉月不相上下，各有千秋，重要的是她的身材被紧身的 OL 装包裹着，着实别有韵味。沈小姐，我记得你的名字，想不到名字好听，人长得也好看。秦风发自内心的笑道。听到这话，沈若安轻笑一声，开口道：秦总，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一边说着，他的心中一边震撼，这个年轻人居然真的是他未来的新老板，才20多岁，居然能全控股拿下偌大的万兴集团。一开始沈若安心里还有些忐忑，毕竟他来万兴工作就是因为这里的董事长是女性，生怕新来收购的是个大腹便便的油腻中年人。结果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看着帅哥，工作起来也会舒服很多。两人一路闲聊，来到董事长办公室。秦总，现在交接手续已经全部给您整理好了，您过目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还请您签字就可以了。刚一进董事长办公室，沈若安的气场顿时改变，相当干练，
职业女性的感觉顿时迸发而出。看着如此认真的沈若安，秦风淡然一笑：“你来安排就好。”说罢，在文件上潇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说完，秦风瞥眼看向四周。由于万兴集团的前董事长有轻微洁癖，所以整个办公室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阳台还种着些绿植，看起来很是赏心悦目。秦总，咖啡。在秦风观摩办公室的时候，沈若安已经接好咖啡，放到了秦风的面前。秦风循声望去，目光不偏不倚，放到了一片雪白之上。这么一弯腰，让秦风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没想到这一身工作装下藏了这么多料。秦总，这里还有关于万兴的一些介绍，和目前在合作开发的一些项目，还请您过目。沈若安丝毫没察觉到秦风的目光，一本正经地将文件放到秦风面前。我都看过了，这些就不必了。秦风摆了摆手，回绝道：“这一大堆文字，秦风看了就头疼，还不如不知道的时候直接问问系统算了。”沈若安点了点头，将文件拿走。收购万兴可不是个小项目，在他看来，秦风显然是做好准备才动手的。咚咚咚！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进！随着秦风开口，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大步走了进来。说是中年人，但看上去大概也就35、6岁的模样。这位是？秦风微微一皱眉头，疑惑地问道。沈若安见状，开口介绍道：“秦总，这位是我们万兴的运营总监白子安，这次来主要是和您对接一下目前和未来的投资规划。”白子安微微一笑道：“秦总您好。”脸上虽然古井无波，但白子安心中却很是诧异，没想到新来的董事长居然这么年轻，看上去不过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模样，居然有这个财力，能拿下整个万兴集团。身为运营总监，白子安八面玲珑，对苏北几乎了如指掌，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姓秦的大家族。难道秦风不是苏北人？有这个能量和财力的，该不是燕都来的吧？虽然心里疑惑，但白子安手上却没停下。他将文件缓缓拿到秦风面前，开口道：“秦总，这是公司先前准备投资的项目，我共计着手整理出了10个，还请您拍板。”原本这件事是白子安全权决定的，只是临时换了老板，他肯定要拿来给秦风过目一下。不过白子安并不觉得秦风这么年轻能有什么过硬的战略眼光，但该有的形式还是要有的。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文件和数字，秦风差点窒息。一个商业小白能看懂这些才怪。但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检测到场景，系统已自动触发天赋神级商业眼光。眨眼间，秦风的眼前一晃，紧接着眼前看到的信息变得大有不同。天赋触发了。第8，赚钱，当然是自己闷声不响赚才香。今天刚拿到的奖励居然这么快就发挥了用场。秦风倒不是在乎投资成功失败的那点钱，而是要给新公司的员工立威，没点实力以后怎么能让大家幸福的当甩手掌柜？此时秦风的眼前已经不是原先那密密麻麻看不懂的字，而是转换成了简单的几行文字概括。云湖华庭位于苏北市中心，环境优越，配套齐全，投资净回报约 79%。 天海广场位于苏北3环，客流量大，但人均消费偏低，投资净回报约 82%。 振华商贸城位于苏北经济开发区，位置较差，投资净回报约 44%。 一口气看过来，基本都大同小异，投资哪个都是稳赚不赔。这让秦风不由得对白子安刮目相看。这小子别看着年轻，但眼光确实毒辣。10个项目就没一个是赔本的，最差劲的都能有 10% 的收益。不过也正是因此，反倒是让秦风似乎没有了插手的空间。看了片刻，秦风最终决定选择回报率高达 82% 的天海广场。正当秦风打算一锤定音时，突然最下方的一个项目直接让秦风愣住了。万象都会建设5年，烂尾3年，1年内将会变成重点学区房，价格直线上升，投资净回报约 5000%，50倍的回报。看到这个数值，秦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虽然这数值是基于投资成本定的，但这个万象都会地理位置不错，所以建设成本也不算很低。5000%换算下来，比投资天海广场还要赚近乎20倍。这个最不起眼、最不可能会被选中的烂尾项目，居然会隐藏着如此宝藏。这种几乎一本万利的买卖，足够一个普通公司直接翻身。这是要被人知道，砸锅卖铁都得拿下。见秦风想了这么久，
白子安眉头微微一皱，看来他想的没错，秦风是一点都不懂。正常情况下，有点阅历的房地产公司老板一眼就能看出这里面哪个最适合投资。天海广场，这也是白子安最为看好的项目。白总监，你打算敲定的是天海广场吧？说说吧，为什么？虽然知道了结果，但秦风想听听白子安的想法，也好判断一下他的真实能力。要只是个吃空想的，秦风绝对不会留他。正是因为秦风打算托管式运营，才要找能力最好最合适的人选。待遇肯定不是问题。听到这话，白子安先是一怔，随后道：秦总说的没错，天海广场虽然位于苏北的三环地区，但是位于老城区。老城区的人流量是苏北最高的，消费水平有限，但量相当足够，是这个项目预测将会获得最高的收益比。秦风微微一笑，确定了，这个白子安的能力的确行业顶尖，他所说的和系统所预估的大差不差。要是没有系统提示的话，秦风也会毫不犹豫选择天海广场这个项目，只是现在有了更合适的人选。不错，天海广场的确是非常优秀的项目，但是却不是这其中的最优解。听到这话，白子安不由得微微一愣，这个项目表是他想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决定下来的。其他项目的确优秀，但比起来，天海广场显然要略胜一筹。想到这里，他迟疑地开口道：秦总说的是不是云湖华庭？云湖华庭的投资回报比的确不错，如果资金允许的话，可以分出一些来一并投资。不过这么做的话，即便资金够了，其他同行也不会同意的。加上云湖华庭的投资成本较高，综合考虑下，还是天海广场最为合适。秦风却是淡然一笑：我说的是万象都会。万象都会这4个字一出，顿时让白子安一惊。他怎么都没想到，秦风居然会将目标选在万象都会上。秦总，万象都会是个烂尾楼啊！就在这时，沈若安震惊的道：施工5年，烂尾3年，如今业主也闹得沸沸扬扬，这个项目怎么会出现在表单上？要不是知道白子安的实力，沈若安甚至都怀疑白子安是不是有他心。风险往往和收益成正比。秦风淡然一笑，平静的道。白子安沉声道：秦总说的没错，万象都会入围，是因为这个项目的确有潜力，如果能解救出来的话，以他的位置，将会带来非常巨大的收益。但是秦总，我还是想说一句，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到这里，白子安的情绪有些激动。万象都会的情况非常复杂，想要投资不光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还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如果这个项目赔了的话，将会给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失，而且成功率太低了，保守估计最多 5%。5%？ 一旁的沈若安大为震惊，这个概率简直就是在赌。秦风微微一笑，白子安说的对，但是他永远都不知道，未来1年内这里将会突然变成重点学区房，修建好后，业主的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将会直接迎刃而解。白总监说的没错，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万象都会这个项目，公司不会垮的，去做吧。秦风说的波澜不惊，仿佛根本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但这顿时让白子安脸色变得有些异样。他很想再多说什么，但看秦风的样子，显然是没得商量。秦风是当下集团100%控股人，既然他这么说，白子安是不可能有话语权的。是。无奈之下，白子安只得点点头。不管成功率再低，不管前期施工多么困难，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的压住。在白子安走之前，秦风再次叮嘱道：这些已经是秦风说的极限了，至于再具体一些，就没有和白子安解释的必要了。他能力虽有，但不知道忠不忠心。如果这个消息被泄露的话，万兴怎么可能抢得过其他龙头行业？赚钱当然是自己闷声不响赚才香。第9，区区不加敌威龙，中看不中用。果然和我预料的没错，这个秦风只是个自我的富二代罢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白子安心中喃喃道：5%的成功率，却要拿整个公司去赌，要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就罢了，可偏偏还有天海广场和云湖华庭等足足9个选择，这些全都是风口，赚钱的概率大得多，却非得去选最不稳妥、最会崩盘的项目。说好听点是敢想敢拼，说难听点那就是好高骛远、夜郎自大。这种人掌管公司的全部股份，一手遮天，只怕万兴用不了多久就会走向灭亡。想到这里，白子安揉了揉额头，看来自己也该是时候找个退路了。
万兴，或许对于秦风这种级别的人，只是九牛一毛，赔了就赔了，他不会在乎的。但是白子安在万兴摸爬滚打10多年，才有了现在的地位。万兴倒了，他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与其到时候茫然，倒不如提前准备，趁早离开危楼。此时，总经理办公室，虽然白子安已经极力掩饰，但秦风还是能看出来他内心的不快。秦风悠悠一笑，开口道：“看样子，白总监对于我的决策不怎么满意啊。”沈若安忍不住开口道：“秦总，虽然我不应该怀疑您的眼光，但还是请您相信白总监。白总监在万兴已经13年了，他的能力在行业内都是拔尖的，经手的第一个项目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失手过。可这次只有5%的概率能成功。这……”沈若安心里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轻，不能说太多。再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助理而已。秦风却是笑道：“你也觉得这个项目不行？”沈若安摇了摇头，只是这关乎万兴的生死存亡。秦总，这个项目投资这么大，如果失败了，会有不可逆的损失。就算您愿意投钱止损，但也会让万兴的地位一落千丈。以后想竞争的话，就难了。秦风呵呵一笑道：“放心吧，我买下万兴，可不是用来玩的。万兴这么多员工，我也没打算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这个项目能否给万兴带来收益，拭目以待吧。”沈若安很是费解，他不理解为什么秦风敢如此相信一个烂尾楼。这个项目要是真这么好，怎么可能都没有人敢去接手？被强行接手这个项目的，都如同接到烫手山芋一样。这么多年来，一共有3个公司接手，结果全都倒闭了，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然而看秦风的样子，显然是已经做好了决定。沈若安见状，也只能轻轻摇头，转身离开。秦风则是悠悠地躺在老板椅上，将这件事直接抛之脑后。这个项目只要稍微上点心，后面简直就直接躺着赚钱。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看都没看，直接接听到：“喂，我是秦风，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小风，现在做什么大买卖呢？怎么说话都一本正经的？”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一愣，很快他脸上顿时露出喜色：“姐，打电话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秦风的亲姐秦韵。姐，你可是大忙人，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秦风不由得呵呵笑道，自己这亲姐一直都在江海市工作，甚至逢年过节都见不到她。不过两人只差2岁左右，关系相当好，从小到大，甚至连架都没吵过。告诉你个好消息，秦韵笑盈盈的道：“我要来苏北做市场调研，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下午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听到这话，秦风眼前一亮：“那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到？”秦韵看了一眼手表，开口道：“我刚下高铁，你给我发个位置，等我去找好酒店，就去找你。”秦风淡然一笑：“不用忙活了，我离高铁站没多远，10来分钟就到了。你等我，我直接去接你。”“你接我？你怎么来？”“当然是开车呀，不然还能坐公交吗？”听到秦风的话，秦韵顿时一怔，他记得很清楚，今年秦风才刚大学毕业，他一个人在苏北上学，现在还是应届生，居然已经买车了。连工作了有几年的秦韵都才刚买车呢。你哪来的钱买车？跟爸妈要的？秦韵顿时疑惑的道：“没有，我像是那种啃老的人吗？就随便买了一辆，图个出行方便。”秦风实话实说道。秦韵哪里能想到，秦风所说的随便买的那辆车，是一辆价值接近1个亿的布加迪威龙。更想不到，秦风现在手中有一个5星级酒店，还有一个房地产公司。行啊，小风，在苏北生活的不错嘛。那老姐就沾沾你的光，我就在这等你。秦韵笑盈盈的道。对了，和我一起的还有2个同事，正好你一块带着他们，我们好去找酒店。还有2个同事？秦风直接愣在了原地，还莫等他开口，秦韵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好了，我得给领导汇报一下工作。就这样，我在这等你哈。”嘟嘟嘟，电话挂了。秦风还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还有2个同事，那还怎么带？倒不是秦风不想捎带别人，而是这布加迪威龙只有2个座，压根就没有后排，总不能让自己老姐的同事坐后备箱吧？秦风顿时犯起了难。这布加迪是好，也有派头，但怎么就这么不实用？话已经说出去了，这时候秦风也不好再打电话过去解释。
正当秦风着急时，嘟嘟嘟，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秦总，这里还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字。是沈若安的声音。见到沈若安的那一刻，一个念头突然升起。秦风将文件接过，随手放到一边。随后，他一脸认真地对沈若安问道：“若安，你有车吗？”第10，金姐驾到。你们怎么还带来一条狗？这个问题直接让沈若安有些懵。有啊，我就是开车来上班的。什么车？是跑车吗？有几个座位？听到这个问题，沈若安顿时哭笑不得。秦总，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就是一个小秘书，哪里能开得起跑车？我的是宝马3系，能坐5个人。听到这话，秦风顿时呵呵一笑。那就好，那就好。一边说着，秦风直接在兜里掏出来布加迪的钥匙，递给沈若安。这下，沈若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秦风解释道：“我要去高铁站接人，我这辆车坐不下。我的意思是先跟你换车，你要是用就先开我的。”秦风总不能重新买一辆车，宝马3系是 SUV， 坐3个人肯定不成问题。沈若安这才明白了过来，他连忙在兜里掏出钥匙，递给秦风。秦风一刻也没停留，拿下钥匙便直接下楼离开。沈若安有些呆滞地看着手上钥匙，钥匙上偌大的 EB 车标，让沈若安脸上有些发麻。这就是布加迪的钥匙吗？沈若安身为这么大公司的秘书，也见过不少豪车，但布加迪威龙还是定制款，这还是他头一次见，更别说开了。布加迪换宝马。沈若安看了看秦风的老板椅，苦笑一声，现在的老板都这么别具一格吗？此时苏北高铁站，偌大的高铁站人流熙熙攘攘，在门口的台阶上，2男1女拿着行李站在原地。好久没回苏北了，这里还是这么漂亮。一个穿着休闲服身材高挑的女人眺望远方，不由得唏嘘道：“她便是秦风的姐姐秦韵，我还是第一次来苏北呢。”果然和天海完全不同。这时，一个比秦韵稍矮一些，有些婴儿肥的白皙美女咯咯笑道：“她叫张小芷，是秦韵的大学室友，同时也是同事，2人关系相当好。这次分配来一起出差，他们简直是形影不离。不过，韵姐，你在苏北居然都有熟人，终于不用坐公司给安排的破大巴了。”张小芷一脸如释重负的道：“什么熟人？我亲弟弟，比我小2岁，在苏北上学，刚毕业就在这工作了。”秦韵解释道。听到这话，张小芷顿时我眼前一亮。什么？韵姐，你这么漂亮，你亲弟弟一定很帅吧？刚毕业就买得起车了，又帅又多金，介绍给我呗。听到这话，秦韵没好气的道：“去你的，我拿你当闺蜜，你要当我弟妹？说正经的，我也很好奇，他刚毕业，找的什么工作，居然不到半年就买车了？”张小芷笑道：“那我不管，要是帅当然要介绍给我，肥水不流外人田嘛。”2人有说有笑的打闹着，殊不知一旁的男同事已经面色铁青，他冷笑一声，开口道：“买个车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买个低端车，2-3万就行，又花不了多少钱，有车就算是多金了。”这阴阳怪气的声音让2人脸色都变得有些不好看。张小芷眉毛一横：“刘东，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听到这话，刘东却是龇牙一笑，要多谄媚有多谄媚的道：“小芷，我说的都是实话啊，买辆车而已，哪里能证明多金？”张小芷冷声道：“和你有关系吗？而且，请你叫我全名。”“谢谢。”“好，都听你的。”刘东仍旧呲着牙笑，根本没往心里听。张小芷一脸厌恶的扭过头来，他快被这个刘东给烦死了。从去年开始，他就像是个口香糖一样，不断追求张小芷，曾不止一次拒绝，甚至直接把不可能这3个字甩在刘东脸上。可刘东仍旧死缠烂打，引得张小芷看到他都不由得躲着走。结果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居然把他分调过来和自己一起出差。张小芷甚至怀疑是不是刘东在暗箱操作。“韵姐，你不用理他，问一下你弟弟什么时候来吧，我怕他找不到我们。”张小芷努力平静心情，开口道。就在这时，秦韵的手机响起：“姐，我到了，你们在哪啊？”手机那边传来秦风的声音：“我们就在高铁出口的台阶上，拿着行李，1男2女，我穿着白色衣服。”秦韵一边说着，一边往上走了几个台阶，抬手挥舞了2下：“姐！”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秦风的声音。见到秦风，秦韵这才拿起行李
朝着秦风大步走去。诗雅姐，你弟弟好帅啊！靠近之后，张小芷看清秦风的脸，顿时小声道。第一眼，张小芷便觉得自己心脏砰砰乱跳。阳光开朗，这正是张小芷最中意的类型，加上系统奖励的魅力值，直接让张小芷眼睛都挪不开。我们家基因好，我这么如花似玉，我弟弟哪能丑？秦韵顿时咯咯笑道。不过他确实感觉秦风和几年前看起来区别很大，想不到工作之后居然能让人改变这么多。这一幕结结实实被两人身旁的刘东看到，刘东的表情像是吃了屎一样难看。张小芷平日里对他冷眼相待，一脸厌烦，但看到秦风居然说出这种话，这哪能行？他极力克制怒火，安慰自己道：没事，小芷只是说的客套话而已，这小子算哪根葱，一看就是个屌丝，小芷哪能看得上这种货色？刘东的反应完全被众人忽视。秦玉上下打量了一眼秦风，好小子，这才几年不见，不光变帅了，还长高了，这的迷到多少小姑娘啊？秦风苦笑一声，姐，你可别捧杀我了，这可不是捧杀，你姐说的都是实话。张小芷笑盈盈的开口道，我叫张小芷，是你姐的同事。说完，张小芷伸出白皙的手来，小帅哥，谢谢你特地来接我们。秦风微微一笑，伸出手来握手道，应该的。两人手一接触，秦风顿时微微一愣，好嫩的手。第11，帅气又多金，这就是梦中情人。这2天，秦风见过的美女绝对不少，比起林婉月和沈若安，张小芷的颜值略逊一筹，但也算得上是相当漂亮的美女了。主要是这肉嘟嘟的手感，碰到仿佛像是过电一般，让人心中一暖。就在这时，秦风感受到了一股冰冷的目光，正盯着两人的双手。这目光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刘东。刘东双眼血红，眼珠都快瞪出来了。行了，握够了没有？咱们快点走吧，浪费时间。碍于张小芷的面子，刘东强忍住没有发作，不满地嘟囔道：你谁啊？秦风瞥眼看去，平静地道：这是刘东，也是我同事，一起来出差的。秦韵见状，开口介绍道。张小芷眉头紧皱的道：刘东，这又有你什么事？你能不能把你那嘴给闭上？他恨不得直接把刘东塞回车里，让他赶紧滚回天海。好了，小风，你姐快要饿死了，我们先把行李放到你车上，先去吃饭吧。见气氛有些不对劲，秦韵顿时开口道。秦风也懒得被这种傻狗破坏了见到老姐的心情，转而笑道：好，那咱们先上车。难得见到亲姐，秦风可不想当着她的面闹得太难看，否则就刚刚刘东那态度，高低得给他卸掉2条腿。一边说着，几人来到了沈若安的宝马3系旁边，看秦风掏出钥匙打开车门，秦韵不由得一愣：小天，这车是你的？你哪来的钱买宝马3系？虽然宝马3系算不上豪车，但绝对不是一个刚毕业半年的学生能买得起的。秦风耸了耸肩，上车后笑道：这车是我同事的，我的车坐不下这么多人。秦韵这才点点头，原来如此，我就说你哪来这么多钱，这车可得小40万呢。秦风只是笑笑，并未作声。自己秘书的车，说是同事，应该不算说谎吧？秦韵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有些小失落。他原本以为秦风找了个不错的工作，都能买上车了，结果这车是借的，这让他不由得再次担心起秦风来。连4个人都坐不下的车，那得是什么车？老年代步车吗？就在这时，刘东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再次传来。他本来看到宝马心中还一惊，这车虽然不贵，但也不是他能买得起的。但听到是借的，顿时不屑一顾。听到这话，3人的脸色骤然变得尤为难看。张小芷气的脸色涨红。刘东，你是不是有病？秦风，你别跟他计较，他脑子有病。秦风却是一脸的云淡风轻，没事，我还没必要跟一条狗对着叫。刘东听到这话，顿时眼睛瞪得浑圆。你说谁是狗？秦风平静地侧过脸，看向刘东，骂的就是你个还在狗叫的傻卵。这一句话直接让刘东血压蹭蹭升高，他做梦都没想到秦风居然直接指着鼻子这么骂他。你说什么？刘东刚想发作，一旁的张小芷顿时怒声道：刘东，你回天海吧，我们2个人也能完成工作。刘东听到这话，顿时深吸一口气，陪着笑脸道：小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看着这一脸谄媚的傻逼，
秦风顿时嗤之以鼻，搞了半天，原来是个舔狗，难怪只会狗叫。姐，小芷姐，上车吧。秦风也懒得和一条狗计较，开口道。等两人上了车，秦风直接开车扬长而去，只剩下刘东一个人带着行李，吃着尾气，一脸懵逼。刘东顿时恼羞成怒，对着宝马的尾灯怒骂道：你妈，别让我再碰到你！姐，咱们吃什么？秦风可听不见刘东的话，开口笑道：算了吧，我也不饿了。小风，先带我们去找酒店吧。秦韵揉了揉太阳穴，显然心情已经受到了影响。姐，你们还没订好酒店？秦风吃惊道：是啊，随便找一个能住的就行。怎么，你还能帮姐安排安排？秦韵一挑眉毛，笑道：当然啊，姐，你大老远来苏北，我肯定得给你安排。这样，你和小芷的这半个月的吃喝玩乐，我全包了。这话一出，秦韵直接愣住了，她可不知道自己的弟弟现在是百亿富翁。她眉头紧皱道：行了，小风，别胡说八道，两个人半个月的花销，你知道要多少钱吗？秦风呵呵一笑：我有钱，放心吧，那也是你赚的血汗钱，你攒点钱不容易，留着自己花就行。秦韵果断拒绝道。看着老姐一脸担忧的样子，秦风心中一阵触动，果然，这世上除了父母以外，最关心自己的只有自己的亲姐。放心吧姐，我没开玩笑，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你就不用管了。秦风一脸正色的道。见秦风如此认真，显然不是在开玩笑。秦韵一脸诧异的道：小风，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是才刚毕业半年吗？难不成你中彩票了？秦风摸了摸鼻子，没啥区别。总之你就放宽心，我钱够用的很，不光是够用，甚至花一辈子都花不完。100亿，这还只是新手资金，以后签到给的钱更是数不胜数。就算签到不给，现在光金汉大酒店和万兴地产的利润都是花不完的财富。不过这些秦风并不打算告诉秦韵，毕竟这事太离谱了，秦韵绝对不可能会相信。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给爸妈和我说？中了多少？秦韵不由得笑出了声。好小子，连我都瞒着，你藏得够深啊。秦风哭笑不得。这你就别管了，钱我回头会给爸妈寄点过去，到时候他们问，你就告诉他们我中彩票了就行。听到两人的对话，车后排的张小芷顿时内心触动。多金、帅气、阳光，这和张小芷梦中的另一半简直一模一样，而且他还是秦韵的亲弟弟。张小芷和秦韵关系相当要好，要是两人在一起，那岂不是亲上加亲？想到这里，张小芷的心逐渐躁动了起来。第12，一天要6000块，抢钱啊！很快，秦风便开着车一路来到金汉大酒店楼下，看着外观富丽堂皇的金汉大酒店，秦韵顿时惊呼道：小风，你来这里做什么？给你们找的酒店啊？住在这？秦韵直接愣住了。虽然他没怎么来过苏北，但也知道金汉大酒店的名头，这可是苏北少数的5星级酒店。住在这？正在秦风开车打算往停车场去时，一个保安突然拦在了前面。先生，请停到地下车库。秦风这才想起，金汉大酒店的地上停车场并不大，停的最低标准都得是100万级别的车。现在他开的是宝马3系，可不是布加迪威龙。秦风缓缓降下车窗，正打算说些什么时，突然那保安看到秦风的脸后，顿时一惊道：秦，话还没说出来，秦风顿时一个颜色过去，看样子是保安认出了他。秦先生，您怎么来了？请进。保安顿时会意，急忙升起栏杆道，他的后背直冒冷汗，自己居然拦住了老板的车。等秦风的车离开后，保安才擦了擦汗，他属实是不理解，坐拥整个金汉大酒店的富豪怎么会开一辆宝马3系？有钱人的世界他不懂。此时车上，小风，真不行，你快离开吧，这里是5星级酒店，消费太高了，我们不用住这么高档的地方。秦韵眉头紧皱，开口道：姐，你就放心住吧，你又不用花钱。秦风却是摆了摆手，直接下了车。两人见状，也只得一脸呆滞的下了车。他们还是有些发懵。韵姐，真要住在这啊？这个酒店最便宜的房间一天只怕1000块钱都打不住吧？张小芷深吸一口气，开口问道：你弟弟到底中了多少钱？该不会1个亿吧？秦韵摇了摇头，不管中了多少也不能这么花啊，等会进去我们就说不住。张小芷顿时点点头，明白明白。他也不奢求能住这么好的酒店，
住个快捷酒店就算不错了。正当二人打算跟着秦风离开时，突然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小芷，小芷，等等我！”这令人厌恶的声音是刘东。张小芷眉头一皱，二话不说，直接挽着秦韵大步离开。刘东被丢在高铁站，无奈之下只能打了一辆出租车，一路跟到这里。看到目的地是这么豪华的酒店，他脸有些发麻，但很快他便安慰自己道：“没事，一个刚毕业半年的小屁孩，能有几毛钱？估计就是来装个逼而已。”想到这里，他紧跟着秦韵二人进了金汉大酒店。刚一进来，便看到秦风往前台走。刘东心中不由得嗤笑一声：“我倒要看看，过会价格报出来的时候，这小子脸色有多精彩。”想到秦风不一会就得满脸窘迫离开，刘东差点就要笑出声来。“你好，2个总统套。”来到前台，秦风拿出一张黑卡，直接递给前台。这张卡是顶层总统套房用的，是专门为老板开的卡，在金汉的所有消费都可以直接用这张卡。好的。前台见到这卡，顿时心中一紧，老板来住房，他们哪敢不麻利点？就是没房，也得空出来。没半分钟，房间便准备妥当了。前台很是识趣，见秦风没有说出自己身份，也不敢多言，看着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全程不到半分钟，总统套房就直接开好了。这直接让秦风后面的3个人全都愣在了原地。“姐，都弄好了，我叫他们帮你们把行李拿上去。”秦风转过头来，微微笑道。话音刚落，一旁的几个工作人员匆忙赶了过来。自打秦风脚踏进金汉的那一刻，他们都时刻保持着高度紧张，有表现的机会，别说是他们了，就算是总经理徐风起都得冲上来。“小风，这得花多少钱啊？太贵了，要不我们就给退了吧。”秦韵有些呆滞的开口道。他哪能想到开得这么快，甚至都还没给他张嘴的机会。“你就放心住吧，姐，不贵。”秦风笑呵呵的道。“找几个女生帮我姐把行李拿上去，反正都是自己的员工，不用白不用。”“好的。”话音刚落，便赶来几个人帮2人拿好了行李。就在这时，秦风余光瞥到了石化在原地的刘东，看着他这副嘴脸，秦风淡然开口道：“怎么，你也打算住这？算了吧，奉劝你一句，这酒店不允许带宠物入内。”这一句话直接让刘东破防了。要只是他在也就罢了，可现在张小芷也在，他哪能在女神面前丢脸？“你才是宠物，不就是住在这吗？跟谁住不起似的？”刘东恼羞成怒，咬牙切齿的道。说完，他攥着卡直接甩给前台，跟他开一样的。前台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得罪了自己老板的人还想住在这？抱歉先生，我们的总统套房只针对贵宾开放，您可以自行查看。前台露出职业微笑道。刘东瞥眼一瞅，直接傻眼了。要开总统套房，起码要满足在金汉大酒店消费100万，把它卖了也掏不出100万啊。那就开个稍低点的，先开1周吧。刘东色厉内荏的道，声音也小了不少。他这卡里可都是一点点攒的血汗钱，花多了太心疼。前台拿过卡，操作一番后刷卡，随即又礼貌性的退了回来。“抱歉先生，您的余额不够。”刘东直接愣住了，他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前台。“你说什么？我这张卡有3万块，住个1周不够？”前台不急不躁的道。“先生您好，是这样的，您所选的房间的价格是每日5990元，所以您的余额是没办法支付7天价格的。5999， 6000块钱1天的酒店，6000块1晚。”刘东气急败坏，咬牙切齿的道：“你们这么定价，信不信我去物价局告你们？第13，我来打招呼，你让我关照老板。”前台仍旧是一脸职业微笑。“先生，我们的定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上报给相关部门的，不存在乱收费的问题。”一句话顿时让刘东噎死，他已经感受到了周围人匪夷所思的目光。顿时，刘东缩了缩脖子，小声道：“那最低价格的房间要多少钱？”6000块1个月，他实在是住不起。刘东1个月的工资也就只能住2天，这消费他哪里招架得住？“先生，您可以选择经济间，1天的价格是999元，1000块钱1天，还是经济间？”众所周知，经济间是酒店条件最次的房间，快捷酒店的经济间1天也就几十块而已，这就是明摆着抢钱。但眼下话都说出来了，他也不想在张小芷面前折了面子，咬了咬牙后，他才开口道：“那就给我开1周
记得开发票。他的心都在滴血。虽然能开发票，但出差才能报多少钱？剩下的只能他自掏腰包。5000块钱就这么没了，还住不到他出差的时间。痛，太痛了。小芷，你们先上去吧，我过会去找你们。开好房间后，刘东紧攥着银行卡，回头强装微笑道。然而他的背后空空如也。秦风带着秦韵、张小芷3人早就上楼去了。与此同时，金汉大酒店6层，金汉大酒店的总统套房正常位置便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秦风的楼下。等行李都放置好后，秦风便带着2人来到3楼的酒店餐厅。这里和楼下包间并不一样，仅供给住在楼上的人使用。这餐厅的饭菜质量比起下方包厢还要好上10分，光是请的各菜系顶级大厨都不下20个。不光如此，装饰也是格外的豪华。仅仅是看一眼，便将秦韵与张小芷2人吓了一跳，心中满满都是震惊。仅仅是一个餐厅，都能如此豪华吗？行了姐，来这里坐，看看菜，随便点。你们不是老早就饿了吗？秦风却是一脸的云淡风轻，开口道。尽管他也是第一次来这个餐厅，但想起这毕竟是自己的产业，心里自然没有最开始的震撼了。2人有些呆滞的点了点头，跟着秦风坐在靠窗的位置。然而打开菜单的那一刻，秦韵直接傻眼了。小风，算了吧，这里的菜怎么这么贵？他不是没吃过高档餐厅，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价格。第一页一般都是前菜，价格居然直接到了4位数，那后面的主菜价格得多高？这一顿饭怕不是轻松就要花上几万块。这一个菜品的价格都已经是秦韵1个月的吃喝花销了。张小芷也是微微张开嘴巴，震惊的无以复加。他和秦韵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姐，你随便点，不用花钱，总统套房是免所有用餐费用的。秦风摆了摆手道。别说吃顿饭了，就是秦风把这里所有的房间都包了，都不用花钱。听到这话，2人这才放下心来。但是要这么说的话，总统套房一天得花费要多少钱？见秦风不愿说，他们也不再坚持，简单点了几个菜后，秦韵才极力保持平静。自打进入这个酒店开始，秦韵的震惊就没停过。毕业这半年，秦风到底经历了什么？小风，我不管你中彩票中了多少钱，但是一定不要迷失自我。这些钱来的容易，花起来也容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能这么花下去。秦韵眉头紧皱，苦口婆心的劝道。就算秦风中了1个亿，就照这个花销，只怕也坚持不了多久。到时候没钱了，却保留了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这只会害了秦风。秦风听到这话，心中很是感动。不论如何，只有自己的亲姐姐才会这么关心自己。这一番话让他心里很暖。姐，其实吧，我在这不花钱，我是这的。正当秦风准备摊牌，告诉秦韵自己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时，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秦总。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抬眼看去，在他不远处站着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这些人秦风都见过，都是金汉大酒店的管理。为首的也是刚刚喊秦风的，正是金汉总经理徐风起。几人快步走来，徐风起一脸恭敬的笑道。秦总，您来怎么不说一声？我也好早做准备才是。这2位是由于秦风来的太突然，加上徐风起正带着管理层检查各楼层，阴差阳错之下，徐风起一点消息都没收到。这已经是2次了，自己这新老板怎么老爱玩这种折腾他心跳的突击检查？这要是哪次自己没伺候到位，那还得了？我姐和她闺蜜。秦风微微一笑，开口介绍道。徐风起听到这话，神情顿时变得更加恭敬，自我介绍道。秦小姐，还有这位小姐您好，我是金汉大酒店的总经理，我叫徐风起。金汉大酒店的总经理。听到这话，秦韵心中再次震惊，比之前任何一次震惊都大。金汉大酒店的地位在苏北可是龙头行业，他的总经理也就是除了董事长以外最大的官职。这种级别的人那都是苏北的龙虎人物，平常根本不可能和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有接触。这一点做销售行业的秦韵最是了解，他做梦都想不到，就是这种级别的大人物如今正对自己如此客气的自我介绍，似乎还诚惶诚恐。徐总你好。出于礼貌，秦韵还是抬手打招呼道。愣了片刻后，秦韵才开口道。徐经理，以后还得请你多关照关照我家小风，他年纪小不懂事，要是做事不对
你只管批评。听到这话，秦风懵了，徐风起更懵了。秦韵实在是无法解释眼前看到的一切，唯一可行的解释就是秦风在这里上班，而且工资应该不低。看徐风起如此客气，想必是极为器重小风。就是这样。第14，梦幻，我的弟弟是首富。行到这里，秦韵顿时觉得一切都合理了。毕竟身为这种大酒店的员工，工资高很正常，订总统套肯定也有优惠，所以秦风才会选择在这里订。秦风什么情况？秦韵怎么可能不了解？能认识像是徐风起这样的大人物，只有这个可能。徐风起顿时诚惶诚恐的道：“秦小姐，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说这话，我可太汗颜了。应该是秦总关照我，批评我才是。我只是秦总手下的员工，哪能这么僭越？”啥？秦韵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住了，他身旁的张小芷更不用说，眼神已经失去了高光。他妈了，两个人都像是被雷劈了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极力平静心情后，秦韵才深吸一口气，开口道：“不是，徐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明白。”他以为徐风起只是在开玩笑，但看徐风起的年纪，还有他那不怒自威的气质，显然不是爱开玩笑的人。那他这话总不可能是真的吧？秦韵心绪已经乱了，完全想不明白眼前的状况。徐风起何等眼尖，顿时猜到了眼前的情况。秦韵这是不知道秦风买下了金汉大酒店，或者他根本不知道秦风在苏北的情况。想到这里，他后背直冒冷汗。那今天自己这冒犯前来，原本只是想打招呼，岂不是弄巧成拙了？要是惹得秦风不高兴，怪罪下来，那该怎么办？他的目光不由得转向秦风，心中已经慌乱了起来。然而秦风却是摆摆手，笑道：“没事，徐经理，你就有什么说什么。我姐姐还不知道我在苏北的情况，正好你给她介绍一下。”听到这话，徐风起才如释重负，他松了一口气，点头道：“好的，秦总。秦小姐，是这样的，就在昨天，秦先生刚刚全权收购了整个金汉大酒店，现在的秦先生正是金汉大酒店的唯一持股人。”董事长秦韵不由得后撤一步，瞳孔放大。等等，你是说小峰买下了这个酒店？徐风起点头道：“是的，秦小姐。”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秦风连自己的亲姐都要瞒着，但这不是他该问的。秦风倒也省事了，徐风起给自己当嘴替解释，总比自己解释要好。毕竟如果是秦风自己说出口，那秦韵肯定是1万个不相信。好了，徐经理也辛苦了，你带着大伙去忙吧，我们只是在这里吃个便饭。见话都说完了，秦风直接下了逐客令。徐风起顿时会意，点头道：“那我们就不打扰秦总了，如果有需要，秦总尽管吩咐。”说完，徐风起带着人快步离开。此时的他后背已然尽湿，不知为何，秦风分明这么年轻，但他每次看到秦风时都感觉直冒冷汗，主要还是因为他所以为的秦风背后的大家族。沉默。饭桌之上只有沉默。服务员将菜上齐，还送了一堆附赠品，但秦韵与张小芷都只是坐在原地，目光木讷地看着秦风。“姐，菜齐了，你们不是饿了吗？快吃吧，别看我了，再帅也经不起这么看啊。”秦风见状，不由得哭笑不得的道。秦韵深吸一口气，他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许久才开口道：“你钱哪来的？这酒店是怎么买下来的？”秦韵虽然不懂这些，但也知道身为一个1线城市的酒店行业龙头企业，被全股份收购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这已经不单单是有钱能做到的了，其中要牵扯多少复杂的关系，不言而喻。中彩票的钱根本不可能，中彩票就算给10个亿，也买不下这么豪华的酒店。嗨，具体情况徐经理不都说完了吗？秦风轻咳一声，还没想好该如何给秦韵解释，说是觉醒了系统，也得秦韵相信呢。秦韵黛眉轻皱：“少来，你好好跟我解释解释，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秦风只不过是个大学生而已，哪里能弄到这么多钱？除非通过不正当手段。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误入歧途，就算再有钱，又能怎么样？”秦风顿时欲哭无泪：“姐，多的你就别问了，但我保证，我的所有财产都是正当来源，绝对没有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这说的确实没错，系统给的所有东西都是通过合法手段转化到自己名下的。秦韵死死看着秦风，许久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就好。爸妈那边我会帮你保密，但是你一定要记好了，绝对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秦风笑道：好啦，老姐，你还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可从来没对你撒过谎。秦韵这才松了一口气，抛开这些不谈，看着秦风如今已经在苏北市风生水起，他是打心底里高兴，姐弟两人释怀。可旁边的张小芷还在愣神中，他的表情逐渐变得局促起来，甚至不敢看向秦风，心中慌乱不已，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开始他只是以为秦风就是中了彩票，有了点积蓄，人长得也帅，所以还能和秦风谈笑风生。可现在呢，眼前这个帅小伙居然是5星级酒店的老板，还是刚全权收购的。这种级别的人物，他这辈子都恐怕遇不到第二个。连秦韵都不知道，谁知道秦风手中到底有多少资产？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根本没把金汉大酒店当回事。越想，张小芷心中越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秦风沟通。行了，都别乱想了，姐，这下你可以放心点菜了，真不花钱，就算花，我也有。秦风顿时微微一笑，摆摆手道。秦韵听到这话，顿时没好气的道：好你个小风，从小到大你都不敢瞒着我，现在都学会瞒你姐了。小芷，别跟她客气，随便吃，把这里都给她搬空。第15，好闺蜜，我当你弟妹好不好？酒足饭饱。尽管过去了一顿饭的时间，但直到现在，秦韵仍然还有些难以接受自己弟弟一跃成为顶级富翁这件事。他对秦风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几年前的学生模样。姐，你坐了一路高铁，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有事直接打我电话，我随时能过来。送二人回到总欧统套房后，秦风淡然一笑道：好，姐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秦韵顿时痴痴一笑，好了，你快去忙吧，这么大产业，有你忙的。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苦笑一声，忙倒是不忙，上上下下都有下属打理，他就是个纯纯的甩手掌柜。和秦韵寒暄2句后，秦风这才去了电梯间。困死了，秦韵不由得打了一个哈欠。天海市距离苏北市虽说不远，但又要上了飞机又转高铁，现在的他已经精疲力尽。正当秦韵准备关门睡觉的时候，突然在他对面的门被打开了，住在这的正是张小芷。韵姐，等会。秦韵顿时一愣，还莫等他反应过来，张小芷已经溜进了他的房间，熟练的锁上了门。都多大了，还要跟姐一起睡？秦韵顿时笑骂道：韵姐，说正经的，咱们认识的时间长不长？关系咋样？张小芷却是一本正经的看向秦韵，一字一句的道。这个问题直接让秦韵愣住了。你要干什么？那个，能不能？张小芷的脸上悄然爬上些许红晕，扭扭捏捏的道：都认识这么久了，有什么就说什么。怎么？你该不会对我有意思吧？秦韵顿时眉头一皱，他知道张小芷每次这样就是有大事要求自己，就是能不能把你弟弟的电话给我？不，还是微信吧。张小芷鼓足勇气说出口来。秦韵停顿片刻，随后忍不住笑出声来。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给你就行了。但正当他掏出手机准备把秦风的微信推给张小芷时，手上的动作却突然一滞。等等，小芷，你想干什么？你该不会……张小芷都快把头埋到胸里去了，一言不发。这无疑是默认了秦韵的猜想。你认真的？秦韵深吸一口气，严肃地问道。张小芷点头道，我想试试。秦风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阳光又帅气。韵姐，你该不会不愿帮我吧？看着眼前扭捏作态，一副小女儿家样子的张小芷，秦韵顿时想笑却笑不出来。张小芷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平日里眼光也非常高，认识她这么久，她的追求者没100也得几10个了，可她一个都看不上。没想到她居然对自己的弟弟有意思，还真是我拿你当闺蜜，你却想当我弟妹。与此同时，金汉大酒店7楼，秦风将卡放在门锁上，门缓缓打开。刚一进门，秦风便看到一切如旧，林婉月还躺在原处，像一只熟睡的小猫咪。毕竟接连2次大战，林婉月一个新手哪能遭得住？看着窗外的黄昏景色，赤红的云霞布满房间各个角落，秦风轻抚着林婉月的头发，也缓缓睡去。看公司，接老茧，这一天也没来得及休息，就算是秦风也感到有些疲惫了。不知过了多久，秦风才慢慢醒来，感觉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下意识地捏了一把。就在这时，一阵轻哼声传来，紧接着，林婉月娇滴滴的声音传了过来：“风哥，轻点。”听到这惹火的声音，秦风直接顺势将整个可人拉入怀中。要多轻？林婉月头埋在秦风的胸膛上，一言不发。咕咕咕！就在这甜蜜时刻，一阵不合时宜的声音传了出来。顿时，林婉月脸红得发烫，一句话也不敢说。秦风却不以为意，笑道：“吃点东西吧，都睡了一天了。”林婉月轻轻点头：“好，吃点什么？”秦风缓缓起身，笑道：“听你的，你定吧，价格不是问题。”对于吃的地方，秦风是真不知道。印象中，平常去的都是大排档和烧烤摊，现在身价不一样了，显然不能带着女孩去钻苍蝇馆子。林婉月沉思片刻，想了许久才开口道：“我之前去过一家还不错的店，淮南菜，要不就去那，怎么样？”林婉月每次和秦风说话，都感觉很有压力，每一个字都得好好想想才说出口来。毕竟，秦风是她见过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她闺蜜说过，越有钱的人性格就越令人难以捉摸。别看秦风现在一脸和稀，谁都不清楚，万一说错了哪句话会惹得他不开心。如今林婉月都把自己交给秦风了，肯定不敢。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想太多了。好，那咱们现在就去。秦风现在也有点饿了，在餐厅的时候光顾着让自己老姐吃饱，搞了半天，自己基本一口没吃。那好，你等我一下，我去收拾一下。林婉月轻笑一声，缓缓起身，刚一动，林婉月的表情突然扭曲了起来，疼，浑身酸疼的根本起不来。想不到休息了足足一天，还是疼得这么厉害。最后还是秦风一把抄起她来，才堪堪到了浴室，感受着林婉月的滑嫩白皙。秦风不由得低下头来，淡然一笑：“要帮忙吗？”林婉月先是一愣，随后一惊，她的脸顿时又是一红，有些不知所措。“你说的这个帮忙，她正经吗？”这副娇羞的模样，着实让秦风心中火焰腾腾燃烧。不愧是他高中时期的女神，接连2次大战之后，仍然还如此充满魅力。好，不过你不累吗？林婉月苦笑一声，她腰都直不起来。结果秦风看起来为什么一点事没有？你在质疑我？秦风坏笑一声，缓缓抬手将浴室门轻轻关上。接下来，又是一场惊天动地、鬼哭神嚎的史诗战争。第16，女神反舔，整不会了。风哥，你先出去休息会，我收拾完就出来。大战过后，林婉月上气不接下气的道，她又不是秦风，没有系统的体力加持，现在的她已经到极限了。看着可人儿如此楚楚可怜的模样，秦风也只得手下留情，悄然离开。刚出来，便听到手机来消息的响动。秦风大步走去，拿起放在床上的手机，是微信的好友请求信息。看到申请人，秦风便一脸厌恶，发来请求的正是昨天和他相亲的那个拜金女苏玛丽。秦风连拒绝都懒得拒绝，就这么晾在那。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到自己联系方式的，但对于这种女人，秦风属实是没有一点兴趣。他说的那些话，足以证明他的眼中只有钱。拜金可以，但这么瞧不起人、刁难人，这种人多看一眼都是在浪费生命。正当秦风打算放下手机穿衣服的时候，手机消息声再次响起。秦风眉头微皱，连拒绝都没拒绝。难道是苏玛丽用小号要加自己？然而看到消息之后，秦风不由得眉毛一挑，不是苏玛丽，是张小芷。她怎么突然加自己？对于张小芷能有自己微信号，秦风并不奇怪，毕竟她和老姐这么多年的闺蜜，要个联系方式还是简单的。看着张小芷的微信自拍头像，秦风不由得想起了那个略微有些肉嘟嘟的软和小手，当时那仿佛触电的感觉，至今都还记忆犹新。想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地点了通过。即使知道亲张小芷加自己微信极大可能是因为知道了自己是金汉的老板，但那又如何？如此美女，错过了岂不可惜？与此同时，金汉6楼总 P 筒套房，张小芷趴在偌大的床上，2座山丘被压成了柿饼状，她肉嘟嘟的2只小脚翘起来，轻轻上下晃动，看得出来她很是紧张，时不时还打开手机看一眼。你好，我是秦风。看到这条消息，张小芷顿时深吸一口气，一脸的激动。她迅速爬起身来，紧紧攥着手机，想了半天，发消息过去：小风，在忙吗？突然加你好友，有没有打搅到你？消息发送过去后，她轻轻坐在床上，
心里波涛汹涌。有了好友，就说明秦风也有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今天张小芷的装扮自认为还是不错的，给秦风留下的第一印象应该还算不错。但1分钟过去了，秦风还没发消息过来，张小芷的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该不会因为今天自己对刘东凶巴巴的模样影响了加分吧？想到这里，他的双眼变得有些暗淡了下来。叮！就在这时，秦风的信息发了过来，不打搅。怎么了？张小芷眼中的光芒再次复苏。像你这样的大老板，时间不是都很紧张的吗？秦风，要是这么忙的话，当老板做什么？一句话惹得张小芷抱着手机咯咯直笑。不过，他一时半会也想不到该找什么话题。这时，张小芷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找秦韵问问秦风都喜欢什么？正当他后悔不已的时候，秦风的消息又发了过来：是我姐给你我的微信吗？张小芷：是，不过是我主动要的。秦风：哦，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直接让张小芷愣住了，一时半会不知道该怎么作答。难道直接告诉他，其实就是他对秦风有意思？那怎么能行？这样未免也太主动了，男人未必喜欢这么主动的女孩的。想到这里，他眉头紧锁，努力思考。张小芷只被别人追过，还从来没有主动追过别人，对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没办法，他只能努力回想之前追他的那些男人都发了什么。考虑了半天，他才把消息发出去，就是想谢谢你来接我们，还给安排好了房间。秦风：应该的，你是我姐最要好的闺蜜。还有别的吗？张小芷：就是想谢谢你啊，不管怎么样还是太感谢了。没别的了，你该不会以为我对你有意思吧？第二句话，他加了一个狗头的表情。矜持，一定要把矜持贯彻到底，千万不能让秦风觉得他太过主动，反而失去了兴趣。秦风看到这个消息，顿时嗤笑一声，这都摆在明面上了，还不承认？与此同时，浴室门打开了，林婉月裹着浴巾走了出来，宛若出水芙蓉。收拾好了吗？秦风笑道。林婉月轻轻点头，穿下衣服，我们就走吧。好。秦风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机锁屏。与此同时，张小芷的房间，张小芷轻咬着嘴唇，看着屏幕，然而却没等来下一句话，这让他彻底慌了。坏了，自己不该发第二句话的。秦风该不会是懒得理他了吧？自己难道是太过矜持了？这句话要不要撤回？一个个问题不断在张小芷的脑海中蹦出，他的心砰砰乱跳，有些心烦意躁。5分钟，10分钟，张小芷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看来秦风是不会回他消息了，都这么久了，一个消息都没有。难道秦风是觉得自己既然这么说，就没有深交的打算了？他回自己，会不会只是因为出于礼貌，看在韵姐的面子上？这下他彻底慌了，在偌大的房间里不断踱步。完了，完了！他现在后悔不已。秦风不是普通人，他为什么要用回复那群舔狗的方式显出矜持？是自己找的人家，又不是人家找的自己，这下该怎么办？要不要主动一点，直接给他发消息过去，说其实自己对他有意思？这样会不会太冒失了？而且张小芷也不敢发消息，生怕消息发过去看到的是发送失败的红叹号。正当张小芷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时，突然他的手机响起。张小芷急忙拿起手机，看向微信消息：刘东，小芷，饿了吗？要不要去吃点饭？看到这个消息，他的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二话不说，直接把刘东的好友删除。吃你妈！第17，毕业半年的大学生，买了10亿的。凌晨2点，秦风这才带着林婉月回了房间。林婉月推荐的那家餐厅确实好吃，就是太便宜了，2个人一顿晚饭才花了2000多。看来得培养培养林婉月的消费观念了，这点消费能力，不知道的还以为贵的他们吃不起呢。回到房间后，林婉月去洗脸，秦风则是背着手走到窗前。深夜的苏北仍旧璀璨无比，看着深夜星空，秦风轻叹一声，2天前自己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连刘东这种舔狗都能随便欺负的那种。现在的他摇身一变成了千亿富翁，产业雄厚，还有这平常看都不敢看一眼的金汉大酒店，如今却成了自己的产业。系统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系统签到，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秦风想看看今天又能签到出什么好东西。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姑苏别院别墅1号别墅。姑苏别院，听到这4个大字，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姑苏别院别墅，
这秦风可太了解了啊！整个苏北最豪华的别墅区，放眼全国都是令人咂舌的存在。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环境优美，据说彰显了整个苏北最优美的环境，而且还是姑苏省老设计师和国际设计大师通力协作打造的高级别墅，光是建造的成本都难以估算，建造时间更是高达10年之久。姑苏别院的每一座别墅都是独一无二、截然不同的设计，价格更是不必多说，其中最边角最便宜的一套都要逾1000万左右，至于最贵的便是系统奖励给秦风的1号别墅，价格达到了惊人的10亿。如此惊人的价格，纵使是在燕都不常见。虽说比起产业来说，一套房子的价值并没有这么高，但是它是一种象征。姑苏别院有套别墅，便是身份的绝对象征。不过秦风对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就算是1号别墅又能怎么样？只要秦风想买，以他的资产可以轻松盘下整个姑苏别院。风哥，风哥！就在这时，秦风的耳边突然传来了林婉月的声音。秦风这才回过神来，怎么了？林婉月浅浅一笑，没事，我看风哥你站在这有一会了，还以为你累了呢。累？男人怎么能说累？一边这么想着，秦风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番林婉月。林婉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身睡衣，这套睡衣似乎是配备在房间里的。她穿着出乎意料的合身，虽然是睡衣，但是却一点也不显得宽松，将林婉月那傲人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已经品尝过，但如今看来还是令人心痒难耐。尤其是睡裤，还是超短的，那一双美腿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漂亮。风哥，你看什么呢？是我妆没卸干净吗？林婉月被盯得有些发毛，不由得疑问道：你都不用化妆，太浪费化妆品了，艺术品不应该加任何修饰。秦风淡然一笑，一边说着一边将林婉月拥入怀中，透过丝滑的面料能清晰感觉到林婉月的体温。风哥，我哪有这么好？林婉月虽然娇嗔，但心里却乐开了花。不过我总感觉你身上少了点什么。就在这时，秦风看着林婉月的小脚，轻声道。这话说的林婉月顿时一愣，啊，缺什么？秦风摩挲着下巴，思索片刻后道：丝袜。丝袜？林婉月又是一懵，怎么突然想起买这个？秦风一把捏住林婉月小巧玲珑的玉足，笑道：加工速用。清晨，苏北姑苏别院1号别墅。芊芊，有头绪了吗？一个月的声音传来，声音的来源是一个穿着短裙、一头干净利落短发的美女。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衣、面容姣好的棕发美女。如果有第3个人在场，一定会被2人的颜值惊到。2个美女风格迥异，但颜值都几乎达到了顶峰。短发美女不光漂亮，还有一股其他美女身上没有的凌厉。短发美女名叫白小文，棕发美女名叫方芊芊。找到了。方芊芊开口回应道。买下1号别墅的人名叫秦风，20多岁，大学毕业刚半年，其他的都未知。不过他不是苏北本地人，只是在苏北大学上学而已。听到这话，白小文心中一惊，什么？大学刚毕业半年，买下了姑苏别院1号别墅？白小文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但这么年轻，居然有这么多钱的人。他问还是头一次听说，有10个亿，和能花10个亿去买一套别墅是2个概念。白小文深吸一口气，开口道：要知道，这座别墅上个主人可是苏北老首富。方芊芊摇了摇头，这个人很迷，他来自哪都查不到，但肯定不是苏北本地人。一个学生能有这种财力，肯定不简单。白小文缓缓收回神色，恢复平静道：算了，这些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你去联系一下他，告诉他续合同的事。方芊芊无奈的道：就怕这合同是续不上了，人家出手这么阔绰，买来肯定是要自己住的，他也肯定不是缺钱的人，这房子不会往外租的。要我说，7号别墅其实就不错。白小文却是摇摇头，7号别墅的位置和1号没法比，如果不能租1号的话，那就没必要在姑苏别院了。看着白小文的眼神，方芊芊无奈的耸了耸肩，道：就算人家愿意租，那新合同的租金怎么办？之前的10万1月房租，那是因为我们和老房主认识，人家给的有情价。这个晴天还不知道好不好说话呢。这下白小文陷入了沉思，他是一个不喜欢将就的人，看中了这里，如果能租，就算再贵也要租下。看白小文一脸沉重，方芊芊开口道：要不我打电话尽量约他当面谈谈，表明我们的诚意吧。
白小文脸色一正，一定要这么做吗？第18，和这个男人的差距太大了。白小南最嫌麻烦，还要当面去谈，他绝对是100个不愿意。这种级别的人看重的不是钱，而是诚意。只要我们表现得足够有诚意，人家说不定就同意了。要不还有个办法。说到这里，方芊芊端起咖啡抿了一口，继续道：过会打电话直接告诉他要续10万的合同，看他同不同意。不愿意，那我们就走。白小文苦涩一笑，当初为了找这么一个称他心意的房子，腿都快跑断了，现在再去找，去哪能找到？那还是见面吧，你来安排。说完，白小文站起身来，朝着2楼走去，而方芊芊则是拿起手机，照着笔记本电脑拨通了秦风的号码。金汉大酒店，嗡嗡嗡，手机突然震动，还带有倦意的秦风赫然被吵醒，他眉头紧皱，看向手机，是一串陌生号码，还不是苏北的，是天海的。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眉头紧皱，老姐的电话他是有的，同样是天海的陌生电话，难道是张小芷？想到这里，他接听了电话。哪位？秦先生，您好。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好听的女声，是女的，但声音显然不是张小芷。张小芷的声音要更糯一些。不需要，谢谢。既然不是张小芷，秦风有些不耐烦的道，不是熟人，还是外地陌生号码，那肯定就是推销电话了。然而还莫等他挂断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焦急的声音：秦先生请等等，我不是推销产品的，我想请问您现在在苏北吗？如果在的话，方便见一面吗？这一番话直接把秦风整懵了，一个女的突然打电话过来要见面，这不是诈骗电话，这是骚扰电话。这时的方芊芊也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连忙解释道：秦先生，是这样的，我叫方芊芊，是姑苏别院1号别墅的租户，我们在1号别墅签了2年的合同，现在已经到期了，找上一任房主，才得知现在别墅已经被您买下了，所以我瞄到了您的联系方式，想见您一面，当面说说续约的事。您看，您有时间吗？经过这一通解释，秦风才明白了过来，是自己刚抽奖得到的别墅，可这别墅怎么还有人租住的？系统这般的叫什么事啊？虽然秦风没打算去住，但想着房子已经被人住过了，他就莫名有些抵触。打电话过来的虽然是女人，但谁知道会不会有男的？就你一个人住吗？想到这里，秦风眉头紧皱，开口问道：不是，总共2个人住，另一个是我闺蜜。方芊芊解释道。紧接着，秦风的话再次传来：你们是单身吗？方芊芊顿时卡住了，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问题？租房子和单身有什么关系？对的，虽然疑惑，但毕竟有求于人，方芊芊还是如实回答道：那就行，我就在金汉大酒店，你们可以来找我。大概什么时候？秦风这才松了一口气。单身，2个女性，那就行了。金汉大酒店距离我们不太远，大概1小时我们就能到。好，应了一声，秦风直接挂断了电话。风哥。就在这时，一旁传来了林婉月的声音。显然，刚刚秦风打电话的声音把他从美梦中拽了出来。林婉月抿了抿嘴，还是开口问道：刚刚是谁的电话啊？我听着好像是个女生，你还问别人单身？虽然林婉月知道自己不该多问，但作为女人的本能，她还是不由得吃醋了。看着一脸担忧的林婉月，秦风不由得哈哈笑道：放心吧，不是你想的这样，就是租户而已，租房合同到期了，说要当面聊聊续合同的事。我不喜欢有陌生男人在我的房子里住，所以必须得是单身。听到这话，林婉月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租房子的事也得你亲力亲为吗？秦风耸了耸肩，没办法，刚买的，在姑苏别院，我也没想到原房主一直是租出去的。姑苏别院，听到这明晃晃的4个大字，林婉月不由得瞠目结舌，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姑苏别院？在姑苏别院买房子的大多都不是苏北人，很多都是外地的富商，许多苏北本地的富商都根本没有买下这里别墅的资格，这么抢手，价格也是没话说。但转念一想，秦风毕竟都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了，在姑苏别院有套房子也很正常，原本买来就没打算住，不像是金汉一样位于市中心，既然他们要租，那就租就是了。秦风平静地开口道，这说的反正也是实话，秦风还真没有在苏北买房子的打算，要不是系统送的，他才懒得管这些。林婉月看着秦风，心中满满的震惊，这就是有钱人的想法吗？
在姑苏别院买房子，不是为了住，只是为了花钱。这种生活，他属实是想象不到。峰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想到这里，林婉月不由得好奇地开口道：“问吧，你在苏北还在哪里买了房子？或者是还有什么公司？”林婉月眨着眼睛，很是好奇。她发现，对于面前这个交付了自己所有的男人，她却根本不熟悉，感觉秦风身上还有太多她不知道的秘密了。秦风缓缓起身，淡然开口道：“房子倒是没有，不过公司还有一个，也不是什么大公司，万兴地产。”秦风说的轻描淡写，但却是让林婉月再次一愣。万兴地产虽然不是地产界龙头企业，但也是市值数十亿的大地产集团。这种级别的公司，在秦风嘴里却显得感觉很普通一般。这下，林婉月心中油然而升起了一股怯懦感。她与秦风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大到她即便拼命去追赶，也根本看不见秦风的影子。第19，明星导演10万租房。感受到林婉月的失落，秦风淡然笑道：“等有空，我带你去万兴集团看一看。”林婉月微微一愣，不解地看向秦风：“为什么？”秦风悠悠开口道：“身为董事长夫人，不得让他们认识认识。”董事长夫人这5个字，直接让林婉月满脸羞红。她轻抿嘴唇，小声道：“风哥，你又拿我开玩笑？我们还连男女朋友都不是吧？”说到这里，林婉月心中很是失落。两人虽有鱼水之实，但却男女朋友的关系都没建立。但她也不敢有非分之想，毕竟她和秦风的差距是实打实的。谁说不是？秦风逮着柔软，轻轻揉了一把，坏笑道。林婉月脸顿时红到了耳朵根。听到这话，别提她心里有多高兴了。行了，先不说这个了。秦风缓缓站起身来，开口道：“收拾收拾，跟我出去一趟。”啊？去哪？林婉月微微一愣，直到现在她浑身都还酸痛，居然又要出去吗？秦风一挑眉毛道：“我不是说了吗？过会租户要来谈续合同，身为我的夫人，不跟着我一起去吗？”林婉月甜甜一笑，心里像是吃了蜜一样。好，我这就去收拾。与此同时，金汉大酒店楼下，白小文与方芊芊在一辆酒红色的玛莎拉蒂上下来。白小文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为什么约在这里见面？白小文上下打量了一番金汉大酒店，眉头微皱道：“约见面在酒店，这人能正经吗？”此时的白小文已经想回去了。来都来了，咱们上去吧。他说在3楼餐厅等着我们。方芊芊一眼便看出了白小文的心思，看了一眼手机短信后，一把拉着白小文往上走。很快，两人便来到了3楼餐厅。看着奢华的装饰，白小文心里有些许抵触。他们左右打量，很快便找到了秦风的位置。毕竟这里用餐的人本来就少，符合20多岁年纪的也只有秦风一人。你好，请问是秦先生吗？方芊芊大步走来，笑着开口道。林婉月见状，不由得微微一愣，即便她是一个女人，也仍然感到有些惊艳。对，我是秦风。秦风微微一笑，开口道：“既然来了，就直奔主题吧。”虽然方芊芊和白小文都是一等一的美女，但秦风还是想赶紧把这件事了解。秦先生还真是雷厉风行。方芊芊微微一笑，开口道：“其实我们这次想当面见您的原因，主要还是想继续续约，同时也想询问一下，可不可以按照以前的租金续下来。”一边说着，方芊芊一边将准备好的合同递给秦风。说完，方芊芊便细心观察着秦风的表情。毕竟现在秦风可以说是掌握着他们2人的生死，他很明白这套房子对于白小文来说有多重要。方芊芊和白小文从小一起长大，工作后白小文当上了导演，而方芊芊则是一直在他身边作为助理。一出道，白小文就小有名气。钱不算是问题，但白小文脾气古怪，住的地方但凡有一点不合心意，工作便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为此，两人大老远来到苏北，找到了姑苏别院1号别墅。只有这里才能让白小文安下心来。2年来创造了不少知名的作品，如果要重新找房子的话，将会是非常麻烦且耽误时间。我可以把房子继续租给你们，至于价格，你们之前的租金是多少？秦风淡然道。这套房子对于秦风来说可有可无，见到住在这里的是2个单身美女，那就更无所谓了。租金的话，也就是象征性的问一问，无论是多少，对于秦风来说都是9牛1毛。方芊芊见秦风同意，顿时如释重负，开口道：“1个月10万。”10万！听到这个数字，
尽管林婉月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被这个数字给吓到了。10万块，以现在林婉月的工资，不吃不喝也得1年才能赚到。可在他们眼中，居然只是1个月的房租。但此时的方芊芊并没有注意到林婉月的表情变化，她的目光全都聚焦在秦风的身上。租金其实再加一些也行，但一旦过了15万这个阈值，那就麻烦了。白小文年收入是不低，名气也有，但毕竟是新晋导演，家底没有那么厚实，否则的话，就直接把1号别墅买过来了。秦风淡然一笑，开口道：“10万，可以。”这种事，对于秦风来说，多想1秒都是在浪费时间。无论是10万还是100万，在秦风眼中不过就只是数字而已。见秦风想都没想，直接同意。方芊芊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秦风：“秦先生，您是同意了吗？”秦风点点头，不置可否。顿时，方芊芊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真的太感谢您了，秦先生。”作为助理，他的工作就是尽量帮白小文省下花销。白小文虽然没有方芊芊那么激动，但对秦风的看法也是大为改观。看秦风的样子，儒雅随和，而且显然没把这件事放在眼里，也难怪人家随随便便就能把1号别墅给买了。既然这样，那还请秦先生您签署一下合同。方芊芊尽量保持稳重，淡然笑道。秦风瞥了一眼合同，简单看看没有问题后，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我们就不多打扰您了，非常感谢您。方芊芊见状，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她松了一口气，拿起合同鞠躬道：“白小文。”两人走后，林婉月不由得喃喃开口道：“刚刚在合同上，她看到了白小文的名字，这名字怎么了？”秦风见状，不由得好奇地问道。林婉月眉头微皱，想了片刻后，突然眼前一亮，一脸震惊的道：“白小文，不是那个明星导演吗？不过才20多岁，入行才几年，所有作品都被各种奖项提名的那个明星导演。第20不怕奔驰加路虎，就怕丝袜带字。”一边说着，林婉月肉眼可见的激动，这可是国内最为著名的新生代导演之一，出道就是巅峰，每一个作品评价都很高，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名头的。林婉月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居然亲眼见到了这种人。秦风却是耸了耸肩，不以为意的道：“那又怎么了？我又不爱看电影。”林婉月难掩激动的道：“可他现在是你的租户啊，风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件事被记者知道了，你一定会被记者们追着采访的，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这个白小文，不光漂亮，还有才华，粉丝不亚于一线明星的，是吗？”秦风听到这话，不由得哭笑不得。如果真是这样，那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是不是导演，跟我没太大关系。比起这个，咱们还是先吃饭吧。过会还有事呢。有事？林婉月不由得一愣，一口肉塞到嘴里，甚至忘了咀嚼。要去干嘛啊？秦风坏笑一声，眼神往下看去，一瞬间，林婉月顿时明白了秦风的意思，她的脸骤然变得通红，轻轻点头。简单吃了个便饭后，两人便开车一路朝着天云广场而去。由于还没换车，秦风便开着沈若安的宝马3系。这车虽然也很不错，但比起布加迪威龙来说差距太大了。但现在的秦风已经没有刚开始的激动感了。车对于如今的秦风来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代步工具，再贵的车也是这样。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天云广场，跟着电梯上了2楼。天云广场的1楼大多都是快餐美食等，2楼就是清一色的各大品牌店铺，基本国际上知名的奢侈店都有。苏北好歹也是1线城市，即便是新晋，但人均消费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来到2楼，秦风简单看了一眼周围后，淡然开口道：“看中什么，进去买就行了，不用担心钱。”秦风不怕林婉月花钱，就怕他花的不够多。风哥，你说真的？林婉月顿时眼前一亮，但很快他便意识到自己这话有多蠢。钱对秦风来说最不是问题，就不算其他的产业，单单拿出手中现在的流动资金1000亿，拿出点买下一整个广场都没有问题。两人一边走着，来到了巴黎世家的店铺。不怕奔驰加路虎，就怕丝袜带字母。这话说的确实没错。论加工速这一块，巴黎世家称第2，没人敢称第1。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沈若安打来的。看着沈若安的名字，秦风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沈若安那双配着黑丝的大长腿，着实令人回味无穷。慢慢挑，挑完了刷这张卡。对服务员吩咐完毕后，秦风丢下一张卡，
转身来到店外。喂，有事吗？接起电话，秦风开口道：秦总，白总监已经将万象都会的方案全部整理好了，投资方案也已经发送到了您的邮箱。不过，这合同要您当面签字，您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可以来签合同？沈若安好听的声音透着手机传了过来，声音之中能听出几分小心翼翼。沈若安算是服了，自己这新老板，除了第一天来了一会，基本就不见踪影，妥妥的一个甩手掌柜啊！虽然其他事情都能他效劳，但这种重要的合同，还是必须要秦风过目后签字才行。我下午过去，让白总监准备一下。秦风听到这话，回应道：要不是沈若安打这个电话，秦风只怕早就把这个方案给忘了。不过，能赚钱的项目为什么不做？一个投资回报率这么高的项目，那就是纯捡钱。说完，秦风便轻点挂断。这个项目做成了，万兴地产在苏北的地位起码提升一整个档次。风哥，风哥！就在这时，店里传来了林婉月的声音。秦风循声望去，着实被眼前的景象所惊艳到了。一双被黑透的丝袜紧紧包裹的美腿，直接吸引了秦风的注意力。虽然林婉月不同于沈若安，她是更显青春一些，但是穿上代表着成熟的丝袜，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反倒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感。林婉月由于身高的原因，腿并没有那么长，但胜在身材，直接拉起了整条腿的颜值。风哥，怎么样？林婉月见秦风看了之后，一言不发，心中不免有些担心。这是他第一次穿丝袜，要是不好看，惹得秦风失了兴致该怎么办？加上被秦风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他实在是有些不太适应。你要是不好看，那就没有好看的了。秦风微微一笑，开口道：多选几条，免得到时候不够用。不够用3个字，秦风刻意加重了语气。丝袜这种东西，看是一方面，用也是一方面，多买几条囤着，这叫合理浪费。林婉月听懂了秦风的意思，小脸又变得红扑扑的。她抿了抿嘴，轻轻点头，是在导购的指引下，又精心挑选了5、6条。风哥，好了。林婉月小声开口道，双手有些局促的无处安放，这一脸羞涩，配上带字母的丝袜，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差感。才选了这么几条，秦风微微一挑眉，开口道。尽管秦风已经说可以放开买，但林婉月还是不舍得花这么多钱，将你们丝袜的所有款式，每一份都拿10条。秦风也懒得挑了，直接对着导购道。听到这话，导购顿时一愣，先生，他从业以来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买丝袜的，还要我重复一遍吗？秦风看向导购，平静道：不用，不用，我马上帮您打包。导购顿时心花怒放，这是遇到大客户了。他连忙招呼其他店员前来一起打包。风哥，买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林婉月有些担忧的道。秦风坏笑一声，不多，争取1个月用完。第21，4000万，眼都不眨一下，从巴黎世家里出来，秦风又带着林婉月在四处逛了逛，整个天云广场2楼奢侈品区几乎逛了个遍，也才堪堪花了30万左右。要是在之前，秦风路过这些奢侈品店连看都不看一眼，这里面随随便便拿一件出来都是天价。可现在不同，即便是花上300万，对于他来说仍然是9牛1毛。足足逛了3个多小时，林婉月的腿都快酸了。其实在买完丝袜之后，林婉月就已经想走了。这里的消费水平和他平日里的消费观念天差地别，即便是遇到喜欢的东西，也不敢开口说。这些东西大多都是秦风硬给他买的。风哥，今天让你破费了。虽然不知道具体花了多少钱，但林婉月还是揉着酸痛的小腿，小声道。这下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痛并快乐着。不破费，买来也是给我看的。秦风淡然一笑，眼睛毫不避讳地看向林婉月。难怪这些奢侈品价格这么昂贵，从头到脚全都换上一套后，林婉月的气质和先前真是大有不同。那我回去慢慢穿给你看。林婉月甜甜笑道。然而秦风打量了一番后，眉头微皱道，总觉得你身上还是少点东西。林婉月一头雾水，不明白秦风是什么意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秦风已经带他来到了卡地亚的专卖店。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柜员热情招待道。看着琳琅满目的昂贵奢侈品首饰，林婉月眼都快花了。亮闪闪的东西的确吸引女人的注意，就好像是男人看到了黑丝美女架势高达一样，眼睛都闭不上了。随便挑。秦风见状淡然一笑道。柜员虽然看秦风穿着普通，但他们手里拿着的大包小包
可都是楼层中最顶级的奢侈品，这是绝对的大客户。想到这里，柜员满面春风的笑道：“小姐，您可以看看这款，这款项链是我们刚推出的新品，还有这几款，都是店内销售量最高的。”面对柜员滔滔不绝的介绍，林婉月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条项链，戴到白皙的脖颈之上。峰哥，怎么样？秦风抬眼打量一番，项链上闪闪发光的钻石，正好在两个丘壑之间的峡谷中，搭配林婉月那白皙顺滑的皮肤，别有一番风味。款式看起来不错，就是钻石小了点。看了一会后，秦风这才开口评价道。柜员听到这话，顿时一愣：“先生，这款项链的钻石有5克拉呢，已经不小了。”柜员还怕秦风觉得5克拉的项链有点太大了，已经准备好了更小一些的款式。哪里想到秦风居然还嫌小，把你们店里最贵的项链拿出来。秦风懒得挑了，直接开口道。柜员先是一愣，但也就只有1秒钟，便反应了过来，急忙前往后台，小心翼翼地将一款密封在小玻璃柜里的项链拿了出来。这条项链分为2颗钻石，像是2颗鸽子蛋一般，光是看起来便价值不菲。先生，这款项链是我们店里最大的了，它的2颗钻石都是10克拉的，设计灵感来源我们卡地亚的 Diospheres 项链，可以说是 Diospheres 项链的小款。柜员满面笑容地讲解道。Diospheres 项链，林婉月倒是知道，价值 1.9个亿，只在卡地亚的展览会上出现过一次，这种级别的项链也不可能在专卖店买到。秦风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等柜员小心翼翼将项链拿出来后，秦风亲手戴在了林婉月的脖颈上。林婉月只觉得脖子明显一沉，脸上闪过几分惶恐。这么大，应该很贵吧？话虽这么说，但透着镜子，的确能感觉到好看。无论是设计还是闪闪发光的钻石，都非常夺人眼眶。女士，这款项链的价格整个苏北市只有这么一款，价值3999万元，3990万，4000万，一条项链。尽管林婉月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完全没想到这一条项链居然这么贵，太贵了，还是算了吧。峰哥，我还是更喜欢刚刚那一条，这条林婉月绝对是喜欢的。但是4000万，4000万，极有可能是他一辈子都见不到的财富。用这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就算秦风不在乎，他也实在舍不得。才4000万，不贵，我看着这条更好看一些。别说4000万了，就是4个亿，我都给你买。秦风却是一脸的云淡风轻。4000万，这么没多少啊？就是把这项链那个 1.9亿的本体拿来，秦风想买眼睛都不用眨一下。风哥，听到秦风的话，林婉月顿时满脸通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种话一般都出自别人给女朋友画大饼，但秦风说这话可真不是画饼。林婉月很清楚秦风完全能做到，但他还是不敢要这么贵重的礼物。然而不等他开口，秦风已然对柜员道：“包起来吧，我要了。”柜员此时已经瞠目结舌，要了，真要了。虽然知道秦风很有钱，但柜员也不觉得秦风能随手花4000万去买一条项链，能做到这一点的，身家恐怕都得10几亿起步。这下真是遇到大客户了。柜员没有丝毫的犹豫，赶紧喜笑颜开的点头，连忙熟络的将项链包起来。交易完成，4个大字明晃晃亮出。直到现在，柜员的脸上都还有些发麻，怀疑这简直就是做梦。光是这条项链的提成，都足足有他10年甚至更多的工资。柜员都这样，更别提林婉月了。林婉月已经僵住了，他怎么都没想到，秦风居然真的愿意花4000万给他买一条项链。有夫如此，夫复何求啊！欢迎下次光临。直到秦风带着林婉月离开的那一刻，柜员这才反应过来，急忙鞠躬道：“今天是遇到贵人了。第22董事长夫人的位置还空着。”买完项链，林婉月说什么也不敢再买别的东西了。两人乘电梯下楼，来到地下车库，上了车，看着后排的大包小包，还有手中的项链盒子，想起这里面的东西价值4000万，林婉月甚至都有点拿不起来。满打满算，这一趟的消费，即便是除去项链，都30多万。这消费在林婉月看来简直就是离谱。如果只是她一个人来的话，恐怕连零头都花不到。上了车，林婉月只是低着头，脸上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本来以为秦风只是出来买几条丝袜而已，没想到花销居然这么可怕。回京汉的路上，林婉月深吸一口气，小声开口道：“风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花了这么多钱，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报答？秦风呵呵一笑，平静的道：才花了这么点钱，就感动成这样了，这才哪到哪？看来自己很有必要得培养培养林婉月的消费观念了。这么保守，以后怎么帮自己花钱？这1000亿还不过是启动资金，指不定哪天签到又会给个几千亿，到时候就这点消费水平，那哪能行？还怎么当贤内助？林婉月一本正经的摇头道：不，峰哥，我是说真的，你对我这么好，我实在是消受不起。你说吧，要我怎么报答？只要我能做到，一定做。看着有些倔强的林婉月，秦风不由得回想起了高中时期，那时候余华等人在自己面前显摆炫耀，也只有林婉月站出身来说公道话。当时的他也是这么一脸倔强。你觉得你能回报我什么？秦风淡然一笑道。这个问题真的把林婉月问到了，他早在上车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实在是找不到任何好点子，感觉秦风什么都不缺，就算林婉月倾尽所有去买一个很贵的东西，可能也根本入不了秦风的眼界。两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时间失落感顿时涌了上来。秦风感觉到了林婉月的失落，微微笑道：没想好。林婉月轻轻点头，默不作声。其实也很简单，你回去之后可以学习舞蹈，或者是瑜伽，都可以。听到这话，林婉月顿时愣住了，她实在是不明白秦风的意思。学舞蹈和瑜伽做什么？秦风坏笑一声，也不用学多好，学会一些特定的动作就好了，比如说高抬腿，或者是一字马。高抬腿，一字马，林婉月还是有些懵，但很快她顿时明白了秦风的意思，刹那间她的脸又升起了红晕。好，我可以试一试。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挑眉。其实秦风也就是说着玩的，林婉月根本从来没学过舞蹈，想要从零学起的话，现在这个年龄想学的确很费劲。不过如果真会了的话，就林婉月这完美的身材，加上这些动作，肯定别有一番趣味。好，我等你，等你学会了，我把这条项链的原版送给你。秦风淡然一笑，平静的道：原版项链价值1.9个亿，还是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不过只要秦风想买，完全不是问题。有钱未必买不到，那还是钱不够多。2个亿买不到，那10个亿呢？反正这些钱对于秦风来说都是9牛1毛。听到这话，林婉月顿时摆摆手道：不用不用，风哥，说好的是我报答你的。秦风宠溺一笑：好好好，那就等你学会了再说。说起来，我之前答应过要带着你去万兴看看的，现在才刚刚中午，要不我们现在就去？就在这时，秦风才想起刚刚沈若安的电话。天云广场距离万兴地产集团倒也不远，不妨顺道去看看算了。都听你的。林婉月一脸幸福的笑道。万兴地产集团办公大厦，高耸入云的大厦立于原地，像是一个巨人。看着眼前的大厦，林婉月眼中满满都是震撼。虽然听说过万兴地产，但是她还从来没来过，没想到居然这么大，光是这栋办公大厦就已经价值不菲了。风哥，这一整栋楼都是你的吗？林婉月瞠目结舌的道。是吧？秦风摸了摸下巴，迟疑道。昨天他才当上万兴集团的董事长，除了知道自己有个秘书有个运营总监之外，基本什么都还没了解。我的天，在这种地方上班，想想都激动。看着内部宽阔的空间，仅仅是1楼就无比富丽堂皇。林婉月不由得喃喃道：要不风哥，我把工作辞了，来给你打工怎么样？听到这话，秦风想都没想就笑道：好啊，不过我这人都满了，不招人了。听到这话，林婉月顿时笑道：风哥，我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来这里也帮不上你忙。秦风却是笑道：我可不是开玩笑，整个公司就一个位置适合你，你好好努力，很有机会的，月薪不是问题，想要多少给你开多少。听到这话，林婉月顿时一头雾水，什么位置啊？销售、设计还是运营？想来想去，这些林婉月可都不会干。突然林婉月想到了什么似的，顿时苦笑道：风哥，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当保洁吧？想来想去，要真硬说这里有哪个岗位林婉月能干的话，估计也就是保洁和保安了。秦风哭笑不得的道：你想干，我能舍得吗？林婉月抿了抿嘴，好奇的问道：那是什么岗位啊？林婉月误以为秦风真的需要他来帮忙，
不由得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就算他做不到，也得好好学习。秦风却是坏笑一声，笑得林婉月更是不解。突然，秦风一把将林婉月揽入怀中：“是董事长夫人。”第23，我这办公室隔音相当好。来到董事长办公室，林婉月乖巧地站在秦风后面。很快，门被打开，仍旧一身紧身 OL 装，穿着黑丝袜、脚踩红色高跟鞋的沈若安走了进来。第一眼看到沈若安，林婉月便心中一震，好漂亮的美女。虽然秦风和她提起过沈若安是他的秘书，但林婉月也没想到居然这么漂亮，这顿时让林婉月心中警惕了起来。秦风这种级别的人，身边肯定是美女如云，比他好看的比比皆是，沈若安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此时，林婉月暗暗下定决心，她回去一定要好好学舞蹈才行。此时的沈若安也看到了站在秦风身后的林婉月，林婉月的身份不言而喻。不过，沈若安又不在乎，她对着秦风微微笑道：“秦总，白总监来了，让他进来吧。”秦风大手一挥，道：“白子安拿着资料，大步走来。”看到总监是个男的，林婉月这才松了一口气。秦总，这是所有的企划书和方案合同，我都已经整理好了。白子安将文件放置到秦风面前，开口道。秦风简单看了看，虽然大部分地方都看不懂，但能看出白子安虽然明显不愿意，但还是实打实认真去办了的。这样就好，说明这个白子安还可用。秦风这才点了点头，签上名字。白总监，不要忘了我之前说的，这个项目要好好上心，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稳住。如果公司钱不够了，告诉小沈。虽然秦风不在乎这个项目能赚多少钱，但至少算得上是他真正意义上要赚取的第一桶金，还是不由得上心了起来。好的，秦总，请您放心。白子安挤出几分笑容道，他已经做好了决定，只要这个项目一赔，他就直接去别的地产公司，就算没法直接去当运营总监，也总比在这条被秦风开到阴沟里的船要好。见白子安离开，沈若安开口道：“秦总，下属公司的王总和马总来了，想要讨论一下总公司资源分配的问题，您看怎么安排？”秦风缓缓开口道：“你来处理就好。”这个回答不出沈若安所料，他点了点头，也转身离去。不得不说，沈若安这个助理的确全能，虽然才接手公司2天，但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是他在处理，工作能力相当厉害，也难怪万兴的前董事长会给一个助理开这么高的工资。说是助理，实际上干的是总监的活。沈若安走后不久，林婉月忍不住开口问道：“风哥，这个小沈就是你说的那个助理吗？”秦风点点头道：“对，他叫沈若安，工作能力很不错。还有刚刚的运营总监，叫白子安，整个万兴的大小事，基本都是他们2个解决的。我就是个甩手掌柜。”说这话的时候，秦风脸不红心不跳，当老板嘛，何必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钱给够，让手下信得过的人做就是，不然花钱养着他们干什么？林婉月不由得赞叹道：“我看沈若安比我也就大几岁而已，人长得好看不说，居然还有这么强的工作能力，也太厉害了吧！无论怎么看，沈若安都不过才24、25岁而已，在同龄人中已经是相当拔尖的了。”秦风却是呵呵笑道：“是不错，但是比起你可差多了。”这一句话顿时让林婉月苦笑道：“风哥，你就别逗我了，我哪能跟他相提并论？这么强的工作能力，我恐怕学10年都赶不上。”秦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后，开口道：“有能力又能怎么样？再怎么说，也只是我的下属罢了，和你哪能比？不是你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而是他没法跟你比。你可是未来要成为董事长夫人的人，之后他一样也要听你的话，高下立判呐。”天哥，林婉月俏脸一红，顿时嗔怪一声。这话听起来是挺肉麻的，但是林婉月心里却是一暖，相当高兴。风哥，你还要忙很久吗？怎么了？秦风疑惑的道。林婉月小声开口：“我已经2夜没回家了，我爸妈很担心，想让我赶紧回家。我从小就从来没夜不归宿过，他们特别着急。”听到这话，秦风笑了笑道：“好，我过会就送你回家，不过这回应该是不行了。”林婉月顿时摆摆手：“风哥，我不着急，晚上之前回去就行，你先忙公司里的事，我在这等着就好。”虽然秦风自称是甩手掌柜，但林婉月并不这么想。身为董事长，好不容易来趟公司，肯定会特别忙才对。然而，秦风却是笑盈盈的站起身来，看着林婉月：“我倒是没有什么要忙的，但是你
可得忙一会了。看着秦风脸上的笑容，林婉月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顿时眼睛瞪大，小声道：“风哥，不行啊，这里是你的办公室，你那个助理不就在外面吗？要是被他听到该怎么办？”秦风却是坏笑一声：“没我的允许，谁都不敢进来。”自打在商场，林婉月改头换面后，便像是变了个人一般，尤其是换上了带有公诉光环的巴黎世家，秦风就已经有了想直接把林婉月就地正法的冲动。眼下好不容易两人独处，秦风怎么可能错过？天哥，别闹，万一他们有急事找你怎么办？林婉月是真的慌了，在酒店还好，在这哪能行？怕什么？我这个办公室隔音材料都是用的最好的，而且你不是说想试一下吗？正好，让我看看你的舞蹈底子怎么样。林婉月见状，也只能满脸通红的点了点头，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一般，任君采撷。一时间，偌大的董事长办公室内传播着阵阵旖旎气息。一时间，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第24，小姐，你冰淇淋沾到嘴角了。时间如同白马过隙，1个小时很快过去。不得不说，巴黎世家的攻速加持的确相当有效，这次才1个小时就结束了昏天黑地的大战，但属实是把林婉月折腾得不轻。她一阵深呼吸，双眼还有些迷离。好在经过秦风先前的魔鬼式地狱训练，林婉月已经比以前好了太多，起码还能走路。看着办公室内的一片狼藉，林婉月简单收拾了收拾，提着垃圾袋跟在秦风身后离开了办公室。刚到拐角处，便与沈若安碰了个正着。秦总，林小姐。沈若安礼貌性的打招呼道。林婉月不自觉的低下头，轻轻点头回应，生怕被沈若安看到什么端倪。虽然被知道了也没什么，但是影响有点不太好。对了，把车换回来吧。秦风突然想起，他的车钥匙还在沈若安那呢。沈若安闻言这才想起，急忙拿出钥匙，换回了自己的宝马钥匙。就在这时，沈若安顺带手在手包里拿出纸巾，递给林婉月，小声开口道：“林小姐，您嘴角沾了东西。”啊！林婉月一阵错愕，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还是下意识地接过了纸巾。下次吃完冰淇淋，记得擦嘴。秦风见状又提醒道。这下林婉月更懵了，什么冰淇淋？他哪吃冰淇淋？突然他幡然醒悟，什么冰淇淋？这分明是……顿时他的脸红得发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此时林婉月已经完全没法继续想了，他低着头快步跟上秦风的步伐离开。看着满是异常的林婉月，沈若安一脸不解，这是怎么了？说起来也是奇怪，他明明记得刚刚签合同的时候看到林婉月是穿着黑色丝袜的才对，怎么现在又没了？到了楼下，两人上了布加迪威龙，一路将林婉月送回了家，随后又一路狂飙，回到了金汉大酒店。虽然林婉月的家住在3环，但以布加迪威龙的速度，来回没花多少时间。停在林婉月小区门口时，还引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不过现在的秦风已经对这种目光免疫了，再也没有了最开始的满足感。折腾了一天，终于回到了偌大的总资1统套房。躺在床上，秦风揉了揉额头，已然有些倦意。躺在软和的大床上，很快就熟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秦风才缓缓醒来。别看忙活了一天，以秦风的体力，只要休息一小会就能再次精力充沛。缓缓起床，正当秦风打算下楼喊秦韵等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喂，我是秦风。秦风看都没看，直接接听道：“老秦，忙啥呢？”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听着相当熟悉。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随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个声音是吴北海。吴北海是秦风的大学室友，也是绝对的好兄弟，两个人性格相投，一拍即合。在毕业后，虽然见面次数少了，但基本一周还是会一起撸一次串。吴北海家里是做海鲜生意的，算是个小大款，在秦风窘迫的大学生活内，没少帮秦风，甚至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是吴北海给介绍的。怎么馋了？不撸串？你是想不着给我打电话？秦风不由得笑骂道。吴北海顿时不乐意道：“去你的！说的跟我是饭桶似的。那你打电话来干嘛？”秦风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后道：“撸串。”2个字一出，两人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行，地方告诉我，我马上到。秦风二话不说，直接开口道：“对了，
以前都是你请客，这次我请你。以往每次吃饭，都是吴北海偷偷把账付了，毕竟他很清楚，秦风手头并不宽裕。听到这话，吴北海哭笑不得。行了，到了再说。怎么，你发财了？说话都这么财大气粗的。吴北海做梦都想不到，这话他还真说对了。秦风不光是发财了，还是他根本想象不到的财富。1000亿，江河路一条街。老胖烧烤，快点过来，有事跟你说。吴北海笑呵呵的道。你怎么过来？要不我给你打个车？秦风一边开门往下走，一边开口道。不用，我开车。开车？你哪来的车？买的。买的？你小子哪来的钱？该不会真发财了吧？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等着我。说完，秦风直接挂断了电话。江河路在苏北市3环左右，距离金汉大酒店并不近，不过晚上车不算多，以威龙的速度很快就能到了。苏北市虽然是1线城市，但夜生活并不丰富，尤其是到了2环以外，其实和2、3线城市没什么两样。很快，秦风便抵达了目的地，震耳欲聋的引擎声顿时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我去，这什么车？嗓门这么大，跑车还是超跑？什么？兰博基尼还是保时捷？你这土狗，也就认识这2个了。这是布加迪威龙，老贵了。我去，这辈子没见过这种车呀！这蝴蝶翼也太帅了，赶紧拍照！神秘富豪来吃路边烧烤，绝对能上热门。下车了，下车了！车主居然这么年轻，乖乖，这是哪家的公子哥？快去要微信！别了，人家也得看得上咱才行。周围人喋喋不休的议论，秦风却跟没听见一样。现在的他，心思已经不在这一块了。放在以前，他也是坐在远处对豪车评头论足、大受震撼的人。现在，一切都变了。锁车后，无视了周围人的目光，秦风直接大步走进美食街，吃了几天的山珍海味，秦风还真想换换口味，当真是很久没闻到这股浓郁的烟火气息了。正当秦风抬头找着老胖烧烤的牌子时，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呼喊声：“老秦，我在这！你小子来这么快啊？第25，我不和傻狗一起喝酒。老林，你小子行啊，身上这么浓的香味，找到女朋友了？”等秦风一坐下，吴北海顿时笑道：“你 TM 属狗的呀？”秦风没好气的道：“行了行了，跟你说正事啊。”吴北海将一盘烤串放到秦风面前，开口道：“你之前那个工作怎么突然辞了？”听到这话，秦风苦笑一声。之前，秦风一直在吴北海介绍的地方上班，觉醒了系统后，直接提交了离职。没想到，吴北海消息这么灵通。不过也行，本来就没打算在那地方常干，单纯就是先凑合。吴北海咬了一口肉串，含糊不清的道：“我又给你找了个不错的地方，就我现在上班的地方，房地产公司，买房子的，我都给你安排好了，薪资待遇比你原先的地方高很多，干满3个月还能涨工资，卖出去房子提成也高，这样你就要比现在过得好点了。”吴北海一边说着，一边叹了一口气。这么多年，他最担心的就是秦风，家里没背景，一个人在苏北打拼，大学毕业了饭都吃不上。要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这么着急拉着秦风来上班。还是算了吧。秦风无奈的耸了耸肩，吃着肉3道：“我不适合干销售，主要这不是不适合的事。现在的秦风这辈子已经和上班扯不上关系了。”吴北海没好气的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放心吧，不来我这也行，哥们也有路子。”不是，秦风刚想解释，却被吴北海打断道：“这工作适合你，轻松，学习成本也低，你先随便吃点，过会陪我去见个贵人。”谁啊？秦风属实是提不起兴趣，但见吴北海难得这么认真，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吴北海严肃的道：“这人叫丁浩，他哥是5星级酒店的人事经理，你过会跟我一起过去见见他，多说点好话，陪点酒，我再给你打打助攻，你这工作的事就稳了。”5星级酒店？秦风顿时愣住了，怎么听着这么熟？吴北海继续道：“那是真的5星级酒店，咱们苏北这么大，也就才3家5星级而已，能进去，就算是当个服务员，那工资也高得吓人。要不是我这还有绩效拖着，我都想进去干几年了。”说完，吴北海还不忘劝道：“你可别觉得屈才，现在你最重要的就是先把钱搞到手，到时候想干啥再跳槽就是。”看着吴北海如此苦口婆心，秦风心里暖洋洋的。
也不好拒绝他，便开口问道：“哪家5星级酒店？”吴北海眉头紧皱，想了半天后道：“叫啥来着？叫什么汉？金汉。对，金汉。”经秦风一提醒，吴北海一拍脑袋，道：“奶奶的，这辈子也没去过5星级酒店，咱们苏北本地的叫啥名我都不知道。金汉。”秦风顿时哭笑不得，这叫个什么事？自己一个老板，去自己家酒店去打工，还当服务员，这合适吗？合理吗？但看吴北海这样，秦风实在是不想灭了他的兴头，只得道：“还是别了吧，我没啥兴趣。”吴北海顿时急了：“你呀你，就太心高气傲了。一本毕业怎么了？尖子生怎么了？没保研，就只能出来先打工。现在大学生一抓一大把，工作没那么好找的，别挑3拣4的了。而且人家离得不远，咱们咋说都得去看一眼，别放人家鸽子。”秦风见状，顿时哭笑不得：“行行行，那就去看看吧。老板，结账。”吴北海拉着秦风起身道：“我结过了，跟我过去就行。放心吧，我都给你打好招呼了。”说罢，吴北海便带着秦风离开。很快，两人便来到了美食街末尾小巷里的一个海鲜烧烤店外，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就一个露天桌子，围着约莫7、8个人吃得正欢。其中为首的是一个染着一头鹦鹉毛的杀马特，揽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小太妹，捏着烟，一脸的嚣张。这就是你说的贵人？秦风一脸的匪夷所思，这种在10几年前路边一抓一大把的杀马特，你管这叫贵人？吴北海摆摆手道：“别看他这样，在这里很吃得开的，我都打听过了，他哥真在金汉当人事经理。”说完，不等秦风再说什么，吴北海直接大步走了过去，笑道：“浩哥，我大海，这就是我头2天跟你说的秦风，想求你帮个忙的。”丁浩抬眼打量了一眼秦风，求我帮忙，还来这么晚？说完，丁浩一口烟往秦风吐过去。秦风眉头紧皱，要不是给吴北海面子，他直接一脚就踹过去了。你 M 码的，哪来的鹦鹉精？吴北海脸色一沉，但还是开口道：“这不是路上堵车吗？抱歉抱歉，我先替我哥们自罚3杯。”丁浩摆了摆手：“你替他是怎么回事？小子，想求我就自己喝，今天你迟到了，我很不高兴，喝到我满意为止。”听到这话，周围人顿时起哄了起来。喝喝喝！秦风顿时一脸的无语，这都是哪来的货？走吧。秦风脸色一沉，直接开口对吴北海道：“等等等等，忍忍就行了，喝完酒事就办成了。”吴北海顿时百般无奈的道：“别看这个小鹦鹉毛看上去像是个普通的小混混，但因为他哥的原因，还真不是好惹的。要不是为了帮秦风找个合适的工作，吴北海高低不会理这种鸟人。”秦风听到这话，才停下了脚步。虽然如此，但他心中已经决定，回去好好查查人事经理。这人敢狐假虎威这么狂，靠山什么样不必多说，这种人留在酒店里还不是祸害？先把酒喝了，赔完罪，咱们再聊工作的事。丁浩一脸轻蔑地看着秦风，冷笑道：“老吴，你说说你，怎么毕业了，变得这么老实？”秦风没有理会丁浩，反而对着吴北海道：“啊！”吴北海顿时愣了。就在这时，秦风瞥了一眼丁浩：“我今天开了车，不能喝酒，而且我没有跟傻狗喝酒的习惯。第26，什么人你都敢招惹？傻狗！”听到这话，丁浩的脸都快绿了，和一头鹦鹉毛倒是变得般配了许多。妈的，你说什么？丁浩直接把手里烟头一甩，站起身来怒骂道：“老秦，你这……”秦风这一句话直接让吴北海懵了。在他印象中，秦风脾气一向不错，抗压能力也强，否则的话，他肯定不会带着秦风来见丁浩。就在这时，丁浩身旁的几个人顿时纷纷站起身来，一脸凶相：“妈的，还头一次有人敢在我面前这么狂！操你妈！有本事再说一遍！”丁浩直接捏起一瓶啤酒，骂骂咧咧的道：“不好意思，说错了，你不是傻狗，你是傻 SB。”秦风瞥眼看去，冷冷的道：“有系统的体质加持，秦风现在的力气异于常人，就眼前这几个小瘪三，3两下就能收拾得过来。你他 M 骂找死！”丁浩恼怒不已，哪里想到秦风居然敢这么骂自己，他抡起酒瓶就要朝着秦风抡过去，然而还没等他动手，却被一脚踹到肚子上。出脚的不是秦风，而是吴北海。“操你妈！骂你2句怎么了？给你点脸，真以为自己多牛逼了？”
吴北海算是豁出去了。虽然不知道秦风怎么这么沉不住气，但事已至此，明知道惹不起丁浩，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秦风挨揍。我操，还真有不怕死的。丁浩脸疼的扭曲了起来，对着一旁的小混混开口道：上啊，愣着干什么？快跑！吴北海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他们就2个人，对面6、7个人，不跑在这挨揍吗？秦风眉头紧皱，心里已然升起了无名业火。今天本来陪哥们出来吃点饭，结果居然被这几只老鼠坏了一天的好心情。正当他打算废了这几个人的时候，突然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从不远处传了过来。怎么回事？听到这话，众人不由得一愣，纷纷朝着不远处看去。说话的人是一个穿着斯文，看起来30多岁的中年人，他的身后还跟着10几个人。二哥看到中年人后，丁浩顿时眼前一亮，笑呵呵的道：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小子，今天本来打算揍你们一顿就算了，现在你们不留下2条腿，这事不算完。听到这话，吴北海心中一凉。二哥，这就是丁浩那个在金汉大酒店里当人事经理的二哥。完了，吴北海千算万算，没想到他居然出现在这里。丁浩没开玩笑，以这个中年人的地位，卸了他和秦风的2条腿，真不成问题。现在跑都跑不了了。原本他只是想给秦风介绍个工作，没想到居然害了他。秦总。就在这时，那中年人瞥眼看到秦风，霎时他的脸色一白，看着被一群人围起来的秦风，磕磕巴巴的开口道：在碧海亭一事之后，秦风的照片分发到了金汉大酒店所有人的手里，他怎么可能认不出秦风？看现在这个情况，他只祈求是自己想错了。秦风只是碰巧路过，和丁浩没关系。什么总？鹦鹉毛顿时一愣，道：二哥，你喝酒喝傻了？这个傻 SB 来找我，想在你那讨个工作，来晚了，我让他喝酒赔个不是，他不喝，还骂我。你说咱们怎么弄他？听到这话，中年人脸色惨白，腿都不由得一抖。你说什么？他要你给他进京汉工作？鹦鹉毛愣了一下，点了点头。中年人哪还有心思理他，颤颤巍巍往秦风方向小跑过去。秦总，秦总，秦总。这下众人可是听了个真切，一群人顿时愣在了原地，包括在秦风身旁的吴北海。二叔，你管这个傻 SB 叫啥？丁浩梗着脖子跑了过来，还没等他说完，中年人直接对着他的脸一嘴巴扇了过去。你 TM 才是傻 SB， 打得丁浩直接傻眼了，捂着脸懵在原地。现在的中年人就差给秦风跪下了，巴不得赶紧和丁浩撇清关系。秦总，他喝多了，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中年人的后背直冒汗。秦风，这个新来的老板是什么级别？金汉大酒店，说收购就直接全股收购，那背景可怕的都难以想象。他这个脑残弟弟居然还骂人家傻 SB， 完了，全 TM 完了。金汉的人事经理。秦风冷笑一声，打量了中年男人一眼。男人急忙道：是，秦总，我叫丁龙，没想到这个混小子敢这么冲撞您，我替他向您赔罪了。说完，丁龙有些手足无措的拿起一旁啤酒，二话不说就往肚子里灌。事情因喝酒而起，只要秦风能消消气，就算今晚把他送医院洗胃都行。找你弟弟喝酒，就能在金汉找个好职位。丁经理，好威风啊！秦风冷笑一声。这下丁龙心凉了半截，急忙摁着丁浩跪在秦风面前：快给秦总道歉！妈的，你喝点酒什么话都敢胡说，回去看我怎么教训你。说完，他直接摁着丁浩，两人朝着秦风磕头。要是秦风这火气不消，他们两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时候的丁浩才反应过来，急忙道：秦总，我胡说八道的，我错了，我是傻 SB， 我是傻狗，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计较，我喝多了。秦风却是缓缓坐在椅子上，平静的道：听说你哥来了，我跟我兄弟都得留下2条腿。丁经理，我都不知道金汉里还有黑社会呢。丁龙眼下已经快要崩溃了，他现在恨不得直接撕烂丁浩的嘴。怎么办？你说吧。秦风仍旧一脸平静的道。丁龙咬了咬牙，二话不说，直接抡起凳子腿，朝着丁浩的腿砸了过去。啊！随着一声惨叫，丁浩直接趴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然而丁龙没有要停的意思，继续朝着他的腿抡过去。很快，
丁浩疼得差点没昏死过去，砸断了3把椅子腿，他的腿已然血肉模糊。这时，丁龙才停手，哆哆嗦嗦的道：“秦总，您看这样行吗？”第27，穷哥们成顶级富豪，这谁顶得住？丁龙甚至都不敢抬头看向秦风，他知道，只要秦风一句话，他和弟弟丁浩断的就不只是一双腿了。明天，我不希望在京汉再看到你。丢下一句话，秦风便带着吴北海转身离开。丁龙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丢掉的只是工作而已。吴北海跟着秦风一路走着，表情已然僵化木讷。直到现在，他还觉得自己还是在做梦。从大学时期就是个穷小子的舍友好兄弟，摇身一变居然成了顶级富豪，京汉大酒店的老板，这是什么概念？老吴，上车！直到秦风喊了一句，才将吴北海的思绪扭转了回来。然而，当他看到眼前的布加迪威龙时，脸上又是一怔。这车，我的，上来吧。秦风的表情无比平静。不是，老秦，你经历了什么？不对，你……吴北海已经语无伦次，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可是布加迪，这辈子吴北海都没见过的顶级超跑，还是限量款，整个苏北恐怕也就这么一辆而已。他表情呆滞的上了车，半晌才开口问道：“老秦，你在京汉是什么身份？”秦风一边开着车，平静的道：“董事长。”真的？骗你干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吴北海瞳孔瞬间放大，震惊的无以复加。这可是咱们苏北最大的5星级酒店，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别说半年了，上个星期，吴北海还和秦风一起撸串，当时的秦风可和之前都没什么不同。这才1个星期不见，秦风居然成了大富豪。能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秦风是富二代，一直以来都是在体验生活。老秦，你为啥呀？之前装的那么像，谁能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富二代？吴北海脸上都有些发麻。难怪呢，每次我借给你钱，你都不愿意。感情不是你不好意思，是你压根不缺钱。老秦，你可真行。听着吴北海的话，秦风只是苦笑一声，既然误会了，那就让误会继续下去吧。否则的话，秦风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了，老吴，不管怎么样，我一直都拿你当最好的兄弟，咱们之间的关系雷打不动。秦风正了正色，开口道：“这句绝对是真心话。别说现在秦风身家上千亿，就算是上万亿，吴北海一样是他最信得过的哥们。”吴北海拼命让自己接受现实，接受自己的哥们是个顶级富二代的事实。他现在总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关键人家开的还不是路虎，是布加迪，价值上亿的世界顶级跑车。老秦，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还有多少是瞒着我？你这样，我以后哪敢跟你正常交流？吴北海都快哭了。其实也没啥了，就是还有个公司叫万兴，在姑苏别院还有个什么1号别墅，真没别的了。秦风耸了耸肩，将家底抖落了出来。至于手里还有多少钱，就没必要说了。而且秦风也算不过来，什么万兴？万兴地产是你的？还有姑苏别院的1号别墅，这你恩马10个亿啊！要不是吴北海心大，怕是现在早就抽过去了。行了行了，我是真没有瞒着你的了。今天本来高高兴兴出来陪你吃饭，结果倒好，遇到几个杂碎，扰了兴致。秦风摆摆手，开口道：“找个地方喝点吧。”吴北海咽了口水，走，必须喝点，去后街酒吧，点最贵的酒，我得狠狠宰你一顿。听到这话，秦风顿时呵呵笑道：“我就怕你喝不了，喝不了存着。”两人有说有笑，一路朝着后街酒吧赶过去。后街酒吧谈不上是苏北最好的酒吧，但绝对是人最多的，平均消费中等，高档低档酒应有尽有。平常还有不少富二代来这里钓妹子，经常能看到酒吧门口停着各种豪车。不过和秦风的布加迪威龙一比，这些豪车顿时黯然失色。来到酒吧，两人二话不说，直接点上一排酒。吴北海一句话都没多说，哐哐就是一顿喝。酒过3巡之后，他已经有点微醺的感觉了，这才晃了晃脑袋，开口道：“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老秦你居然是个顶级富二代，太牛逼了你！大学4年，毕业半年，我愣是一点都没发现，你图啥呀？就喜欢扮猪吃老虎？”秦风顿时哑然失笑，以前肯定看不出来啊，自己以前的确是个穷小子，没毛病。
行了，老吴，你就全当没有这档事。以前你罩着我，现在我罩着你。我都说了，咱俩关系雷打不动。秦风提着酒杯，笑呵呵的道：行，你不说罩着我，我也得抱你大腿。奶奶的，从来没去过京汉，不知道5星级酒店啥滋味，咋都得给兄弟来个总资1统套房，住个几天吧。吴北海哈哈大笑道：不用几天了，我就给你选个房间，改名叫北海间，你想住100年都没人管你。秦风也是呵呵笑道，他太了解吴北海了。吴北海虽然这么说，但绝对不会真这么干。这小子相当要强。行了，不跟你闹了，那这样我也放心了，还给你找个屁的工作呀，我还怕你辞了工作饭都吃不上。现在行了，我感觉你小子能把整个苏北都吃了。吴北海又是一杯酒下肚，唏嘘道。正当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闲聊时，突然一阵好闻而不刺鼻的香水味传了过来，紧接着一个穿着酒红色开叉旗袍，披着披肩，体态优雅，看上去大概23、24岁的女人慢慢从他们身边经过。顿时秦风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白，太白了，就这腿，放眼整个苏北能有几条这种级别的美女，还穿着传统旗袍，怎么会来酒吧啊？第28，这年头代价都是美女吗？老秦，别看了，据我的经验，能有这种身材的多半颜值都说不过去。吴北海见状摆摆手笃定道。秦风却是不以为然，这种身材的女人他见到的还真不是这样。比如他的助理沈若安，那就是个标准的顶级美女，就算长得好看又能咋样？大晚上一个人穿着这么暴露来酒吧，长得要是还说得过去的话，什么成分不用多说了吧。吴北海仗着酒劲摆摆手开口道。然而正在这时，那女人却是大步朝着秦风吴北海的桌子走来。卧槽！吴北海心中一慌，他酒后失言，该不会被这女人听到了吧？女人越走越近，很快便在秦风身旁驻足，那淡淡的香气充满穿透力，隔着酒吧的氤氲气息直冲秦风鼻梢。秦风不由得抬眼望去，长得何止是好看，这旗袍女简直就是极品。能看出来，只是稍微化了点淡妆，但却丝毫不逊色于沈若安这种级别的美女。旗袍女礼貌一笑，指着桌子上的布加迪钥匙开口道：先生你好，请问外面停着的布加迪是你的吗？秦风一愣，点头道：怎么了？方便挪一下车吗？我的车暂时停在酒吧门口，先生你的车正好把我挡住了。旗袍女微微笑道，给人的感觉如沐春风。好，抱歉了。秦风拿起车钥匙，起身便跟着旗袍女往酒吧外走去。咣！就在这时，一个满身酒气的小黄毛突然在人群中冲出，一头撞在了桌子上。这动静听着都疼，黄毛重心不稳，下意识地往身旁抓，好巧不巧抓在了旗袍女的旗袍上。呲啦！只听到一阵清脆的撕裂声，旗袍直接被硬生生扯下了一块。顷刻间，春光乍现，一大片白皙直接暴露在了秦风面前。黑的，还是丁字裤，这么会玩？旗袍女一愣，本能的用包挡住了神秘之地。黄毛见势不妙，也不管头有多疼了，一咕噜爬起来，头也不回的往外跑。秦风见状，也顾不得欣赏这极品长腿了，一把将外套脱下，蹲下身来帮旗袍女裹住了大腿。走吧。看着周围投来如同饿狼一般的眼神，秦风轻咳一声，开口道：谢谢。旗袍女脸上俏红，低着头匆忙往外走去。出了门，他才如释重负。先生，太谢谢你了。秦风摆摆手道：不用那么客气，这辆车是你的吧？一边说着，秦风一边指向自己那布加迪里面的车道，是一辆奔驰 CLA。对，旗袍女还是有些惊魂未定，极力深呼吸稳定情绪。我喝酒了，没法开车，你帮我挪一下吧。说着，秦风将车钥匙递给旗袍女。旗袍女顿时一愣，眼前这个帅哥是什么神仙？帅气、有钱、年轻，最重要的还这么有原则。喝了酒绝对不碰车。不知是秦风的魅力直在作祟，还是什么原因，旗袍女的胸口一阵小鹿乱撞。好。旗袍女不敢再看向秦风，匆忙点点头，接过车钥匙。随着车钥匙摁下，布加迪威龙的蝴蝶翼缓缓展开。这种豪车，旗袍女见都是第一次见，如今居然可以上手开。她小心翼翼地俯身上车，慢慢将车驶离。不知不觉，她的头上已经布满细汗。等将她的奔驰 CLA 开出来后，旗袍女停好车，缓缓下车。
又上了秦风的布加迪，小心停到车位上。此时，吴北海也匆忙出来看看情况。旗袍女将钥匙递给秦风后，小声道：“先生，今天真是麻烦你了。发生这种事，这外套我恐怕没法直接给你。这样吧，你加下我微信，等明天我找你，把外套还给你。”秦风的外套倒是不值几个钱，原本秦风打算不要了都行，结果如今如此顶级美女居然要主动加微信，一旁的吴北海眼睛都看直了。可以，美女相邀，秦风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他拿出手机，两人加上好友，备注是裴雅诗，名字倒是挺好听的，和人一样。明天见。裴雅诗微微一笑，大步上车离开。一旁瞠目结舌的吴北海这才回过神来：“老秦，你可以啊，一个外套，俘获美女芳心，羡慕死你了。快看看他朋友圈。”秦风顿时哭笑不得，这外套要不要都行，人家盛情难却。得了吧你，还得了便宜就卖乖。吴北海没好气的道，一边说着，两人点开了裴雅诗的朋友圈。朋友圈里很干净，甚至自拍都很少，大多都是在分享风景和美食，怎么看都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的女人，而且也没看到和别的男人的合照，保不齐还是单身啊。老秦，要是把她拿下，你可有福了。吴北海顿时啧啧道，看向秦风的眼神充满了羡慕，这种美女可真是10年难见一个的，就还个外套而已。行了，管那么多干嘛？喝酒。秦风摆了摆手，直接开口道：“不喝了不喝了，我明天还得上班呢。你真以为都像你，躺着就有钱花花来？”吴北海顿时摆了摆手，此时的他已经有点站不稳了，再喝点酒，怕是第二天站都站不起来。你也喝了不少，别开车了，找个代驾，我家离这不远，打个车就回去了。嘱咐2句后，吴北海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秦风耸了耸肩，打开手机叫了个代驾。等了大概10分钟左右，一个穿着蓝衣服的代驾骑着折叠电动赶了过来。老板你好，嘟嘟代驾为您服务。代驾缓缓下了车，拿下头盔笑道。看到眼前小代驾的脸，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怔，好家伙，居然还是个妹子，而且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妹子，看上去很是清秀，长相虽然不及沈若安，但却有一种清纯的独特美。这种清纯小美女怎么会来跑代驾？第29，小美女请求，这忙我帮了，开吧。秦风将钥匙递给小美女，开口道：“是这辆吗？”小美女看到秦风身旁的布加迪威龙，顿时瞪圆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这车是什么牌子？她都不知道，但绝对是好车，顶级超跑。这下，小美女顿时摆摆手道：“这车我不敢开。”她是真没想到，自己刚注册好代驾，第一单居然就是这种豪车。这种级别的车，要是一个不小心碰到了，哪怕就是擦掉了一点点漆，他都根本赔不起。怕什么？要是碰着了，不用你赔。秦风此时感觉酒劲已经上来了，摆摆手道，他也实在是懒得再换代驾，直接上了副驾驶。虽然秦风都这么说了，但小美女心里还是慌乱不已。开吧，送到了我给你500块小费。秦风见小美女坐在驾驶位，却不敢动，不由得摆摆手道。不光是秦风懒得再找第二个代驾，主要是换一个不加钱他们一样不敢开。被小美女送回去，总比被大汉送回去要舒服。好，谢谢老板。小美女见状也豁出去了，这可是500块。想到这里，她根据秦风的指点下，缓慢启动起了车子。一时间，苏北大道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一辆世界顶级超跑在路上以时速40的速度缓慢行驶，周围见到的人直呼暴殄天物。后街酒吧距离金汉大酒店有不短的一段距离，过了足足半个小时才堪堪抵达。此时的小美女脸上已经全是汗，她轻轻擦着汗，转头看向秦风。此时的秦风因为漫长的等待，直接睡着了。老板，老板！小美女轻声呼唤，也不敢太大声，生怕惹得秦风不高兴。然而秦风正上着酒劲，压根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小美女也只能坐在原地干等。反正有500块小费，就是今晚只跑这一单也够了。闲着无聊，他不由得好奇地观摩起整辆车来。这种级别的车，开起来感觉还真是不一样。不过他主要感觉并不是新奇，而是害怕。即便秦风已经说了，磕坏了算他的，但要是真碰到了哪里，他也受不了。既然已经到了目的地，他也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偷偷拿起手机，在车里拍照。
这种车，恐怕这辈子也就开这么一次。嗡嗡。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震动，来电话了。看着来电显示，小美女的脸色变得奇差无比。前男友，怕秦风被突然吵醒，小美女果断挂断了电话。紧接着，她的手机又传来了微信的消息提示：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小美女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她心烦意乱地看着刚刚拍的照片，刚好有一张，同时将她和秦风一起拍在照片内。就在这时，一个想法突然在她的脑海中冒出，她鬼使神差地将照片发了过去，附带消息：和男朋友在一起呢，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谢谢。发过去后，她的心脏还在砰砰直跳，刚想点击删除好友，却又不敢。这时，消息再次传来：男朋友？开什么玩笑？你怎么能找男朋友？再说了，能开得起这种车的男人，怎么可能看上你？别随便 P 张图想蒙骗我。宁宁，别犯倔了，回我身边好不好？看着一连串的消息，小美女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什么叫怎么可能看上自己？而且，凭什么自己不能再找男朋友，还要复合？绝对不可能！想到这里，她不由得瞥眼看向秦风。突然，又一个想法在她脑海中涌出：老板！她再次轻唤一声，秦风还是没有反应。这时，她鼓足勇气，悄悄伸出手来，将秦风的左手拉到自己肩膀上，这样拍个照发过去，估计就能让他闭嘴了。只要能甩掉这个烦人的家伙，让他干什么都行。正当小美女打算摁下快门时，到了吗？突然，秦风的声音传了过来。小美女心中一慌，急忙松开轻捏着秦风胳膊的手，她顿时手足无措，脸涨红的像个苹果。老板，不好意思，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除了道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秦风有些哭笑不得，不是，这到底是怎么了？再怎么样，自己也不至于会被别人揩油吧？随着小美女极力弯腰道歉，秦风只看到一对傲人的白兔正上蹦下跳，这也太大了，比秦风见过的任何兔子都要大。最开始的时候，秦风还有些醉意，完全没注意到，如今距离这么近，而且秦风酒醒了，想不到居然有如此大杀气。长相这么清纯的小美女，怎么会有这种大杀气的？秦风眉头轻皱，开口道：你刚刚是在干什么？虽说有被揩油的嫌疑，但对象是个极品小美女，秦风也没打算计较，他倒是想看看这小美女会有什么借口。老板，是这样的。小美女已经快要哭出来了，娇滴滴的样子让人心生怜爱。一边解释，她一边将手机递给秦风：这个是我前男友，他在外面有人，我一气之下就和他分手了，结果都有1年了，他还是死缠着我不放，我就是想个办法把他赶走，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对不起老板，我真知道错了。秦风翻看着聊天记录，这个所谓的前男友简直就是一块牛皮癣，还是个进攻性舔狗。看了一会，他便将手机还给小美女，简直是不堪入目。而且被拒绝后居然还威胁，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拉黑？秦风不解地问道。他认识的人很多的，之前给我打电话说过，如果我敢删了他，他就在我学校里传播我出来卖的谣言。小美女咬着嘴唇，小声开口道，她的眼泪也啪嗒落了下来。她很清楚，自己招惹不起前男友，更招惹不起秦风。秦风如果不原谅她，那她就死定了。秦风眉头紧皱，缓缓开口道，这个忙我帮了，第3时先去洗漱，这不都明示了吗？啊！小美女不由得微微一愣，怀疑自己听错了。老板您说什么？我说我帮你这个忙，这种王八蛋不甩了留着干嘛？秦风眉头紧皱，开口道，你叫什么名字？啊！小美女还没反应过来，脑子一片空白。我问你叫什么名字？秦风耸了耸肩，开口道，装你男朋友，总不能连你名字都不知道吧？小美女闻言顿时恍然大悟，红着脸道，我叫江宁宁。江宁宁听起来就是个小女生的名字。秦风抬起胳膊看向江宁宁，江宁宁一愣，疑惑地看向秦风。秦风哭笑不得的道，你不是要拍照吗？拍吧。江宁宁这才回过神来，一脸羞涩地抿了抿嘴。刚刚她还没想那么多，如今秦风醒了，想来自己要直接钻进秦风的怀里拍照，这让她心中慌乱不已。但为了甩掉前男友，她心一横，直接一头扎进了秦风宽厚的怀抱中。秦风只感觉一阵软糯，2颗活蹦乱跳的小兔子就在眼皮底下，一览无遗。江宁宁脸上红得发烫，
急忙拍好照，抽出身来频频道谢：“谢谢，谢谢。”秦风摆摆手道：“没什么，我就看不惯这种人，你也不用怕。苏北这么大，他能做到一手遮天吗？”江宁宁急忙点了点头，心中一阵温暖。刚刚躺在秦风怀里的时候，他莫名的感觉很是心安，这种感觉是他自出生到现在都从未感觉到的。看着秦风帅气的脸，江宁宁心绪顿时不宁了起来，她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好了吗？就在这时，秦风疑惑地问道。江宁宁这才回过神来，急忙点头道：“好了，谢谢，太谢谢您了，老板。”说完，他犹豫片刻，似乎想起了什么，开口道：“那个，您方便加我一个微信吗？”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一愣，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又一个的美女要加自己的微信。老板，您千万别误会。江宁宁突然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太直白了，急忙解释道：“你不知道他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我怕他气急败坏会来找我，到时候可以再请您帮忙吗？我绝对不会让您白忙活的。您要什么报酬，只要我能做到，一定照办。”秦风见花容失色的江宁宁像是一只受了惊的小猫咪一样，不由得哑然失笑道：“好，那我就帮人帮到底。报酬的话，倒也不用。如果你真的要谢我，那就请我吃顿饭吧。”说完，秦风便打开了自己的好友码。好，太谢谢您了。说完，江宁宁小心翼翼地打开手机加上好友，又是一番谢谢后，才慌忙下车，准备离开。等等，秦风打开车窗，叫住了他：“老板，还有什么事吗？”江宁宁心中一惊，诺诺地开口道：“你的车还在我后备箱呢。”此时，苏北市某处一个狭小的小公寓房内，妈的，这小娘们居然真敢找男朋友！这个男的 TM 谁啊？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看着手机上的照片，咬牙切齿道。他死死盯着照片上秦风的脸，秦风居然把手放在大白兔旁边，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虽然他和江宁宁谈恋爱，但江宁宁太害羞了，两人连手都没牵过。他急不可耐，只能先找了个女人议火，结果没想到还被江宁宁看到了。他费了好大劲都没得到手的女人，如今正依偎在别人的怀里，男人气得牙根直哆嗦。有钱怎么了？敢碰老子的女人，你就得死！在他心里，已经给秦风判了死刑。不过这是秦风完全不知情，就算知道，也并不会放在心上。他乘着电梯，直接上了顶层。虽说跟吴北海喝的酒并不多，但白的、啤的、洋的、红的来了个遍。饶是秦风的酒量也有点遭不住。现在他就一个念头，赶紧上床睡觉。正当秦风一边找房卡一边往门口走时，突然在门口看到一个女人在踱步，脸上很是纠结，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秦风眯起眼睛定睛一看，这不是张小芷吗？张小芷伸出手来，似乎是打算敲门，可过了一会又将手收了回去。有事吗？秦风见状疑惑地开口道。这一句话顿时把张小芷吓得魂不附体，他本能的后撤，一脸惊恐地看向声音来源。见是秦风，张小芷才拍着胸脯平息了心情，但很快他的表情突然变得极为扭捏，还极力躲闪着秦风的目光。怎么了？秦风顿时纳闷的道。平常张小芷都是跟他老姐秦韵一起出现的，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张小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没事。半天，张小芷才憋出了2个字：哦。秦风眉头微皱，也不再去多想，拿起房卡刷开门，便要去睡觉。等等，就在这时，张小芷鼓足勇气走了过来，小声道：“刚刚韵姐接到电话，临时要去做市场调研，一整个楼层就我一个人，我不太敢带，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上来找你了。没想到你不在。”秦风见状顿时哑然失笑，这借口有点太潦草了吧？那进来坐吧。秦风打开门示意道。张小芷迟疑片刻，但还是大步走了进来。刚一进来，打开灯的那一刻，他便愣住了。同样是总资1统套房，秦风的房间不仅大，内饰也和他住着的房间大有不同。那边有吃的，你先吃点东西也行，等会我去洗个澡。秦风摆了摆手示意道。说罢便头也不回的一头扎进浴室。这还真不是秦风要干什么，而是这一身的酒味加上香水味，还有酒吧独有的奇怪味道，实在是让秦风有点上头。再不洗洗，怕是自己要窒息了。张小芷直接被秦风的举动给吓到了，他呆呆地站着，只听到水声传来。秦风这样
不是都明示了吗？第31，新的奖励，全是美女。其实，张小芷这次鼓足勇气上来，是实在忍不了了。秦风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而不理自己了，这让张小芷在房间里纠结了半天，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打算直接上来当面告诉秦风他的心意。这种千年难得一遇的顶级富豪帅哥，张小芷不愿就这么轻易放掉。但没想到，秦风居然一上来就要洗澡，他这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想到这里，张小芷心乱如麻，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的脑海里只有2个想法，一个声音告诉他要极力矜持，秦风不说，他绝对不能太过表现，否则秦风说不定会以为他很好得手，而不珍重。另一个声音则是告诉他要把握好机会，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一番思想斗争后，水声突然停下。秦风洗完澡了。张小芷心中一愣，思绪再次混乱。片刻后，他咬了咬牙，心一横，直接脱下了外套，大步朝着洗浴室走去，缓缓打开门。秦风。第二天清晨，温暖的阳光洋洋洒洒透着落地窗照射过来。秦风伸了个懒腰，好生舒畅，这一觉睡得确实舒服。正当秦风打算下床洗漱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身旁软绵绵的，低头一看，张小芷那柔弱无骨的肌肤正贴在他的身上。此时的张小芷已经累得不行了，睡得要多香甜有多香甜。秦风顿时会心一笑，张小芷这种有点婴儿肥的美女，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别看昨天喝了不少，但秦风意识可清醒着呢，在浴室被偷袭也完全不怯战，大杀四方，争天斗地，在偌大的房间里掀起一场旷日大战。看着怀中的张小芷，小嘴微张，睡得那叫一个香甜。秦风不由得坏笑一下，伸出手偷袭过去。呀！张小芷猛然惊醒，急忙睁开眼睛，感受着秦风手的温度，她的脸上顿时通红。你不累吗？张小芷是真累坏了，她本来就是出京战场，哪知遇到了秦风这种老兵，一晚上打得不可开交，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的她连抬头都困难，可秦风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现在还害怕吗？秦风坏笑一声，并没打算收回手。张小芷也无力反抗，只得任由秦风享受战斗胜利的果实。他轻轻点头，笑道：不害怕了，希望以后也不用害怕了。秦风宠溺地笑了笑，道：那就要看你自己了。说完，不等张小芷反应过来，秦风直接一把将她抄起来。还能动吗？张小芷哪能不知道秦风的想法，她顿时语无伦次，满脸震惊。可以。想了半天，她还是下定决心豁出去了。她就不相信秦风就不知道累。服了，张小芷真的服了。秦风简直就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还是无限能源的那种。我认输了。眼看着秦风还想酣战，张小芷急忙道：韵姐现在应该醒了，今天还和她约好要去做调研，要是她敲门找不到我怎么办？听到这话，秦风也只得收回酣战的心思。再怎么样，让老姐知道确实不太好。好，那你去洗个澡吧。看着战痕累累的张小芷，秦风笑道：张小芷艰难地爬起身，浑身提不起一点力气。秦风则是看了一眼手机，心念一动，系统签到。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叶兰经纪公司100%股份。经纪公司？见到今天的签到奖励，秦风一挑眉毛，又是一家公司，还是经纪公司？根据系统简介，这个叶兰经纪公司和平常的经纪公司不太一样，不是签署明星的，而是签署的模特，是正儿八经的模特经纪公司。秦风对于这个之前并不感兴趣，所以对于这个叶兰也是完全不了解。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模特公司里面可都是顶级身材的美女，虽说市值应该比不上万星，但作用可就不同了。说不定能遇到和昨晚酒吧里碰到的奔驰旗袍女裴雅诗身材有的一拼的美女，得抽个空去看一眼，起码得将交接合同签了。一回生二回熟，现在的秦风对于收购公司的手续已经见怪不怪了。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天海的号码。虽然秦风没有存，但想都不用想，这电话是方芊芊打来的。喂，你好，秦先生。您好，还记得我吗？我是您的租客方芊芊。电话那头传来方芊芊好听的声音。记得。还有什么事吗？秦风开口问道。如果没记错的话，
自己已经把合同都签完了。方芊芊带有歉意的道：“是这样的，秦先生，今天可以再占用您一些时间吗？还有一些手续需要您的签字，主要是姑苏别院物业这边的。”秦风点点头道：“可以，你们直接来金汉大酒店。”“好的，秦先生，我们很快就能到，非常感谢您。”挂断电话，秦风的手机再次响起，是秦韵的。“小风，你见到小芷了没？”刚一接电话，秦韵便疑惑的开口道：“没有，他去楼下吃饭了吧？”秦风耸了耸肩，看着刚洗完澡出来的张小芷，脸部红心不跳的道：“这个小芷，吃饭也不等我。”秦韵顿时没好气的道：“没事，不是还有我等你吗？等会，我这就下楼。”秦风笑呵呵的道。挂断电话，张小芷顿时会意，先行一步往餐厅走去。秦风则是简单收拾了一下，直接下楼。气死我了，吃就知道吃，早晚把他胖成猪，我还担心他出什么事了呢。秦韵刚一见到秦风，便喋喋不休的道：“好啦，老姐，下去吃饭吧，过会我还要见租户呢。”秦风耸耸肩，笑道：“见什么？租户？”秦韵顿时愣了一下：“你买房子了？还租出去了？”第32，好闺蜜泡自己弟弟。很快，两人便下楼来到3楼餐厅。刚到，便看到张小芷坐在床边，而在她身旁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是刘东。张小芷一脸厌烦，不想理会刘东。见秦风和秦韵走来，急忙热情地打招呼道：“刘东见状，脸色顿时拉了下来，他直接一屁股打算直接坐在张小芷身旁。然而没想到，张小芷端着盘子起身和秦风、秦韵来到了隔壁桌，还专门坐在了秦风的身边。这顿时让刘东差点没背过气去。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他并不知道，整个金汉大酒店都是秦风的，在他眼里，秦风最多就只是个暴发户而已。即便是有钱，他也仍然不把秦风放在眼里。小天，你租户什么时候来啊？秦韵好奇地问道。不知道，他们说尽快赶来。秦风一脸平静地道。租户？张小芷听到两人对话，一脸疑惑。也没什么，就是我在姑苏别院有个房子空着，租出去了，他们要来签合同而已。秦风一边吃着饭，一边轻描淡写的道。姑苏庭院？听到这4个字，张小芷和秦韵顿时愣了一下。姑苏庭院比苏北都还有名，那可是全国有名的富人区，秦风居然在里面有套房子。这个消息的震惊程度绝对不亚于他们刚知道秦风是金汉大酒店老板那时候。张小芷心里震惊万分，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留在秦风身边。刘东见状，不由得冷笑一声：“不就是个房子吗？再贵还能贵到哪去？再怎么样，也改变不了秦风是个暴发户的事实。中了个彩票而已，又没什么多大能耐。没了这些钱，这小子不过就是个臭屌丝。”如此想着，他的心里顿时平衡了不少。小芷，你昨晚干嘛去了？昨晚敲门你不在，今早上一大早就来餐厅了，不是说好等我一起吃饭的吗？秦韵一脸不满的开口道。听到这话，张小芷脸上顿时一红。没干什么呀，你不在，我昨晚害怕，就出去玩了，回来的时候刚好吃饭，就先打了个电话喊着秦风，我还以为你忙的都没回来呢，其实也真没干什么，无非就是要当你弟妹而已。秦韵虽然一脸疑惑，但也来不及问，老姐，你怎么还是这么啰嗦？秦风摆摆手示意道。我啰嗦？秦韵眉毛一横。秦风急忙摆手道，别，老姐，我错了，你不啰嗦，你这是关心则乱。我的古道热肠，人美心善的美女老姐，快吃饭吧。听到这话，秦韵这才露出笑容。就在这时，刘东娣突然端着盘子坐到了秦韵的身边，正对着张小芷。他二话不说，将一盘子肉放到张小芷面前。小芷，尝尝这里的肉好不好吃？这一盘肉2000多呢。说罢，他轻蔑地瞥了一眼秦风。秦风是有钱，但绝对没他有心。女人都喜欢爱上心的男人。然而张小芷脸色却是拉了下来。你自己吃吧，我减肥。看到刘东这张脸，张小芷就烦得慌。这块牛皮糖怎么甩都甩不掉，而且他还和秦风吵过架，可千万别让秦风误会了。就在这时，菜上来了。看到一桌子的美食，刘东直接傻眼了。这一桌子菜，他刚刚都在菜单上看过，最便宜的一盘都比他手里的肉贵。妈了，他直接妈了。关键是张小芷一脸高兴，夹起来肉放到秦风碗里。秦风，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说完，自己还吃了一口。刘东直接傻了，不是减肥吗？看着这个舔狗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秦风玩味的一笑，把肉塞进嘴里，确实不错。幸亏刘东没有心脏病，但现在绝对高血压了。然而，刘东毕竟是资深舔狗，很快他便说服了自己，从兜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打开放到了张小芷眼前。小芷，我记得你特别喜欢钻石，这是卡地亚的钻石项链，我昨天去挑了半天选的。听说他们店里刚卖出去一条带着2个10克拉的钻戒，是驰名的 Diospurus 项链迷你款，可惜就只有那一条，否则我就给你买下来了。刘东像是一条摇着尾巴的哈巴狗，喜笑颜开。秦风瞥眼一看，这条项链似乎有点印象，的确是卡地亚的，在展示台不起眼的角落，价格估计3、4万。又听到刘东聊起 Diospurus 项链的迷你款，他要买下这条4000万。如果刘东知道这条卖出去的项链是秦风买的，会作何感想？此时的刘东眼里只有张小芷，为了买下这条项链，他刷爆了好几张信用卡，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张小芷一心都放在秦风身上，还不是因为秦风有钱，他不大出血，人都要跟着秦风走了。然而张小芷却是眉头一皱，看都不看一眼，沉声道：刘东，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喜欢钻石，身为同事，我觉得你不应该买这么超出你经济能力的东西，我不需要，谢谢。这一句话顿时让刘东怔住了。吃饭吧。秦风轻笑一声道。张小芷那冰冷的表情骤然露出笑容。刘东疯了，他的脸直接长成了猪肝色，差点没气死过去。见张小芷如此绝情，他咬了咬牙，直接站起身来，死死盯了一眼秦风后愤然离开，还端着那个2000多的肉盘子。目睹了这一切，秦韵咬着筷子，观察着秦风和张小芷反常的举动。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两人有猫腻？好你个张小芷，这么多年的好闺蜜，情深似海，可现在你居然想泡我弟弟。想是这么想，不过秦韵倒是挺支持的，毕竟张小芷的底细性格她一清二楚，虽说平常花销有点大，但绝对不是随便的女孩，性格也相当好，即便被那么多人追，不合适的一个礼物她都不会要，她当自己弟妹似乎也不错。第33，美女太多了，吃的差不多了。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传来消息，是方芊芊发来的，他们已经到了。没过一会，方芊芊和白小楠便大步走了过来，礼貌性的笑道：秦先生您好。看到秦风身旁坐着2个美女，他心里不由得一愣，昨天可不是这2个其中任何一个。这个秦风有钱是有钱，可未免太花心了吧。姐，你们先等我会，这是我的租户，我签一下合同。秦风微微一笑，对着秦韵道。秦韵上下打量了一番方芊芊和白小楠，好标致的美女。方芊芊虽然穿着干净利落，一副职业女性的模样，但是这颜值和身材，自己一个女人都羡慕不已。而白小文看上去非常有艺术气息，长相也是没得说，2个截然不同的标致美女，这也太好看了。想不到自己这弟弟桃花运居然这么旺。好，小芷，我们正好也得走了，今天有我们忙的。秦韵苦笑一声，拉着张小芷便要起身。看到这一幕，方芊芊心中顿时感到惭愧，原来这是人家的姐姐，自己怎么能这么戴着有色眼镜看秦风？手续呢？就在这时，秦风开口才打断了方芊芊的思绪。方芊芊急忙在包里拿出合同，开口道：秦先生，您看看，这是姑苏别院物业给的手续，等您签完字以后，就可以直接在此基础上续合同了。秦风看都没看，直接签上了名字。这种合同根本没有看的必要，更何况能看出来方芊芊和白小文2人是不想搬出去的，哪里会用什么伎俩得罪自己？就算这合同真有什么问题，对于秦风来说也好解决。再次感谢秦先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方芊芊微微一笑，转身离去。而这一切都被张小芷看在眼里，他的心中咯噔一下。在方芊芊旁边站着的是白小文，知名年轻导演白小文。刚刚还没认出来，但现在他想起来了。顿时张小芷的心里思绪万千，秦风的身边怎么到处都是这种级别的顶级美女？虽说秦风说是租客，但真实情况谁能知道？和他们一比较起来，自己几乎完全没有特点，和他们根本没法比。张小芷轻轻攥拳，
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还好自己昨天足够主动，否则的话，他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即便这样，以后也得更加努力，更加主动，更加要讨秦风高兴，否则的话，他拿什么和白小文芳、芊芊这种顶级美女去竞争？小芷，你怎么了？上电梯啊？秦韵看到张小芷站在原地发愣，不由得开口道：“啊，好。”张小芷这才反应过来，匆忙上电梯离开。此时，秦风缓缓起身，离开餐厅。就在这时，他的手机传来消息声，是系统刚奖励的新公司叶兰经纪公司的助理发来的，大致意思和之前金汉万兴一样，都需要交接手续的签字。反正现在也没事做，想到这里，秦风直接下楼，朝着叶兰经纪公司而去。此时，叶兰经纪公司也是有独属于自己的办公楼，不过和万兴比起来要小上很多。3楼办公区。我的天，叶兰被收购了，真的假的？青姐，你快告诉我们吧，是谁收购的？急死我们了。对啊，该不会是个油腻大叔当老板吧？那太扫兴了，咱们叶兰算是业内最干净的经纪公司之一了，不要毁了这片净土啊！董事长助理办公室内，一群穿着靓丽的姑娘，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被他们围在中心的是董事长助理柳叶青，不光是助理，同时也兼人事总经理的职务。柳叶青眉头微皱，沉声道：“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新老板的一切资料基本都是谜。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是男性，年纪应该不大。”听到这话，众女孩顿时眼前一亮，她们顿时兴奋了起来。真的假的？会不会是个帅哥？只要不是大叔就行。还有别的要求？就是，你们是不是小说看多了？哪有又有钱有多金的年轻帅哥老板啊？还是要有些梦想的吗？如果真是帅哥，那我可就有机会了。得了吧，咱们公司清一色女孩，哪有你说话的份？众女孩七嘴八舌，把柳叶青吵得头皮发麻。不过，这也难怪他们这么激动。叶兰经纪公司的创始人就是女性，整个公司也是清一色的女性，所以也被称为最干净的经纪公司。很多女模特都慕名而来，寻找这一片净土。不过，久而久之，不少人抱怨公司男女比例太不平衡，干活没有热情。如今公司突然被收购，听说老板还是个年轻男人，他们怎么可能不高兴？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去工作吧。今天新老板秦总会来给交接手续签字，都认真点，别给秦总留下坏的第一印象，否则的话，我们会不会被大洗牌都说不定。柳叶青眉头轻皱，开口道。听到这话，众人不由得心中一惊，光饭花吃了，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新来的老板是什么脾气秉性，他们都不清楚。如果来了，还带着模特管理班底来的话，那岂不是整个叶兰都会大换血？想到这里，他们也赶紧收敛了起来，急忙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柳叶青看着电脑，陷入了沉思。他很不理解，叶兰分明一直都是在稳步上升的阶段，怎么在这个节骨眼突然被收购了？而且是全部收购。虽说叶兰并不是苏北最大的模特公司，但市值可是20多个亿，谁这么财大气粗，能直接如此轻易的拿下所有股权？这个秦风到底是什么来路？就在他发愣的时候，突然感觉手中的手机一阵震动。5分钟，3个字，发件人是秦风。柳叶青见状，急忙站起身来，匆匆往下走去。第34小代驾面试模特，还会一字马。随着一阵引擎轰动声，黑橙配色的布加迪威龙停在了叶兰办公楼的车位上。柳叶青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然而当他看到车上下来的秦风时，顿时愣住了。这个人就是新老板秦风，怎么看上去才刚刚20岁出头，这么年轻，是怎么可能收购整个叶兰的？您好，是秦总吗？柳叶青试探性地问道。秦风微微一笑，我是秦风。一边回应，秦风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女人。柳叶青穿着很职业，一身标准的 OL 装，戴着无框眼镜，和沈若安的打扮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气质却是完全不同。沈若安是那种充满干练，同时也流露出几分青春活力的感觉，毕竟年龄摆在那。眼前这个女人则是一副第一眼看上去便被拒之千里之外的冰山美人，看起来年纪大概在28、9左右，分明都没穿丝袜，但是却仍然压制不住她从内而外散发出的成熟气质。最要命的是眼睛，一股知性美顿时散发出来。秦总您好，我是柳叶青，是您的助理，同时也兼叶兰的人事经理。柳叶青微微一笑，开口道：助理兼人事经理，
这还是秦风第一次听说。不过这不重要。秦风一边走进叶兰办公楼，一边开口问道：“手续都准备好了吗？”柳叶青点头道：“已经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了，您签字后，交接便正式完成。”秦风刚一进来，便感觉到不少眼光纷纷投了过来。他的出现彻底震惊了所有在场的员工，不少人不由得窃窃私语了起来：“我的天，这就是咱们的新董事长，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小啊？除了新董事长，谁能被青姐接待？这也太帅了吧！还这么年轻，爱了爱了。得了吧，别犯花痴了，人家这种级别的帅哥，肯定看不上咱们。别说了，好好工作，别忘了青姐说的话。”秦风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四周，而是径直到达了顶层5层，一路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整个办公室极为整洁，但非常简约，除了应有的办公设备之外，基本什么都没有。整体风格和万兴几乎差不多，这也难怪，毕竟万兴和叶兰的前董事长都是女性。在文件上签好名字后，秦风开口道：“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样？简单介绍一下。虽然仍然要做甩手掌柜，但难得来一趟，不妨听一听。”秦风也很好奇，模特经纪公司都在干什么。秦总，你可以看看您右手边的合同。如今我们正在合作的大型商业活动7个，中型商业活动11个，小型商业活动暂无。柳叶青推了推眼镜，认真的道：“这么多，模特够吗？”秦风颇感惊讶。柳叶青开口道：“前2年叶兰火爆了2个模特，因此商业汇演接取的很多。至于模特的话，每天都在招新的模特，包括现在还在面试中。”听到这话，秦风顿时来了兴趣。哦，带我去看看。模特面试，那岂不是能欣赏到无数优质的身材？这谁能忍得住？柳叶青点头道：“好的，秦总。”柳叶青的行事风格就是丝毫不拖泥带水。很快，两人便来到了面试间。在等待区，能看到不少等待的美女。这些模特的身材自然没得说，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但极品却是少之又少。至少目前是没看到能比肩林婉月的存在。至于颜值的话，那就不必多说了，平均水平也就在7、8分左右。毕竟模特主要看重的是形体，而并不是颜值。虽说7、8分的美女也不错，但秦风现在的眼界被养刁了，这些级别的如今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就在即将进入面试间的时候，突然秦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准确的说，是一对熟悉的超级大白兔。江宁宁，昨晚遇到的那个小美女代驾，没想到她居然也在，还是在面试。人群之中最显眼的就是她了，身材和其他面试者差不多，但是颜值相当清纯，甩了他们一大条街。最重要的还是超级大白兔，简直是一骑绝尘。秦总，见秦风迟迟不进来，柳叶青不由得疑惑的道：“怎么了？”秦风微微一笑，开口道：“今天的面试名额还有多少？”柳叶青看了看，开口道：“还有1个。”秦风看了一眼江宁宁的位置，差不多在第10几个左右。显然，今天他要白等了。接下来的面试者，我来挑。听到这话，柳叶青虽然不解，但还是点头道：“好的。”说罢，两人便一同进了面试间。正在面试的老师看到秦风，不由得眉头紧皱：“先生你好，这里是模特面试间，请您离开。”柳叶青开口道：“徐老师，这位是新董事长秦总，接下来的面试者，他希望自己挑选。”听到这话，徐老师不由得微微一愣，他怎么都没想到新老板居然这么年轻，但还是开口道：“好的，正好，目前正在面试的面试者刚被待定录取。”秦风接过面试者的资料，反复查看了起来，很快便找到了江宁宁的简历。下一个面试他。秦风淡然一笑道：“好的。”柳叶青点了点头。72号江宁宁，请前来面试。其余面试者可以回去了，明日继续参加面试。随着助理的喊声，江宁宁不由得微微一愣，她原本以为今天又排不上号，没想到居然直接叫了她的名字。一众女孩无奈的叹口气，转身离去。今天又是白等的一天，叶兰的名声非常好，也就导致了来面试者非常多。在这些女孩中，也不乏有接连来了好多天都没排上号的。江宁宁心怀忐忑的进了面试间。可以开始了。秦风的声音传来，面试官是个男的。江宁宁顿时一愣，循声望去，看到秦风的那一刻，她顿时瞳孔地震。这不是昨天晚上帮了自己的那个开布加迪的老板吗？第35，美女请客，好不好吃都得来啊。这一幕
正正好好被柳叶青和徐老师看了个正着。柳叶青一脸疑惑地看向江宁宁，这小丫头怎么回事？就算新老板再帅，也不至于这时候犯花痴吧？或者说，他和秦风认识？否则的话，秦风怎么一上来就喊他的名字？开始吧。秦风淡然一笑，提醒道，这才让江宁宁回过神来，急忙点头，按照面试流程，一项一项继续下去。女孩的表现，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别看活蹦乱跳的巨型兔子显得有些累赘，但是丝毫不影响女孩的表现。很快，江宁宁的面试完成了。秦风转过身来，看向徐老师道：“这个女孩怎么样？”徐老师深吸一口气，开口道：“整体观感能明显感觉显得中等偏上，唯一扣分的地方就是太过青涩，但这并不是缺点，反而证明它是一张白纸，最好塑造的就是一张白纸了。”柳叶青在一旁也是频频点头。起初，他以为秦风是故意来给他开后门的，结果没想到江宁宁的出色表现震惊了所有人。可以说，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海选模特，江宁宁不一定是最出色的，但绝对是最合适的。徐老师很快给完了点评，看向秦风，等待秦风点头，就说明江宁宁过面试了。然而，秦风并不是很关注这些，他看着江宁宁，开口问道：“一字马会不会？”一字马？听到这个问题，众人顿时都懵了，他们完全没想到秦风居然会问出这个问题，这和选模特有关系吗？江宁宁也是一愣，但很快点了点头，很熟练的往下劈腿，做出了一个完美的一字马，横着、竖着都行，这才让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过了。这时，徐老师不由得疑惑的开口问道：“秦总，我不理解，为什么要看这个动作？未来是用不到的。”秦风淡然一笑，开口道：“会这个动作的，大部分都是有舞蹈底子的，而且都是从小练起的。有舞蹈功底的人，身体柔韧性和承受能力要更好，才能更好的胜任模特工作。”听到这话，徐老师与柳叶青都纷纷一愣。说实话，这个理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仔细想想，说的好像有那么一些道理，这让柳叶青不由得对秦风有些刮目相看。他对秦风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二世祖，买下模特公司，极有可能是给上一任董事长施压，买来玩的。但没想到，秦风居然真的懂，这让柳叶青心里宽慰了不少。好了，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吧。秦风缓缓起身，对着徐老师示意道。徐老师顿时会意，对着江宁宁笑道：“恭喜你，不用待定，你被录取了。”江宁宁是今天第一个无需待定便被录取的模特，这让一旁的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殊不知，秦风与江宁宁早就认识，至于秦风所说的那套理论，根本就是临时现编的，只是单纯的想看一字马而已。离开面试室，江宁宁低着头，脸有些微红，跟在秦风身后一言不发，随后便到了秦风的办公室，填写合同。谢谢老板。填完合同后不久，他才鼓足勇气对秦风道：“谢什么？你足够优秀，今天才被录取的，你该不会以为是我给你开的后门吧？”秦风微微一笑，顿时让江宁宁如沐春风。此时在江宁宁眼中，秦风就是电视剧中的温暖贴心又有故事的总裁。一时间，他的心砰砰直跳。“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秦风看向江宁宁，轻声问道。“啊！”江宁宁脸色一怔，一脸不解地看向秦风：“你不是还欠我一顿饭吗？怎么不打算请了？”秦风拿起茶杯，轻抿一口后道：“啊，对，昨天晚上太谢谢您了。自打昨天晚上开始，那个烦人的家伙就没再联系我。今天您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吃饭。”秦风站起身来，笑道：“那就走吧。”正好，已经到了黄昏时分，秦风开着车，带着江宁宁一路来到他选的饭店。是个大排档，但由于不是晚上，没什么人，店面看上去也很干净。“抱歉老板，我刚找到这份工作，手里没多少钱，只能带您来这了。别看这里小，但东西可好吃了。”江宁宁手轻轻攥着衣角边，小声道。秦风却是不以为意的走了进去。“我什么时候说嫌弃了？美女请客，不好吃也得好吃。”江宁宁听到这话，顿时哭笑不得，脸上更是染上了一抹红晕。“对了，别老板的叫，我跟你差不多大，你再这么叫得跟我40-50岁了一样。”秦风找了地方坐下，开口道：“啊，那我叫您什么？说起来，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江宁宁脸上一愣，支支吾吾的道：“说起来，秦风帮了他2次，然而
他却连秦风的名字都不知道。秦风，你叫我峰哥就行了。秦风淡然一笑道。峰哥。喊出这2个字的时候，江宁宁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朵根，也不知道为什么，胸脯就是砰砰乱跳，惹得他呼吸都有些困难。简单点了几个菜之后，江宁宁深吸一口气，开口道：峰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帮我拍了照片，那个家伙我可能这辈子都甩不掉。秦风笑道：行了，别老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你要是真想谢谢我，就多给我赚钱。听到这话，江宁宁顿时哭笑不得，这话说的倒也没毛病。秦风现在真成老板了。正在2人一边吃着菜，一边谈笑风生时，突然江宁宁的手机传来一阵震动，看到来电显示，江宁宁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她想都没想，直接挂断了电话。但很快，电话又打来了。怎么，又是你前男友？秦风疑惑地问道。江宁宁抿了抿嘴，轻轻点头道：第36，物尽其用，恶人自有恶人磨，还真是个牛皮癣。秦风眉头微皱，直接抬手将手机要了回来。接通电话后，打开了免提。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令江宁宁已经出现心理不适的声音：宁宁，宁宁，你现在是不是在丰城老菜馆？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你是不是想起了咱们第一次吃饭？就是在这，我马上来。你等我，你等我。这几句话顿时让江宁宁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她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她憋红了脸，开口道：我是只知道这个餐馆，还有，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我有男朋友，请你以后不要联系我了。结果电话那头却是继续道：我和你有心灵感应啊，你到哪我都知道，你一定是在嘴硬对不对？我这就来找你，等我。说完，没等江宁宁回话，秦风开口道：来吧，我在这等你。这一句话让电话那头顿了顿，随后便传来暴怒的声音：妈的，你就是那个开跑车的傻 SB？ 行，你等着，好好等着，老子不管你是什么人，敢碰老子的女人，老子弄死你。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江宁宁眼泪不争气的在眼眶里打转，想不到他还是摆脱不掉这个恶心的男人。看来他是在你身上装了什么定位器，这种人未免也太恶心了。秦风此时也已经动了怒，这种人渣怎么这么恶心？风哥，我们走吧，别让这种人脏了您的眼睛。江宁宁努力将眼泪憋回去，开口道：我知道他肯定在我的东西上装了定位，我以前报过警，可是没查出什么，我怕是摆脱不了他了。秦风却是淡然一笑，开口道：走什么？就留在这，我倒要看看我在这他能干什么。江宁宁微微一愣，开口道：风哥，他认识很多人的，我知道你有钱，可是他也是不要命的那种，要是伤到你那就不好了。秦风微微一笑道：没事，等我打个电话。说完，秦风拿起手机，找到一个号码后打了过去。谁？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声音：我是秦风。秦风平静的道。听到这个名字，电话那头顿时一顿，紧接着开口道：秦总，您怎么会给我打电话？秦风开口道：城南丰城老菜馆，10分钟内能来到这里，我可以考虑让你回京汉。说完，秦风便挂断了电话。他刚刚打的是丁龙的电话，也就是被他开除的人事经理。再回到京汉后，秦风在徐风起嘴里听到这个人有能力、有手段、有人脉，而且足够忠心，所以徐风起才会用他。跟了徐风起有10多年，不过既然秦风开口，徐风起自然不会留他。对于这种人，早晚用得上的。今天倒是给了他一个表现的机会。江宁宁虽然听到了秦风打电话的内容，但她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她是见识过自己前男友的手段的。曾经她有个同学追了她好多年了，硬是被她打得进了医院，她怕因此连累秦风。然而秦风则是看了一眼时间，笑道：我们接着吃，今天过后他就不会来骚扰你了。江宁宁哪里还有心情吃饭？没过多久，门外便传来了一阵摩托车引擎的声音。很快，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身后跟着一群人冲进了丰城老菜馆。老板见状刚想说什么，但看人多势众，也只得缩了缩脖子，不敢说话。妈的，就是这小子敢泡老子的女人！肥仔一眼便看到了秦风与江宁宁，
破口大骂道。江宁宁见状，鼓足勇气挡在秦风面前。李靖，我们没可能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来骚扰我？否则我报警了。秦风见状，心中一阵触动，想不到这个小丫头还有点胆色。不过她并不是躲在女人身后的人。秦风缓缓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肥仔李靖，沉声道：我给你3秒钟，消失。看到秦风的那一刻，李靖先是一愣，他明白自己有可能惹不起秦风，毕竟在照片上看，秦风开的是跑车，还是超跑。整个苏北能有几个开超跑的？草你妈！你算老几？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动我女人还这么狂？看着秦风身后的江宁宁，他做梦都能梦到结果没得到的女人。想到这里，李靖心一横，怒骂道：他身后的人手上都拿着球棒甩棍，就等李靖发号施令。然而就在这时，门外再次传来一阵车声，紧接着只听到后面的混混发出一声声惨叫。7分钟还行。秦风看了一眼时间，平静的道：怎么回事？李靖顿时瞪圆了眼睛，没等他回过神来，一个巴掌直接扇到了他的脸上，给他扇得头晕目眩，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妈的，谁啊？李靖捂着脸怒骂一声道。然而当他回过神来，却是傻眼了，自己带来的那些混混都被一群人给摁在了地上，而站在他面前的是丁龙。龙哥。看到丁龙的脸，李靖顿时一愣，一脸的不敢置信。丁龙在苏北是什么地位，他可太清楚了，10个他也惹不起一个丁龙啊。他哪里想到丁龙会来。丁龙没有理他，而是喘着粗气道：秦总，我没来晚吧？秦风瞥了一眼李靖，怎么认识？丁龙看都不看一眼，开口道：不需要认识。看到丁龙如此果断，秦风淡然一笑道：不认识就行。他在我女朋友的手机上安了定位，还打电话骚扰，扬言要弄死我，这事处理好了，你就可以回京汉了。听到这话，丁龙顿时瞪圆了眼睛，他转头看向一脸惊恐的李靖，这个傻 SB 他之前见过，不成气候的小混混头子罢了，能有几个胆子敢这么惹秦风？第37，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丰城老菜馆外，风哥。此时的江宁宁还有些发懵，全然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过他以后也不会来骚扰你了。秦风淡然一笑，平静的像是没事人一样。很快丁龙大步走了出来，秦总，都办妥了，请您放心，以后这小子绝对不敢再招惹您的女朋友。他还招处在各处安放的针孔摄像头，还有定位软件，这些事情我会安排处理，过会我会将他送到派出所。他这些罪名坐实罪名后没个几年出不来。针孔摄像头。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这个肥仔恶心的有点没边了。江宁宁更是攥紧拳头，气得浑身发抖，真是遇人不淑。其实就这几个小喽啰，秦风自己便能收拾，毕竟系统给的体质值不仅仅是增加时间那么简单。如今的秦风的体质已经超乎常人一大截，明天开始你还是京汉的人事经理。看样子徐风启没有骗自己，这个丁龙还真有可用之处。多谢秦总。丁龙听到这话顿时喜出望外，激动不已。京汉的人事经理只不过是一个职位而已，但是他已经得到了秦风的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走吧。秦风淡然一笑，对着江宁宁道。丁龙等人识趣的带着肥仔离开。风哥，京汉大酒店也是你的？半天江宁宁才开口道，他没想到秦风的产业居然不止一个夜兰模特公司。还饿吗？饿的话再吃点。秦风笑着道。看着眼前的秦风，江宁宁的心跳越来越快。他做梦都没想到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有原则，有手段，还帅。经过这种事，江宁宁显然是吃不下饭了。秦风开车将她送回家，便一路朝着京汉开去。其实要想带着江宁宁一起回京汉的话，完全没有问题。不过现在的秦风确实有些累了，这事要怪还得怪张小芷，分明是新司机上路，却开得这么刺激。很快秦风便回到了京汉大酒店，停好车后便大步朝着电梯走去。然而就在此时，一阵嘈杂声在不远处传来。马经理，这怎么能行？之前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今后京汉1/3的食材供应交给我们，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本来这种纠纷
交给手下人解决就好了。不过，这声音听着怎么感觉这么熟悉？秦风眉头轻皱，朝着声音来源走去。就在后厨前，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原地，急得满头大汗。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余华，也就是秦风的高中班长。站在他没钱奶奶的，是之前第一个认出秦风的大堂经理。马经理面无表情的道：“这件事是徐总拍板的，你找我也没有用。至于你之前送我的那些东西，我已经都还给你了，一点没少。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不用踏进京汉半步，否则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听到这话，余华脸上一片惨白。马经理，别啊，那些东西是我个人送您的，送出去的奶能要回来。您帮我去和徐总求求情，您看可以吗？要是没了这个单子，我们公司会彻底崩盘的。马经理却是冷笑一声：“帮你？你不如自己去找徐总说，看看他能不能同意。”显然，马经理是已经下定了决心，绝对不会帮这个忙。这下，余华差点没瘫坐在地上。找徐总经理，他哪有这个胆子？人家理不理他，都还是个问题。但这件事，他说什么都不肯放弃。京汉大酒店这条供应链，绝对是香饽饽，也是他们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一个单子，直接占据了总公司50%的盈利。如果和京汉大酒店的合作终止的话，那别说他那小小的分公司了，总公司也会因此全部崩盘，他们家也就完了。之前为了维持这段关系，他没少给马经理送礼，但现在全都被退回来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根本没有可能了。秦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虽然不清楚前因后果，不过已经大概明白了些许。正当余华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他的余光看到了一旁饶有趣味看着的秦风，顿时他几乎连滚带爬的朝秦风跑了过来。秦公子，秦公子，不，秦总，咱们可是多年的老同学了，您是京汉的老板，您看看能不能把这条供应链继续和我们合作，要是断了的话，我们全家都完了。他的声音已经近乎央求。余华不是傻子，他怎么可能猜不出来为什么突然终止合作？而且好端端的，马经理又怎么可能会将送的礼全都退回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几天前的同学聚会，他惹了老板秦风，还想有好日子过，解铃还须系铃人。眼下只有秦风能救他了。看着在学生时期就对自己趾高气昂的余华，如今卑躬屈膝，就差给自己跪下了。秦风的心情格外不错，他摁下电梯按钮，开口道：“抱歉啊，余大班长，这些事都是徐总经理负责的，我不管这些，你还是去找徐总经理吧。”说完，秦风大步走进电梯。对于余华，没必要有一点怜悯之心，只留下余华一人愣在原地。马经理冷笑一声：“走吧，以后也别来了，别怪我没提醒你。”说完，几个保安顿时赶了过来，将余华请出了京汉大酒店。马经理不是傻子，不可能因为点蝇头小利而断了自己的前程。妖怪，就怪余华有眼无珠，连京汉最顶头的老板都敢招惹。余华呆滞地站在京汉大酒店门口，心如死灰。完了，全完了！从今天开始，总公司将会从如日中天直接跌到谷底。京汉拒绝了他，其他2家5星级酒店怎么可能会和他们合作？徐风起的手段，他是知道的。惹了秦风，他只有死路一条。想到这里，余华攥紧拳头，下定了决心。不行，他绝对不能坐以待毙。第38，妖精，做法收了他。京汉大酒店7楼，秦风脱下外套，躺在懒人沙发上，心情很是愉悦。现在的秦风，身份已经和余华天差地别，但是看到这个昔日在他面前各种装逼秀存在的家伙吃瘪，秦风心里很是舒服。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传来消息声：“风哥，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我一定会努力工作赚钱，到时候再请你吃饭。”这条消息是江宁宁发过来的，隔着屏幕都能看到她兴奋的带着巨型白兔蹦跳的画面。这小丫头怎么想的只有吃饭？那我可要好好期待。消息发过去后还没1秒，秦风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次不是江宁宁，而是裴雅诗，就是那个开着奔驰的旗袍女。帅哥，有时间吗？我把你的衣服给你送过去。看到裴雅诗的自拍头像，秦风眼前顿时浮现出当时呲啦一声之后看到的一切，那黑色的丁字着实让秦风印象深刻。有时间，京汉大酒店7楼右手边房间。裴雅诗，好的，我就在附近。10分钟。看到消息后，
秦风将手机锁屏，悠然自得地躺了下来。看来今晚8成是休息不成了，以后签到还是多给点体质值吧。就这点哪够用啊？没过一会，秦风便隐约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的那一刻，秦风不由得暗暗深吸一口气。站在他面前的正是裴雅诗，她穿着一身蕾丝旗袍，仍旧开叉，白皙的长腿若隐若现。虽然披着披肩，但还是能隐隐看到傲人的峡谷。这种旗袍的款式到底是谁设计的？无论是那天看到的酒红色传统旗袍，还是现在这种中西结合的蕾丝旗袍，都各有韵味，吸人眼球。裴雅诗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秦风的外套。秦先生，外套我已经帮你洗好了。那天晚上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有多尴尬。裴雅诗苦笑一声，开口道谢道：没什么好谢的，进来坐一会。秦风淡然笑道。裴雅诗愣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大步走进了总子一统套房。刚进来的那一刻，他心中便是一阵震撼。从门口真是看不出来这个总子一统套房有豪华，一进来才知道什么叫一览众山小。你一直住在这？裴雅诗愣了一下后开口道。秦风一边泡着茶一边笑道：还挺舒服的。裴雅诗虽然是第一次来到金汉大酒店，但也能隐约猜出来，住在最顶层还就只有2个房间的总子一统套房，能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身份，不言而喻。住在这一天的消费估计都得好几万吧。裴雅诗小心接过秦风递过来的热茶，闲聊道。他很不理解为什么秦风会住在这，就算再舒服，这么商务的地方也不能一直住着吧。一天好几万，住上一段时间都够买套房子了。不过想到秦风开着的布加迪威龙，他也并不觉得太过奇怪。或许这就是有钱人的特殊爱好，花钱不至于。这间房只有我能住。秦风平静的道，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只有你能住？难道你是这老板啊？裴雅诗哑然失笑，但很快他微微一愣，还真有这个可能，而且可能性极高。这可是顶层，又不是普通总子一统套房，只能他一人住在这的。不是这的老板是什么？想不到裴小姐不光长得漂亮，人还这么聪明。秦风淡然一笑，不置可否。这下裴雅诗心中一片震惊。起初他以为秦风最多就是个公子哥，但没想到他不是富二代，而是富一代。金汉大酒店是什么地位？金汉大酒店的老板，那可不是非富即贵能够形容的。真是没想到秦先生这么年轻，居然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笑道。能看出来他将心中的激动埋得很好。想不到因为一场事故居然认识了秦先生这个大老板，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裴雅诗轻笑道。这一笑让秦风注意到了他眼角下的一颗小小泪痣，看起来相当摄人心魄。能认识你这种美女，对我来说是好事。秦风将茶水一饮而尽，笑道。裴雅诗轻抿嘴唇，整件衣服都不能用了，我花了1天的时间重新修好。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突然这么一问，让秦风微微一愣，但很快他悠悠开口道。看到了，但没完全看到，挺遗憾的。听到这话，裴雅诗非但没有羞涩感，而是轻轻将翘着的2郎腿放了下来，换了一下腿部的位置。这个动作透着灯光，正好让秦风看得一清二楚。又是那个熟悉的字出现在秦风眼前，顿时秦风只觉血脉喷张。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妖精。秦先生，你应该是不喜欢遗憾的人吧？裴雅诗呵气如兰，仿佛有魔力一般。要不要弥补一下遗憾？配上这句话，着实让秦风有些扛不住。面对这种妖精，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收拾她。想到这里，秦风缓缓起身，注视着眼睛如同狐媚一般的裴雅诗。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总子一统套房内又一次遍地狼藉，秦风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是妖精。这是秦风第一次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居然有些疲惫了。不过起码收腰的战果还是有的。裴雅诗躺在绒毯上，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他怎么都没想到秦风的道行居然这么高，他已经用出了浑身解数，却还是倒在了他的面前。这场收腰大战，胜利者毫无疑问是秦风。然而秦风却并没有放过眼前妖精的打算，不让他一觉醒来就是第2天，怎么能罢休？就在裴雅诗露出几分惊恐表情的时候，嗡嗡！突然他的手机来了电话。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刻，他顿时慌了。然而没等他来得及挂断，
秦风却是抢先一步接听了电话，顺带着还打开了免提。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宝，睡了吗？第39，对付妖精得用点特殊手。”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挑眉毛，难怪裴雅诗露出这种表情。不过电话那头的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没呢，在外面陪闺蜜逛街，她在试衣服，我等着她呢。裴雅诗深吸一口气，极力保持平静道：“她的心跳已经加快了好几个幅度。这样啊，大概什么时候逛完？今晚我要请一个很重要的人吃饭，你过来一趟吧。”啊，电话那头还没说完话，裴雅诗突然闷哼一声，但很快她便死死攥住绒毯，浑身都在发抖。秦风居然在这个时候展示道行。宝，怎么了？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了关切的声音。没事。裴雅诗咬紧银牙，极力压低声音道：“刚刚买了点吃的，没想到这么辣。”说完，他实在是忍不住，又发出了一阵闷哼。电话那头的声音一顿，随后道：“你这么能吃辣，都被辣成这样，宝儿，你到底在干什么？”很明显，电话那头有点怀疑，这声音真是被辣的。裴雅诗双眼已经泛着泪花，憋得太难受了。然而秦风丝毫没打算放过他，反而变本加厉了起来。这下裴雅诗都快哭出声了，回过头来央求地看着秦风。然而秦风却装作没看见，反而愈加凶猛：“说话呀，裴雅诗，你怎么了？”电话那头质问的声音再次传来，那听出来有几分愠怒。没办法，裴雅诗深呼吸后开口道：“我告诉过你了，我在外面，就在天云广场，你这是在怀疑我什么？”秦风不由得佩服裴雅诗的定力，这种时候居然都能愤怒起来。电话那头愣了一下，随后传来了谄媚的笑声：“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对了，我这边情况有点急，你记得过来。既然这么辣，那就不吃了吧。”裴雅诗眉头紧皱：“我知道了。”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不由得一脸嗔怪地看向秦风。但是秦风没有丝毫让他说话的机会。不知过了多久，这场激昂的战斗才接近尾声。裴雅诗彻底服气了，这真是人能做到的吗？秦风这道行，什么妖精能打得过他？你男朋友好像挺急，去找他吧。就在这时，秦风平静地开口道。听到这话，裴雅诗微微一愣，这话一出口，言外之意不言而喻。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有些呆滞地看向秦风。秦风无论做什么，他都没有什么能反驳的。一旦自己今天离开，明天秦风见到他，恐怕就能装作不认识他，可他却根本无可奈何。顿时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都怪这个电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电话，又怎么可能会惹秦风生气？有事当然要先去忙事，忙完了再来找我。就在这时，秦风补充一句道。听到这话，裴雅诗顿时松了一口气，这种大起大落，她着实有些受不了。然而她并不知道，对于秦风而言，裴雅诗有没有男朋友都无所谓，反正秦风又没有动心，只是单纯的为了防止妖精危祸人间，为民除害而已。而且刚刚裴雅诗的确给秦风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感觉，这种极品遇到一次还真不算容易。好，裴雅诗努力直起身来，打算穿衣服。然而当他拿起蕾丝旗袍的时候，顿时愣住了。坏了，全坏了！被秦风的道行普及，这衣服根本不能被称之为衣服了。没事，衣柜里有衣服，随便拿一件穿吧。秦风见状，不慌不忙的道。这房间的衣柜里什么衣服都有，而且每隔几天就会更换一次。裴雅诗红着脸，缓缓走到衣柜前，打开衣柜的那一刻，她的脸顿时一阵涨红。猫耳朵，兔尾巴，这里面的哪能穿出去啊？你开错柜子了。秦风顿时哑然失笑。一番小插曲后，裴雅诗穿好衣服，简单补妆后，悄然离开。这时一股浓烈的疲惫感涌上心头。这次秦风是真感觉累了，这裴雅诗一般人还真治不了他。不知不觉秦风便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已然到了夜晚。嗡嗡，一阵电话声顿时将秦风吵醒。看都没看，秦风接起电话道：“喂，我是秦风，秦总，我余华。”电话那头声音要多谄媚有多谄媚。有事？秦风眉头紧皱，想要直接挂断电话。这电话打来，估计又是供应链的事。秦风可不打算看在什么同学情谊的面上饶了他。
既然要装逼，最好还是有装逼的资本，否则的话，那就得付出代价。秦总，峰哥，您先别挂电话，我这次给您打电话，是想请您吃顿饭。余华听秦风语气不对劲，急忙开口道：“我保证，我能拿出让您满意的方案。峰哥，您看能不能给我个机会？”透着电话，秦风都能看到余华吐着舌头摇尾巴的画面。秦风缓缓开口道：“原本他并不打算理会余华，不过他倒是想看看这个曾经嚣张跋扈的富二代班长能给出什么让自己满意的方案。不合适，那就再让他绝望一次；合适的话，再说。”很快，余华便给出了一个地址。秦风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下楼开车。没过一会，秦风便赶到了位置——苏北一店，苏北市最大最商务的饭店，没有之一，和金汉大酒店3楼餐厅里的厨师阵容基本不相上下。据说在这吃一顿饭，能吃到数十万的天价。看来，余华是真要大出血了。刚到门口，秦风便看到一个左顾右盼的男人，正是余华。余华看到秦风后，脸上笑容灿烂，多谢峰哥赏脸，我带您上楼。余华整个人佝偻着，像极了一条哈巴狗。两人一路上楼，来到包间，就在打开门的一刹那，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裴雅诗，第40，什么狗屁同学情谊？此时的裴雅诗还穿着在秦风房间里拿出来的衣服，穿着虽然不及穿旗袍的模样，但那份气质却仍然在，让人感觉韵味十足。裴雅诗也是一阵错愕，看向秦风的眼神一脸不可置信，他怎么都没想到余华说的重要的人居然是秦风。秦风眉毛一动，难怪裴雅诗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的声音听着这么耳熟，原来就是余大班长啊。风哥，您上座。余华完全没有注意到两人的神情，急忙给秦风拉开椅子道。裴雅诗微微低着头，不敢看向秦风。可以上菜了。秦风刚坐下，余华急忙对服务员摆手道。没过一会，菜都上齐了。看得出来，这一桌饭菜不便宜。余华这次是真舍得下本。风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女朋友裴雅诗。快叫风哥。余华满脸堆笑，介绍道。风哥。裴雅诗收起心绪，滴水不漏。秦风微微一笑，点头示意。余华这介绍属实有点多余了，直说吧。什么事？秦风并没有动筷子的打算，平静开口道。风哥真是爽快人，喜欢直言直语。余华搓着手笑道，跟您说实话，其实就是和金汉合作食材供应链的事。秦风不为所动，而是看了一眼余华。余华顿时会意，笑道，您放心，我这次是绝对带着诚意来的，这是我们的主要供货单和价格，您过目。说罢，他拿出一沓文件，双手递给秦风，继续道，我们公司愿意将供应价格比之前降低足足30%，利润压缩的几乎没多少了，您看行吗？30%已经是余华能做到的极限了。别看只有30%，但这30%可全都是利润，他所提供的都是高级食材，即便有特殊渠道，价格仍然是打不下来。但眼下他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只要能保住这条稳定的供应链，公司就不会倒。金汉不和他们断了供应，这样也不会影响他们其他的小供应链，大不了在别的供应链稍微加点价格就是，其他的都好说，唯独金汉是他绝对惹不起的。然而秦风听到这话后却是丝毫不为所动，别说让30%了，即便是全部免费，秦风仍然不会觉得什么，这点钱算什么？秦风甚至看都不看余华一眼，反倒是抬眼看向裴雅诗。裴雅诗微微一愣，急忙端起酒杯，小声道，风哥，这真的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30%全部都是利润，剩下的利润只能维持公司周转，我们的方案即便您现在不满意，以后也一定会让您满意的。说完，裴雅诗一口将酒喝下，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肩带因为动作而缓缓拉下了一些，熟悉的事业线顿时涌现在秦风面前。这话的言外之意，只有秦风能听懂，而余华以为裴雅诗的意思是之后还会有让利。原本他有些心疼，但是想来只要能保住供应链，让秦风高兴，就算再让点也就忍了，大不了人力物力他赔本做。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让我满意？秦风微微一笑，意味深长。裴雅诗微微一愣，轻轻咬着嘴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余华顿时急了，端起酒杯笑道，风哥，您是我亲哥，您既然收购了金汉，应该能多少了解一些高级食材的成本。
我这次真的是几乎在陪着人力物力在供应，如果不能和金汉合作的话，我就真的完了。之前的事是我不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了，我也敬您一杯。说完，余华急忙将酒喝下，见秦风不为所动，再次倒满，一饮而尽，接连喝了4、5杯。这毕竟是白酒，余华的表情已经变得扭曲了起来，但是还没有停下的意思。能将秦风约出来，已经是最大的机会了。就算今天喝到 ICU， 也得保住这条食材供应链。然而他并不知道，秦风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裴雅诗有些手足无措地看向秦风，眼神之中充满央求。余大班长，你觉得我是会计较这些的人吗？就在这时，秦风这才开口道：不是，绝对不是，我不会说话，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余华见状，顿时瞪圆眼睛，拼命解释道：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是徐总经理误会了，看在老同学的面上，我跟他说一声，供应链可以继续给你。就在这时，秦风才开口道。余华闻言差点喜极而泣，他急忙站起身，打算感激。然而由于喝了太多的酒，导致他重心不稳，差点没一头栽到桌子上。饭就算了，我还有事，明天你再联系马经理。说完，秦风站起身来，径直离开。从始至终，他都不在乎余华说的任何一句话。余华的死活和秦风无关。不过裴雅诗就不一样了，既然裴雅诗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秦风倒是很期待他会怎么让自己满意。秦风走了半天，余华这才回过神来，到现在他的头都有点发沉，但还是咧嘴道：宝贝，看到了吗？我这点面子还是管用的，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保住公司了。说完，余华心里还有些骄傲，只是他根本想不通，今天的秦风为什么突然松口。裴雅诗瞥了一眼余华，心里冷笑一声：你那点面子管用，能有个屁用？如果不是他和秦风偶然相识，不然的话，这公司根本保不住。不过今晚的事却是让裴雅诗心里的石头彻底放下。起初他还觉得有些对不起余华，但现在想想，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他？宝儿，今晚要不要来我家开香槟庆祝？就在这时，余华嘿嘿一笑，上下打量着裴雅诗，不知道是酒劲还是别的原因，他突然起了念头。裴雅诗却是眉头轻皱，眼神中闪过几分厌烦。不用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再提醒你一次，在结婚之前绝对不可能。第41特殊礼物。什么叫刺激？金汉大酒店，秦风悠然停好车，径直朝着房间走去。今天一天可真够忙的。就在秦风准备直接回房好好睡一觉的时候，突然他的手机再次响起，嗡嗡，消息是张小芷发来的。秦风在吗？秦风有事。张小芷，韵姐今天又去忙了，估计要很晚才能回来，要不要下来找我？我准备了神秘礼物哦。最后一句话还配着一个可爱的表情，随后还顺带着一张照片。照片很模糊，但能隐约看出是张小芷的身材。这女人打算搞什么？秦风微微挑了挑眉，脑海里骤然想起了被夜袭的那晚。张小芷虽说有些婴儿肥，但正是因此给秦风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身材不是秦风见过最好的，但是那感觉绝对是最为独特的，那股触电的感觉着实让人心中荡漾。好，回复了一个字后，秦风直接摁下了6楼的按钮。与此同时，6层张小芷的房间，张小芷穿着最新款的衣服，正翘首以盼。这是她特地去维密店里去买的。看到几乎什么都遮不住的布料，她还有些犹豫，但是看到秦风的回复后，果断换上。原本张小芷并没有这么着急，但是上次见到方芊芊和白小文2人之后，她顿时感觉到了浓浓的压力。和他们一比，她根本不够独特。别看表面上他们只是秦风的租客，但却是一个映射。秦风身边绝对不缺美女，更不缺独特的美女。既然如此，那他就只能另辟蹊径了。经过不断的闭关学习后，张小芷才决定买这套衣服。虽然价格着实让他有些望而却步，但也豁出去了。只是不知道秦风见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就在这时，咚咚咚，一阵敲门声顿时打断了张小芷的思绪。张小芷心脏砰砰直跳，有些手足无措。她匆忙裹上大衣，遮住惹火的一面，悄然开门。风哥，你来了。打开门后，看到秦风后，张小芷软糯的开口道：听说你为我准备了礼物。秦风淡然一笑，
悄然关上门。礼物就是我。张小芷抿着嘴，小声开口道。话音刚落，她身上的大衣顺着顺滑的肌肤脱落，顿时，眼前的景象让秦风微微一愣。这一身，着实是秦风没有想到的，巧妙地遮住了该遮住的地方，但若隐若现，配上张小芷婴儿肥的肌肤，显得格外吸人眼球。这女人是在玩火呀！感受着秦风炙热的目光，张小芷满脸通红，低下头，一句话不敢说。虽然已经和秦风交过手，但这次的感觉完全不同。上了特殊装备，那我可得看看这礼物质量怎么样。秦风坏笑一声，悄然靠近。大战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张小芷的房门才缓缓被打开。这个礼物，秦风着实很满意。风哥，等等我送你上去。一边说着，张小芷一边裹上衣服，单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异样。玩这么刺激？秦风微微一笑，点头示意。很快，张小芷目睹秦风上了楼，这才松了一口气。看秦风的表情，今天自己的计划很成功，也不枉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不过，倒是苦了他，明天估计没法陪秦韵去做市场调研了。到现在，腿都在微微颤抖。就在张小芷打算离开的时候，小芷，小芷！一阵呼喊声传了过来。这个声音，顿时，张小芷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是刘东！刘东一路奔过来，呵呵笑道：“小芷，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还以为你已经睡了呢。”张小芷眉头轻皱，并没有理会他的打算，而是一路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小芷，你别走啊，小芷！刘东见状，顿时慌了神，往张小芷方向赶来。滚啊！张小芷一脸厌恶，转过头来怒目而视。我告诉过你无数次了，不要叫我小芷，你如果再纠缠我，我就报警了。刘东却是佯装没听到一样，仍旧笑呵呵的道：“小芷，你这是刚出去吃完夜宵啊？你看，脸上还有奶油呢。晚上不能吃蛋糕，容易发胖。”听到这话，张小芷顿时一愣，奶油？哪来的奶油？突然，她想起了什么似的，脸上顿时一红，急忙关上门。和你有关系吗？砰！随后，她对着镜子，果然，真有东西。张小芷刚想擦掉，但想了想后，还是放下了手，轻轻舔掉。此时，门外只剩下刘东傻愣愣地看着紧闭的房门，他的手中还拿着一份礼物，看样子是送不出去了。他果然对我有意思，刚刚都对我脸红了。如此想着，刘东心里顿时乐开了花。看来张小芷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因为矜持而已。小芷，我给你买了吃的，晚上吃点蔬菜好，不要去吃蛋糕了。刘东并没打算离去，而是美滋滋的开口道：“滚！”张小芷的好心情全被刘东破坏了，愤怒的道：“嘿嘿，还矜持？”刘东抽了抽鼻子，满脸高兴，看来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想到这里，刘东把袋子悄悄放在了门口，说不定过会张小芷就会出来看看。矜持的女人都是这样的，这时候看到袋子，那还不得被感动死。放好后，刘东猫在角落里注视着张小芷的门口。然而等了半晌，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可张小芷的门却一直紧闭。先生，你在干什么？就在这时，巡逻的保安经过，看到了鬼鬼祟祟的刘东。我不是。保安眉头紧皱，怎么看刘东都不像是好人。跟我们走一趟吧，这可是套房区域，要是客人遭到打扰，他们就完了。更何况这附近的房间还被特别叮嘱，是老板秦风的客人，我也是住户，你们凭什么？刘东瞪圆了眼睛，刚想说些什么，然而还没等他说完，被保安一个反手直接擒拿住了。妈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敢在这撒野！第36，不懂车，花1个亿买超跑。系统签到。刚一醒来，秦风的第一件事便是签到，这已经几乎是刻进 DNA 里的反应了。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亚飞汽车集团100%股权，触发额外奖励体质加10。想不到今天签到居然触发了额外奖励，体质自然是越高越好。至于主要奖励，居然又是一家公司亚飞。听到这个名字后，秦风不由得一愣。亚飞汽车集团，之前秦风倒是对这个公司有所耳闻，这是一家专门与各大豪车品牌合作，拥有一线直营权的集团，甚至可以直接进行国际知名品牌的定制预购，这足以见得亚飞体量的可怕。要知道，
即便是 4S 店都不一定拥有最新款车的资源，但亚飞有，苏北最大的豪车经销商，没有之一。基本上整个苏北90%以上的豪车都是在这里订购的。这个奖励让秦风不由得眼前一亮。说起来，早在接秦韵的时候，秦风就有在买车的想法了，多备几辆，有备无患。没想到现在居然直接奖励了自己一家车行，省去了一大波麻烦。虽说秦风拥有的布加迪威龙算是世界顶级跑车之一了，但毕竟是跑车，平常开起来还是有很多不便的，尤其是接人的时候会显得格外麻烦。代步车还是应该至少弄一辆4座的才行，不多弄几辆车，到时候搞不好又要发生要向自己员工换车的尴尬情况。很快秦风便收到了信息，是亚飞集团的总经理发送过来的，看都不用看，就是要进行手续交接。正好自己也打算去挑一辆车。穿好衣服，秦风直接下楼，一路开车按照导航往亚飞汽车公司开去。为了避免再拥堵，亚飞汽车公司的位置并不在市中心，开了大概有20分钟左右，秦风才看到偌大的一个场地。刚一过来，便看到外面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豪车，几乎所有的豪车品牌都能看到，基本没有100万以下的车。不过和秦风的布加迪威龙比起来，差距相当大。看来停在外面的还只是最低档次的豪车，真正的豪车都在外面。正当秦风刚从车上下来，准备给亚飞的总经理打个电话的时候，秦风，是你吗？就在这时，一个女声传了过来，令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一个身材高挑、扎着高马尾、穿着一身职业装的女人，正大步朝着秦风走来。秦风眉头微皱，反复打量着眼前的美女唐小小，便别了有一会后，秦风顿时眼前一亮。唐小小是秦风的大学同学，对于她，秦风可太有印象了。分明长着一张甜妹的脸，但性格却是大开大合，一点不像是软妹。唐小小的老家在北方，这种性格和身为南方的苏北妹子完全不同，而且据说她还会散打，3、5个人不能近身的那种。真的是你啊，秦风？唐小小走近确认后，顿时哈哈笑了起来，露出2颗小虎牙，还有嘴角的2个酒窝。直到现在，秦风都很难想象，一个长相这么甜美的妹子，怎么这么豪迈？这合理吗？你在这上班？秦风有些惊诧地看向唐小小道：是啊，一毕业我就在这上班了。唐小小一边说着，一边看向秦风身旁的布加迪威龙，愣了一会后，开口道：这是你的车？秦风微微一笑：不像吗？唐小小瞪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太不像了，你上学的时候过得那么拮据，听吴北海说，你一包泡面都得分2顿吃，这才毕业半年，你怎么就开上这车了？本来就长得帅，这车要是你的，还要不要人活？听到唐小小的话，秦风顿时哭笑不得，一言难尽。说来话长了，不过这车真是我的。唐小小顿时摆摆手道：行了行了，想不到你居然成大款了。老同学，今天来是打算买车？唐小小虽然惊讶，但也不至于太过震惊，毕竟他和秦风关系虽然很好，但对于秦风肯定没有那么具体了解。苏北这个地方卧虎藏龙，同学是富豪这种事不奇怪，想当然的便以为是吴北海在骗他。对，这辆车开着太不方便了，我打算多弄几辆备着，以防万一。秦风耸了耸肩，开口道。唐小小的眼睛顿时笑成了月牙，我还是头次听人说布加迪威龙开车不方便的，今天既然来了，那就帮老同学冲业绩吧，放心，绝对给你便宜。说完，唐小小不由分说，直接一把拽着秦风的胳膊便往里走。秦风顿时哑然失笑，这几天遇到的美女太多，唐小小的性格绝对是独树一帜的，秦风就没见过第2个像是她这么豪迈的美女。但在接触到唐小小手的一刹那，秦风顿时一愣。别看这姑娘脾气秉性大大咧咧，但皮肤是真的好，和张小芷真有的一拼。身材好，颜值高，绝对是妥妥的女神级别。不过这性格着实和女神不是很沾边。原本秦风打算直接告诉亚飞的总经理，让他帮忙挑选几辆就得了，可见唐小小这样，秦风也只能作罢，被这么硬拉了进来。进到店里，秦风的眼前顿时焕然一新，果不其然，和他想的一样，外面的100万豪车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进来看到的车每一辆都是千万级别，而且亚飞的场地可远不止这么点，这些恐怕也不是重头戏。这个亚飞的体量着实超乎了秦风的想象。有什么购车要求吗？我帮你筛选一下。
唐小小一边拿起平板电脑，一边笑着开口问道。两个浅浅的酒窝，着实让人挪不动目光。我不怎么懂车，有什么推荐吗？秦风实话实说道。确实如此，除了牌子以外，秦风对这些车几乎一无所知。唐小小一脸惊愕的道：不会吧，不懂车还随随便便买了辆顶级超跑。第43，老同学变成老板。秦风无奈的干咳两声，这哪是买的？要不是系统说，秦风都不知道这车叫威龙。这车不是我自己买的。无奈之下，秦风只能这么解释道。唐小小顿时哑然失笑。行了行了，还好你今天遇到了我帮你挑几辆看看吧。说完，唐小小又是不由分说，拽着秦风来到一辆白色的保时捷前。这辆保时捷918，虽然价格不如你的布加迪威龙，但也是顶级跑车，而且整个苏北不超过3辆。唐小小笑着解释道。保时捷918的确是顶级跑车了，而且不是想买就能买的，但比起秦风的布加迪威龙，着实差了一些，最多只能作为备用车。我不打算再买跑车了。秦风无奈的道。主要还是不方便，平常接个人都很麻烦，想起接秦运的时候，没办法只能借车。秦风就头皮发麻。唐小小愣了一下，随后道：那就看看劳斯莱斯吧，古斯特、库里南、幻影、魅影，虽然这里的都是展示车，但想提现车的话，最多只需要等1周就可以了。我们亚飞和各大豪车品牌都有合作，即便是定制，速度也比其他地方要快。唐小小笑着开口解释道，一边说着一边带着秦风去看车，足足绕了1个多小时。这里有的顶级豪车都被看了个遍，没有的则是直接在电脑里云参观，看得秦风是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怎么样，有喜欢的吗？一圈下来，唐小小口干舌燥，开口问道。都还不错，不过太过普通了，而且价格也太便宜了。秦风眉头微皱，说出了心里话。便宜，的确太便宜了，最贵的也不过3、4千万而已。听到这话，唐小小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3、4千万的车，太便宜了。要不是秦风开着布加迪威龙，还是上亿的定制款，唐小小真恨不得直接给他一脚。那就没办法了，还是定制吧。唐小小无奈的开口道。定制的话，肯定能满足你的各种要求，不过就有一点缺点，要等的时间会很长。如果是全方面定制的话，至少要半年的时间，最少半年。听到这话，秦风顿时眉头一皱。等半年，那黄花菜都凉了。看秦风一脸犹豫，唐小小无奈的道，要想快些的话，就只能找现款了。他从业半年，什么类型的客人几乎都见过，嫌弃车太便宜的，秦风还是第一个。不过人家的确有这个资本。现在唐小小就怕秦风来了这么一趟，一辆车都没买，那他可真是白忙活这么1个多小时了。唐小小这是在干什么？听说是他同学，估计是带同学参观的。咱们这也是谁都能来随便参观的，不然呢？正常情况下谁会这么挑车，而且还这么装？嫌这些车太便宜了，快去找经理。这小子不会是来闹事的吧？敢在亚飞闹事，疯了吧？这时唐小小的同事们发现了端倪，不由得小声议论纷纷了起来。怎么回事？没过一会，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秦风与唐小小2人不由得顺着声音看了过去，说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大概40岁左右的模样，穿着西装马甲，看起来很是儒雅。严总经理。看到男人的一刹那，唐小小顿时心头一紧，急忙低下头打招呼道。这个中年男人正是亚飞集团的总经理，名叫严瑞峰，名如其人，相当严厉，不苟言笑，怎么带客人四处闲逛？严瑞峰眉头微皱，沉声问道。都已经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客人还没有购买意向。得到消息后，他顿时赶了下来。亚飞的客人都是非富即贵，要是因此惹得客人不高兴，那简直太得不偿失了。严总经理，是这样的，他是我同学，来打算选购车，就是暂时没挑到他想要的，所以花了点时间。唐小小顿时低着头，一脸的无奈。然而严瑞峰的目光却并没有停留在唐小小身上，而是看向了秦风。仅仅片刻，他的表情顿时一变，从先前的严厉顿时变得恭敬了起来。请问您是秦风秦总吗？听到这话，唐小小不由得一愣。秦总？难道秦风还是严总经理的熟人？自己这同学背景多雄厚，连严总经理都能认识。秦风淡然一笑，对，跟同学随便看看，不违反规定吧？
听到这话，严瑞峰顿时一怔，急忙道：“不，您随便参观。抱歉，我没有第一时间下来迎接您。”严瑞峰自然是看过秦风照片的，但是没想到秦风看起来居然比照片还年轻，不仔细看还真以为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居然能瞬间100%股权的拿下亚飞，这得是拥有多大的能量？秦总，您这是打算添置几辆车吗？见秦风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板上的车型，严瑞峰开口问道。还没看到合适的。秦风淡然笑道，方便的话我帮您看吧。正好，关于转接手续还需要您签字。严瑞峰缓缓开口道。两人一边说着一边上楼，只留下了唐小小一个人愣在原地，还没缓过神来。秦总，秦风是收购亚飞的新老板，也就是说自己这老同学是自己的顶头大 boss， 这说出去谁信啊？可严瑞峰显然不是那种会开玩笑的人，而且哪会开这种玩笑？而刚刚暗暗讨论秦风的销售员，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后背直接被冷汗浸湿。他们刚刚说的那些话，要是被秦风听到了，那也就别在这干了。唐小小此刻脸已经红成了苹果，刚刚自己简直就是在关公门前耍大刀，在老板面前介绍车，还给打折，人家会缺车？身为亚飞的老板，想要什么车弄不到？第44，欲擒故纵，校花深陷泥潭。亚飞董事长办公室，秦风看了一眼合同，和之前签署的大差不差。签好名字后，严瑞峰双手递上来一些图片。秦总，您的需求我大概都明白了，我已经联系了各大品牌厂商，他们将最新的概念车型全都拿了出来，供您定制。一旦敲定，他们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定制。听到这话，秦风接过图片，简单看了看，定制车优先制造，还是基本囊括了所有世界驰名的品牌。由此可见，亚飞的前任董事长为此花费了不少努力，但这一切现在全都由秦风享受了。简单看了一番，秦风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了一辆车上，是一辆劳斯莱斯的 SUV， 看起来很是大气。秦总看中了这款。严瑞峰见状，缓缓开口道，这是劳斯莱斯准备专门在国内投放定制的龙国特色系列车，目前只准备投放2款，每一款限量3辆，分别是太阳烛照和太阴幽莹。听到这话，秦风顿时来了兴趣。劳斯莱斯专门在国内投放的定制车，太阳烛照和太阴幽莹，秦风倒是知道，是两仪二胜。看款式和涂装，的确富有龙国特色，而且是 SUV， 开起来也不会有跑车的不便。那就它吧，帮我订一款烛照，大概多久？秦风满意的点点头后，开口道，我会尽快为您安排。这2款车已经在筹备中，最快的话1个月便可送来苏北。严瑞峰回答道。至于价格，他清楚根本没有说的必要。这个限量款的车，保守估计也要3-4个亿才能拿下，但是这些钱对于秦风来说绝对算不得什么。不说别的，光是亚飞的可用资金都远远不止这些。简单选配一番后，秦风便起身离开了办公室。秦总，我帮您先选配了一辆法拉利最新推出的 FUV Purosangue 纯血，在烛照抵达之前，这款车也能暂时满足您的要求，您看合适吗？临下楼时，严瑞峰开口道。简单看了看后，秦风点了点头。这辆车价格大概800万左右，远不如烛照贵，但毕竟是 FPV， 至少在现在还是能满足秦风之前提起的要求的。这个严瑞峰办事效率不是一般的高，而且也非常准确。这么短的功夫，居然连车牌号都给准备好了。北 AQF888 后面的2个字母，恰好是秦风的首字母缩写。有个这样会办事的下属，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很快，秦风便开着新车法拉利纯血离开了亚飞集团。这车开起来不是一般的舒服，而且视野开阔。虽然速度和布加迪威龙完全不能比，但在苏北这种人流密集的街道上，开起来要比布加迪威龙舒服很多。至于布加迪威龙，秦风干脆直接丢到了亚飞里，让他们负责保养。想开的时候，一个电话就能将车送到。有一家自己的汽车公司，的确行了不少方便。莫一会，秦风便回到了金汉大酒店。停下车，秦风顺手看了一眼手机，有新微信消息，是唐小小发来的。两人本就是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很早之前就互相有好友了。看了一眼发送时间，大概在10分钟之前。秦风，你怎么就突然变成我的顶头 boss 了？这半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秦风回道，怎么，怕我扣你工资？莫一会，唐小小的消息便传了过来。
别呀，老板，我还指望你能给我涨点工资呢。看着唐小小直言不讳的话，秦风不由得哭笑不得。这么真实的妹子，真是不多见了。唐小小，毕业半年了，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吧？老板，今天有空没？我请你吃个饭，全当是给今天白带你逛1个小时赔礼了。3条消息发过去，唐小小顿时将手机锁屏，他有些不敢看秦风的回复。现在秦风混得这么好，他生怕秦风直接开口拒绝。其实，早在大学时期，唐小小就对秦风有好感，即便是知道秦风没钱，也无所谓，因为他只看颜值，其他的都无所谓。即便当时的秦风没有系统给的魅力值加成，颜值也是相当在线的，而且性格也和唐小小很合得来。虽说今天看到秦风时，唐小小已经极力掩饰了，但再加上魅力值，他的心里波涛汹涌。重新见到秦风的那一刻，他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秦风看到唐小小的消息后，回复道：“这2天有事要忙，过段时间。”唐小小看到这句话，心情顿时一落千丈。好吧，那你忙完了记得联系我。没想到你毕业后还留在苏北，咱们大学同学基本都不在这了。最后一句话还加了一个失落的表情。看到这条消息，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挑眉。他对唐小小太了解了，他这种性格的人，外刚内柔，而且有什么说什么，突然这么扭扭捏捏，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这种级别的美女，秦风自然不会放过。不过唐小小比较特殊，对付她要欲擒故纵。好，简单回复后，秦风正打算开车门回金汉大酒店的时候，嗡嗡，突然他的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是林婉月。林婉月不是在家吗？怎么突然给自己打电话？秦风一脸疑惑的接听电话。喂，电话刚接听，就听见林婉月焦急的声音：“风哥，你有时间吗？能不能来我家一趟？”听到这话，秦风顿时一愣，发生什么事了？他还是第一次见林婉月这么温文尔雅的人如此着急。我爸妈瞒着我让我相亲，地点就是在我家，我拼命拒绝，可是他们怎么都不听，还不许我出门。风哥，你快来帮帮我吧！这下秦风顿时一愣，相亲？还是强制性相亲？这年头了，怎么还有这种事啊？林婉月是自己的女人，这哪能行？等我。第45，我是你妈，你必须听我的。此时，林婉月的家中，林婉月的家一看就是书香门第的感觉，而此时却打破了平日里的寂静。除了林婉月一家之外，还来了2个人。林婉月有些局促地坐在原地，脸色很是难看。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穿着丝纹的年轻人，戴着金表，梳着背头，看起来大概有26、7岁。然而他长相再如何，林婉月也丝毫提不起一点兴趣，他的心中只有反感。没想到父母这么着急催促自己回家，居然是强制性相亲。之前也有过几次，但林婉月都找借口推脱了。可这次他爸妈的态度非常强硬，居然把他直接反锁在家，硬生生等到这个金表男出现。真想不到这么多年不见，小智居然长得这么帅了，还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听说是跨国公司呢。阿姨真是越看你越喜欢。林婉月的妈妈对金表男赞不绝口道：“是啊，小时候我就看咱家小智有出息。”林婉月爸爸也是笑呵呵的道：“月月，你怎么不说话？多久没见小智了？连招呼都不打，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见林婉月苦着脸坐在原地，林妈妈顿时不满的道：“好久不见。”林婉月敷衍的道：“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希望秦风能早点来，帮她脱离苦海。”坐在她面前的这个金表男全名叫汤文志，小时候就是林婉月的邻居，比林婉月大几岁。高中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来后开了一家跨国小公司，家里相当不错，算是个小豪门。这种条件，在林爸林妈的眼中，那就是妥妥的金龟婿。自打汤妈说汤文志从小就喜欢林婉月后，林妈便撺弄2人这次见面。伯母过誉了。汤文志微微一笑道：“你看看小智，还是这么有礼貌。你和月月从小就一起长大，两小无猜。我们家月月性格也好，你们不如谈谈恋爱试试，合适的话就把婚定了。”林妈笑呵呵的开口道。林婉月却是眉头紧皱：“妈。”然而还莫等她开口，汤妈推了推眼镜，笑道：“这是吧，主要还是看孩子。我们家小智这么优秀，在英国可是有不少人追的，可没办法，他就喜欢你家月月。月月嫁到我们家，我不会亏待他的。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汤妈的语气明显很是高傲，似乎根本没把林婉月放在眼里。那太好了，要是合适，最好尽快把婚给定了。我都算好日子了，下个礼拜2就是黄道吉日，那天订婚再好不过了。两家人有说有笑，林婉月却是心烦意乱。和秦风比起来，汤文志简直是全方位被碾压，更别说他对汤文志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然而汤文志可不这么想，他的一双眼睛时不时就朝着林婉月上下打量，这身材和长相都是之前他上过的女人不能比的。等时间合适，好好调教调教，绝对是人间极品。想到这里，汤文志已然有些迫不及待了。伯父伯母，我都听你们的，就是不知道月月怎么想。听到这话，林妈眉头微皱，看向林婉月道：月月，你说句话啊，人家小智这么优秀，大把姑娘都追的，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林婉月听到这话，顿时忍不住缓缓开口道：妈，我不愿意，不愿意。听到这3个字，汤文志和汤母的脸很快就拉了下来。林妈顿时愣住了，你说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啊？小智这么好的男人，你上哪找？在他印象里，林婉月一直都是乖乖女，从来都是家里说什么听什么，这还是他第一次当面反驳，这让林妈顿时有些不悦。文志哥的确好，但我不喜欢，而且我有男朋友。林婉月咬了咬牙，干脆豁出去了，开口道。听到这话，一屋的人顿时愣住了，汤文志的脸顿时阴沉了起来。这么好的极品，居然被人捷足先登了，谁配敢跟他抢女人？汤妈更是脸色奇差，你有男朋友？马姐，这种事你也瞒着我们吗？林妈见状，急忙摆摆手道：不是，我不知道呀。小月，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你从来都没谈男朋友，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林婉月咬了咬牙，小声道：我没有撒谎，我男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谈了很久了。林妈听到这话，肺都快气炸了。你说什么？高中同学？难道林婉月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谈恋爱了？她居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要不是碍于汤妈子啊，林妈恨不得直接一巴掌打上去。就在这时，汤文志却是挤出笑容道：没关系的，伯母，谈恋爱而已，很正常。月月这么单纯，怎么会去想这么多？汤妈见状也补充道：没错，谈恋爱就谈恋爱，没什么，分了就行了。我们家小智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月月，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上的那高中不过就是苏北的2级高中而已，能有人和我们家小智比？我家小智高中就在燕都读的，还是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能比吗？说着，汤妈的表情露出几分不屑。苏北就算是1线城市又能怎么样？出不了国那就是没出息。林妈见状也是极力压制住怒火，沉声道：月月，你别被人给骗了，好好想想，你嫁给小智以后得过得多幸福。你那个什么所谓的高中同学男朋友，赶紧给我断了联系。林婉月被如此口诛笔伐，咬了咬牙道：我和我男朋友感情很好，妈，你无权干涉我的感情生活。啪！然而话还没说完，林妈一巴掌赫然打在了林婉月的脸上。你这丫头，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不听话？什么叫无权干涉你的生活？我是你妈，你必须听我的。第46，年入20万的穷屌丝罢了。伯母，您别这样。汤文志见状，缓缓开口道：只是谈个恋爱而已，莫什么的，谁都有被所谓的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我想他会明白的。毕竟汤文志在英国的时候就已经和30-40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了，谈没谈过恋爱无所谓，反正他也只是想尝尝林婉月这种极品美女而已。玩够了，甩掉就是。你看看人家，你现在就跟你的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以后和你断绝任何往来。林妈直接命令道。林婉月捂着发烫的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的心里已经近乎绝望，只剩下一个念头：峰哥，你什么时候能来？嘟嘟嘟。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林婉月的心头一震。秦风，是你吗？林妈眉头紧皱，看向林爸。林爸摇摇头，显然也有些懵。这种时候谁会来他们家？林妈抱着疑问起身打开门，站在她面前的正是秦风。看到秦风的那一刻，林妈顿时傻眼了。好帅的小伙子，虽然穿着很普通，但是由那儿外散发出的那份气质和魅力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和秦风比起来，
汤文志可不仅仅是略逊一筹。请问你找谁？林妈客气地问道。她从来没有见过秦风，以为是走错门了。阿姨您好，请问这是林婉月家吗？秦风微微一笑道。林妈顿时愣住了。你是？我叫秦风，是月月的男朋友。秦风不慌不忙地解释道。听到这话，一屋的人全都愣住了，目光纷纷朝着门口看去，尤其是汤文志，脸部肌肉更是一阵抽抽。汤妈更是眉头紧皱，直接站起身来，来到林妈身后。看到秦风的第一眼，她不由得一愣，好帅气清秀的小伙子。可一想到秦风是林婉月那所谓的男朋友，她的眼神中顿时闪过几分不屑。就秦风的穿着，怎么看都是一个穷小子，一身运动衣，除了帅毫无特点，怎么看都是被自家小智碾压的存在。风哥！听到秦风的声音，林婉月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直接起身大步朝着秦风跑来，更是一把抱住了秦风，眼泪顿时落了下来。看到林婉月脸上微红的巴掌印，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不用想，估计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林婉月冲到秦风怀里的这一幕，彻底让众人绷不住了。汤文志更是攥紧拳头，脸色铁青。自打看到林婉月的那一刻起，他就认为林婉月是他的玩物了。如今居然横空出现一个男人，林婉月还和他这么亲密，这他怎么能够允许？月月，你这成什么样子？林妈更是差点背过气去，伸出手便要拉林婉月，哪知林婉月急忙躲到秦风身后，让他扑了个空。秦风却是不慌不忙地安抚着林婉月，将门带上。汤妈冷笑一声，开口道：你就是月月的男朋友？刚毕业没多久吧？有工作吗？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字里行间都充满着讥讽。秦风却是不以为意的道：我暂时没有工作的打算。听到这话，汤妈更是嗤笑一声：在家待业？你凭什么和月月谈恋爱？月月，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们家小智一个月轻松赚10几20万，在苏北2环有2套房，1辆宝马，1辆奥迪。林妈顿时眼前一亮，苏北2环的房子还是2套，月薪20万，还有宝马奥迪，这条件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秦风听到这话，表情一脸复杂，只觉得好笑。一个月20万，多吗？宝马、奥迪是什么垃圾车？我倒是有，和宝马差不多吧。秦风从容一笑道：法拉利也是马，没毛病，和宝马差不多。怎么，宝骏吗？这下汤文志再也忍不了了，缓缓站起身来，语气之中充满戏谑。在他眼里，就秦风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能买得起宝骏就不错了，这也叫和宝马差不多。林婉月躲在秦风的身后，一脸疑惑，布加迪和宝马有关系吗？不过林婉月实在是插不上话，反正现在秦风在，天救他不下来。林妈黑着脸开口道：秦风是吧？我不管你和我女儿之前是什么关系，但从现在开始，请你离他远一点。你如果喜欢他，就不应该耽误他。你和小智根本没有一点可比性。秦风却是从容一笑：我和这种穷屌丝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这句话顿时让汤文志青筋暴起。穷屌丝？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敢叫他穷屌丝，这3个字有哪个字和他沾边？够了，滚出我们家！林妈脸色铁青，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门外怒吼道：好，婉月，我们走吧。秦风的表情仍旧是平静如水。林婉月听到这话，咬了咬牙，直接选择跟着秦风离开。这个家她也待够了。什么？林婉月，你给我回来！见到这一幕，林妈顿时疯了，气得直跺脚。然而两人仿佛根本没听到一样，径直开门进了电梯。追！赶紧报警！林妈已经气疯了，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不形象，直接夺门而出。这个秦风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然而还是晚了一步，秦风与林婉月早已下楼。小智，你别生气，月月这是被冲昏了头，我来解决。林妈竭力压制住内心的愤怒，对着汤文志开口道：没事伯母，我相信月月是被蒙蔽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汤文志的心里已经把秦风判了死刑。这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来嘲讽他，还叫他穷屌丝？今天要让秦风就这么出了小区，他就不姓汤。众人等到了电梯，急忙下楼。然而到了楼下后，众人顿时愣住了。一辆玄武岩黑的法拉利正停在小区楼门口，光看车型就知道这车绝对不便宜。林妈怔了怔，
开口道：“小智，这是你的宝马吗？”第47，你管法拉利叫宝马？宝马啊！汤文志脸都有些发麻。这是法拉利，还是最新款的法拉利 FUV， 在国内似乎才刚开始发售，还是限量的。他也只是听说过，根本没见过这辆车，最低配也500万起步。这一辆车能买他的宝马5系10辆。这车是谁的？就在这时，法拉利的车窗缓缓落下，秦风坐在驾驶位上，淡然一笑道：“就不麻烦阿姨下来送了。”看到秦风的那一刻，一众人脸上流露出震惊之色。这车是秦风的？这车改口也就是看着好看，不值几个钱，这种车多了去了。汤妈不屑地冷笑一声，再好看的车，被这种穷学生开，那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好车，哪有宝马好看？稳重大气，你说是吧？小智，想到这里，汤妈对着汤文志道。汤文志脸上一顿抽抽，也不完全是，这车是法拉利。汤妈顿时愣住了，法拉利能值几个钱？汤文志恨不得现在就离开，小声道：“500万吧。”500万，还是说的太保守了。这车的最低价大概也就在500万左右。秦风这车显然是加过配置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500万，这3个字说出来之后，直接让所有人再次愣在原地。500万的车，虽然汤家不是没有500万，但有500万和用500万去买一辆车，完全是2个概念。秦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怎么会开着这么贵的车？看到汤文志一脸吃瘪的样子，还有众人一脸尴尬的模样，林婉月心里顿时有了底气。这算什么？峰哥还有一辆肯尼迪威龙呢。秦风顿时哑然失笑，是布加迪威龙。这小妮子胡说什么呢？布加迪威龙！这下汤文志顿时绷不住了。这辆法拉利的价格，他要是豁出去了，也不是买不起。但是布加迪威龙不同，最便宜的都要4、5千万，这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想象的存在。妈，我们走吧。汤文志咬紧牙关，小声道：“他做梦都没想到，居然遇到了一个顶级富豪。他和秦风根本毫无可比性。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秦风说他是穷屌丝。人家说的确实没错，和秦风比起来，他的确是穷屌丝。现在的他只想着赶紧走人。秦风这种级别的人，绝对不是他能惹得起的。想起刚刚和秦风的争吵，他就心里一阵后怕。小秦，你这车是哪来的？你不是没工作吗？怎么开这么贵的车？该不会是租的吧？”林妈迟疑片刻，开口道。一旁的汤文志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租车？这辆法拉利是最新的限量款，刚出还不到1个月，哪家租车公司能租出这种车？峰哥是不上班，因为他自己就是老板。金汉大酒店、万兴房地产都是峰哥的。林婉月毫不留情的道，他现在不会给任何人留面子。然而他并不知道，就他在家这几天的时间，秦风又多了2个公司。这下汤文志差点没吐出血来。这个秦风到底是什么来头？金汉大酒店、万兴地产，无论是哪个，都是他那个小公司根本没法碰瓷的。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在秦风眼里，月入20万算个屁啊！其中任何一个的流水，1个月都甩了20万几条街。他这次回来，本来就是为了将公司在这里稳住脚。要是秦风有意对付他，都不用自己出手，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让他这辈子都来不了苏北。林叔叔、阿姨，我们就不打扰了。这次来探望你们，看你们身体安康，我和我妈也就放心了。婉月妹妹，秦总，那我就不打扰了。说完，汤文志一把拉着汤妈的手，头也不回的离开。他现在只能在心中祈祷，秦风就把他当个屁给放了。汤妈此时也是脸皮发麻，一个字也不敢说。现在的汤文志，别说抢林婉月了，只要秦风愿意，他把自己奉献出去都行。看着汤文志的背影，林爸林妈还有些发懵，他们正在原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谁能想到秦风居然有这种身份？林妈想起刚刚自己说的那些话，心已经凉了半截。和秦风一比，汤文志算是什么货色？他现在就担心会因为自己而导致秦风对林婉月失去好感。要真是这样，他肠子都得悔青。风哥，今天还好你来了，见事情解决。林婉月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的心里满满的安全感。你的脸是谁打的？就在这时，秦风看着林婉月脸上还未消的巴掌印，声音冰冷了几度。这下林妈的心头顿时一紧。风哥，没事。林婉月轻叹一声，开口道，再怎么样，这都是他妈。
秦风见状，已经明白了大概，他转过头来，瞥向林妈道：“叔叔，阿姨，这种事情，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发生了这种事。”秦风也不可能对这老两口客气，声音虽然平静，但听上去却是充满不可置疑。好，小秦啊，你放心吧，今天这纯粹是误会，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月月，你说说你，都谈恋爱了，怎么都不跟我和你爸说？林妈支支吾吾的开口道，结果闹了这么大一个乌龙，你看看让小秦担心的。这话说的，他一点底气都没有。嗡嗡，就在这时嘛，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吴北海。这小子有什么事？那好，我就把月月交给你们照顾了。收起手机，秦风摸了摸林婉月的额头，笑道：“回家吧。”虽然知道林婉月和家里肯定会闹得不高兴，但眼下只能让林婉月住在家里，总不能因此让她再也不回家了吧？这话听着怎么感觉怪怪的？可即便如此，两人也不敢说些什么，只能点头陪笑。这女婿，谁能惹得起？第48，兄弟情谊。偶遇助理。见秦风开车缓缓离开，林爸林妈这才松了一口气。林妈看向林婉月，顿时笑得满脸都是褶子。月月，你说你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要是早知道你男朋友这么有能力，我们怎么可能给你安排相亲？林婉月眉头微皱，沉声道：“妈，如果秦风没有钱，你还会这么说吗？你看看你今天的样子，恐怕都要吃了他吧。”本来林婉月是非常听话的乖乖女，但今天发生了这种事，她已经完全对自己的母亲失去了信任。林妈脸色顿时拉了下来：“月月，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他爸，你说两句啊！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不为你操心，为谁操心？还不都是为了你好？”林爸却是背着手，眉头紧皱的道：“月月，我觉得你和他不合适，即便你们现在看起来有感情，但你们终究是走不到一起的。”听到这话，林婉月不由得一愣：“爸，你说什么呢？”林妈也是眉头紧皱道：“就是，你瞎说的什么？小秦人家多好啊，长得帅还有钱，最重要的是有事业，嫁给他，那是一辈子享福。”林爸却是摇了摇头：“享福？小秦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有这么多产业，有这么多钱，你觉得会是他自己挣的吗？他家里的事，你们了解吗？这种顶级豪门，月月，你确定你能融入吗？爸不期望你能找个多有本事的男朋友，但至少你要为自己将来考虑考虑。古代讲究门当户对，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番话顿时让林婉月脸色一正，林爸的话的确提醒了他，他真的配在秦风身边吗？此时秦风刚刚离开小区，这时才给吴北海回过去电话：“秦老板，忙完了。”刚一接电话，便听到吴北海阴阳怪气的声音：“滚！”秦风也不跟他客气：“你这语气跟个小怨妇似的。刚刚在女朋友家里处理点事，刚忙完，有屁快放！”吴北海闻言顿时一愣：“你找女朋友了？什么时候？该不会是唐小小吧？我刚刚还听他说你现在是他老板，你们发展挺快呀。”听着吴北海的连珠炮，秦风没好气的道：“滚蛋！虽然是有这个想法，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好了，跟你说正经的。”吴北海正了正色：“有空吗？出来陪我喝一杯，我有事跟你说。”听到这话，秦风微微一怔，位置。秦风对吴北海太了解了，他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算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开口。看来是真有事难到他了。很快，吴北海把位置发了过来，是一家小餐馆，距离苏北一店很近。什么事？说吧。秦风点了几个菜后，直接开口问道：“哪有什么事，就是单纯的想喝酒了。我不说有事，你这大忙人哪能出来？”秦风微微一挑眉毛：“是吗？不然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兄弟我，你该不会以为我看你发财了，要问你借钱吧？”吴北海一杯啤酒下肚，开口道：“借多少？”秦风见状，直接开口道：“这小子就是嘴硬，我真不是找你借钱。”吴北海哭笑不得的道：“其实叫你出来，就是散散心。我那个杀 S 比领导跟个脑残一样，喊你出来诉诉苦水，不行吗？”秦风眉头一皱：“怎么回事？”吴北海又是一杯啤酒下肚，这个杀 S 比拿了我给他提的建议，直接交上去了，过了，给了他1万块钱奖金。我气不过，找他理论。从那天开始，他就给我穿小鞋，就今天，
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骂了一通，真尼玛晦气！秦风的脸色顿时微微一滞。在没得到系统之前，秦风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没有实力，没有背景，就只能这样任人拿捏。只是没想到，吴北海这种小资家庭出来的，也要受这种气。看着吴北海的样子，和当时的自己没什么区别，气，却又无可奈何。既然这样，你还在那干什么？来我这，我给你个经理的位置，保你1个月赚的比他1年都多。秦风拍了拍吴北海的肩膀，开口道：何必受这种气？听到这话，吴北海顿时正色道：老秦，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人各有命，不能强求。你托关系让我去当经理，我有这个实力吗？我找你过来，就是单纯的喝酒聊天，你再这么说，哥们没得做了呀。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会心一笑，只要吴北海点个头，秦风真的会毫不犹豫给他个经理的闲散位置，月薪开个几十万、几百万都行。但是吴北海不是这种人，他不是好面子，而是底线。行，那我也不说了。秦风见状，也不再多说，而是摆摆手笑道：两人又是酒过3巡，我送你回去吧。光看着吴北海喝酒发牢骚，秦风愣是一口都没喝。不用，你能出来陪我说说话就行了，说明在你心里，我还是你哥们。我家离得近，走着就能到。吴北海却是摆了摆手，往门外走去。老板，结账。看着吴北海有些落寞的身影，秦风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机会的话，得去吴北海工作的地方看看。就算吴北海不接受去京汉工作，至少也不能让他受这个窝囊气。如果没有系统，或许他现在的生活和吴北海一样。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轻叹一声，走出门外，点上一根烟。我去，大半夜还能看到这么正的妹子，看她走路摇摇晃晃的，喝多了吧？瞅一眼去，走呗，哪能让美女一个人走夜路，多危险！就在这时，远处一群街溜子闲聊的声音传了过来，秦风不由得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不远处街道上，一个穿着 OL 装的美女正一瘸一拐地走着，一双长腿被黑丝袜包裹着，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腿好熟悉，秦风顿时微微一愣，这不是沈若安吗？第49，醉酒美女只能带回家了。沈若安一个人走在人行道上，胃里一阵翻涌，让他实在忍不住扶着路灯大口喘着气。此时的他精神一阵恍惚，感觉天旋地转，喝太多了。沈若安极力压制住袭来的呕吐感，喃喃自语道：早知道就叫代驾了。为了留住客户，沈若安喝的有点多，不过这里距离他住的地方太近了，根本没必要叫代驾。结果没想到酒劲上来之后，他连这点路都走得相当艰难。正当沈若安低着头努力保持清醒的时候，浑然不知此时已经有几个男人围在了他的身边。身材好，想不到长得也这么好看。乖乖，这种极品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出现？看样子喝的已经神志不清了，直接抬走。几个满脸横肉的混混靠近沈若安后，顿时起了歹念。这种级别的美女，平日里他们连见都不太可能见到，没想到居然在这里捡尸捡到了。沈若安隐约听到这些话，眉头顿时一皱，他手一挥，甩掉了伸过来的咸猪手。然而此时的他根本用不上多少力气，连话都说不出来，头脑一片空白，意识已经被酒精侵蚀变得模糊，甚至都看不清楚站在他面前的到底有几个人。跟你客气，不要脸是吧？为首的混混顿时邪笑一声，直接打算上手。苏北一店虽然出名，但是它的附近却并不是市中心，反而很是冷清，因此周围连车都没多少，即便是有，大部分也都是喝醉的大老板被司机拉回去，谁都不会在乎路边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来陪老板喝酒的人着实不少，他们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你们想干什么？沈若安本能的后退，竭尽全力才喊出这么一句话。干什么？当然是。然而还莫等混混头子说完，爹！突然一阵鸣笛声顿打断了他的话，引得他不由得浑身一震。妈的，哪个不长眼的？混混头子怒骂一声，转头望去，不看还没事，这一看直接让他傻眼了。在他面前赫然停着一辆法拉利，虽然是 SUV， 但是这威武的车型还有醒目的车标，着实让混混头子心头一震。车窗缓缓摇下，秦风的脸露了出来，他瞥眼看向已然有些站不稳的沈若安，确认沈若安没事之后，秦风这才转头看向几个混混，不想死的，给你们10秒的时间，
滚蛋！秦风的声音充满着不容置疑，还有几分愠怒。沈若安眉头微皱，极力睁眼朝着秦风方向看去。然而，虽然是秦风的声音，但是他根本认不出秦风拉我。毕竟，在他印象里，秦风开的都是跑车，眼前这么大一个 SVU， 是谁？妈的，你 TM 谁啊？敢坏老子好事！就在这时，一个小混混怒啐一口，便要朝着秦风冲过去。这么漂亮一个美女，让他说放弃就放弃，那哪能行？秦风自然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直接下车，一脚把这个混混踹飞。就现在秦风的体质，这一脚踹过去，就这小混混的身板，真遭不住。等等！然而，还莫等小混混上前，他身旁的混混头子却是一把拉住了他。你 TM 不要命了？这附近路过的老板，哪个是咱们能惹得起的？赶紧走！说完，便喊着几个人，二话不说直接离开。虽然不清楚秦风是什么人，但就秦风开的这个车，而且深更半夜出现在这里，八成是从说苏北一店里出来的大老板。这种级别的人，他们肯定一个都不敢招惹，大不了就丢一块肉而已，总比丢命强。秦风也懒得理会他们，而是缓缓下车，朝着沈若安而去。你怎么在这？还喝得这么多？看着已经烂醉如泥的沈若安，秦风不由得眉头微皱，疑惑的道：他印象中的沈若安一直都是非常有气质而且干练的形象，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满面红晕，双眼迷离的样子，看起来倒是别有一番韵味。不过这一身酒气，即便沈若安再漂亮，也属实让秦风提不起什么兴趣。沈若安轻轻晃着脑袋，却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秦风百般无奈的道：上我车吧，告诉我地方，我送你回去。就他这状态，在这地方不被人欺负才怪。也就幸亏今天自己在这，否则的话，自己这小助理恐怕就再也没法来上班了。秦总。就在这时，沈若安抬起头来看向秦风，含糊不清的开口道。还莫等秦风反应过来，他的眼前一黑，直接朝着秦风方向摔了过去。秦风措手不及，好在稳住了身形。沈若安身子一软，直接撞到秦风的胸膛上。顿时，秦风只感觉到一阵柔软的触感，那傲人的双峰撞过来，虽然不疼，但着实让秦风有些喘不过气来。加上酒气和香气混杂的味道直冲秦风鼻腔，让秦风更是难以呼吸。沈若安，你还能站起来吗？秦风百般无奈的开口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让他喝了这么多酒？不过，还从未见过沈若安这个样子，趴在秦风身上，宛若一只蜷缩成一团的兔子一般，让人忍不住想伸出手来爱抚。哇！然而，还莫等秦风多想，突然，沈若安发出了让秦风彻底傻眼的声音，画面有点太美，让秦风属实有些不忍直视。这衣服算是废了。秦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不过，经过这么一发现，沈若安的表情从痛苦扭曲逐渐变得安和了起来，愣是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趴在秦风怀里，熟睡了过去。秦风百般无奈，只得先将他一把抄起，抱到了后排上。然而，接下来却是让秦风犯了难。现在的沈若安显然没法再告诉他自己住在哪了，总不能让他就这么睡在车上吧？要是再吐一回，自己今天刚提的新车，怕是要直接送回去了。百般无奈之下，秦风只能脱下外套，用袋子装好后，直接开着车，带着沈若安朝京汉方向开去。第50，不能让万星倒下。忠诚的助理。到了京汉，沈若安还是婴儿般的睡眠，秦风干脆再次将他抄起，径直进了京汉。有系统的体质强化，抱着沈若安这100来斤的人，还是一点都不费力的。这醒目的一幕，顿时引得值班的经理愣住了。他一脸惊愕地看向秦风：老板好兴致啊，怎么换了一个？这和上次吃饭的不是同一个人啊。但和之前一样的是，这也是个极品美女，虽然烂醉如泥，但能看出来绝对是平常罕见的级别。心里虽然震惊，但他头也不敢抬起来，佯装看不见。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装傻充愣，装瞎子，什么都当看不到，要不然倒霉的就得是他了。秦风懒得去想这么多，现在的只想赶紧把沈若安抱上去，然后赶紧洗个澡。这一身酒气着实让秦风有些上头，而且千万不要吐在电梯里，不然的话，第二天沈若安100%会社死，而且还丢了秦风这个老板的面子。好在此时的沈若安仍旧在熟睡，没有半点不适感，蜷缩在秦风的怀里，甚至还蹭了蹭。这一蹭，顿时让秦风心中火焰腾腾燃烧。奶奶的，
谁能忍得住？好在坚持到了房间，秦风将他轻轻放在床上，随后二话没说，直接去洗澡。不管那么多，最起码要先把胃给洗掉。这个沈若安到底喝了多少酒？很快，秦风终于把浑身的酒味洗得一干二净，舒舒服服地出了浴室。此时的他瞥眼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沈若安，沈若安还是保持那个姿势熟睡。然而，由于秦风关浴室门的声音，显然惊动了他，让他不由得眉头微皱，直接翻了个身。不翻不要紧，这一翻直接让秦风看了个透彻。那本就不长的短裙，顿时风光无限，被秦风尽收眼底。还要喝吗？就在这时，沈若安含含糊糊的开口嘟囔了一句，紧接着又变换姿势。这下可好，直接崩开了衬衫最上面的几个扣子，露出了一点点黑色的蕾丝，这着实让秦风头皮有些发麻。乖乖，这谁顶得住？如此极品的美女，就这么在自己面前这样，秦风心里顿时波涛汹涌。但很快，他便穿上睡衣，极力压制住内心的冲动。秦风是心动了，但是心动归心动，秦风向来都是你情我愿，这种情况之下，要是动了念头，那和之前被他赶跑的那些混混有什么不同？之前和秦风有过深入交流的，每一个都是建立在两厢情愿之下的，而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方面也是如此。克制住后，秦风又有些犯了难，看样子自己今天是没法睡床了。就沈若安这不老实劲的，要是自己在床上睡，非得被活剥了不可。这时候，秦风不由得苦笑一声，好家伙，就没见过比自己更苦逼的老板。没办法，秦风直接倒在懒人沙发上睡了过去，只能在这先对付一晚了。明天如果沈若安不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这事可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没过一会，秦风便睡了过去。毕竟又是忙碌的一天，基本开了一天的车，饶是秦风也有些累了。不知过了多久，秦风的意识缓缓清醒，一股淡淡的香味掺杂着酒味正在往秦风的鼻腔冒，而且身上怎么热乎乎的，还有点重。秦风眉头微皱，缓缓睁开眼。然而正是这一睁，顿时让秦风愣住了。眼前的风光着实一言难尽，压在他身上的不是别人，正是烂醉的沈若安。沈若安睡得那叫一个香甜，似乎对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浑然不知。离谱的是，他身上的衣物不翼而飞，整个黑色蕾丝直接压在秦风的肚子上。妈的，这谁顶得住？秦风脑子顿时嗡嗡的，只要他稍微一用力，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正在秦风纠结的时候，突然沈若安缓缓张开嘴，喃喃道：这个项目一定要拿下。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一愣，搞了半天，原来沈若安今晚是去谈业务了，难怪会喝这么多酒。然而接下来的话却是让秦风愣住了，心中的火焰荡然无存。秦总根本不懂项目，白总监的方案明明那么合理，为什么不用？万兴要完了，没有这个项目就要完了。这两句话顿时让秦风微微一愣，他低下眼帘，看向趴在他身上的沈若安，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显然说的是秦风接手的烫手山芋项目这个问题。这个项目只有秦风知道，未来肯定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在沈若安还有白子安这两个人的眼中却全然不同。在他们看来，秦风这简直就是在胡来，这种根本没有必要去豪赌的项目，秦风却选择直接将万兴的流动资金全都压了上去，这无疑就是在送死。紧接着沈若安又嘟囔了两句，虽然没有那么清晰，只能听清楚其中几个字，但秦风已然明白了沈若安的意思。这个项目利润很雄厚，只要谈下来，至少能在投资惨败之后还能堪堪顶得住一部分的流水，最起码不至于让万兴因此全线崩盘。因此沈若安和白子安两个人筹备了有段时间，今天终于谈下了这个项目。不过他也因此喝了不少酒。得知这一切之后，秦风不由得眉头微皱，他没想到这件事对于沈若安带来的冲击居然这么大，居然让他一个为此甚至差点失了身。这顿时让秦风心中的火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想到沈若安不过是一个助理，居然能为了万兴做到这个份上，这时候趁人之危，秦风连自己这关都说不过去。唉，无奈之下，秦风只能缓缓起身，再次将沈若安软软的身子抱起，悄然放在了床上。看着沈若安凌乱的衣物，给她盖好了被子。谁做完这一切后，秦风再次回到沙发上，倒下头来思绪万千。第51
喝完酒，还在老板家过了夜。很快，便到了第二天。疼，这是沈若安刚醒来之后的第一个感觉。疼，太疼了，浑身上下酸疼无比，尤其是头，更是疼得不得了，身上根本一点劲都提不起来。等了有一会，他才缓缓回过神来。就在这时，他只感觉一阵清凉，而且这里是哪里？是酒店。这下顿时让他原本还有些昏昏沉沉的脑袋猛然惊醒。紧接着，他顿时在自己身上摸了摸，衣服呢？没了，裙子也没了，腿上只剩下丝袜。这里还是酒店？一个恐怖的念头骤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自己昨晚不会失身了吧？现在的他对于昨晚发生了什么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他急忙直起身来，反复检查，还好没有异常，整个床单洁净无比，而且也没有不适感。只是这是哪？你还知道醒啊？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顿时让他心中又是一紧。他一脸惊恐地看向声音来源，本能地用被子裹住全身。秦总。看着椅子上坐着正慢悠悠喝着咖啡的秦风，沈若安顿时愣住了。您为什么会在这里？声音之中带着几分惊恐和几分愠怒。这是我住的地方。秦风平静得很。现在我需要你解释一下，昨晚为什么喝这么多？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我路过，你昨晚会遭遇什么？听到这话，沈若安顿时一头雾水。昨晚发生什么了？他实在是一点都记不清了。秦风见状，百般无奈之下，一点一点将昨晚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一边听着，沈若安脑海里丢失的记忆瞬间找回了一些，而且还猛然回想起了昨晚直接害得秦风被吐了一身。这下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红到了耳朵根。他不由得将头深深埋在被子里，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但之后的事他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根本不记得自己上了秦风的车，更不记得来到了金汉大酒店，还有夜袭秦风的事。秦风虽然没有将具体情况全都说出来，但是夜袭这件事已经是事实。看秦风的样子，显然不是在撒谎。沈若安对自己很了解，他的酒量还可以，但是一旦喝醉，就一点控制不住自己。曾经也闹过一次笑话，如果这次不是为了这个项目，沈若安是说什么都不会喝这么多酒的。秦风说的恐怕都是真的。抱歉，秦总，我真不知道，我也不想。我一向干练的沈若安，此时无助的像是个孩子一般，手足无措，甚至连道歉都不知道从何道起。行了，这些都不重要。秦风摆了摆手，喝了一口咖啡后道：我想听听你和白子安对于投资万象都会一事的看法，要真实看法。听到这话，沈若安顿时一愣。啊，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昨晚自己肯定说了什么，从而导致秦风生气了。这是最要命的。现在的他哪里知道秦风在想什么，更不可能说出实话。他抿了抿嘴，轻声道：没有什么看法，我们都很赞同您的想法。看着沈若安支支吾吾的样子，秦风便知道这时候就算再问也得不到什么，因此秦风不再过问，而是淡然开口道：关于万象都会这个项目的事，之后你们就会明白了。说罢，秦风轻轻皱起眉头，对着沈若安开口道：喝酒定项目这件事交给专门的部门去做，你一个女孩喝这么多，考虑过后果吗？如果昨晚我不在附近，今天早上醒来你就不会毫发无伤了。我不希望因为什么项目让我丢了一个可以帮我打理公司的臂膀。听到这话，沈若安紧紧咬着下嘴唇，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好。他直到现在都很是后怕。秦总，您确定要听实话吗？就在这时，沈若安鼓足勇气开口问道：你说。秦风不置可否的道：秦总。沈若安深吸一口气，开口道：万象都会根本就是一个骗局，甚至说是一个明摆着的骗局。虽然他的地段不错，做好了的确有很高的收入，但是这收入和风险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否则的话，就这个地段的项目，万兴是很难和其他地产公司争夺的。将全部流动资金投入，这完全就是在拿万兴的未来开玩笑。即便您再有钱，能在失败后注入新的资金，但这件事会让万兴成为行业内的笑话，今后更是不可能接到好的项目。沈若安干脆豁出去了，将内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全都抖落了出来。他也不知道昨晚自己说了什么，与其在这里遮遮掩掩，不如一吐为快。正当他以为秦风会勃然大怒的时候，秦风却是轻笑一声，开口道：这些
你觉得我没有考虑过吗？我还是那个问题，你认为我全股权收购万兴，只是为了玩？我有钱烧的。这一句话顿时让沈若安一愣，这话说的还真没错，毕竟这是收购公司，又不是小孩过家家，想要全权收购万兴，所花的钱绝对不只是万兴的市值这么简单。即便秦风再有钱，也不可能会这么挥霍。有这个钱，干什么不好？告诉白子安，这个项目只管全力去做，结果出来之前，不要做任何定论。秦风摆了摆手，示意道：经过今天这件事，至少说明沈若安和白子安两个人对万兴是绝对忠诚的。既然如此，为了彻底托管这个公司，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走。沈若安抿了抿嘴，不知该说些什么。行了，回去吧。对了，你这酒品，以后就别喝酒了。就在这时，秦风补了一句道：骤然，沈若安的脸顿时红的滚烫。好的，秦总，对不起。第52奖励1家酒吧，再送10家。系统签到。沈若安走后，秦风顿时心中默念道：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后街酒吧100%股份。后街酒吧不就是之前和吴北海喝酒偶遇裴雅诗的地方吗？然而这个奖励对于秦风来说只能是中规中矩。虽说后街酒吧的流水很是可观，但也得看看跟谁比，和金瀚、万兴、叶兰和亚飞根本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虽然奖励一般，但毕竟成了自己的产业，还是如同往常一样要去看看，并将交接手续签字。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开着车一路往后街酒吧而去。后街酒吧不同于其他的酒吧，它是24小时营业的。虽说白天的客人远不如晚上多，但也会有很多喜欢安静喝酒的人前来。最重要的还是这里的氛围，甚至有不少相亲的人会选择在这个地点。就在路上时，后街酒吧的总经理发来了消息。看到内容后，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后街酒吧不单单只有这一家，在其产业之下还有3家分店，这3家分店都是在苏北排行前几的佼佼者。最有意思的是，身为第一的江海酒吧居然是后街酒吧的小弟。难怪后街酒吧虽然排名不如江海酒吧，但人流量却是最多的。这个奖励可不单单是奖励了自己一个酒吧，而是几乎将整个苏北的酒吧都给垄断了。此时后街酒吧内偌大的酒吧里面人并不算很多，大概也就坐了一半左右，但毕竟是白天，有这么多人已经实属不易。而且大多都是将这里作为办公约会场所的年轻人。其中在边缘台上坐着一个穿着靓丽的美女，此时的她举着酒杯，一脸的忧愁。颜值虽然和林婉月、沈若安等人没得比，但身材却很好，身上还隐隐有着肌肉，带有一些力量感。因此女人成为了酒吧内一个不小的焦点。很多男人都借机来搭讪，却被女人冷着脸拒绝，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提起她的兴趣。如果秦风此时在的话，肯定能认出这个女人，她便是之前在瑞幸咖啡店的时候与秦风相亲的苏玛丽。苏玛丽轻轻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胸前丘壑因此抖了抖，令周围不少人见状心中荡漾。可苏玛丽那张毒辣的嘴让所有人又望而却步。嗡嗡！就在这时，苏玛丽的手机突然响起，她眼前闪过一丝亮光，难道是秦风同意好友请求了？然而看到手机上的消息内容后，她眼神中的亮光顿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不耐烦。美女，方便认识一下吗？看到这个好友请求，苏玛丽毫不犹豫点了拒绝。认识一下？你算老几？此时的苏玛丽满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画面，便是秦风开着布加迪威龙潇洒离去的场景。只有这种男人才值得自己托付。因此苏玛丽几乎每天都在加秦风的微信，可每次都像是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一点消息。越想到这，苏玛丽就越是心烦意乱，甚至白天都跑到酒吧里来买醉。此时的她肠子都快悔青了。她如此大规模的相亲，为的就是大浪淘沙，找到一个如意郎君。秦风无疑是最适合最拔尖的一个。没想到秦风一个扮猪吃老虎，直接将苏玛丽给淘汰了。正在苏玛丽想着该怎样才能再见到秦风一面的时候，突然身旁传来了不少女孩们的惊叹声。快看，有帅哥！这种级别的帅哥是真的存在的吗？愣着干嘛？去要微信啊！听到女孩们的轻呼声，苏玛丽却是头都不抬一下。帅哥光帅能有什么用？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成。
多金，颜值是次要的。然而，周围女孩的眼神仍然没放下，还在不断惊叹，这不由得引起了苏玛丽的疑惑：现在的花痴怎么这么多？然而，正当他抬眼朝着女孩们目光停留的方向时，顿时他愣住了。秦风，是秦风。尽管秦风这次穿着得体，和之前相亲时的气质衣着截然不同，但是秦风的模样已经深深刻在了苏玛丽的脑海中。他顿时放下了手中的酒，心中的激动溢于言表。终于能再见到他了，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想到这里，也不知是酒劲起了作用，还是心中那份强烈的情绪起了作用，苏玛丽二话不说，直接站起身来，朝着秦风方向大步走去。秦总，已经全都置办妥当了，接下来比较麻烦的是要通知到其他酒吧，并进行交接，大概要花2-3天的时间。此时，秦风面前，一个穿着得体、一脸冷相的男人缓缓开口道：“他叫冯开江，是后街酒吧的总经理，同时也兼任其他几个酒吧的管理工作，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整个人一看，给人一种城府极深的感觉。所有酒吧的日营收大概有多少？”秦风左右看了看后，开口道：“想不到这酒吧晚上爆火，白天居然还有这么多客人。日营收也已经替您准备好了，这些是昨日一天的营收，这些是上个月一整个月的营收。秦总请过目。”一边说着，冯开江一边将几份文件发给秦风，简单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虽然对于秦风来说微不足道，但能看出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了。毕竟后街酒吧的定位不是高档酒吧，人均消费水平参差不齐。继续保持。看到还不错的报单后，秦风微微点了点头道：“去忙吧。”冯开江轻轻点头，大步离开。酒吧这份产业虽然对秦风的总资产基本产生不了多少影响，但基本都是完全稳定的收入，而且这还只是一家的，其他几家都算上来的话，每天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系统的这个奖励还不错。正当秦风打算离开时，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秦风，是你吗？第53在狱相亲女，不好意思。”声音之中充满着小心翼翼，而且听起来很熟悉。秦风不由得转过头来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相当大的邪恶。女人没穿外套，只是穿着一个运动内衣，那劲爆的身材直接被秦风一览无余，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块多余的肉，那完美的线条如同一幅令人咂舌的艺术作品一般。这种女人还是秦风第一次见到。然而看到脸的时候，秦风顿时愣住了。苏玛丽。虽然秦风已经几乎都快忘了这个女人，但看到的第一眼还是唤起了记忆。此时的苏玛丽因为喝了一些酒，满面桃红，胸前丘壑因为呼吸急促而上下翻涌。秦风属实没料到苏玛丽居然拥有这么傲人的身材。之前相亲的时候穿着虽然还不错，但基本将自己盖得严严实实。此时的苏玛丽手中正捏着外套，看样子是刚脱下来。现在秦风算是明白为什么苏玛丽相亲的要求定在这么高了。别说，还真有点东西在身上的。真的是你，秦风？你还认识我吗？苏玛丽极为小心地问道。感受到秦风的目光在自己身上上下打量的时候，她不由得挺起腰，恨不得把一切最好的地方都展现出来。有事？秦风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甚至都不想理会她。的确，苏玛丽的身材让秦风眼前一亮，但想起第一印象，心中的反感顿时涌了上来。他不想与这种女人扯上关系，就差把钱纹在身上了。看来你对我还有印象。苏玛丽可不打算放弃，反而更进一步，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团丘壑轻轻蹭过了秦风的手臂。你怎么不加我呀？我几乎每天都给你发好友申请的。还有刘姨也在问我们两个关系怎么样了。苏玛丽的声音要多酥有多酥。她所说的刘姨便是安排秦风与苏玛丽相亲的中间人。秦风眉头微皱，没有理会他，而是大步朝着酒吧外走。秦风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不想和苏玛丽扯上任何瓜葛。然而苏玛丽怎么可能轻易放走秦风？二话不说，他直接一路小跑，跟在秦风身后，一不小心在门口还差点摔倒。实在是对不起，之前的事我向你道歉。当时其实我是随便说的理由，因为我很反感相亲。苏玛丽一边追着秦风，一边解释道。然而这解释要多苍白有多苍白，秦风要是信，那就有鬼了。要不这样，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苏玛丽已经有些带着哭腔了，她太后悔了，为什么当时对秦风那样？现在可好，人家根本不给她弥补解释的机会。不好意思，我没时间。秦风的语气尤为冰冷，就算苏玛丽再怎么努力展现自己那姣好的身材，秦风对她都属实没有什么兴趣可言。他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布加迪威龙的话，苏玛丽恐怕仍旧是那一副尖酸刻薄的嘴脸，这种已经将拜金刻在骨子里，浑然不想其他的女人，秦风提不起任何兴致。秦风，我是真的想要道歉的，请你给我这个机会吧。苏玛丽拼命朝着秦风追赶，就在这时，秦风驻足，这让苏玛丽有些猝不及防，她顿时有些喜出望外，难道秦风是同意了？然而秦风连头也不回，而是伸出手来下电梯。这下苏玛丽顿时愣住了，不用了，丢下3个字后，秦风直接上了电梯离开。苏玛丽刚想上来，却被秦风抬手制止，不用送。电梯门缓缓关上，就像是将苏玛丽的心给撕开一般，让她懊悔不已。如果她能早点知道秦风的身份，说不定她就已经攀上秦风这条大腿了，一个随随便便能开得起顶级超跑的男人，跟着他以后的生活肯定和现在截然不同。只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秦风的厌恶溢于言表，让他无论怎么靠近都被拒之门外。顿时沮丧感涌上心头，他连喝酒的兴趣都没有了，打算穿上外套直接回家。苏玛丽。正当苏玛丽也打算上电梯离开的时候，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这让苏玛丽不由得微微一愣，转过头看去，汤文志。看到眼前的男人，苏玛丽一脸错愕，站在他面前，这个穿着一阵高档西服，戴着劳力士金表，一脸斯文的男人，正是前段时间在林婉月家灰溜溜跑走的汤文志。好久不见。汤文志礼貌一笑，表面上看起来和煦得很，但那一双眼睛却是不断打量着苏玛丽那傲人的身材。这身材，这线条，简直就是人间极品，能和他比的身材寥寥无几，就算是林婉月也不行。汤文志的心中顿时喜悦万分，难怪都说苏北盛产美女，这不遍地都是美女，各种各样各色迥异的都有，自己这趟国真是回对了。看着眼前面色还有些微红的苏玛丽，他已经想到了苏玛丽被摁在身下的模样了。你什么时候回的苏北？苏玛丽一脸惊讶的道。他见过的男人数不胜数，自然感受到了汤文志打量的目光，但他并不在意。与此同时，他也在打量着汤文志。就汤文志这身行头，就这身衣服，没个10几万都拿不下来。两人是燕斗某高中的同学，因为都是苏北人，所以还有些印象。后来毕业后，汤文志直接去了英国，两人便没了联系。没想到今天居然能在这碰到他。毕业之后开了家公司，因为调研就回苏州考察几天。汤文志淡然一笑，有意伸了伸手，刻意将手表展现在苏玛丽面前。苏玛丽笑道：真想不到居然能在这碰到老同学，你现在可比上学的时候帅多了。汤文志呵呵一笑道：难得见面，要不我请你吃饭。第54，我这2天可一直都在练舞蹈。好啊。苏玛丽没有一点拒绝的理由。眼前的汤文志怎么看都是镶着金边的存在，虽然和秦风没法比，但已经算是相当优秀的男人了。而且就刚刚汤文志所说，他还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汤文志一直都在英国，这公司恐怕也是跨国的，这种级别的男人也是极为难得的。只是相比较起来，秦风不知道要比他高多少档次。想到这里，苏玛丽心里又是一阵后悔，可惜，太可惜了。想到这里，他一点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算了，还是等今晚吧，我刚喝了点酒，现在有点不舒服。想到这里，苏玛丽开口道，不光是因为刚刚被秦风拒绝，主要还是一不小心喝的有点多。都可以，我等你。汤文志微微一笑道，努力将优雅贯彻到底。一边说着，他继续欣赏着苏玛丽妖冶的身姿。这种极品想要搞到手，花点时间也值了。那我送你回家吧，正好现在也没事干。汤文志怎么舍得让这种尤物在指缝中逃走，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苏玛丽微微一笑，轻轻点了点头。两人各怀心事，一路来到了停车场。汤文志缓缓掏出奔驰车钥匙，对着一辆黑色的迈巴赫轻轻摁下。随着车灯闪烁，苏玛丽的眼前顿时一亮。迈巴赫 S 级，价值100万以上的豪车，虽然完全没法和秦风的布加迪威龙相提并论，但比上不足。
笔下可太有余了。即便是在苏北，开这种级别豪车的人也并不多见。汤文志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富二代，只是当时是在燕都，并不怎么突出。如今，苏玛丽实在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钱，和之前的印象完全不同。看着苏玛丽吃惊的样子，汤文志不由得淡然一笑。昨天被秦风摁在地上暴杀的感觉，今天终于找不回来了。尽管苏玛丽和林婉月比起来，除了身材略胜一筹之外，其他的简直没法比，但也算是一个极品了。这次绝对要搞到手。上车吧。想到这里，汤文志藏起心思，笑着道：“能开得起这种车，你现在也是事业有成了吧？”苏玛丽笑着问道：“谈不上。”汤文志摆摆手，但难以挡住流露出来的自傲。车嘛，就是代步用的，和我家里的那几辆武系差不多，主要是图个方便罢了。武系还是好几辆。听到这话，苏玛丽的心里顿时一喜。汤文志的财力自然是不必多说了，这种级别的多金男，平日里都遇不到几个，遇到了哪能放手？地址给我吧，我把你送回家，等晚上记得联系我。汤文志笑着开口道，说着右瞥眼狠狠过了一把眼瘾。只要苏玛丽今晚出来，那就别想回去了。算了，我突然想起来，下午还有些事，就先不回家了。老同学，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晚上等我电话。就在汤文志以为苏玛丽要说出地址的时候，苏玛丽却是轻笑一声，开口道：“苏玛丽绝对是久经沙场了。”汤文志心里那点小九九，他是一清二楚。在摸清楚汤文志底细之前，一定要保持足够的矜持。对于这种有钱人，一定要在前期保持一定的距离感，这样一来，才能吊着他们的胃口，算得上是放长线钓大鱼。当然，秦风这种都已经超出苏玛丽认知的存在除外，遇到了，绝对不能错过任何机会，一定要拼命展现主动，不然的话，连机会都没有。汤文志哪里知道苏玛丽的想法，看着苏玛丽那诱人的身影缓缓离去，他不由得轻舔嘴唇。跑吧，也就跑得了一时，被他盯上，不可能会失手。想到这里，汤文志径直上了车，缓缓驶离。很快，秦风再一次从后街酒吧里出来，这次终于是将手续都办完了。没想到，除了后街酒吧之外，统共有10几家酒吧，大大小小应有尽有，几乎开在了苏北各处。星星之火，若是堆积起来，还真是不容小觑的存在。系统这奖励，着实良心。即便冯开江的办事效率非常迅速，丝毫不拖泥带水，但等忙完之后，还是到了黄昏。看着渐晚的天色，秦风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苏玛丽那火爆的身材。这女人虽然性格讨人厌，但这身材是真的好，是看了一眼之后很难忘掉的那种。一时间，秦风有些心痒难耐，但肯定是不能去找苏玛丽的。虽然只要秦风一句话，苏玛丽便会赶过来，但和这个女人扯上关系，以后还指不定会有什么麻烦。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想起了林婉月。上了车之后，秦风缓缓拿起手机，风哥。没一会儿，手机里便传来了林婉月慵懒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刚睡醒。怎么，睡了一天？秦风微微笑道，请了一天假，今天到日子了，浑身没劲，什么都干不了。林婉月无奈的开口道，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但今天她连爬起床都很艰难。现在她严重怀疑，是不是和秦风有关？主要还是这段时间，她一直都在家里学舞蹈动作，搞得身体有些遭不住。到日子了，秦风先是一愣，当很快便明白了林婉月的意思。女人嘛，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方便，只是这未免也太巧了吧，偏偏挑到这个时候。不过既然赶上了，秦风也没有办法，只能耸了耸肩，放弃了想法。风哥，你打电话过来，是有事吗？林婉月的声音听起来已经虚弱不堪了，怕是今天就算能强行搞事，只怕他也遭不住。没事，原本还打算带你去天云广场，你还是继续休息吧。秦风微微一笑道，啊，去天云广场？林婉月哪能不知道秦风的言外之意，他轻笑一声后道，风哥，你先等等我。等几天？我给你惊喜。我这2天可是一直都在练习舞蹈动作呢。第55，你的爸爸叫秦风。金汉大酒店，韵姐刚来到电梯门口，秦风便碰到秦韵与张小芷二人风风火火下电梯的样子。你们这是要出去？秦韵没好气的看了一眼张小芷道，你问他。张小芷羞红着脸低头道，这段时间休息的太多了，调研还没开始做呢，韵姐要陪我去赶进度。听到这话，秦风顿时会意，
休息这么多，原因是什么？不言而喻。好了，不跟你聊了。你现在是大老板，天天没事干，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秦韵幽怨地看了一眼秦风后，拽着张小芷头也不回地离开。秦风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得，张小芷也不在，算了，反正也不是必须的，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今天跟着冯开江基本围着苏北跑了一大圈，折腾的秦风着实有些乏了。刚回到房间，秦风便听到手机嗡嗡的消息声，打开一看，是好友请求，是来自苏玛丽的。秦风，我真的对上次的事情感到抱歉，可以容我解释吗？看着这条留言，秦风微微一怔，几乎每天苏玛丽都会发来好友请求，但秦风要么无视，要么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不过这次秦风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点开苏玛丽的头像，不知道什么时候，苏玛丽的头像已经从自拍换成了健身的照片，充分展示着她那傲人的身材。显然她是下了功夫的。见到秦风后，见秦风多看了她身材2眼，便果断抓住了这一点，比起脸，她的身材要更加有冲击力。看到这里，秦风眉头轻皱，最终还是点击了同意。毕竟火是因苏玛丽而起，既然如此，那就看看她的道歉到底有多诚意吧。就在此时，苏玛丽的房间内，洗完澡后，苏玛丽便开始打起12万分的精神，挑选着衣服，并画上精致的妆容。她虽然并不打算太过于迎合汤文志，但今晚吃饭还是一定要去的，不然的话，距离感被拉得太开，反而会让汤文志直接放弃。已经丢了秦风这条大腿，汤文志这腿虽然小了点，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遇到的，一定要套牢点。嗡嗡，就在苏玛丽画眼线的时候，突然她的手机传来消息的提示声。第一反应，她便以为是汤文志发来的。这个汤文志看起来这么斯文，怎么这么着急？不过这样也好，反而更好得手。然而在打开手机的那一刻，她愣住了。发来消息的不是汤文志，而是秦风。秦风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顿时苏玛丽心里一阵激动，不由得甩掉眼线笔，直接蹦了起来。通过了，就说明有戏。这下苏玛丽直接捧起手机，看着秦风的微信，哪里还管什么汤文志？和秦风比起来，汤文志就是滴滴中的弟弟。秦风，你是愿意接受我的道歉了吗？想到这里，苏玛丽毫不犹豫地发消息过去。秦风说，苏玛丽，手机上说不清楚，为了表示歉意，我先请你吃饭吧。好不容易加上好友，一定要再和秦风见一次面。在手机上说完了，事情也就等于结束了。他可不希望自己这么久的努力白费。秦风，看来你没有诚意。这一句话顿时让苏玛丽心头一紧。没诚意？请吃饭是没诚意，那什么才算是有诚意？现在就算苏玛丽是16核的处理器，也算不明白秦风的意思。正在这时，秦风又发来一条消息，是一个位置，金汉大酒店。看着位置信息，苏玛丽懵了，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但她很快就明白了秦风的意思，酒店的位置，这是什么意思？还用猜吗？苏玛丽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回复道，我一定带上最大的诚意，还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发完之后，她慌忙拿起眼线笔，小心翼翼地描了起来。正当她化好妆，打算要出门的时候，突然看了一眼身上的运动衣，这哪能行？这样过去，要是让秦风顿时失去了兴致，该怎么办？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将衣服换得清凉了许多，只要稍微一点风，就能全都被尽收眼底的那种。换好之后，苏玛丽套上外套，打算直接离开。嗡嗡！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起，难道是秦风等着急了？想到这里，苏玛丽急忙接起电话，然而电话那头却是传来了汤文志的声音：玛丽，你还要多久出门？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接你？听到这个声音，苏玛丽脸上的笑容顿时荡然无存，她眉头轻皱，小声道：老同学，还是改天吧，今天我家里有急事，要回去一趟。急事？听到这话，汤文志脸色一变，那要不要我送你过去？不用，苏玛丽急忙道，我爸已经开车来接我了，不好意思了老同学。说完，也不管汤文志说什么，苏玛丽直接挂断了电话。秦风理他了，那汤文志算是什么东西？和秦风比起来，汤文志怕是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但话也不能说得太绝，毕竟现在秦风也没有明确表态，万一丢了西瓜，至少自己还有芝麻。如果真的攀上了秦风这个大腿，那不好意思，汤文志爱滚哪滚哪去吧。打好算盘，
苏玛丽小心翼翼地拿起口红，轻轻涂上，随后大步离开。与此同时，汤文志看着莫名被挂断的电话，随后不由得轻蔑一笑：婊子还立牌坊，就这个仨劲，还想玩欲擒故纵？要放在平时，他直接就果断放弃了。然而现在刚回苏北，本就因为没有得到林婉月而懊恼，眼下的他心火难耐。想到这里，汤文志轻轻一挑眉毛，喃喃道：也行，就让你先装2天清纯。然而他并不知道，苏玛丽果断推了和他的饭局，去找的爸爸叫秦风，不然怕是要直接吐血3声。第56，金表男与拜金女的对决。金汉大酒店，苏玛丽站在1楼，往四处望去。平日里她从没有来过金汉大酒店，毕竟这里的消费不是她能承受得起的。尽管她平日里过得还算奢侈，但这里随随便便一顿饭已经足够她好几个月的生活开销了。秦风，我到了，你在哪呀？苏玛丽拿起电话，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我就在你身后。秦风的笑容缓缓传来，这下顿时让苏玛丽愣住了。她不由得转过头看去，秦风此时正坐在一个桌子上，平静地往他的方向看去。苏玛丽顿时一头雾水，朝着秦风方向走去。她完全猜不到秦风到底要做什么。秦风，这是吃饭啊？秦风平静的道：你不是说着要请我吃饭吗？反悔了？这一句话直接让苏玛丽彻底傻眼了。吃饭不是不吃吗？而且吃饭在金汉大酒店吃，这里的消费哪里是他承受得起的？但当着秦风的面，苏玛丽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坐在秦风面前，脸上涌现出几分窘迫。幸亏秦风没有直接开包间，否则光是最低消费他都难凑够。然而秦风似乎根本没往这方面考虑一般，表情仍旧是波澜不惊。可能对于秦风来说，在这里吃饭只不过是最基本的。想到这里，苏玛丽不由得咬了咬牙，拿起菜单，点上几个菜，已经精挑细选了一番，可算了算总价，还是让苏玛丽有些难以接受。算了，不管怎么样，最起码秦风已经答应见自己一面了，出点血就出点血吧。菜点完后，苏玛丽这才开口道：秦风，可能你不在意，但我还是想给你道个歉。之前在瑞幸的时候，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正当苏玛丽打算用早就想好的借口来道歉时，突然她的目光一滞，门口走进来一个人，汤文志。看着到汤文志身影的那一刻，苏玛丽直接愣住了，他怎么来了？然而还没等苏玛丽低下头，汤文志似乎察觉到了有目光盯着自己，左右看了看，好巧不巧，两人的目光对到了一起。这下汤文志也怔住了。苏玛丽不是家里有事出去了吗？怎么会在这？对面还坐着一个男人。这下一股无名业火顿时涌上汤文志的心头。妈的，广撒网撒到自己头上了是吧？自诩海王的他，怎么可能忍受自己变成别人鱼塘里的鱼？想到这里，汤文志直接黑着脸朝苏玛丽走去。接近的时候，他再次一愣，坐在苏玛丽对面的居然是秦风，那个让他头都抬不起来、无地自容的秦风。他们两个怎么搞到一块了？这下汤文志差点没气疯。这个秦风抢了自己的林婉月，现在连苏玛丽也要抢，他攥紧拳头，气得浑身哆嗦，是可忍孰不可忍。想到这里，他大步走了上来，对着苏玛丽冷冷的道：苏玛丽，这就是你说的家里有事，不是你爸来接你吗？怎么，这是你爸？这一句话直接让苏玛丽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要是在平时发生这种事，苏玛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反驳回去，但是现在是当着秦风的面，而且还是自己要道歉的关键时刻，他恨不得直接举起杯子朝着汤文志泼过去。但是他不敢，因为汤文志虽然和秦风比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也不是他能惹得起的。现在他最担心的还是秦风的态度。然而秦风脸上却仍旧是波澜不惊，似乎什么都没听到一般。这种事我想你应该管不着吧？苏玛丽深吸一口气，开口道：豁出去了，只要抱上了秦风这条大腿，汤文志算是什么东西？汤文志哪里想到苏玛丽居然敢这么对他说话，顿时火气直接冲上脑门。他直接冷声道：你今天不是还说要和我一起吃饭？怎么现在找到要钓的鱼了，就打算把我甩到一边？汤文志很清楚，在秦风面前他不能太过放肆，更何况这里还是在京汉，到处都随时能看到他惹不起的人。既然这样，那就把秦风和苏玛丽
直接搅和了。只要不扯上秦风，一个小小的苏玛丽而已，对付起来还不容易。你嘴巴能不能放干净点？苏玛丽原本想忍过去，但没想到汤文志敢这么说，他直接豁出去了。老同学之间说的客套话，你还当真了？怎么，在英国没有学到所谓的皇家礼仪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家教？这下汤文志彻底懵了，他算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自己说话？一旁的秦风却是平静地喝了一口水，他并不在意苏玛丽和汤文志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一旁听苏玛丽这么对汤文志，还挺有意思。如果没事的话，请你离开，不要打扰我们吃饭，谢谢。苏玛丽的声音要多冰冷有多冰冷，他现在恨不得直接把汤文志掐死。要是因为汤文志导致秦风直接离开，那他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汤文志彻底气疯了，死死瞪着苏玛丽，两人之间剑拔弩张。少 TM 在这自作多情，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吗？也对，就你这种货色，也只能削尖了脑袋去当别人的情妇了。汤文志冷冷笑道，声音中充满着不屑与鄙视。他也顾不得得罪秦风了，现在的他脑子里就一个想法，搅和这两人，然后让苏玛丽付出代价。和你有关系吗？苏玛丽满脸窘迫，显然她之前也想过秦风这么优秀，是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汤文志。当别人小三这么快乐吗？你觉得在秦风这种级别的人面前，你能算是个什么东西？说不定玩一次，给你点钱就算了。妈的，一个婊子哪来的勇气在我这上嘴脸？你也配？第57，送你10万，多买几套这样的衣。得了便宜，汤文志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秦风再厉害，手也只能遮住苏北，就算得罪了他，大不了自己这辈子都不回国了。在英国，秦风还能奈何自己不成？苏玛丽听到这些话，脸色已经低沉到了极限。她不是没想过这些，甚至真有这方面的打算，但是这种话只能她自己在心里去想，哪能被人当面说出来？还是当着秦风的面？滚！恼羞成怒之下，苏玛丽直接站起身来，咬着牙道：我们只是普通吃个饭，和你有关系吗？你是不是有病？一边说着，苏玛丽直接抄起手旁的茶杯，将水直接泼到了汤文志那斯文败类的脸上。这下汤文志直接傻眼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苏玛丽居然强硬成了这个样子。臭婊子，我给你脸了是吗？汤文志也顾不得形象了，直接怒吼一声道，甚至直接撸起了袖子，想要一巴掌扇在苏玛丽脸上。怎么想打人？就在他怒火中烧的时候，突然秦风的声音传来，仿佛是一盆水，直接将汤文志的火气浇灭，引得他浑身一震。你得知秦风身份的情况下，汤文志无论怎样都不敢正面和秦风起冲突。这种人如果真得罪死了，那只怕他连苏北都出不去。原本他是打算杀苏玛丽的威风，但秦风开口，他一个字也不敢往外蹦。先生，请你离开，以后请你不要出现在京汉的任何一个地方。还没等汤文志想好说什么，就在这时，大堂经理黑着脸走了过来，冰冷的道：早在刚刚，他就想冲上来直接将汤文志赶走，但秦风还没说话，他不敢上前。现在秦风都开口了，他自然不会允许汤文志再出现在这里。我汤文志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然而他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直接被几个保安架了出去。速度之快，甚至都还没让周围的人反应过来，汤文志此时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了。两次被秦风如此摁在地上摩擦了2次，这次更是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杀了个一干二净。秦风，对不起，我没想到。见汤文志被赶了出去，苏玛丽脸上窘迫万分，她想开口解释什么，但知道这都是徒劳的，说不定下一个被赶出去的便是他了。你为什么要道歉？就在这时，秦风平静地笑道。听到这话，大堂经理识趣地离开，并安排人去处理那些将目光投过来的客人。啊！苏玛丽愣住了，她原本以为秦风会因此感到扫兴，但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在乎。算了，也不是很说完，秦风缓缓站起身来，便要离开。苏玛丽僵在原地，浑然不知该做些什么。结果秦风还是离开了。就在这时，秦风转过头来，看向苏玛丽道：顶楼风景不错，一块来看看吧。看风景？苏玛丽不是傻子，怎么可能连这句话都听不懂？想到这里，她的心砰砰直跳。
急忙站起身来，紧跟在秦风的身后，把菜都退了吧。大堂经理见状，急忙吩咐道。很快，两人便来到了顶层，秦风的房间。刚一进来，苏玛丽便眼前一亮，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总资一统套房，这里的装饰之奢侈，属实颠覆了她的想象。秦风并没有回头，而是大步朝着落地窗走过去。风景真的不错。就在这时，他的身后传来苏玛丽的声音。回头望去，此时的苏玛丽不知道什么时候将外套脱了，由于没开灯，透着月光，能看到苏玛丽傲人的身材，一身轻薄的纱衣，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苏玛丽感受到了秦风的目光，满脸微红的道：这次我来道歉，真的是带着诚意的。随着太阳悠悠升起，苏玛丽缓缓睁开眼来，酣畅淋漓，一场远远超出她想象的激烈战斗，让苏玛丽到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战场的残酷让她现在根本动弹不得，四处都是轻薄白纱的碎片，已然能看出大战有多么残酷。她抿着嘴，朝一旁的秦风看去。有女朋友就有女朋友吧，他不在乎。从此刻开始，他什么都不在乎了。再多想，已经就是僭越了。看来你没有说谎。秦风悠悠开口，让苏玛丽心头一震。紧接着，他顺着秦风的目光看去，顿时脸上桃红一片。他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秦风问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秦风已经探寻到了。那我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苏玛丽说的小心翼翼，生怕秦风摇头。只要秦风一摇头，那就宣告着他的死刑。但即便如此，他也清楚自己未必就能逃避这个结局。毕竟从一开始，他的做法就已经注定了是这个结局。说不定，只要自己离开了这个房间，下一秒，他给秦风发消息便会出现红叹号。这就要看你了。秦风平静的道。这下，苏玛丽顿时眼前一亮，激动不已。好，好。看着苏玛丽现在的样子，秦风心中不由得一阵唏嘘，想起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的样子，如果没有系统的话，他又怎么可能如此低声下气？这段时间的经历，着实改变了秦风很多。苏玛丽很清楚，自己的歉已经道完了，不能在这里久留，绝对不能给秦风带来麻烦。想到这里，他缓缓起身，打算穿上衣服离开。然而，在看到地上的碎片时，他顿时愣住了。坏了，虽然还有个外套，但总不能只穿着外套出去吧？秦风见状，顿时明白了苏玛丽的意思。衣橱里有衣服，随便换一套吧。还有，一边说着，秦风拿起手机。很快，苏玛丽便收到了消息，到账10万。这下，他顿时愣住了，随手就转过来10万，眉头都不皱一下的，拿去买几套衣服。这套衣服不错，第58，一夜收购。苏北是要变天了吗？很快，苏玛丽便离开了京汉。她很明白自己的身份，不敢再往前跃进一步。如果不清楚这一点的话，秦风也断然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与此同时，秦风一边洗着脸，一边心念一动，系统签到。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天云广场100%股权。系统的声音缓缓传来。听到这个奖励名字，饶是秦风也不由得一愣。天云广场，苏北最大最繁华的商业广场，更是带动了周边几乎所有的商业圈。要说苏北的中心位置在哪，非天云广场莫属。广场本身的价值就已经很高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周围的商业圈，包含了周围所有商业圈的商铺，每个月的租金都是难以估量的财富。天云广场的100%股权，就等同于一个巨大的摇钱树，随随便便一碰，就能散落下来大量的钱。与此同时，天云广场统共有7层，下面6层都是商业区，第7层则是办公区。此时，7楼大会议室内，10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女正襟危坐围在会议桌前，为首的是天云广场的总经理李仲书。除了他以外，在场的人也都是天云广场的精英，各个楼层的经理和副总经理基本全都来了。众人脸色都极为严肃，他们心里都清楚，今天喊他们过来宣布的是有多么重要。终于，一个副总经理忍不住开口问道：李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所有董事手中股权一夜全部被买下，天云广场的股份全都聚在了一个人身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听到这话，众人的目光也是不约而同的朝着李仲书方向看去，他们的心中都抱有这个疑问。太离谱了，简直是太离谱了！短短1晚上的时间，搞定所有天云广场董事会的人，一个人包揽了整个天云广场的所有股份，
这得是多大的手笔？钱是次要的，天云广场的董事里，哪一个是缺钱的人？天云广场可是一个妥妥的摇钱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交出股权？可能将这些大佬们逼迫到万不得已交出股权的人，得有多强硬的手段，他们不敢想象。对呀，李总，咱们大伙心里都害怕呀。新老板这么大手笔，极有可能会给咱们领导班子大换血。我们可都是在天云广场工作了10年以上的老人了，这要是都走了，那该去哪啊？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脸上都涌现出或多或少的担忧。李仲书双手交叉，眉头紧皱，这一点他也有考虑过，但现在连新老板的信息都没有，他哪能想好对策？李总，都查得差不多了。就在这时，会议室里进来一个人，小声对着李仲书开口道：“直接说吧。”李仲书眉头微皱，沉声道：“在场的人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对于他们，李仲书很是放心。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收购人叫秦风，年龄23岁，是苏北大学刚毕业了半年左右的学生，老家并不是苏北的，目前还未能查清新董事长具体来自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新董事长在苏北购置了大量的产业，其中包括金汉大酒店、万兴房地产集团、叶澜经纪公司、亚飞汽车贸易公司。”听到这些话，众人的表情逐渐变得匪夷所思了起来。这些产业，每一个都令他们心头一震，尤其是金汉大酒店，可是苏北酒店业的龙头，还有亚飞，更是不用多说。而且，这些收购全部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无一例外，几乎一天一个，每一个体量都这么庞大。这个新董事长到底是什么身份？最离谱的是，才刚从大学毕业半年多，饶是李仲书，此时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他表情直接凝固，第一次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因为他被降维打击了，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级别的存在。先通知下去，停止对秦董事长的所有调查。片刻之后，李仲书缓缓开口道：“李总，拥有这么通天本领的人，这个新董事长会不会是燕都人？”这时，一个副总经理开口道：“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既然已经收购了天云广场，那接下来秦董事长今天肯定会过来视察，先将手续准备好，通知下去，让所有在岗员工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对不能让他有一丝不满的地方。”无奈之下，李仲书只能下达这样的命令。眼下在见到秦风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最保险的。如果秦风真是从燕都来的大佬的话，那只要他想换班底，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而已。一时间，天云广场所有的领导 L 层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都先安静。看到场面有些混乱，李仲书轻咳一声，开口道：“从这个会散了之后，不要讨论任何关于新董事长的消息，尽量将消息封锁住，除了我们之外，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等新董事长来了之后，情况稳定再说。”听到这话，众人不由得严阵以待，纷纷点头。天云广场，这是要变天了，不，或许是整个苏北都要变天了。一个极有可能来自燕都的人，来到苏北大肆收购产业，是为了什么？只怕不言而喻。嗡嗡，就在这时，李仲书的手机响起，他低下头来，看向手机的消息内容，仅仅是看了一眼，他便缓缓站起身来，深吸一口气道：“散会，立刻通知所有部门，严阵以待，要将天云的所有实力都展现出来。随后，以最快的速度去1楼集合。”说完，他便带着秘书匆匆往楼下走去。这一句话顿时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精，他们迅速便明白了当前的情况。快去准备，是新董事长来了。第59，咱能受这气？天云广场楼下，一辆黑色的法拉利缓缓停了下来，包括李仲书在内的10几个人站在不远处，呼吸急促。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看到车上下来的秦风后，李仲书还是不由得一愣。年轻，太年轻了，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如此年轻的学生，却是在一夜之间拿下了整个天云广场，拥有整个苏北都无人比肩的强力手腕。秦总您好，我是天云广场总经理李仲书。惊讶归惊讶，李仲书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带着人朝着秦风走来。怎么下来这么多人？秦风不由得眉头微皱，他只是来签个字而已，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秦总，这些都是各楼层的领导班底，主要是来迎接您的，我现在就让他们回到岗位上。李仲书心中一紧，急忙吩咐下去。顿时，所有经理纷纷离开。这一幕让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
自己都还什么都没说呢。这群人怎么回事？手续呢？秦风驾轻就熟地问道，一边问着，一边和李仲书一同往天云广场走。手续已经帮您准备好了，只需要您签字就行。李仲书开口道，他的年纪分明比秦风大上一倍，可站在秦风身边时，仍感觉有股无形的压力。很快，秦风便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内，将文件签上字后，开口道：“还有别的吗？”李仲书微微一愣，随后拿起一份文件递给秦风道：“秦总，这些是目前天云广场所有商铺资料和下半年的变动计划，请您过目。”秦风瞥了一眼，并没有打开，而是放在一边，开口道：“这些你来安排就好。”身为天云广场的总经理，秦风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实力，这种事就没必要他自己亲力亲为了，一切照旧，不需要更改。见李仲书的表情有些奇怪，秦风开口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看来他和当初的徐风起一样，都在担心会不会被换班底。这种事秦风都已经有经验了，换什么换？天云广场建立之前，这里的商圈死气沉沉，自打有了天云广场，直接成为了苏北市中心，这还不足以证明从开始干到现在的李仲书的能力。有这种能彻底解放自己双手，当甩手掌柜的下属，为什么要动换的心思？更何况秦风哪有人能替换掉他？听到秦风的话，李仲书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看来他之前的猜测是多余的。然而从秦风从容的表情来看，他对收购天云这件事波澜不惊。或许对于他来说，收购天云不过是一桩小事而已。这种级别的人，除了从燕都来的，还有其他的解释吗？还有事吗？看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李仲书，秦风开口问道：“没有了，秦总。”李仲书果断回应道：“尽量将收购这件事的影响力压到最低，不要因此影响了员工。还有，给你手下的人打个强心针，告诉他们，我暂时不会换人，但是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秦风平静地开口道：“金汉的人事经理丁龙的事情，秦风不希望看到第二次。这种人留在手下，指不定会整出什么麻烦事。毕竟不是所有这种人都能做到和丁龙一样忠心耿耿的。天云广场作为最大的商业广场，竞争对手非常多，虽然体量都比不上天云，但不排除他们会想办法用手段来搞垮天云。现在天云的所有股权都在自己手上，秦风不希望因为一两颗老鼠屎导致这份产业崩盘。敲山震虎的事交给李仲书做就好了，请您放心，我一定将您的意思带到。”说完，李仲书便抬起脚步离开。身为天云广场的总经理，领导班子里的人底细和做的事，他大体都知道。秦风的警告，他不敢不听。而且，这也说明秦风不是不会大换血，而是还在观察。一旦出什么幺蛾子，那事情就大了。与此同时，秦风缓缓站在办公室的大落地窗前，看着下方繁华的苏北。不得不说，这里和金汉大酒店的观感截然不同。下方商圈的繁华程度，在这个角度看更加直观。嗡嗡！正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秦风不由得瞥眼看去，是吴北海。老吴，怎么了？接起电话，秦风疑惑地问道：“这个时间，他不应该是在上班吗？”“没事，工作丢了而已。有时间不？”吴北海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憔悴。秦风不由得眉头微皱，这小子说的这么云淡风轻，但实际情况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据吴北海之前说，他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小，当时为了进来，几乎是挤破了头。虽说吴北海家里也有产业，但因为一些原因和家里闹得并不愉快，所以说丢了这份工作，几乎就是要了吴北海半条命。哪里会像是他说的这么简单？是你上次说的那个领导干的？秦风的声音顿时冷了几个度。吴北海摆摆手，开口道：“没多大事，早晚有一天，老子要整死他。”虽然吴北海不愿意说，但秦风已经猜测出了大概。“你在哪？”秦风直接开口道：“在公司呢，刚收拾完东西，准备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吴北海满不在乎的道。“等着。”秦风扔下2个字，直接挂断电话。兄弟受气，他哪能坐视不管？原本吴北海不愿让秦风管，但今天闹得估计不小。既然这样，那秦风就不能干坐着了。要是之前的秦风，可能真就陪着吴北海去喝酒，听他诉诉苦水，这事就过去了。但现在不同，现在还有人敢骑在自己人脖子上拉屎，不把他阉了，都对不起他现在的身家。想到这里，秦风头也不回，直接下楼，开上车，
一路朝着吴北海公司的方向而去。第60，我是来送你滚蛋的。吴北海所在的地产公司名叫大和地产，所在的位置比较偏僻。秦风足足开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这个地方。虽然也是房地产公司，但是体量规模简直和万兴完全是2个概念。来到楼下，秦风并没有先上去，而是拨通了一个电话。若安，帮我查一下大和地产。沈若安听到这话，顿时一头雾水。大和房产，这个公司我知道，就是一家小公司而已，规模不小，但是眼下已经快濒临破产了。眼下他们公司的法人正想办法抛售公司。秦总，您查他干什么？濒临破产。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挑眉毛。卖多少钱？他们公司的法人欠款太多，价格卖得极低，不过主要还是个人欠款，和公司没有多大关系。秦总，您该不会是想要买下这个公司吧？沈若安眉头微皱，发现事情有些不太对劲。秦风一向都是甩手掌柜，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今天怎么对这个大和房产这么关心？拿下！说完这2个字，秦风便挂断了电话，只剩下沈若安愣在原地。如今公司倒是还有些流动资金，拿下一个大和地产并不是难事，只是为什么要买下这么一个不景气的公司？不过既然秦风开口，他也容不得犹豫，急忙打通电话，准备收购。然而当他询问财务流动资金有多少的时候，却是愣住了。就在不久前，秦风给万兴公司账户上注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让沈若安顿时深吸一口气。看来那天秦风说的都是真的，他买下万兴并不是胡闹。难道万象都会这个项目真的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与此同时，大和地产楼下，老秦，你真来了！看到秦风的那一刻，吴北海顿时傻眼了。怎么，兄弟被欺负了？我得眼睁睁看着。秦风淡然一笑道：不是。吴北海刚想说些什么，却被秦风开口打断道：上去看看，把情况和我说一下。说着，甚至都不给吴北海反应的机会，秦风直接大步往楼上走去。没办法，吴北海只得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很简单，我这个领导之前在公司接过私活，我之前不是和他有矛盾吗？发现之后直接上报了，没想到被他半道上拦了下来，然后找了个理由，把我当着全公司的面羞辱了一顿，把我开了。一边说着，吴北海还不由得攥紧了拳头。想起这件事，他就恨得牙根痒痒。要不算了吧，老秦，反正这破地方我也不打算待着了，没必要让你跑一趟。吴北海轻叹一声，对秦风道：他并不想打扰秦风，更何况秦风现在还是大老板，忙得不行。行了，跟我还客气什么？我能眼睁睁看你受这气。然而秦风并没有丝毫要离开的迹象，直接大手一挥，开口道：老子兄弟能是被这种傻逼随便欺负的？你小子这种事不早跟我说？听到秦风的话，吴北海顿时心中一暖。妈的，老秦，你太他妈仗义了，老子要是女的非得嫁给你不行。秦风没好气的道：滚！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沈若安打来的。秦总，都办妥了？这么快？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随后道：让之前的老板先别走，来一趟大和。随后秦风简单安排了一番，知道这个经理做了什么，那就好办了。很快秦风便在吴北海的带路下直接来到了经理办公室。砰！二话不说，吴北海直接将门踹开，一个穿着西服的光头猥琐男顿时出现在了2人的面前。他便是吴北海的经理。马经理顿时被吓傻了，看清楚来人之后，脸色顿时一沉。吴北海，你想造反？我已经告诉你，你现在不是大和的人了，立马收拾铺盖给我滚蛋！听到这话，吴北海的火气顿时上来了。你他 M 吗？装什么逼呢？要不要老子把你干的那点破事在公司里传一传？骚扰女同事，还接私活，挪用记公款，这些事都够让你蹲几年的了吧？听到这话，光头先是一愣，随后一脸满不在乎的道：告你个诽谤罪，你知不知道你要蹲几年？他绝对是有恃无恐，在大和除了老板之外，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他，连财务那边都有他的人，所以他才如此肆无忌惮。至于老板，现在因为个人债务一直在外避风头，现在在这里，他就是天。看到他那副丑恶的嘴脸，秦风顿时冷笑一声：是吗？你就不怕这些事都告诉让你老板知道，给你查个底朝天？
光头先是一愣，随后看向秦风。秦风穿着一身运动服，很是随性，一看感觉就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打量了一番后，光头眉头紧皱：“你谁啊？”“吴北海，你现在已经不是大河的人了，居然还带着外人来公司。保安呢？”秦风摆了摆手，平静的道：“先别狗叫，现在立刻收拾东西，1分钟内消失在我的面前。”这话一出，顿时让光头气急反笑：“怎么跟我这演古惑仔呢？行，我倒要看看，过会保安来了，是你滚蛋，还是我滚蛋？”这副丑恶的嘴脸，属实让秦风眉头一皱，跟这种傻逼都费口舌，简直浪费时间。咚咚咚！就在这时，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敲门声。保安来了，你们是自己滚，还是我送你们滚蛋？光头经理顿时一脸嚣张地看着眼前的秦风与吴北海，这两个人在他眼中完全就是血气方刚的跳梁小丑。砰！然而还没等他说完，门顿时被踹开了。光头经理刚想说些什么，但看到来人之后，直接傻眼了。马总，第61这公司是你的了。门口站着的正是大河的前任老板，姓马。接到电话后，他二话不说，直接赶了过来，看向眼前光头经理的眼神充满愤怒。马总，您不是？光头经理顿时懵了，他完全没想到老总居然直接杀了过来，这是要干什么？你被开除了。马总直截了当的开口道，随即目光看向秦风。秦总，不好意思，这么点事还得让您亲自跑一趟。虽然马总没见过秦风，但是通过描述，一个20来岁的青年还是很好辨认的。秦总，听到这个称呼，光头又是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吴北海都愣住了，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你的人你来处理，我不希望在我接手这个公司的时候还有这种蛀虫。辛苦了。秦风平静的开口道。秦总，您放心，我一定处理好。他干的那些事都已经查好了，我已经联系人报警，就手头的证据够他判个4、5年的。马总急忙笑呵呵的道。这下就算光头脑子再不够用，也猜测出了个大概。眼前这个被他称为古惑仔的年轻人收购了大河，完了，全完了。听马总的意思，他的底细只怕已经被查清楚了。马总，不是，秦总，你们……然而不等他多说一句话，秦风便缓缓起身道：“那就交给马总处理了。”说完，便带着一脸懵逼的吴北海大步离开。至于后续，就不需要秦风操心了。这种货色，还用不着秦风亲自动手。老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直到出了公司，吴北海都还一头雾水。他一脸震惊地看向秦风，怎么秦风突然变成秦总，连大河的大老板都对他如此恭敬？没什么，就是把这里给买下来了而已。而且法人写的是你的名字。秦风平静地开口道。啊！吴北海整个人就像是遭到雷击一般，站在原地不敢说话。秦风一言不合就把大河买下来了。大河在苏北好歹也是排名前50的房地产公司，说收购就收购，还就这么短的时间？别开玩笑了，我哪会管公司？老秦，你这弄得也太突然了。吴北海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干瞪着眼道：“不会管，就交给下属。”秦风传授着经验道：“不过这公司可不能白给你，别忘了每个月的流水上交给我的万薪20%就行。”秦风这么做不是没有原因的。别看吴北海现在只能在这种公司里打工，但是他之前跟家里可是学过管理的，他的能力并不差。这个体量的公司交给吴北海，他不会让自己失望，而且就算赔了也无所谓。老秦，你别闹！吴北海顿时愣住了，这是你买的公司，哪能给我？秦风却是摆摆手道：“行了，别说这些，我就是想让你给我打工，我可没说给你，你得给我交20%的利润呢。别忘了，到时候收账我亲自来，少1分都不行。”听到这话，吴北海顿时哭笑不得，两人顿时相视一笑。行了，先去后街酒吧庆祝你拿到新公司。秦风摆了摆手，直接开口道。吴北海见状，虽然脸上还是有些发麻，但点了点头，直接上了秦风的法拉利。你家底到底多厚啊？市值上亿的公司说收购就收购？老秦，你跟哥们说句实话。吴北海深吸一口气，到现在都有点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秦风耸了耸肩，开口道：“家底，不好意思，深不见底。
上学的时候咋就没看出来？你是个顶级富二代。吴北海深吸一口气，咂舌道：“管那么多干啥？喝酒去。我给你说，我是对你放心才把这公司交给你的。你小子要是赔了，自己垫上啊，我可不帮你擦屁股。”秦风呵呵一笑，只有在吴北海面前，他才能如此放松。很快，两人便来到后街酒吧。秦总好。前台看到秦风后，顿时站得笔直，开口道。吴北海顿时又是一愣，没什么，这酒吧现在是我的了。秦风却是轻描淡写的道：“开个房间，我要陪朋友喝酒。”前台见状，急忙道：“好的，秦总。”两人一路直接上楼，来到3楼的大型包间。这里是不对外开放的，存在得意义，就是老板来的时候，专门给老板用的。至于具体能干什么，不言而喻。一路上来，还莫等吴北海反应过来，一众服务生急忙上酒，直到秦风将酒打开，放到吴北海面前的时候，他才回过神来。老秦，你啥时候把后街都买下来了？震惊！今天接连发生了2个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太离谱了。秦风却是悠悠开口道：“行了，别瞎想了，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市值上亿的公司老板，别这么大惊小怪，注意点自己的身份。”听到这话，吴北海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一眨眼，自己也摇身一变，当老板了。老秦，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谢你好。吴北海见推脱不掉，举起酒杯开口道：“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秦风摆了摆手：“我又不是让你谢我的，真要谢我，就好好干。我问过了，大河的业务还算不少，只要把这些业务都稳住，每年的利润都很可观。你要是因为这点事跟我有距离感，那以后别说是我秦风的兄弟。”这番话，秦风说的无比认真。他原本没强制帮吴北海这个忙，就是因为怕为此让吴北海和自己有距离感。一番话，顿时让吴北海脸上露出几分惭愧之色。奶奶的，说的对，老秦你这么以诚相待，我磨磨唧唧的反而不像男人了。来，喝酒。第62，美女美食，这不得上门蹭饭。酒过3巡之后，吴北海喝的有些晕头转向，而秦风原本酒量就不错，系统加持的体质还加强了身体解酒的机能。虽然两人喝的差不多，可秦风愣是一点醉意都没有。眼见着吴北海已经烂醉如泥，秦风便摆了摆手，准备离开。刚出门，便遇到了后街酒吧的经理冯开江。秦总，车已经给您备好了，我替您将您朋友送回家。冯开江微微一笑，开口道：“看样子，他在这里已经等了多时了。和有眼力见的人说话，就是省心。”秦风也没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顿时来了2个人，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吴北海离开。对了，秦总，您打算怎么走？就在这时，冯开江开口问道：“我没事，叫个代驾就行。”秦风摆了摆手，开口道：“虽然一点醉意都没有，而且这点酒很快就被消化完了，但喝酒不开车，这是秦风的底线。秦总，我帮您找了一个司机，您看合适吗？”冯开江闻言，顿时呵呵笑道：“司机？”秦风不由得一愣。很快，冯开江一拍手，一个看起来大概25、26岁的男人大步走了过来。虽然穿着西服，但也能明显看到他浑身的肌肉线条，显然是个练家子。秦总，他叫张东，是退伍军人，之前在部队开过车，人很可靠。冯开江简单介绍道。然而还莫等他说完，秦风却是微微一愣，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张东。东子。听到这话，张东顿时一愣，这才抬起头来看向秦风。老秦。看到这一幕，冯开江顿时一愣，他没料到张东居然和秦风认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秦风脸上闪过几分震惊之色。张东是从小跟秦风一个胡同长大的好友，后来张东高中毕业就应征入伍了，据说还不是普通兵种，两人也因此接近5、6年没见。如今秦风怎么都没想到，居然在这碰到他。冯开江见状，虽然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但也猜到自己歪打正着，找了个秦风认识的人来当司机。他原本还担心秦风不会接受不信任的人开车，这样一来反而好了。想到这里，他识趣的离开。秦风看了一眼冯开江的背影，难怪他能一个人管得过来这么多的酒吧业务，这人可用。刚退伍回来没多长时间，刚回来打算找个工作，被冯经理找到，说给老板开车。老秦，你该不会就是这个老板吧？张东一脸不可置信的
看向秦风道：“他和秦风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秦风家里的条件他太清楚了，任凭他怎么想，也没法将秦风和老板画上等号。先上车，上车再说。”秦风淡然一笑，开口道。很快，两人便上了车。看着秦风开法拉利，张东彻底懵了。秦风真是秦总，我当兵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张东瞪圆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一言难尽。就是发了点小财。秦风微微一笑道：“这事一时半会还真解释不清，这叫小财？”张东顿时有些欲哭无泪。反正你现在刚回来，那就暂时帮我开车吧。工资多少？你说个数就行。我不用的时候，平常这车就当你自己的。秦风也不客气，直接开口道。其实早在之前，秦风就有找个司机的打算，但司机这个位置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做的，一定要是可信的人才行。秦风身边最为信任的人就是吴北海了，但吴北海那车技，科目2都挂了5次科，秦风属实是不放心。而张东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张东的爸妈和秦风爸妈认识了几十年，两人关系也非常好，对于他，秦风绝对放心。好，张东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了下来。尽管还不清楚秦风到底经历了什么，但他也不在乎。不过，昔日的发小摇身一变成了自己老板，这是属实是他做梦都梦不到的。老板，咱去哪啊？张东呵呵一笑，上了主驾驶位。滚蛋，别把我叫老了。秦风没好气的道。金汉大酒店，张东顿时会意，直接开车，在部队给领导开了有段时间的车。张东很明白这份工作的要点，即便秦风是他的发小，但工作是工作，只要秦风不开口，他绝对不会开口聊天。就在这时，秦风百无聊赖的翻看起手机，正在刷着朋友圈的时候，一条朋友圈很快便吸引了秦风的注意力。这条朋友圈是唐小小发的，一个人吃不了，有没有人来帮忙解决一下？下面还配了一张图片，图片上一桌子满满当当的美食，一桌子菜，看得秦风心头一动，光顾着喝酒，一点饭都没吃。现在秦风还真有点饿了，看着这一桌子菜，着实让人有点动心。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找到唐小小的微信，介不介意多双筷子？此时唐小小家中，唐小小坐在满是美食的桌前，无聊的刷着手机。这一桌子菜花了唐小小一下午的时间，但是他现在却是一点食欲都没有。这几天唐小小一回家就做一桌子饭菜，并拍照发朋友圈，而这些朋友圈却只对一个人可见，正是秦风。然而已经有几天了，可一点消息都没有。唐小小忍住想要给秦风发消息的冲动，正打算随便吃点剩下的放冰箱时，突然他的手机一阵震动，是秦风的消息。介意多双筷子吗？他顿时眼前一亮，心中激动万分，想都没想，直接回复道：来吧，还没开始吃呢。秦风看到这一幕，顿时会心一笑，回复道：位置发来。唐小小的消息回复的非常快，水榭华庭，距离秦风现在的位置大概也就7、8公里的距离。看了一眼小区名称后，秦风缓缓开口道：东子，不去金汉了，去水榭华庭第63吃完饭，要不要消化消化？10分钟。看到这3个字后，唐小小顿时一愣，随后一阵慌乱。他本来以为今天秦风肯定又没看到，却没想到他不光看到了，而且距离这里居然这么近，10分钟就要到了。想到这里，唐小小顿时站起身来，匆忙往房间跑去，打开了自打买了就没怎么用过的化妆盒，小心翼翼地化起了淡妆。想到过会要见到秦风，唐小小的心就砰砰乱跳。他在大学时期本来就对秦风有好感，只是毕业之后基本就没再联系，如今终于见面，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发朋友圈的招还是她闺蜜给出的主意，想不到居然真的奏效了。现在是唐小小从小到大第一次慌了神，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觉。正在她手忙脚乱化着妆的时候，突然她的手机再次响起，我到了。这下她也顾不得其他了，急忙开始换衣服。就算她再怎么大大咧咧，但也清楚穿着围裙见男神显然不太合适。咚咚咚，很快敲门声传来，唐小小深吸一口气，缓缓开门。开门的一刹那，秦风不由得一怔，眼前的唐小小穿着黑色的运动内衣、牛仔短裤，一身白皙的皮肤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唐小小这么穿。虽然名字叫唐小小，但可真是一点都不小，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加上唐小小绝对上乘的颜值，顿时让秦风心中一动。刚下楼跑完步，怎么穿这么清凉？秦风微微一挑眉毛，笑着道。唐小小的脸顿时爬上几分嫣红，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唐小小平日里的穿着就有点偏中性化，按照闺蜜所说，一定要将她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才能吸引到人的注意。建议她直接穿少点，越少越好。她一处理，布料最少的就是这身穿着跑步的衣服了。我随便穿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唐小小顿时搪塞道。秦风见状，内心不由得会心一笑。他对唐小小虽然不算太了解，但对于性格也是知道的差不多。唐小小平日里是绝对不会这样的，今天这么反常，肯定有猫腻。唐小小的优点就是能被人一眼看到底，但这也是缺点。秦风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奇怪的反常意味着什么？然而进屋之后，秦风又是一愣，桌子上不光有照片里的美食，居然还开了一瓶红酒，还点了蜡烛。这下就是用脚趾头想也能想明白这妮子在想什么了。不过现在还不到戳破的时候，秦风倒要看看唐小小还准备了什么惊喜。别说，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唐小小，如今突然变得这么反常，这反差感还真勾起了秦风的兴趣。我之前说要请你吃饭，这顿可就全当是我兑现诺言了。唐小小抿了抿嘴，笑道。那我可有口福了。秦风淡然一笑，从容入座。说完，两人便开始大快朵颐。喝了点酒后，唐小小的脸色逐渐微红，这才开口道。秦风，你这半年到底都干了什么？一夜之间收购亚飞，还开着这么好的车。这个问题唐小小想问很久了。短短半年，秦风的改变未免也太大了，和他印象中的那个秦风截然不同。说来话长了，主要是运气好。秦风如实回答道。运气好，觉醒了系统。如果没有系统，这一切是之前的秦风想都不敢想象的。那你这运气也太好了点。唐小小苦笑一声道。他误以为秦风说的运气好是投资的运气好，或者说是投胎的运气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能顷刻间拥有这么大的资产，要么就是走运赚钱，要么就是秦风家里本来就有钱。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做饭，而且手艺这么好，一点不输给米其林大厨。秦风一边吃着饭一边夸赞道。这话说的真不违心，唐小小做的饭菜色香味俱全，味道更是一绝。米其林大厨做的菜，秦风这段时间经常吃，和唐小小做的还真没法比。至少唐小小的手艺更合秦风的口味。秦风就在秦风大快朵颐的时候，突然唐小小抬起头来，一脸认真地看向秦风道。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这一句话差点没让秦风噎住。他抬眼看向唐小小，一脸的震惊。这妮子也太直接了吧。其实我发的那些朋友圈都是仅你可见，就是想让你来吃饭。唐小小脸上已经染上了红晕。秦风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直接的表白，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而唐小小已经放下了筷子，径直朝着秦风方向走来。吃完饭要不要消化消化？说罢，唐小小轻笑一声，那张甜美的脸上露出了秦风从未见过的妩媚感。怎么消化？秦风坏笑一声，佯装不知的开口道。唐小小轻抿嘴唇，似乎做好了决定，紧接着用那白皙的长腿跨到了秦风的身上，一阵淡淡的清香顿时扑面而来。我本来以为这菜就够香的了，想不到做饭的人更香。秦风淡然一笑，抬眼看向唐小小道。那你要不要尝尝？这时的唐小小声音已经和平常判若两人，从一开始的中性十足变得娇柔软糯。眼前的唐小小和秦风印象中的唐小小完全就像是换了个人一般，满面微红，说话的时候还有点大舌头。显然在秦风来之前，唐小小应该喝了不少酒，借着酒劲骤然变得这么主动。小小，你这样不怕我把你给吃得锅干碗净？秦风狡黠一笑，目光大肆欣赏着眼前白皙。我不信。唐小小一边说着，一边把秦风的身形压了下去。卧槽！秦风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平常都是带着新司机开车，今天居然被新司机绑在副驾驶上，强行上高速。第64，带薪休假，没意见吧？第二天清早，顺着柔和的阳光，
秦风缓缓睁开眼，一睁眼便闻到一股芳香，正是怀中的唐小小身上散发的。看着如同婴儿般睡眠的唐小小，秦风不由得微微一笑。昨夜绝对算得上是一场旷日之战。唐小小家的3室一厅一厨一卫，几乎都逛了个遍。秦风作为专业的老司机，带着唐小小一个新手在高速公路上尽情驰骋。别看唐小小看着软软糯糯、柔柔弱弱的，但却是相当厉害。分明是新手上路，却能忍受道路上的颠簸，硬生生扛过了一整晚。这还是唯一一个能跟得上秦风节奏的，这让秦风很是满意。可纵使这样，唐小小最终还是坚持不住了。将唐小小小心放下之后，秦风这才感觉到有些腰酸背痛。这还是秦风第一次有大战过后的疲惫感。唐小小这妮子果真厉害。要知道，秦风的身体可是经过系统给予的体质值提升的。系统签到。秦风缓缓站起身来，心念一动道：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体质加10，恭喜宿主获得额外奖励大师级天赋体质过人。根据体质可以快速回复宿主体力。看到这个奖励，秦风差点没拍手叫好，还真是想娘家人了。孩子他舅舅来了，这系统给的奖励未免也太过于及时了，不光送了体质值，还直接给了一个这么好的神技。有了这个技能，以后岂不是更能大杀四方？就在秦风思考的时候，他只感觉身体变得无比轻盈，仅仅是一小会的功夫，就直接恢复如初。不光恢复了，还比之前要更精力充沛。就在刚刚，其实秦风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再厉害的老黄牛也经不起一直耕种啊。但现在有了系统给的这个神技，那还考虑什么？只有耕坏的田，就没有累死的老黄牛。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唐小小的身上。唐小小虽然身材和林婉月还有裴雅诗没得比，但是也绝对不走形。而且她的厉害之处就是肌肤特别细腻，细腻的根本不像话，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比拟的。只有唐小小才让秦风知道了什么叫吹弹可破。这句话可真不是夸张，而是真的。唐小小真能做到。秦风忍不住将手放到了唐小小的胳膊上，逐渐开始不老实了起来。唐小小隐隐感觉有些怪异，不由得睁开眼来，看着一脸火热完全没有疲惫感的秦风后，他人直接傻了。秦风，你还是人吗？他顿时娇嗔的道。平常的唐小小说话声音有些中性，这可能也和他的性格有关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分不清楚男女。但是这时候的唐小小说话声音却完全不同，和夹子音不同，完全是纯天然的软萌声。这声音，这语气，才符合唐小小这软萌的颜值。怎么不愿意？秦风悠然一笑，上下打量着唐小小。唐小小被看得满面桃红，怎么能不愿意？任凭处置。这句话顿时点燃了秦风的斗志。老黄牛不耕地还能干啥？老司机不开车还能干啥？又是1个多小时的鏖战。虽然秦风还有些意犹未尽，打算再上一次高速，毕竟系统给的天赋实在是太变态了。这才刚感觉有点疲惫，很快便一扫而空。但是唐小小实在是挺不住了，他无奈的开口道：秦风，好哥哥，你饶了我吧。秦风见状，顿时微微一笑道：好。说完便一把抄起唐小小。别看唐小小似乎有些微胖，但是体重保持的可是相当好，加上秦风的力气过人，轻松便将唐小小抱了起来。唐小小的胳膊搭在秦风的脖子上，满满的幸福。不知为何，在秦风的身边总能让他感觉到安全感。以后我会注意的。秦风看着眼泪都出来的了唐小小，不由得安慰道：唐小小脸上更是发烫，轻轻依偎在秦风的怀中。嗡嗡嗡。就在这时，一阵手机声顿时响起。秦风瞥眼望去，是唐小小的手机来电话了。唐小小拿起手机，看到来电显示后，顿时心头一惊道：坏了，坏了。正当秦风疑惑的时候，唐小小急忙点击了接听。喂，主管。话还没说完，手机里便传来一个女人不满的声音：唐小小，你在哪？我在家呀。怎么还理直气壮的？手机那头的声音顿时带有几分愠怒。好好看看现在几点了？12点。你已经旷工半天了，我不管你现在在哪，现在立刻马上回来，然后给我解释。这下唐小小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她这才看到时间已经到了中午12点。
唐小小的上班时间固定是在9点，这下迟到了3个小时，等于旷工。而且他又看向来电显示，刚刚与秦风在高速上车速太快，他根本没听见手机响起的声音，来自主管的夺命连环 call， 他愣是一个都没接。完了，完了！这个念头顿时在唐小小的脑海中浮现。亚飞不同于其他单位，他们主要服务人群都是富豪，大部分来看车的人都是提前预约。如果要请假的话，至少要提前1天告知才能进行调度。如果迟到，惩罚都极为严厉，更别说现在旷工了。这下该怎么办？唐小小是一个很有时间观念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迟到的情况。这下他顿时慌了阵脚。然而还莫等他想好怎么解释，一旁的秦风却是伸手拿过电话。喂，你好，你是谁？手机那头的声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我是秦风，你是唐小小的主管吧？唐小小今天带薪休假。秦风的声音极为平静。手机那头先是一阵沉默，随后能听到主管的声音都在抖动。您是秦总，第65女人，一定要学会武装自己。秦风这个名字，主管简直太清楚是谁了。尽管主管根本没有见过秦风，但是这可是新老板的名字。而刚刚秦风说的话，除了老板，谁还能说出这种带有上位者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秦总，这……主管刚想问些什么，但他猛然心头一震，紧接着急忙止住了声。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绝对不能瞎打听。我说的不够明确吗？秦风平静地开口道，隔着电话都能让主管感到一股威压感。这并不是秦风刻意的，而是这段时间的生活已经彻底改变了秦风的言行举止，举手投足之间都已经有了上位者的气息，对下属的压迫感近乎是与生俱来。我明白，我绝对明白的。秦总，您放心，我会妥善安排唐小小的工作和预约的。抱歉，打扰到您了。主管的声音顿时变得唯唯诺诺，小心翼翼。这一幕直接让一旁的唐小小傻眼了，他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秦风可是亚飞的董事长，唯一控股人，上班迟到这种事，还不就秦风一句话的事？只要秦风开口，带薪休假1年都行。反正发工资的是秦风，连自己平日里他的铁面主管，工资都是秦风给发的。还有，告诉严总经理。秦风看向唐小小，继续对电话里道，给我准备1台保时捷卡宴，定制信息我稍后会发给他。平静的语气中充斥着不容置疑。好的，秦总，您放心，我一定转达。现在公司的车库内保时捷卡宴的储备量很充足，您发来信息，今天就可以帮您备好。主管深吸一口气，开口道：说完，秦风直接挂断电话。一旁的唐小小看向秦风的眼神还有些恍惚，甚至到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以后要请假找我就行。秦风看向唐小小，淡然一笑，和刚刚那威严的感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仿佛刚刚那个威压都能吓死人的老板完全不是秦风一样。唐小小还有些震惊，随后不由得趴在秦风的怀中。谢谢风哥。秦风不由得一笑，谢什么？你的工资都是我发的。听到这话，唐小小顿时哑然失笑，她轻轻靠在秦风身上，柔顺的长发披散在秦风的胸膛之上。风哥，你怎么突然又要了1台保时捷卡宴？这车虽然也是豪车，可和你现在的布加迪威龙还有法拉利纯血完全没得比啊。唐小小不由得好奇地问道。保时捷卡宴在普通人眼中绝对是豪车了，但是在秦风这里却显得有点掉档次。就算是代步用，也不用刻意叮嘱吧。到了亚飞，还不是看中直接选走？我说这是给我买的了吗？秦风悠然一笑，平静的道。听到这话，唐小小抬起头来，愣在了原地。他属实是没听明白秦风的意思。订车还不自己开，那给谁？我可是依稀记得某人在大学时期看到一辆卡宴，说有朝一日一定要买一辆开，还说这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秦风的声音有些玩味。唐小小一开始还有些愣神，但听到这番话后，脸色顿时唰的一红。这话是他说的。别说当时，直到现在他都特别喜欢卡宴，但是以他的工资，距离这车简直是遥遥无期，也就最多在心里想想罢了。风哥，你的意思不会是要送给我吧？他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了。不然呢？秦风轻笑道。顿时唐小小愣住了。保时捷卡宴顶配要300多万的车，
秦风二话不说，直接一句话就给买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可是300多万，可他根本不知道，别说300万了，就算是3000万、3亿，对于秦风来说都是9牛1毛，不值一提。想要撼动现在秦风手中资产的车，基本不存在。风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唐小小顿时激动的道，一边说着，一边给秦风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嫩滑的触感让秦风无论感受多少遍也不腻。这才一辆车，就这么高兴了？秦风呵呵笑道。唐小小还是和上学时候一样，太单纯了。不过秦风就是喜欢这份单纯。风哥，要不是我现在实在是有心无力，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唐小小轻咬下嘴唇，在秦风耳边语道，不是他不愿意，是真的有心无力了。接连这么久的频繁开车，任谁也顶不住啊。报答的事以后再说吧，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我们晚点去提车。秦风捏着唐小小那软乎的脸蛋，笑道。说起来，别说唐小小了，连秦风现在都有点困倦。虽说系统送的天赋能快速恢复体力，但累和困完全是两码事。要知道，昨晚可是一宿没睡的惊天大战。很快，两人便相拥睡去。大概到了4点左右，秦风才缓缓睁开眼，身上的疲惫感和困倦感一扫而空，浑身舒畅。刚一睁开眼，秦风便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饭菜香味，也不知道唐小小是什么时候醒的。此时他已经做好了饭菜，颇有一种贤妻良母的感觉。令秦风有些惊讶的是，现在的唐小小虽然看上去还有些疲惫，但是却似乎恢复的差不多了，看上去仿佛仅仅是熬了个夜而已。这才几个小时，居然也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唐小小这体质着实已经异于常人了。两人坐下，对饭菜大快朵颐。吃完饭去天云广场吧。秦风一边吃着一边开口道。啊，去那干嘛？唐小小顿时一脸愕然。当然是为了你。秦风这句没来由的话顿时让唐小小一头雾水。秦风坏笑一声，看得唐小小顿时有些不知所措。给你买点装备，这么好的腿不好好武装一下，那不是可惜吗？第66，双节同日，天云要搞大动作，买装备那肯定得去巴黎世家。以前秦风对这东西并不是很感兴趣，也没有很浓烈的追求，但自打尝试过后，才发现加工速的重要性。巴黎世家的导购见到秦风的那一刹那，便眼前一亮，也不管秦风这次带来的人和上次不一样，连忙冲上前来，认真介绍。毕竟秦风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摇钱树，只要秦风来了，那他的提成就蹭蹭往上涨。上次秦风买的那些提成拿的他手都发软，看中哪款就直接拿着，不用考虑价钱。秦风微微一笑，对唐小小道。唐小小从来没有穿过这种东西，更别提带字母的了。现在的他满面羞红。导购也非常识趣，见唐小小有些害羞，便带着他去一边挑选。秦风自然没有看着的习惯，而是大步走到门外，打算四处看看。虽说他不是第一次来天云广场，但对于天云广场里的店铺却并不怎么了解。以前无所谓，但现在这里毕竟是他的产业，看着不少商铺都门可罗雀，秦风不由得眉头微皱，怎么现在的生意不怎么好？正当秦风徘徊的时候，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秦总。秦风转头看过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仲书。李仲书此时正搓着手，一脸笑意的看秦风。有事？秦风微微一怔，开口道，自己才刚上楼，怎么就遇到李仲书了？有这要巧的吗？身为总经理，他没事就在商场里瞎溜达。李仲书堆笑道，秦总，抱歉，我有些唐突了，因为您上次来，我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迎接，怕怠慢了您，所以就告诉了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记住了您的车牌号。秦总这次来是有什么指示吗？李仲书是真的怕了。身为天云广场的总经理，在苏北也是相当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来没有人看到他现在一脸堆笑，后背直冒虚汗的样子，只有见到秦风时他才会这样。主要是他不清楚秦风的性格，也不敢调查。对于这个绝对大有来头的老板，他每一句话说的都是小心翼翼。以后不用这样，我来也就是买点东西，你这样以后我还怎么来？秦风眉头微皱，开口道，这次也幸亏是李仲书自己来的，万一和上次一样，一大帮子商场领导都出来迎接，那自己还怎么买东西？李仲书心头一紧，急忙道，秦总放心，这次是我考虑不周，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
秦风上下打量着李仲书，怎么，还有什么事？看李仲书的样子，并不打算走，看样子绝对是有事找自己。一般只有商场出问题的时候，才会找到老板的才对。难道天云广场出了什么大事？想到这里，秦风就有些头疼。虽然现在的秦风是多家公司的老板，但是对于这种事还是非常不擅长。秦总，您看，再过10天就到国庆节了，而且今年的国庆节正好也是中秋节。经过商场会议，我们临时通过了今天进行大型活动的计划。秦总，您对此有什么指示吗？李仲书开口解释道。他这次来还真是有事找秦风。以往这种时候，商场肯定都会按照流程进行大规模的举办活动，目的就是通过活动吸引客流量。可是今年比较特殊，双节同日，更大的活动预案已经筹备好了，可身为新董事长的秦风却一直没出现，只有10天的筹备时间，这的确有些来不及。原本他还在犹豫要不要主动去找秦风，结果没想到今天秦风居然来了。既然如此，那就借着这个机会来询问秦风的意见。尽管秦风已经展现出了要做甩手掌柜的想法，但这种事还是一定要通知到的。双节同日吗？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平常的时候，秦风对过各种节日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如今既然已经涉及商业，肯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活动是肯定要做的，你们的预案有几个？想到这里，秦风便象征性地问道。虽然这件事大概率还是李仲书他们来决定，秦风不怎么会干涉，但身为老板，还是要象征性问一问的。而且这次活动比较特殊，如果举办好了，肯定会为天云广场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人流量也会达到相当高的高峰。李仲书笑道，我们最开始是选择了一些之前国庆节所沿用的方案，但是这种双节同日的时候并不多，而且迎来的假期也较长，所以我们进行了方案升级，这次的规模最好要更大一些。一边说着，李仲书在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方案，这是他早已准备好的。秦总，您过目。李仲书将方案书递给了秦风。秦风瞥眼一看，统共也就3个方案备选，看来他们已经筛选完毕了。这3个方案都还不错，但是秦风毕竟没有涉猎过这些，也并不知道哪个预期效果会更好。目前通过率最高的方案是哪个？不会就直接问，这是帅手掌柜的基本操作。李仲书开口道，目前通过率最高的是带有国风元素的文艺演出和服装展示，到时候可以将整个商场全部换成国风元素，定为汉、唐、明3个热门时期的人物装扮和商场装饰。这样一来符合了国庆的课题，二来则是可以蹭现在国风潮的热度。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点了点头。秦风平常刷视频，也经常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穿着古代汉服，还有不少普及古代服装知识和展示的视频，还有歌曲，也有不少带有古风国风元素的存在。如今的确是国风大热时期，这个方案绝对会吸引许多人。老人对国风本就有亲和感，年轻人如今也对国风感兴趣，可以说是老少通吃。秦总，您看这方案可行吗？第67刚好我还有家公司，省事了。别看现在李仲书说的轻松，但这些元素和设计都是已经筹备了很久的。以往这种情况下都是董事会进行评测和通过，如今董事会都没了，整个天云广场由秦风全权控股，可以说秦风的话可以直接掌握这个方案的生死。此时的李仲书有些担心，如果秦风摇头的话，10天的时间不知道还够不够推出第2个方案，更别说第2个方案能不能得到秦风的认可。如果错过这个时间，那将会失去今年下半年最大的吸引客流量的机会。这方案不错，开始布置吧。秦风淡然一笑，开口道。尽管秦风对这些并不懂，但是稍微一想想，就能知道这种结合时事的好方案，效果绝对不会差。秦风从来不会做门外汉指点专业人士的蠢事，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太好了，秦总，我们这就进行安排。秦风的话对于李仲书来说简直就是一颗定心丸，只有秦风同意了，他才好大展手脚。苏北这地方哪里都好，就是许多地方都太过商业化了，这样一来倒也能将国风国潮推动起来。顾客最反感的是太过于商业化，如果加入文化元素，进行文化输出和展示，说不定会引起不小的反响和热度。秦风虽然是门外汉，但是可以站在顾客的角度进行评价。不说别人，反正如果是秦风自己，对于这种活动是肯定会感兴趣的。好的，秦总，我明白了。
李仲书顿时重重点头道。此时的他心中更加确定了自己之前的猜想，秦风绝对是燕都人，只有燕都人才会将文化放在商业之上。许多燕都本土人对龙国的文化相当重视，而且他之前也听说过，燕都的确有个秦家，而且规模相当之大，大到让人瞠目结舌，根本不是他这个级别能够想象的。想到这里，他对于自己这个新老板更加敬畏。只有10天了，方案各方面都筹备好了吗？秦风开口问道。10天的时间去筹备，时间会非常紧促，不过看这个方案的完成度，估计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即便这样，该问的还是要问，不然倒是显得自己不专业了。秦总，大部分的筹备已经完成了，目前有几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李仲书轻叹一声，开口道。第一个问题就是服装上面的，由于国风的服装比较繁杂，尽管已经挑选了3个朝代，但是还是有不少的问题。不过这些还是比较好解决的。目前我们已经联系了所有入驻厂商进行临时定制。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问题，这次活动我们打算在下午时举办一场国风服装展示秀，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好合作的模特公司，之前合作过的模特公司对于国风完全是陌生的，学习成本过高，导致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单子。10天时间恐怕不太好找。说到这里，李仲书不由得轻叹一声，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很久，但目前还没想好任何的解决方案。毕竟苏北的模特公司本来就少，如果去外市甚至外省去找的话，时间也来不及，成本方面也会大大超出预算。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准备放弃这个项目了，没有合适的模特公司。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紧接着却是笑道，模特公司的话好办，我名下正好有一家模特经纪公司，叶兰之前倒是也有接过类似于国风的商业活动，既然没找到合作方的话，那就不用找了。听到秦风的话，李仲书不由得微微一愣，叶兰这个模特公司，李仲书倒是有些印象，在之前有看过秦风最近收购的产业，其中就有这家公司。不过天云广场并没有和叶兰进行过任何合作，但这并不代表叶兰的业务能力不行，而是之前的天云广场有固定几家合作的模特公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都是秦总您的产业，合作起来会省下不少的麻烦。李仲书顿时笑道，这件事本就困扰了他很久，如今有现在可以称之为一家的公司合作，那肯定是再合适不过了。你下午没有安排吧？秦风看了一眼李仲书，问道。听您安排。李仲书回答道。就算有安排，听到秦风这句话，那肯定也不敢说有啊，有安排也得给推了，什么能有秦风这边重要？那好，我给叶兰的负责人打个电话，等他过来你们详聊。秦风淡然开口道，说完便拿出手机拨通了柳叶青的电话。秦总接起电话，能听出柳叶青的声音很是诧异。秦风自打收购了叶兰之后，除了签字之外就没来过，如今突然来电话，他怎么可能不愣神？10天后的国庆中秋，公司人首购吗？秦风直接开门见山的道。目前倒是有待定方案，但是还没有接去。秦总您有什么安排吗？柳叶青看了一眼电脑后笃定道，那就好，将所有待定方案都推掉。天云广场在国庆中秋的大型活动会有大型活动，关于国风的，秦风直截了当的道。听到这话，柳叶青顿时愣住了。天云广场怎么突然来了和天云广场合作的单子？天云广场的单子哪能轮得到叶兰来做？但听到秦风这么说，柳叶青也是急忙回复道，好的秦总，我马上安排。秦风看了一眼手表，开口道，下午我会去趟公司把资料给你，具体的等以后你和天云的李总经理洽谈吧。好的。柳叶青还有些发懵，还莫等他回过神来，秦风便挂断了电话。准备一下，过会你们俩聊。秦风回过头来对着李仲书吩咐道。然而还莫等李仲书开口，突然一个声音突然从秦风身后的巴黎世家传了出来，你瞎吗？第68，你管我老板叫屌丝？怎么回事？秦风眉头微皱，转头看向巴黎世家。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一会店里并没有进多少顾客，唐小小还在店里，难道是唐小小？想到这里，他眉头微皱，大步朝着巴黎世家里走去。李仲书见状，心头顿时一紧，也紧忙赶了过去。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听这一嗓子，
极有可能是在店里发生了冲突。虽然这很常见，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闹得有点大，要是正好被秦风看到的话，那事情就麻烦了。想到这里，他几乎没有犹豫，也紧忙跟了过去。两人还没走多近，就听到店里又传来一个声音：“你今天走不了了，知不知道我这双鞋多少钱？”是一个女生，听起来充满着不屑和刻薄。紧接着，又一个女生传了过来：“少在这血口喷人，你自己撞上来，关我什么事？”听到这声音，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这声音他可太熟悉了，正是唐小小。想到这里，他大步朝着柜台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珠光宝气、满脸腻子粉的女人，正站在唐小小的对面，一脸的鄙夷和不屑。“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说完，那女人直接伸出手来，打算推搡唐小小。然而唐小小哪能是吃素的，她平日里不光性格阳刚，力气也比平常女人大得多。她轻松躲过，然而还莫等还手，只感觉腿上一酸，提不起劲来，直接朝后倒去，重心不稳，直接重重摔到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一时间，唐小小疼得咬紧牙关，表情都有些扭曲。昨晚大战太过惨烈，导致他到现在根本没有力气。这一幕结结实实被秦风看在眼里。一时间，秦风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唐小小是他的女人，谁胆敢这么对他的女人？连站都站不稳，你还有什么用？你看到了，这可不是我推的呀。那女人却是一脸的轻蔑，冷嘲热讽的对导购道：“导购吓傻了，哪里敢说什么，只能傻愣愣的站在原地。”孙悦，你是不是有病？唐小小眉头紧皱，想要站起身来。孙悦，听到这个声音，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这个名字好耳熟，这不是大学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女生吗？秦风倒是记得这个名字，但交集不多。印象中，这个孙悦家里似乎挺有钱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对班里的同学都看不起，因此秦风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怎么会在这，还和唐小小闹起来了？唐小小，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东西了？要不是你犯贱，弄脏了我的鞋子，你看我会理你吗？孙悦趾高气昂地看向唐小小，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闭嘴！然而还莫等他说完话，却被秦风开口打断，一时间直接让孙悦愣住了。然而秦风并没有理他，而是大步走到唐小小面前，伸出手来，柔声道：“疼不疼？”唐小小双眼顿时一震，他不想被秦风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样子。如果放在平时，他肯定会逞能，自己站起来，但是现在他却感觉一股莫名的安全感。看到秦风的那一刻，居然想哭。起来吧。看着眼眶有些湿润的唐小小，秦风继续笑道，慢慢将唐小小扶起来后，孙悦顿时脸色一黑道：“你谁啊？这事和你有关系吗？”然而当秦风转过脸后，他不由得微微一愣，这人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很快他便回想起来，秦风，大学同学。秦风，秦风。孙悦上下打量了一眼秦风，见秦风穿着还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般，脸上的震惊很快便恢复了先前的冷漠不屑。我当是谁？原来是班里有名的穷逼。孙悦冷笑一声，开口道：“可真是王八看绿豆，你们倒也般配，一个臭屌丝配一个穷女人。”听到这话，秦风倒是没有什么反应，反而是一旁看着的李仲书脸都快绿了。他完全没想到，居然有人胆敢用穷屌丝这种字眼来叫秦风。秦风要是穷屌丝，那自己算什么？但是他却一句话也不敢说。显然秦风和这两个女人是认识的，这种情况下，不了解情况的他绝对不能多说一个字。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秦风冷冷的道。孙悦听到这话，两眼顿时瞪得浑圆。他没想到秦风这个臭屌丝居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但是看到秦风那眼神之后，他却一句话也不敢说，莫名的有些恐惧。既然来了，那就都别走了。孙悦强压住内心突然出现的恐惧，冷声道：“踩脏了我的鞋，就得赔，否则我就报警了。”秦风连看都懒得多看他一眼。多少钱？孙悦上下打量了一番秦风，冷笑道：“问多少钱？你赔得起吗？我告诉你，就这双鞋，10万块，都够你打1年白工了。不对，恐怕得1年半，你才能赔得起吧？你还是等警察来吧，我有的是钱去请律师，到时候你们就是毁坏他人财物，
看着孙悦那一脸轻蔑的样子，秦风眉头不由得一皱，这都什么世道了，怎么还有这种傻逼东西？10万块，很多。秦风冷笑道：10万，再加2个零，对于秦风来说都是9牛1毛。风哥，不用理他，我们走吧。他就是诬陷，我根本都没碰到他，是他自己撞过来的，查查录像就清楚了。唐小小咬紧牙关，开口道：他本来正挑着丝袜，好端端的，突然遇到了孙悦，紧接着孙悦就开始阴阳怪气，随后居然故意撞向自己，然后说鞋脏了，要赔。唐小小本来在学校的时候就和他有矛盾，只是没想到孙悦居然会这么做。没事，交给我。秦风却是轻声道，紧接着瞥向一旁的孙悦，敢动我的女人，那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你们今天别想出这个门。听到这话，唐小小心中一震，我的女人。听到这4个字，唐小小脸顿时微微一红，这话听的她心里暖洋洋的。然而一旁的孙悦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想要讥讽秦风一番，但是秦风这一句话却是让他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恐惧感顿时再次升起，仅仅是秦风的眼神就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个穷屌丝怎么会有这种眼神？但想到上学时秦风的穷可是出了名的，要不是有吴北海的资助，恐怕他连饭都吃不起。想到这里，他佯装镇定的道：10万不多，好，那我就跟你好好合计合计，这双鞋10万，但是你们要赔偿，还要额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30万。秦大公子，对你来说不多吧？孙悦的声音充斥着阴阳怪气，他压根就没打算要赔偿，就是要看看秦风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10万他可能会有，没有可以借，但30万哪能是他这种穷逼说掏出来就能掏出来的？不然的话，我保证让你走不出去天云广场。说完，孙悦的声音变得极为阴冷。他本来就看唐小小不顺眼，现在见到了，肯定要好好惩治惩治。这一幕直接把一旁的李仲书看傻了，这个女人出门没吃药，30万被说的跟30个亿一样，秦风会赔不起，就算是30个亿，秦风都赔得起。这个叫孙悦的，难道不知道秦风的身份？好，我给你。然而秦风却是缓缓开口道，这一句话直接让孙悦愣住了。他本来想看看秦风和唐小小窘迫的样子，但怎么都没想到秦风居然眼睛都不眨，直接答应了下来。看样子却又不像是装的，这种平静的感觉不像是能装出来的，仿佛30万对于秦风来说是小的不能再小的数字，笑死人了。别光说啊，先把钱拿出来。孙悦深吸一口气，不屑的道，唬人倒是挺会唬人的，要不是他知道秦风的底细，恐怕还真被唬住了。30万怕是把他卖了都不够。30万是小事，想要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但一码归一码。秦风冷声开口道，你刚刚对我女朋友动手，我不要多，50万精神损失费就行。50万？孙悦差点疯了，你脑子有病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别说刚刚我没推到他，就算真推到了，哪怕是把他在这打成残废，他都得忍着。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说这些？啪！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只听到一阵清脆的响声，紧接着孙悦便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秦风这一巴掌差点没把他牙给崩掉，他顿时感觉脸上一阵疼痛，急忙捂住脸，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秦风，你敢？然而还没等他话说完，啪，又是一巴掌，直接打在了他另一边脸上。赔不起，那就忍着。秦风冰冷的声音继续传来，啪啪啪，紧接着又是接连几个巴掌，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结结实实的打在了孙悦的脸上。没过一会，他的两边脸顿时红肿了一大块。你个穷屌丝，敢对我动手，你他妈算是个什么东西？敢打我，你完了，你完了！他彻底崩溃了，频频后退，死死瞪着秦风道，我保证你绝对走不出这个门。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知不知道我男朋友是谁？我男朋友是天云广场的总经理。你死定了！一边嚷嚷着，孙悦却是大步后撤，直接举起手机便要打电话。天云广场的总经理。秦风听到这话，不由得转头看向李仲书，整个天云广场不就一个总经理吗？李仲书顿时傻眼了，这是怎么突然扯到他身上了？他急忙开口道，
秦总，我不认识这个女人。顿时，他的后背冒出冷汗。奶奶的，这是怎么就跟他有关系了？这个孙悦，他连见都没见过，自己就愣生生多了个女朋友。显然，以李仲书的品味，也不可能会选这种货色。秦风淡然开口道：“李总经理，我没怀疑你，我倒是想看看他嘴里的天云总经理是谁。”李仲书心头顿时一紧，一股不好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不管这个女人叫过来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要倒霉了。如果真是天云的员工，甚至是领导层，那该怎么办？到时候自己都难辞其咎。越想，李仲书的心中便越不安。谁能想到，李仲书这个驰骋苏北的人物，居然会被吓得满头冒汗。一旁的唐小小听到两人的对话，直接愣住了。眼前的李仲书是什么人？怎么这么紧张？起初他听到孙悦说自己男朋友是天云的总经理，心里还一惊。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完了。秦风是有钱，但是天云广场总经理的体量恐怕不亚于秦风，到时候会给秦风带来绝对不小的麻烦。可听到两人的对话后，他直接愣住了。怎么感觉他们根本不在乎？秦风甚至还有些期待。然而两人的对话，孙悦根本没听见。他此时已经打通了电话，一边嘶吼一边跑到门外道：“王翔，你赶紧给我下来！你女朋友在巴黎世家门口被人打了，再不来就要被人打死了！你赶紧过来，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孙悦像是个疯婆子一样，声嘶力竭地嘶吼着。此时的他已经丧失理智了，也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他现在就想弄死秦风，弄死唐小小。都别走，今天你们能出这个门，我都不姓孙。打完电话，孙悦又转过头来，对着秦风和唐小小咆哮道。然而秦风却根本不理会他，而是瞥眼看向一旁的李仲书。王翔是谁？惹了老板还想走？王翔这个名字，李仲书希望自己不认识，但很可惜他认识。李仲书沉声道：“天云广场一共有5个副总经理，其中一个就叫王翔。”现在的他声音已经变得无比冰冷。这个王翔此时在他的脑中已经被判处了死刑。很快，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慌不择路地朝着巴黎世家跑来。看到门口脸肿的老高的孙悦后，他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这个人就是王翔。王翔冷声道：“宝贝，是谁干的？谁敢打你？他妈的，不想活了！”他的脑子直接炸了。这是哪？天云广场？他可是天云广场的副总经理，可以说这里就是他的地盘。自己的女朋友来这里，居然被人打了。要是不让这个人付出代价，以后传出去他还怎么混？你个死鬼，还知道来？你的宝贝都快被人打死了，就是他干的。他恨不得现在就直接杀了秦风。从小到大，他都是养尊处优，哪个见了他不都得恭恭敬敬，像个宝贝一样供着？可是今天这个男人居然敢打自己！孙悦流着眼泪指向秦风，咬牙切齿的道：“宝贝不哭，我这就帮你要个说法。我倒要看看谁敢这么大胆！”王翔怒气冲冲的往秦风方向冲过去。然而路刚走到一半，看清楚秦风的脸后，他却是愣住了，脸上的怒火顿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惊愕。秦风，他怎么可能不认识秦风？当时秦风刚刚接手天云广场的时候，他可是跟着李仲书一起去迎接的。刚刚打了自己女朋友的人是秦风？不会吧，难道是撞脸了？然而当他看到秦风身旁阴沉着脸的李仲书后，他的心顿时如同死灰。这不是秦风还能是谁？秦风、李仲书，眼前这2个人，他哪个能招惹得起？如果真是他们打的，别说要说法了，就是头他都不敢抬一下。不，应该是误会，肯定是误会，怎么可能跟他们有关系？他们一定是路过，这事肯定是别人干的。然而看到王翔愣在原地，孙悦顿时不满的道：“王翔，你在干什么？就是他们俩，你快上去，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走不出天云广场。”然而任由孙悦怎么说，王翔都无动于衷。他没有看到王翔此时的面色已经苍白。“你在干什么？你……”孙悦都快气疯了，再次催促道。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却被王翔一脚踹到了一边。“你给老子闭嘴！”这一脚着实是把孙悦给踹傻了，他身体直接失重，重重摔倒在地上。然而王翔却是连头也不回，直接跑到秦风面前，弓着身子挤出几分笑容道：“
秦总，李总，我想这一定是误会，一定是误会，家丑不可外扬，让你们见笑了。看到这一幕，刚艰难在地上爬起来的孙悦却是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也顿时凝固在脸上。这是什么情况？他是疯了，但不是傻了。听到王翔的话，看着他卑微的样子，怎么可能猜不出来是怎么个情况？秦风比王翔的职位都高，尽管不可置信，但眼见为实，他顿时一个字也不敢说，满脸的惊恐，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不光是孙悦，唐小小此时也石化在原地，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他完全没想到，秦风居然是天云广场的老板，总经理上面的，只有可能是老板了。好啊，好啊，好极了，王总经理，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天云广场总经理啊！这时，秦风还没开口，一旁的李仲书却是不怒反笑道，一边笑着，一边往王翔走去。王翔顿时吓得一身冷汗。李总，我不是。李仲书冷冷的道，怎么，让秦总和我都没法走出天云广场？王总经理，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个本事？这话说的王翔心都碎了，他吓得身子一软，直接跪在地上，拼命对秦风求饶道，秦总，我错了，李总，我错了，我错了。看着王翔这个样子，李仲书却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因为在他眼中，这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就是说破天，他以后也不可能留在天云广场，不，得罪了秦风，恐怕以后都不可能留在苏北了。而且他心里清楚，这件事自己肯定要负责任，管教不严，手下居然出现这种货色，还被老板看到了，他要不先开口，先处理的话，那他以后也就不用在苏北混了。王翔顿时哭天抢地的道，秦总，李总，我真不知道是你们，我真知道错了。一边说着，他转过头，死死看向身后已经懵了的孙悦。妈的，赶紧滚过来跟秦总道歉！孙悦麻木的爬了过来，可如鲠在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怎么都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秦风，这个大学时期就有名的穷屌丝，以前他连多看一眼都懒得看的货色，居然是天云广场的董事长，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李仲书冷冷的道，怎么，不知道是我们，所以就这么蛮横？要是换成普通顾客，你是真的打算让他走不出天云广场？王副总，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天云的领导层有这个通天本事。这一句话差点把王翔吓尿了。没有，绝对没有，我是一时着急，说错话了。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然而此时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刚刚他在门口说的话，可是被二人听得一清二楚。行了，闭嘴！李仲书不耐烦的道。紧接着他轻叹一声，转头看向秦风道，秦总，您看这是怎么处理？毕竟这件事直接涉及到了秦风本人，他不敢僭越给出处理方案，只能听秦风发话。此时无论秦风说出什么方案，他都无条件执行。以后我不希望在天云看到你。李总经理，这是你的人，怎么处理看你。秦风却是缓缓开口道，从声音中似乎听不到任何的情绪。李仲书顿时明白了秦风的意思。好的秦总。说完，他表情顿时变得阴沉，冷冷看向跪着的王翔。王翔，你在天云广场干了几年了？王翔一愣，磕磕巴巴的道，十年了。王翔也算是跟着他的元老，只可惜他远远没有其他几个人的智慧。平常王翔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李仲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不行，王翔惹到了秦风，惹到了连他都畏惧的存在，那他就必须付出代价。10年了，干了10年的管理层，你难道还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你是天云的副总经理，不是黑社会。李仲书的声音不大，却如同雷霆，念在你是老人的份上，现在立刻从天云消失，以后我不希望在天云再看到你。李仲书轻叹一声，开口道，这个处罚已经算是轻的了，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如果秦风打算追究，那他就不光是在天云消失了，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秦风能做到，甚至非常轻松，但秦风既然将这个决策交给他，那他能做的就是给老人一个体面，给上级一个交代。至于后面的事，他管不了，更不敢管。李总，别！王翔顿时害怕了，瞳孔瞬间缩小道，李总，秦总，请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改。开除出天云，这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天云绝对是苏北所有商场的标杆，被这里撵出去，身份地位直接没了不说，以后也别想混了。然而让他害怕的，不单单是这样，只要离开了天云，他出了这个门，会发生什么，谁都不好说。保住位置，就等于保住了命，他必须要争取。滚！李仲书不给他丝毫的机会，直接冷声道：现在的他不会对王祥涌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之心，因为他清楚，如果自己动了同情心，那他也就跟着王祥一起滚蛋了。王祥还想说些什么，但显然从李仲书的表情能看出，他再也没有任何机会。秦总，您看可以吗？处理完毕。李仲书深吸一口气后，转头看向秦风道：你的人你处理就好，以后我希望天云的领导层都夹紧尾巴。之前怎样我不会去追究，但在之后如果再发现一次，李总你应该明白会发生什么。秦风的声音仍旧是没有任何情绪，但却让李仲书后背一阵发凉。明白，秦总，请您放心，以后天云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如果再有领导层做出这种事，不用您说，我会直接提出离职。秦风见状便也没再说什么，开口道：好了，小小，我们走吧。唐小小到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木讷的点了点头，他的余光看向孙悦。此时的孙悦哪里还有刚刚半点趾高气昂，看起来就像是霜打的茄子一般，面色灰白，整个人如遭雷击。这就是秦风的手段，雷厉风行，2句话，举手投足便可平下所有的问题。这份安全感他从来没有感受过，仿佛在秦风身边，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一般。以前唐小小一直都是靠着自己去解决这些，遇到不平也会主动站出来，如今这种被人站在自己面前的微妙的感觉，让他心中一暖。刚刚挑的都包起来，刷卡。秦风拿出一张卡递给导购道：好的。秦总。导购顿时颤颤巍巍的道，他知道秦风绝对不是常人，但是哪里想到秦风居然是天云的董事长。今天发生的事已经彻底触及到了他的人生盲区。秦总，还请让我买单，就全当是为这位小姐受到的惊吓赔礼，您看可以吗？李仲书见状连忙开口道。秦风见李仲书都这么说了，轻轻点头后带着唐小小离开，甚至连看都没看孙悦一眼。倒在地上的孙悦在秦风眼中什么都不是。直到秦风离开，李仲书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拿出一张银行卡，转头看向导购道：告诉你们所有的店员，以后刚刚那位小姐来购物，所有消费都免单，扣我的。好的李总。导购慌忙道。刷完卡后，李仲书才瞥眼看向倒在地上如同一条死狗一般的王副总，还不消失？他的声音冰冷无比，全然没有任何情意。王副总头都不敢抬，艰难爬起身来，匆忙离去，甚至连身旁的孙悦看都不看一眼。他恨不得直接杀了孙悦，如果不是这个蠢女人，自己也不可能沦落到这个下场。孙悦见状慌乱的开口道：王祥，宝贝，他彻底害怕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踏出天云广场门之后会经历什么。他伸出手来抓住王祥的衣角，嘶哑着嗓子道：滚你妈的！王祥怒骂一声，一把扯走衣服，匆匆离去。以后我不希望在天云看到你。女士。李仲书瞥眼看向心如死灰的孙悦，冷声道。此时的秦风已经带着唐小小来到了车上。唐小小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秦风。不知为何，他对秦风有些畏惧，感觉两人之间的距离感实在是太大了。之前是亚非的董事长，他还并不觉得什么，但天云这种体量的广场居然也在秦风的名下，那秦风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产业？秦风和他简直就是云泥之别，自己真的配得上他吗？秦风见状不由得侧过身子，微微一笑道：小小，怎么了？是什么事让未来尊贵的卡宴车主这么惆怅？听到这话，唐小小不由得扑哧笑出了声，二话不说直接扑向秦风的怀中。钱的事情还用操心？风哥，你身价到底多少？怎么连天云广场都是你的？唐小小轻声问道。不知道。秦风平静地开口回应道。不是他不想说，而是真不知道，甚至连他手中现在可以用的现金有多少，秦风都不知道。要是算上手下的各个产业，更是不知道了。
秦风懒得算，有100亿吗？唐小小犹豫片刻，说出了一个他根本不敢想的数字。重要吗？秦风悠然道。听到这话，唐小小顿时脸色一红。不重要，我感觉在你身边有莫名的安全感，仿佛这个世界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一样。秦风笑着道。还是有的，比如生孩子，我这辈子都做不到。听到这话，唐小小顿时哭笑不得。对了，你和孙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秦风呵呵一笑，开口问道。在他印象中，唐小小这种性格其实很吃得开，在大学的时候人缘也不错，快意恩仇，快人快语，就算是得罪了人，也不应该能让孙悦这么记恨，甚至不惜诬陷才对。唐小小摇了摇头道。也没什么，他这个人特别爱装，还喜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谁都看不起的嘴脸，所以和他吵过不少次，只是没想到他居然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想想真是可笑。秦风淡然一笑，和他预想的差不多。如果今天我不在的话，你打算怎么处理？秦风笑着继续问道。杨可可顿时一愣，沉默片刻后道。我估计就直接动手了，就他那个小身板，哪里能打得过我？不过都怪你，风哥。听到这话，秦风顿时愣住了。怪我？唐小小嗔怪道。要不是你这么厉害，害得我现在都提不起力气，不然的话，就他这种3瓜2枣的，我收拾他可太轻松了。秦风悠然笑道。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快意恩仇的性格，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动了手，孙悦喊来了那个王副总，会发生什么？这下唐小小顿时愣住了，他从来没想过这方面的事，他做事从来都是随着性子，但如今细细想来，如果秦风不在，而自己又动手了的话，等那个王副总到了，那会发生什么？不言而喻，他可能真的走不出天云广场。我这性格是不是要改改了？想到这里，唐小小不由得轻叹一声道。他这个性格只会给秦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秦风却是悠然一笑道。改什么？我今天和你说这些，意思很简单，不用改，也不用理会其他人的目光，就按你的性子来。你的身后有我。听到这话，唐小小顿时感觉心头一酥，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他紧紧靠在秦风的胸膛之上，这话太让他安心了。好了，今天没摔到吧？秦风抚摸着唐小小的发丝，轻声问道。没有，其实就是腿软不小心摔的，孙悦根本没碰到我，今天多亏了你，风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好了。唐小小笑道。好，那我送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秦风轻声道。听到这话，唐小小不由得一愣。啊，风哥，你呢？秦风笑道。我还有些事要去做，你先好好休息休息，等休息好了，好报答我呀。唐小小怎么可能听不懂？他满脸羞红的道。好，虽然答应了下来，但是他却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别人产生了依赖感，这种感觉连他的父母都没给过他。很快，秦风便开着车将唐小小送回家，紧接着便掉头往叶兰的方向而去，把资料送过去。其实这是不需要秦风跑一趟，只需要一句话，让两人洽谈就好了。但是秦风想去叶兰看看自己刚招进来的江宁宁，看看这个会一字马的姑娘怎么样了。想到江宁宁那穷凶极恶的大兔子，秦风就有些心痒难耐。没过一会，秦风便来到了叶兰楼下，拿着李仲书早就准备好的资料，直接下车上楼。秦总。门口的妹子看到秦风之后，顿时激动的道。秦风微微点头示意，直接朝着楼上走去。很快便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柳叶青也得到了秦风来到公司的消息，匆忙赶了过来。秦总。秦风点点头道。刚刚我打电话说的事都安排好了吗？柳叶青点头道。请秦总放心，都安排好了，我已经将其他的备选全部推掉了，此外还调集了足够的人手，他们都是有过出席国风活动的模特。听到这话，秦风满意的点点头。柳叶青迟疑片刻后开口道。只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活动一般都是需要男模特和女模特的，可叶兰的情况你也知道，只有女模特，男模特的话还需要去找，能找到吗？秦风瞥眼看到，可以，叶兰有特定的合作伙伴，只是合作公司并不在苏北，而是在临市，资金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超出预算。柳叶青抿了抿嘴，小声道。叶兰的流动资金并不多，这次又是和天云广场合作，
所需要的预算肯定要多。如果再调用林氏的男模特，那开支……秦风摆摆手道：“钱的事就不用管了，我会给财务注入资金，放开手脚去做。10天之内，能完成准备吗？”听到这话，柳叶青眼前一亮，点头道：“都是有过经验的，不需要再特殊训练，只要衣服到了，最多2天就可以准备好。”那就好。还有疑问吗？秦风点点头道。柳叶青抿了抿嘴，似乎在犹豫，许久后才开口道：“秦总，我个人有个问题想要问您，您看方便回答吗？连天云广场也是你的？”你说。秦风饶有趣味的开口道。对于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的冰山美人，秦风很是感兴趣。如今他既然主动要问问题，那自己没有不回答的理由。其实还是关于这次合作的问题。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拿到和天云广场的合作项目的？天云广场身为苏北最大的商业广场，经常会举办大型活动，也正是因为这样，天云广场的大型活动都会有合作的公司。柳叶青迟疑片刻，开口道。莫等他说完，秦风悠然开口道：“你的意思是，怀疑这次合作有猫腻？”柳叶青急忙摇头道：“秦总，我不是质疑您的意思。虽然我不知道您是如何拉取了本次合作，但仅从刚刚我说的这一点看来，这件事的确要考虑考虑。虽然这个合同是秦风带来的，但是柳叶青还是对此有些不敢置信。以天云广场的体量，就算是没有固定合作方，随随便便一句话，也能招来最顶级的模特公司。可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叶兰？难道是因为秦风许诺了什么？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这个机会对于叶兰来说绝对非常重要，但直觉告诉他不能轻信。放心吧，这个合同他们不敢违约，也不可能违约，你只管放手去做。秦风悠然开口道。违约？我违约我自己吗？然而尽管秦风这么笃定，柳叶青心里还是有些担忧。秦总，您能告诉我，您是用了什么方法拿下这个合同的吗？柳叶青心里清楚，这么问无疑是不合适的，但为了叶兰，他还是有必要问清楚一些，否则的话什么都推掉了，完完全全将叶兰所有人力都投入到这次活动上。如果中途出现变故，那对于叶兰来说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很简单啊，因为天云广场也是我的产业。秦风淡淡开口道。你觉得我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这句话一出，直接让柳叶青愣住了。什么？天云广场也是秦风的？这怎么可能啊？天云广场属于是苏北商业广场的领军企业，其中大大小小的股份占比非常复杂。秦风居然说天云广场是他的，敢说这句话，除非是有100%的股权，否则的话，其他董事会也不会同意。可看秦风那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难道这是真的？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新老板，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自己的新老板居然同时是天云广场的老板。看着柳叶青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秦风缓缓开口道：“怎么不信？”“不是，秦总，我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柳叶青深吸一口气，想不到平常如此冷若冰霜形象的柳叶青，居然流露出这种表情。看着那因震惊而上下起伏的骄傲，秦风淡然开口道：“你先打这个电话，去确认一下，正好对接一下工作。”说完，秦风将一个号码写下，递给柳叶青。柳叶青深吸一口气，按照号码打了过去。“喂，你好，我是李仲书。”“哪位？”手机那边传来了李仲书低沉的声音。“李仲书，这个名字柳叶青可太熟悉了。尽管从来没有见过李仲书，但是他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在天云广场建立以来，就担任总经理一职。除了董事会以外，天云广场最大的人物。除了这个身份以外，李仲书本人在苏北也是相当有名的人物。想不到秦风给的电话居然是他的。柳叶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李总您好，我是叶兰经纪公司的董事长助理柳叶青，给您打这个电话是想确认一下天云广场与叶兰合作的事情。”听到这话，电话那头先是一顿，随后开口道：“你好，这件事秦总已经和我交代过了，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这次李仲书的口吻变得完全不同，从刚刚的淡漠顿时变得有些热情了起来。听到这番话，柳叶青顿时一阵发懵，看来这是真的，连李仲书都叫秦风秦总，秦风所说的是真是假，还用得着辨别吗？两人在电话中简单沟通了一番这次合作的具体细节，李仲书无不展示出一切都可协商，
全然没有一点身为甲方的傲气，谈起来相当顺利。很快，在确定好之后，柳叶青挂断了电话。直到现在，他的脸上都有些发麻。自己的老板，居然真是天云广场的老板！不需要询问，不需要查验，仅仅从李仲书的态度，就能明显感觉到，只有左右手合作，才能有如此顺利的时候。怎么样？10天之内能完成吗？见柳叶青挂断电话，秦风淡淡开口道：“请秦总放心，我们一定会聚集所有可用人力，调集其他可推商单，全力来做好本次天云广场国风活动。”柳叶青顿时正色道：“不单单是因为天云广场也是秦风的产业，最重要的是这个单子对于叶兰来说的重要性。只要做好，那叶兰将会在业内声名大噪。和天云广场这种级别的存在合作，不知是多少模特经纪公司的梦想。抛开所有收益不谈，这次对于叶兰以及叶兰旗下所有模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机会。”一开始，柳叶青还以为自己这个甩手掌柜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二世祖，除了有钱，什么都没有，对模特行业也只是知之甚少的感觉。但现在，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秦风的出现将会改变整个叶兰。要知道，在此之前，叶兰虽然在稳步上升，但能明显感觉到瓶颈。不说别的，光是苏北的同行都足以压死叶兰，接不到更大的商业活动，没有优秀的资源，对于一个经纪公司来说，只能是死。但秦风这蛮横的人脉，直接把叶兰的短板瞬间变成最坚硬的部分。既然这样，那就去做吧。秦风悠然开口道：“好的，秦总。”说完，柳叶青推了推眼镜，大步离去。高级人才管理天赋。处理完叶兰与天云广场合作一事之后，秦风直接回到了金汉大酒店。刚回到酒店，秦风不由得伸了个懒腰。说实话，有点累。要不是为了当甩手掌柜之前，要让所有下属对自己说一不二，忠心耿耿，秦风绝对懒得来跑这么几趟。现在好了，手下的产业基本已经趋于稳定。系统奖励的这些产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处，那就是每一份产业之中，必定会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人才来用。有这种人才在手下，处理那些秦风不会或者觉得麻烦的事，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很快，在短暂的休息之后，秦风身上的疲惫感顿时一扫而空。系统奖励的体质过人天赋，恢复力真的惊人。现在的秦风就好像是一个自带无限能源的人一样，无论怎么挥霍体力，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过来。嘟嘟嘟！就在这时，秦风的房门被人敲响。打开门一看，映入眼帘的是张小芷。张小芷穿着一身比上次更加劲爆的衣服，看得秦风顿时热血沸腾。虽说已经和张小芷上过不少次高速，但这个女人每一次都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风哥，你终于回来了！见到秦风的那一刻，张小芷顿时身子一软，往秦风怀中靠去。怎么，才1天不见就这么想我？秦风顿时笑道。说完，直接一把抄起张小芷，两人进行了愉快的深入探讨工作。张小芷今天格外不同，明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却还是咬牙坚持，这让秦风不由得感到有些疑惑。今天大战过后，张小芷抿了抿嘴，小声道：“风哥，以后我们想要见面，恐怕就难了。”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怎么了？张小芷无奈的开口道：“就在刚刚，韵姐接到了公司的电话，市场调研工作基本都已经做完了，公司准备进军苏北市场，现在急需我们调研小组回去报告，所以明天我们就要走了。”听到这话，秦风顿时一脸愕然。这么突然？看着张小芷一脸恋恋不舍的样子，秦风不由得摸了摸她的头发，笑道：“要不要来我这工作？公司和职位随你挑选。”这么听话乖巧的张小芷突然要走了，岂不是很可惜？张小芷先是一愣，随即轻咬嘴唇道：“谢谢风哥，不过我的家就在天海市，如果突然要来苏北，还需要一些时间。”张小芷不是没有考虑过留在苏北，但现在不行。先不说别的，光是他家里这一关，他就过不去。更何况，张小芷心里也清楚，如今的他的确可以依靠秦风在苏北过得如鱼得水，可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行。这一切都是秦风带来的，同时，秦风想收回去也很容易。如果不能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好勉强匹配上秦风的话，早晚有一天，秦风会腻的。除非发生变故，比如和秦风结婚。但张小芷心里非常有数，他知道这么想是僭越，他很是聪明，肯定不会以这种事来作为目标。秦风见状，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可惜了，在张小芷来苏北之前，是品味不到
这个独特的妹子了。峰哥，我们再来一次吧。突然，张小芷深吸一口气，一脸认真的道：好。一边说着，两人一脚油门，直接窜上了高速公路。第二天，系统签到。刚醒来，秦风就习惯性的心念一动道：恭喜宿主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魅力加10，恭喜宿主获得额外奖励高级人才管理天赋。这次奖励的是魅力值。现在的秦风体质已经到了相当离谱的地步，这次奖励了魅力值，倒也不错。魅力值可不单单影响颜值，最主要的是还影响气质。自己以后的产业只会越来越多，如果仅仅是有钱却没有气质的话，以后或许会带来不少不必要的麻烦。至于附加的天赋奖励，则是让秦风眼前一亮。高级人才管理，手下人才信任感提升100%，背叛率降低100%，能力提升100%。这个天赋的效果着实让秦风很是吃惊。实有了这个天赋，手下人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托付信赖，这对现在的秦风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奖励。而且之后产业越多，手下人越多，这天赋的好处就会越明显。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天赋。正当秦风看着系统的新奖励时，嗡嗡嗡！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喂，我是秦风。秦风看都没看，直接接起电话道：我是你姐。电话那头传来了秦韵的声音。怎么了姐？听到是秦韵的声音，秦风的语气顿时缓和，笑道：下来吃饭，有事跟你说。秦韵有些没好气的开口道。他被刚刚秦风那冷冷的语气给吓了一跳，短短的一句话里充满着上位者的威压感。秦韵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从小一直很听自己话的弟弟给吓到了。好，秦风点了点头，挂断电话，直接起床朝着3楼的餐厅而去。到了餐厅，秦风便看到坐在一起的张小芷和秦韵两人，不过跟屁虫刘东并不在。姐，怎么了？秦风不由得疑惑的道。秦韵突然这么严肃给他打了个电话，不免让秦风有些摸不着头脑。我跟小芷准备要回到天海了。秦韵一脸严肃的道。听到这话，秦风微微一愣，但并没有感到意外，毕竟昨晚张小芷就已经告诉秦风了。见秦风没什么反应，秦韵顿时就猜到了什么。昨晚张小芷可不在房间，他喊了半天都没人，还是到了晚上才听到张小芷房间开门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秦韵虽然没想到两人关系发展的这么迅速，但也并没有过问，而是开口道：看你这样子，是不打算送我们了？秦风顿时哭笑不得的道：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第75，你们只能先分开一段时间。秦风顿时哭笑不得的道：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肯定得送你们啊。秦韵没好气的道：我还以为你个大忙人没时间呢。秦风笑道：怎么会没时间？就算有事，什么事能有我姐重要？秦韵笑盈盈的道：好了好了，就你嘴甜，也难怪某人对你一直心心念念。听到这话，秦韵身旁的张小芷顿时脸色一红，悄悄低下头来。秦风见状，微微一挑眉毛：姐，你都知道了？秦韵嗔怪道：我还能不知道？小芷经常大半夜不见，能去哪？不过你们两个真是……秦韵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得，这次出差把自己闺蜜变成弟妹了，反正小芷也管你叫姐，没什么影响。秦风见状，直接耸了耸肩道。张小芷听到这话，头顿时埋得更低了，分明已经做好了被秦韵知道的准备。可当秦韵说出来的时候，她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她和秦韵认识时间这么久了，如今摇身一变变成了她的弟妹，这让她实在是有点不好面对秦韵。好了，你们的事我懒得管。秦韵笑道：你可得好好对小芷，小芷可是我最好的闺蜜，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有你好看的。秦风顿时笑道：放心吧姐，我肯定听你的话。三人闻言顿时会心一笑，这一幕如果被刘东看到，估计脸都要绿了。不过他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留在金汉大酒店了。风哥，张小芷软糯的开口道。这话听得秦韵直起鸡皮疙瘩，他哪里见过张小芷这么软软糯糯的时候，平常那可是相当强势的，遇到男人基本没给过好脸色。看来自己这弟弟还真是把张小芷彻底拿下了。想到这里，他摆摆手道：好了，得让你们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了。不过苏北市场打通了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被调过来，到时候你们俩再继续没羞没臊吧。秦风一边拿起菜单点菜，一边开口道：
没事，就算你们不调过来，我也能去找你们啊。反正江海距离苏北又不远。张小芷听到这话，顿时眼前一亮道：那太好了，峰哥，你一定要来。秦风笑道：等我有时间了，就去看你们。这下，张小芷的心里顿时暖暖的。好了好了，腻歪的话回头再说。小芷，我们得走了。这个点，刘东估计都已经到高铁站了。秦韵看了一眼时间，开口道：刘东在这里才刚住了几天，信用卡便被刷爆了，没办法，只能灰溜溜的离开金汉大酒店，找了个快捷酒店住下。现在的他，连出现在秦风面前的资格都没有，坐高铁多不舒服。我帮你们订机票吧。秦风听到这话，开口道：别了。秦风话音刚落，秦韵便开口道：往返车票都有公司报销，你就别操心了。虽然你现在有钱，但也得省着点花，钱是挣出来的，也是省出来的。见秦韵这么说，秦风顿时淡然一笑，收起菜单后，站起身来道：好，那我送你们过去。很快，三人便一同到了楼下。看到停在秦风面前的法拉利后，秦韵不由得一愣：小风，你怎么换车了？秦风顿时笑道：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之前接你们那辆车是我同事的，现在还回去了，就只能用我的车来接你们了。只能把奔驰换法拉利吗？这是什么凡尔赛发言？秦韵顿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过他还从来没有坐过法拉利，这次算是跟着秦风沾光了。风哥，去哪啊？就在这时，张东下车问道：小东？看到张东的那一刹那，秦韵不由得一愣。张东小时候是秦家的邻居，秦韵自然认出了他。韵姐。张东微微一笑，打招呼道：你怎么在这？我记得你不是在部队里吗？秦韵顿时一脸疑惑的道：张东怎么就变成秦风的司机了？张东笑道：姐，我今年刚退役，来苏北发展，原本是打算找我远房表舅，找个稳定工作，没想到居然遇到峰哥了，现在就给峰哥开车。秦韵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复杂，许久后才笑道：你在小峰身边也好，帮我好好盯着他，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秦风听到这话哑然失笑：姐，东子现在是我的司机，你这么明目张胆的策反真的好吗？众人顿时哈哈一笑，随即上车。很快，张东便开车带着三人来到高铁站。刚来到高铁站，便看到刘东翘首以盼的身影，直到法拉利停在他不远处，张小芷和秦韵下来的那一刻，刘东顿时傻愣在了原地。这车是秦风的。风哥，我们要走了，你保重。见秦韵知道了自己和秦风之间的关系，张小芷也不再遮遮掩掩，直接给秦风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一幕结结实实被刘东看了个正着，他的脸都快绿了，死死盯着张小芷和秦风。紧接着他没有犹豫，直接冲上前来：你们俩！话刚说出来，刘东突然如鲠在喉，他能说什么？该说什么？有事。张东见状，眉头微皱，大步朝着刘东走去。看着高大威猛、浑身腱子肉的张东，再看向他身后的法拉利，刘东不由得缩了缩脖子，开口道：高铁马上就要到时间了。此时此刻，他才感觉什么叫做无力感。在秦风面前，他活脱脱就像是一个小丑。不过还好，只要张小芷回了天海，就再也不用担心秦风了。想到这里，刘东的心里顿时又燃起火焰。小风，我们走了。秦韵依依不舍地抱了抱秦风，与张小芷两人转身离去。直到秦韵等人走进高铁站后，秦风才对张东说道：回去吧。第76，天赋生效，变乖的白子安。就在秦风刚上车的时候，突然他的手机传来新消息。秦风瞥眼一看，消息是沈若安发来的：秦总，您下午有空吗？看到这句消息，秦风不由得一愣，回复道：有事。沈若安，没，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上次的事，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我想请您吃顿饭，表达谢意。上次的事，看到这4个字，秦风不由得想起了那天晚上沈若安那完美的身材还有质感，至今都让秦风记忆犹新。如果不是沈若安突然说梦话，恐怕那天晚上就把他拿下了。想到这里，秦风回复道：什么时候？沈若安，下午可以吗？秦风：好，我过会正好去公司，让白子安把万象都会的资料准备好。沈若安：好的。秦总。见秦风答应了下来，沈若安这才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的事，
在他心里一直挥之不去。和秦风共处一室，还吐了秦风一身，而且如果不是秦风，只怕他那天晚上真有可能被那几个小混混给……沈若安越想越害怕。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好好感谢秦风。看过消息后，秦风开口道：“东子，去万兴地产，正好，距离万象都会项目拿下已经有段时间了，趁着这个功夫去看看这项目如今完成的怎么样了。正好，去会会运营总监白子安。这小子之前因为这个项目对自己就有些不服气，秦风想看看，受到系统刚给的天赋影响之后，白子安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就算有天赋影响，白子安都还是流露出不满情绪的话，那就说明这小子以后肯定会变成二五仔，到时候无论他多有能力，秦风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开除。很快，秦风便来到了万兴，刚下车，便看到了沈若安站在门口，似乎是在等着自己。与此同时，沈若安的目光刚好与秦风重叠，刹那间，他的脸便唰的一下染上了红晕。虽说要好好谢谢秦风，但不知为何，一看到秦风，他便心绪不宁，不由自主地想回避秦风的目光。连沈若安都不知道，到底是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还是因为别的。这一幕刚巧被秦风收入眼中，他微微一挑眉毛，看向眼前这个满面桃红的可人儿，一脸疑惑。上次见沈若安，他也没这样啊。早上奖励自己的10点魅力值有特殊效果，之前可没见任何一个姑娘看到自己之后这么害羞的，更何况沈若安还是那种比较偏冷艳的那种美女。你没事吧？秦风也懒得去想了，直接大步走上前去，关心地问道：“啊，没事。”沈若安顿时一愣，急忙摆摆手道：“我只是没想到您来这么快。”秦风淡然一笑道：“关于万象都会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吗？”沈若安点头道：“都准备好了。”秦总，秦风微微一笑，径直走入电梯：“走吧，忙完了，我还等你请我吃饭呢。”这句话一出，直接让沈若安脸上时再次冒上桃红。他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敢说，乖巧地跟着秦风来到董事长办公室。没过一会，白子安便带着资料大步走了进来。“秦总，这里是万象都会全部的资料，请您过目。”说完，他将手中资料递给秦风。秦风简单看了一眼，整体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进度如同平常那样进行，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这个项目最快还有多久能稳定下来？秦风随口问道。白子安不假思索的道：“请秦总放心，最多3天就可以将业主的情绪稳定下来，只是估计不会持续太久，毕竟万象都会的问题都是前些开发商所遗留下来的，想要彻底根除，除非……”说到这里，白子安的声音戛然而止。“除非奇迹发生，是吧？”秦风悠然笑道。白子安并没有说话，而是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先稳住他们就行。”秦风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白子安的反应。比起上次那种难以言喻的反感与失望，这次的白子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而且看这个项目也的确是尽心尽责，没有半点私心。看来是系统给的天赋生效了，这让秦风暂时放弃了开除他的决定。能看出来，白子安的确是有实力的，这么短时间内能将一间这么大的业主给稳定下来，也算是一种本事。不过即便他现在还有情绪也无所谓，等万象都会的奇迹发生，无论有多少情绪都会彻底烟消云散。“秦总，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就在这时，白子安突然开口道：“如果是劝我放弃万象都会项目的话，那就不用说了。”秦风头也不抬的道。白子安却是摇了摇头：“秦总，万象都会项目已经定下，我肯定不会再有意见。我想问您为什么要收购大和？”“大和？”秦风听到这话，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是那个自己买下来送给大和的公司。“怎么？”秦风抬起头来，看向白子安道：“大和的背景我了解，虽然现在在稳步上升，但在现在全力投资万象都会项目的情况下，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收购大和，最起码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回本的，而且这样也会导致万兴的资金链极有可能出现断层。我只是担心这是否有些不划算。”白子安迟疑片刻后，还是开口道：“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在万兴工作了有段时间了，商人的头脑他还是了解一些的。但是秦风和他印象中的商人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仿佛所有的事都完全不在乎成本一般，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大和无论怎么看都是不值得收购的，
即便大和发展到它的顶峰，对于万兴来说也不过是个小公司罢了，顶多能当个万兴的子公司。为了这么一个公司，花这么大价钱收购所有股份，值得吗？第77，请老板吃饭，还不能给你放半天。秦风还以为白子安要说什么，搞了半天，居然是在担心公司资金链的事。放心吧，和钱有关的都不是问题，资金出现紧缺或者断层，直接让财务联系我。秦风直接摆摆手，开口道：钱，他最不缺的就是钱。对了，除此之外，将顶流的房源分给大和。顺便，秦风补充一句道：大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好的房源，他毕竟不像是万兴一样有庞大的房地产业，如今大和主营的还是二手房市场，没有好的房源，即便吴北海真的有能力，也难以发挥出来多少。好的，秦总，对于这一点，白子安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即便秦风不说，他也会如此考虑。别看万兴这么大的产业，但是却没有子公司，虽然大和挺拉胯的，但再怎么说现在也是属于万兴的子公司，有房源的情况下，肯定优先考虑大和。而且万兴虽然掌握不少优秀的房源，但却基本用不上。万兴的主营是开发和投资。好，去忙吧。今天白子安的表现让秦风还算满意，最起码证实了这小子是没有反心的，有系统天赋的加成后，今天已经大为改观，这就足够了。毕竟白子安是目前主要负责万象都会的人，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去代替，所以还要用他。对他放心，那就等同于对万象都会这个项目放心。白子安点了点头，大步离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后，白子安的手机传来了消息，他不由得看向手机，消息内容是一串电话号码。他看着手上的电话号码，顿时陷入了沉思。他很明白这串号码打通之后会发生什么，但也很清楚，只要打了这个电话，他以后便和万兴不再有关系。白子安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两面三刀。当初对于万象都会项目不满，也是直接提出来的。如果要选择跳槽，他肯定不会再继续在万兴待下去。犹豫再三，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拨打这个号码。也不知为什么，白子安也有些期待，这个让秦风如此重视、如此笃定信任的万象都会项目，到底会不会发生奇迹？与此同时，就在白子安走后不久，沈若安敲门进了秦风的办公室。秦总，这是目前公司的所有合作项目，由于万象都会项目的投入，目前这些项目大部分处于搁置状态，您看该如何处理？一边说着，沈若安一边将手上的文件递给秦风，但很快便不由自主地后退好几步。怎么，我有这么可怕吗？秦风微微一挑眉毛，对沈若安这个举动很是疑惑。沈若安心脏砰砰直跳，小声道：没有，你不会还把那天晚上的事放在心上吧？秦风淡然一笑道：放心吧，我不会在意这件事，更何况你今晚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身为我的秘书，老是躲着我，合适吗？听到这番话，沈若安的脸色更是通红，但还是轻轻点点头，朝秦风方向走去。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新的，是你拉来的？秦风看了一眼项目，大部分都是期房项目，并且通过顶级商业眼光来看，都是稳赚不赔的那种。这不由得让秦风开口问道：对，这些项目虽然赚得不多，但至少能稳定住万兴的经济来源。我想这些项目多起来，至少能让万兴能顶得住投资失败的风险。既然秦风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想法，沈若安干脆也不遮遮掩掩，直接开口道：这样啊。秦风摸着下巴，想了片刻后开口道：去找财务报吧，把这些项目都启动。钱不会不够，有钱不赚，那不是王八蛋吗？别看这些和万象都会这种大项目比起来，算是蚊子腿，但是积少成多，加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最重要的是，秦风并不打算否定沈若安的努力，怎么能忍心让美女失望？好的，多谢秦总。听到这话，沈若安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也为秦风的财力感到震惊。之前他并没有多察觉，但是上次收购大和的时候，公司账目明显不够了，秦风直接给财务打了1个亿，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加上今天说的这些话，这让他不由得很是疑惑，秦风到底有多有钱？还有别的事吗？秦风淡然笑道：没了。沈若安愣了一下，摇摇头道：那好，走吧，给你放半天假。秦风缓缓起身，淡淡开口道：啊，去哪？
沈若安顿时有些发懵，这个时候下班，未免也太早了吧？直接放半天假？秦风笑道：“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怎么，请老板吃饭，我还不能给你放半天假？”听到这话，沈若安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两人大步朝着电梯方向走去。打算去哪吃？秦风一边走着，一边问道。我已经选好地点了，距离公司不远。沈若安紧忙回答道。好，这次还喝酒吗？秦风意味深长的一笑道。沈若安顿时满脸窘迫，急忙摇了摇头。好了，跟我喝酒，属于私下时间，我可以把你送回去。秦风摆摆手道。但是，从现在开始，公司新增一个制度，所有女性在客户在饭桌上沟通的时候，不许喝酒，就算喝，也不能喝多。如果客户态度强硬，那就算不要这个单子，也要拒绝，这是硬性规定，记得传播下去。没有任何人能用这种事来欺负我的员工。秦风的声音分明没有附带任何情绪，但是听到这话，却是让沈若安心中一暖。这世上真的存在这种老板吗？客户单子都不如自己的员工重要，抱着这个想法的老板，活该他有钱。好的，秦总，我一定把您的意思带到。想到这里，沈若安顿时笑道。就在两人出电梯的时候，突然在大门外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若安，若安。第78，舔狗富二代。沈若安听到这个声音，顿时一脸疑惑。秦风也有些意外，朝着门口看去。喊话的是一个穿着一身休闲西服的男人，看起来年纪不大，大概和秦风差不多年纪。长相暂且不说，一眼看去，只觉得这人面相很是轻浮，而他的身旁则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愣是把万兴的门口变成了一片花海。你朋友？秦风眉头微皱，疑惑的道。不管这人是干什么的，在万兴大楼下面这么喊，还摆满了花，这对于自己这个老板来说，跟挑衅没什么区别。秦总，对不起，我认识他。但是沈若安看到门口的男人时，脸色却是骤然变得奇差无比，支支吾吾的道：怎么了？秦风眉头一皱，发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我是认识他，但秦总一言难尽，我们换个门离开吧，可以吗？沈若安的表情变得很是难看，声音中带有几分央求，似乎很怕看到这个男人。看着满地的鲜花，秦风又不是傻子，显然这货是打算对沈若安求婚。若安，你至于吗？秦风顿时哑然失笑道。像你这种美女，追你的人估计都要排到法国了。看得出来，你对他似乎没兴趣，那就直接告诉他，有什么好躲的？秦风实在是想不明白，平常的沈若安做事那叫一个雷厉风行。秦风见过这么多干练的女性，很少有沈若安这样果断的。这也是为什么秦风对她的工作能力一直保持肯定的原因。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么婆婆妈妈的，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该不会是那天晚上的事，让她性情大变吧？秦总，这是说来话长了。我拒绝过她很多次，但是沈若安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这很快让秦风明白了过来。牛皮糖，既然这样，那就更该态度强硬的拒绝。不喜欢就让他一次死心。沈若安却是无奈的摇头道：秦总，这个人叫陈文兴，是陈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我大学的时候是他同班同学，那时候他就一直纠缠着我不放。可陈家的势力太大，在苏北我基本没有能躲他的地方。万兴是我当时偷偷来录用的，老董事长知道这事，便帮我隐藏了起来，这才有段时间没再见到他。可他还是找过来了。看沈若安的表情，能看出来他很是痛苦。显然这个所谓的陈家公子估计用了不少恶心人的手段。陈家？哪个陈家？势力这么大吗？在苏北还能手眼通天不成？秦风顿时疑惑的道。沈若安点头道：差不多吧。陈家是苏北最大的4个家族之一，手下资产众多，其中也包括房地产行业，说是手眼通天也差不多。听到这话，秦风顿时来了兴趣。苏北的4大家族，这还是秦风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秦风本来就不是苏北人，对苏北的这些大家族根本不清楚。这么大的公子哥追你，你还不乐意？你难道不知道有多少姑娘想嫁入豪门吗？秦风不由得一挑眉毛，开口道：都叫4大家族了，还手眼通天，而且这小子还是大公子哥，这种级别的人这么痴心，沈若安居然还不心动，这要是放在那些拜金女身上，不得高兴坏了。秦总，您是有所不知，这个家伙脑子不正常，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直接对外称我是他的女朋友，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我。毕业之后也是这样，还打伤了我不少男同事。而且，因为我没答应他，他明里暗里都在打压我们家的产业。说到这里，沈若安已经没法再说下去了，能看出来，他的眼中有几分愤怒和无奈。听到这话，秦风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这不是变态吗？这哪里叫占有欲，真就是脑子有病。对付这种人，就更得用雷霆手段。怕他干什么？秦风顿时眉头一皱。变态？他最喜欢的就是去见识见识变态，管他什么四大家族，不好使。一边说着，秦风直接大步朝正门走过去。沈若安见状，顿时吓了一跳，但看秦风笃定的眼神，他只能低着头，咬紧牙关，紧随秦风身后。他知道，既然陈文心已经找到了这里，就算是躲，早晚有一天也会碰到他的。这个人已经偏执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果不其然，在看到沈若安出现时，陈文心顿眼前一亮，直接大步冲了上来。若安，你终于出来了，怎么样，喜欢吗？说完，他指着身旁的花海，一脸得意，甚至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沈若安身旁的秦风一般，更是直接无视了一脸厌恶的沈若安。陈文心，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真的不想和你在一起，还请你放过我。说完，沈若安不由自主地朝着秦风方向走去。这种话他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可根本不管用。陈文心却是笑道：若安，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害羞。我喜欢你，你怎么可能会不喜欢我？我已经订好了桌，我们一起吃晚餐。听到这话，就算是秦风都一脸惊诧，这人脑子真有病。什么叫我喜欢你？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而且那一脸轻浮的样子，甚至丝毫不管沈若安的表情，直接就要伸手去抓沈若安。这不是变态是什么？秦总。不知道为什么，沈若安本能地躲到了秦风身后。陈文心仿佛这才看到秦风一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冷声道：你是谁？秦风眯起眼睛，却是寸步不让，这让陈文心脸上涌现出几分怒色，抬手指着秦风道：滚，我让你滚，听不见？然而还没等他话说完，秦风直接伸出手来，抓住陈文心的食指向后掰。啊，疼！第79，一个富二代，再富一代面。陈文心顿时疼得龇牙咧嘴，他拼尽力气想要把手指抽回来，可秦风的手仿佛有千斤重，仿佛下一秒就能直接把他的手指掰断。你妈妈没教过你用手指人很不礼貌吗？秦风瞥了一眼表情扭曲的陈文心，平静的道：你想死？陈文心咬着牙怒吼一声，然而声音再大，他都抽不走手指，十指连心，疼得他几乎快要昏厥过去。系统奖励给秦风的体质值，同样也加强了秦风的力量与速度，才用出1成的力气，就让陈文心这个瘦巴巴的公子哥根本无力挣脱。只要秦风再多用一丁点力气，陈文心这只手指就能被硬生生掰断扯下来。陈文心疼得完全用不上力气，不由得半跪了下来。这时秦风才松开手，陈文心只顾着揉疼痛的手指，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跪在了秦风的面前。收拾你摆的花，滚蛋！秦风看着像是一条被踩了尾巴的狗一样的陈文心，冷冷的道：这种变态见一次得打一次，你活腻了是吗？知不知道老子是谁？陈文心怒吼一声，还有，这是跟你有 TM 什么关系？看到陈文心癫狂的样子，沈若安不由得又后退几步，脸色极为难看。他早年就听说过陈文心性格乖张，而且还有特殊癖好，他之前谈过的女朋友下场都很惨。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幸亏自己一直在拒绝这个家伙，否则的话真的很难想象他会做什么。我是若安的男朋友，你冲着我女朋友表白，你说关我事吗？秦风像是看一条死狗一样看着陈文心。听到这话，沈若安顿时傻眼了。男朋友？他的脸顿时刷的一下通红。虽然知道秦风可能是为了帮自己解围才故意这么说的，可是听到这话，为什么就控制不住脸红？同样震惊的还有陈文心，他咬着牙死死盯着秦风。关键的是，他身后满脸通红的沈若安，难道这个小子真是沈若安的男朋友？这才多长时间没见，沈若安就找到男朋友了？然而容不得他多想，秦风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滚！再让我看到你，我会把你的10根手指一根一根扯下来。虽然秦风的声音很是平静，却是让陈文心心里莫名的恐惧。食指上传来的疼痛时刻让他警觉，秦风不是在说大话，他真的能做到。他的力气大得可怕，但很快
他便故作镇定，缓缓站起身来，冷声道：“你他妈知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管你是不是若安的男朋友，但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了。若安，只能是我的。”看着还一脸嚣张的陈文新，秦风二话没说，直接向前一步，这下顿时把陈文新吓得脸色煞白，连连后退，差点没摔在地上。秦风给他带来的恐惧是由内而外的，这个男人仿佛只要多用点力气就能杀了自己。再不滚，我帮你滚！秦风看着一脸狼狈的陈文新，冷笑一声道：“对这种人动手，简直就是脏了自己的手。要是放在之前，秦风看到这种富二代，话都不敢说一句。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一个富二代，在富一代面前狂什么？更何况还是个死变态。好，很好，你死定了！我告诉你，你死定了！只要你还在苏北，老子早晚弄死你！”陈文新顿时像是疯子一样抓狂的道，但这次他没敢再靠前，反而是头一转，朝着一旁的车大步走去，还有些慌不择路，生怕秦风大步追上来，直接把他摁在地上。秦总，沈若安看到事情发展成了这个样子，不由得迟疑的开口道：“因为他，秦风惹了陈家，这不是连累了秦风吗？”可秦风仍旧是一脸云淡风轻，似乎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走吧，吃饭去。秦风平静的开口道，就像是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对了，你安排下去，让保洁把这里清理一下。秦风看着一地的鲜花，不由得眉头一皱的道：“不知道的，还以为万兴刚开业呢。”秦总，沈若安想说些什么，却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只能低着头，大步跟在秦风后面，一直到上了法拉利。沈若安实在是憋不住了，开口道：“秦总，对不起。”秦风不由得一愣，对不起什么？沈若安咬着嘴唇道：“我连累您了，但是秦总您为了我惹了陈家，不值得陈家的体谅。如果想对付万兴的话，那万兴恐怕就……对不起秦总，沈若安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尽管刚刚秦风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全感，但如今回想起来，心里一阵过意不去，因为他得罪了陈家，简直连累秦风连累大了。秦风就算再有手腕，再有钱，但要面对四大家族这种体量的大家族，根本不够看。万兴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小公司罢了。秦风却是微微一笑道：“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我刚刚才颁布新规定，没有人能欺负我的员工。身为我的秘书，能被别人欺负了，虽然过意不去，但是听到这话，沈若安心里还是暖洋洋的。她从来没想到自己居然能遇到这种老板。早在大学毕业之后，沈若安去了好几家公司上班，可每一次都因为陈文新的原因而被人另眼相待。不光是老板，上上下下所有员工都在孤立他，生怕和他扯上关系，而遭到陈文新的报复和骚扰。无奈之下，他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上一个愿意帮他的还是万兴的前董事长。当初万兴被收购的时候，沈若安甚至都怀疑过，会不会是陈文新搞的鬼。还好来的新老板不是他，而是秦风。如今秦风是第一个站在他身前，也是第一个正面撵走陈文新的人。还有刚刚还说是自己的男朋友。想到这里，沈若安心脏再次砰砰乱跳，仿佛有小鹿乱撞一般。第80秘书的大学聚会，假扮男朋。好了，也不是什么大事，你怎么就能肯定我就怕了陈家？秦风淡然一笑道。讲道理，秦风还真不怕什么四大家族，即便再怎么根深蒂固，再怎么有钱，也绝对没有秦风有钱。钱可通万物，更何况还有系统的签到系统。现在的秦风完全有能和四大家族掰掰手腕的能力。秦风的资产可不只有万兴一个这么简单。不知为何，虽然不怎么相信秦风这句话，但沈若安却感到了莫名的安心。秦总，陈文新经常随身带着保镖的，我当时也怕他会恼羞成怒，把保镖派过来。他不是没干过这种事，要是您为了我受伤，那可太不值得了。沈若安小声开口道。秦风听到这话，却是哑然失笑，并没有回答沈若安，而是看向开车的张东道：“东子，你最多能打几个？”张东先是一愣，随后道：“有几个打几个。”这话张东还真不是在装逼。别看张东只当了几年兵，但进的却是特种部队，只是这个身份，即便退伍了也不能对外公开。所谓的保镖，还真是来几个打几个。当时他距离并不远，如果真有保镖冲上来的话，张东将会直接赶到，
虽然秦风的体质被大幅度加强，3、5个人绝对近不了身，但是秦风可不会什么格斗技巧，只是有一身力气而已。要是人一多，肯定应付不过来。有张东在，多少人都不是事。沈若安闻言，顿时哭笑不得，这满满的安心感，还是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很快，张东便开着车来到了沈若安所说的餐馆。走吧，东子，在这等我。秦风微微一笑后，开口道。沈若安也下车，紧跟在秦风的身后走向餐厅。秦总，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一边走着，沈若安一边小声道。秦风却是呵呵笑道，看来今天这顿饭是不够了，等过2天，你还得再请我吃顿饭，再吃顿饭。听到这话，沈若安顿时轻笑一声，就秦风为了他和陈文新杠上这件事，请多少顿饭都行。他不由得悄悄抬眼看向身旁的秦风，仅仅看了一眼侧脸，心便狂跳不止。他不明白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很快，两人便来到桌前，简单点好菜后，秦风缓缓开口道，你刚刚说苏北有4大家族，是哪4个？虽说不担心得罪了什么陈家，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正好秦风也对这种所谓的大家族很感兴趣，以前只能在小说里听到这种存在，没想到现实中自己身边居然真有这种家族。4大家族？沈若安小声道，实际上现在只有3个了而已，分别是上官家、陈家和吴家。这3家在苏北的各个领域都是领军人物。陈家是商界的代表，大部分龙头企业都在陈家的手中。商界代表，那就是有超能力了。秦风最不担心的就是对手有超能力，再有钱也没有自己有钱，这样的话那就好对付了。还有一家呢？不是4大家族吗？秦风好奇地问道。众所周知，4大家族只有3个。沈若安抿了抿嘴，欲言又止。第4家已经落寞了，现在基本上只能算是小家族产业，已经没法和其他3家比了。沈若安虽然这么说，但看他的表情，感觉很不对劲。秦风不由得眉头微皱，一脸疑惑。但看沈若安这样，他也没多过问。但他还有一点好奇，沈若安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的？然而还莫等他开口问，不远处却是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若安，是你吗？听到这话，两人不由得一愣，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这时，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大步朝着秦风、沈若安的方向走来。秦风简单打量了一眼，长相一般往上，身材也是一般往上，在普通人眼中可能已经算是一个美女了，但在阅历无数的秦风眼里，的确太过一般了。乔诺，你怎么在这？沈若安看到女人后，顿时一愣道，看得出来她的表情很是惊喜。乔诺顿时笑道，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来这了？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苏北了呢。一边说着，乔诺很自然地坐在了沈若安身边。这位是你男朋友吗？就在这时，乔诺才看到坐在沈若安对面的秦风，眼前一亮道，这么帅？沈若安顿时哭笑不得，开口道，那个。然而还莫等他说话，乔诺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道，你是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生怕你答应了陈文星。你知不知道，就在上个月，那个陈文星把一个女孩拖到房间里，第2天人就已经疯了。这家伙就是个变态。听到这话，沈若安脸色顿时一变，他没想到陈文星不光脑子有病，还真是个变态，把人活活弄疯。这到底是做了什么？看你现在挺好的，那就行。对了，我还刚想给你发消息呢，明天咱们大学同学聚会，你别忘了呀。好久没聚了。放心，默人叫陈文星，他不知道，正好带着你男朋友。就这样，我先走了。话刚说完，沈若安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乔诺早就没了身影，这让沈若安顿时哭笑不得。秦总，您别介意，乔诺是我的大学室友，他这个人就是风风火火的，做事急躁的不行。但等他回过神来，神情不由得一愣。大学同学聚会还就在明天，关键是乔诺还要自己带着秦风去。坏了，这误会大了，就算他愿意带着秦风，也得看人家秦风愿不愿意啊。想到这里，沈若安轻咳一声道，秦总，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他解释，明天我得好好说一下，您不是我男朋友。然而秦风却是笑道，干嘛要解释？第81，吃完甜点得好好消化消。啊！沈若安顿时一愣，有些不明白秦风的意思。反正都误会了，
你要是不带男朋友去，岂不是很没面子？秦风耸耸肩道：明天我倒是有时间，陪你去一趟吧，免得你又喝多了。而且，那个陈文新未必不会去，我去了也好，有个照应。听到这话，沈若安顿时脸色一红，但秦风的话倒是给他提了个醒。虽然没叫陈文新，但今天发生的事，陈文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真说不准，他会不会顺着消息追过来？到时候秦风不在的话，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谢谢秦总。想到这里，沈若安轻轻点头道。想到明天秦风要以自己男朋友的身份出席同学聚会，沈若安的心里突然有些激动。两人一边说着，一边简单吃了个便饭。正好，秦风也了解了一下关于四大家族的事，准确的说，是三大家族。沈若安虽然对于三大家族有点了解，但并不多，主要还是对陈家的。陈家在房地产行业内有很高的比重，3个顶尖的房地产公司，第一家就是陈家的，而其他2家也都或多或少与陈家有些关系。也难怪沈若安会说，得罪了陈家对于万兴来说绝对是一个噩耗。不过秦风倒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眼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嗡嗡，就在秦风将沈若安送回家之后，刚打算回到金汉大酒店，突然他的手机慢慢震动。嗡嗡，秦风瞥眼一看，是裴雅诗发来的消息。风哥，下午有时间吗？要不要来我家？看到这2行消息，秦风不由得想到裴雅诗那蕾丝旗袍下面那曼妙的身材，不假思索直接回复道位置，很快便调转车头朝着裴雅诗的家而去。裴雅诗住的地方算是一个高档小区，毕竟裴雅诗家里的条件也还算不错。到了门口，秦风轻轻敲门，开门的那一刹那，秦风着实被惊艳到了。今天的裴雅诗穿着一身淡红色的旗袍，而且和之前穿的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短款，将完美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衣服好就好在她根本没法被穿出门，惹火的身材在秦风面前轻轻摇晃，也只有裴雅诗这绝妙的身材才能撑得起这种旗袍。风哥，来这么快啊？裴雅诗顿时惊奇的道。我还没化妆。他原本想着在秦风来之前化个妆，结果没想到才刚过了几分钟的时间，秦风就到了。说来也是巧，裴雅诗住的小区距离沈若安的小区并不算远，基本上等同于斜对过。别人化妆是为了遮丑，你化妆干什么？秦风淡然一笑，进了门后道：风哥，你就别捧杀我了。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是裴雅诗顿时乐开了花。风哥，你吃饭了吗？就在这时，裴雅诗轻声开口道：刚吃过。秦风笑着道：那要不要来个餐后小甜点？一边说着，裴雅诗轻轻咬了咬涂着丹红的下嘴唇，每一个字都在勾起秦风心中的火焰。有多甜？秦风坏笑一声，看向裴雅诗道：那就要尝过才能知道了。然而还没等裴雅诗说完，便被一把抄起。这餐后甜点味道不错。秦风满意的道：就是吃甜点花的时间有点长，一不小心就过去了3个小时，倒是苦了贡献甜点的裴雅诗。此时的裴雅诗头都抬不起来，满面桃红，但还是用那纤细白皙的胳膊勾住了秦风的脖颈。那你要不要每天都来尝尝？我会做各种各样的甜点。这个女人只能用1个字来形容，媚。秦风身边的美女之中，有太多可以和裴雅诗不相上下的了，但是论媚，没有人能比得上她。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妖精。你确定？秦风再次坏笑一声，一把将裴雅诗拉到怀里。裴雅诗顿时花容失色。不，我开玩笑的。他原本只是想调戏一下秦风，没想到玩火自焚。就秦风那可怕的能力，是个人都遭受不住。再来一顿甜点，只怕裴雅诗醒来就得是第2天了。然而秦风可不打算放过他。深夜9点左右，秦风这才慢慢离开。由于张东一天都没吃饭，秦风干脆先放他去吃饭。现在车停在小区外，大概要走个几分钟。不过吃完甜点怎么都得消化消化。然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前脚刚走的时候，裴雅诗接到了余华的电话。他现在刚进小区。风哥。余华正兴致勃勃地朝着裴雅诗所在的楼而去，半路上看到秦风后，一脸惊诧。余华。秦风微微一挑眉毛。风哥，这也太巧了，你怎么在这？余华顿时咧嘴一笑道。自打秦风答应继续供应链之后，余华就直接把之前的事全都抛得一干二净。从此以后，秦风就是他亲哥。来朋友家吃饭。秦风淡然一笑道。裴雅诗。
的确算是朋友，而且自己确实是来吃饭的。峰哥，没开车吗？要不我送你回去？余华顿时搓着手，表现的时候到了。不用，我司机就在门口。秦风懒得和他多说，简单寒暄几句后，径直离开。余华见状，也没再关心秦风的去向，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去找裴雅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重要。想到这里，他搓着手，匆忙上楼。刚打开门，裴雅诗已经换上了一身白衬衫和短裤，看着他惹火的身材，余华心痒难耐，急忙关上门，笑道：雅诗，我突然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裴雅诗敷衍一笑，惊倒是挺惊的，喜就算了，你是刚洗完澡？余华这才发现裴雅诗的头发湿哒哒的，不由得疑惑的道：突然来，有事吗？裴雅诗懒得和他多说，直截了当的开口道：废话，刚给秦风吃完甜点，能不洗澡吗？第82，他要真是我男朋友就好了。没，其实也没啥大事，就是想你了。余华搓着手，眼里直冒火，但现在的裴雅诗实在是懒得理他，他现在能站起来都已经很不错了。这么晚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我困了。想到这里，裴雅诗摆了摆手道：别啊，雅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这么对你男朋友啊？余华顿时不满地嘟囔一句后道：如果你这么晚来我这，被我爸妈知道了，你猜会怎么样？裴雅诗坐在沙发上，腿酸疼的已经根本站不起来，一边打开电视后，一边开口道。听到这话，余华的表情顿时收敛了许多。嗨，其实是刚忙完公司的事，我特地来看看你。对了，雅诗，你猜猜我刚刚碰到谁了？这话顿时让裴雅诗脸色一变，但还是佯装淡定的道：说，秦风，你还记得吗？就金汉大酒店的老板，我的老同学。余华顿时笑道：他是来朋友家吃饭的，也是巧了，多亏上次他高抬贵手，否则的话，我现在就真的要完了。现在的余华哪里还敢记恨秦风？只要秦风一句话，他和家里的产业将会轻而易举的完蛋。他和秦风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存在，是吗？裴雅诗有一句没一句的应着，说是找朋友，但我在他身上闻到了淡淡的香水味。余华喋喋不休的道：八成啊，是来找女人的，他女朋友我认识，可不住在这。不过想想也是，他要多少女朋友还不是随便找。还没等他说完，裴雅诗便眉头紧皱的道：好了，看也看过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过会我爸来，他看到你在这，我们两个都别在这住了。听到这话，余华的脸色顿时一变，他轻咳一声，开口道：雅诗，咱们什么时候结婚？我这都准备好了，只要你答应下来，立马就能举办婚礼。现在的余华可太难受了，守着这么一个漂亮家境还好的女朋友，却根本不能碰，就像是守着聚宝盆，结果需要密码。他现在实在是燥热男人，却只能硬生生忍着，还不敢去到处沾花惹草。要是被裴雅诗的爸爸知道了，那他可就彻底没戏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过我爸这关吧。裴雅诗眉头微皱道：他大概还有10分钟到，你要在这等他。这下余华也不敢再逗留了，只能灰头土脸的离开。看着余华离去的背影，裴雅诗不由得轻叹一声，如果是秦风的话，或许他爸会毫不犹豫的同意下来，但是他又怎么敢僭越？很快便到了第2天，刚一起床，秦风便心中默念：系统签到，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产业苏北一店100%股份，恭喜宿主获得额外奖励现金50亿。后面的50亿基本就是天头，虽然的确不少，但是比起秦风现在的资产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这个主要奖励着实让秦风一愣。苏北一店，整个苏北的餐饮业，苏北一店称第2，绝对没有人敢称第1。之前秦风也去过一次苏北一店，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而且菜品比起金汉更要略胜一筹。不过这也难怪，毕竟金汉本身就是酒店，居住是最主要的，而不是餐饮。而且苏北一店胜在价格上限下限都非常高，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吃得起。因此苏北一店一直都很火爆，吃饭必须要预约，从来没有出现过有空桌的情况。这个产业基本就是给秦风一个保底收入。无论如何，苏北一店永远都是大额盈利的。不过今天秦风并不打算去苏北一店签合同，今天要陪沈若安去参加同学聚会，得先把有事秘书干。
没事，那啥的事情解决了，这事比什么产业都重要。想到这里，秦风正好接到了沈若安的消息，同学聚会是定在中午1点左右，现在去接沈若安，应该差不多。想到这里，秦风简单收拾，换上一套休闲服后，直接下了楼。与此同时，沈若安家的楼下，此时的沈若安已经在楼下等了有段时间了。给秦风发去消息后，沈若安不断在原地踱步，心绪很是复杂。他心里很是期待，同时也有些担忧。期待的是秦风多金帅气，还体贴，能给他带来别人永远带不来的安全感。而且秦风的出现绝对能成为一道无形的高墙，直接将之前对他有好感的人全都阻绝在外，这样也会为自己省去不少的麻烦。担忧的是，这样会不会太麻烦自己这个老板了？想到这里，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沈若安的心中，如果秦风真是自己的男朋友，那就好了。然而这个念头刚出现，便被沈若安红着脸掐灭。自己在想什么呢？秦风那么优秀，自己怎么能配得上他？如果自己家还是和10年前一样的话，或许还能和秦风门当户对，只是现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想到这里，沈若安不由得轻叹一声，不应该再胡思乱想了。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消息突然传来，我进小区了。看到这5个字，沈若安心乱如麻，甚至有点不知道见到秦风后该说些什么。毕竟今天的秦风可是要假扮她男朋友的。与此同时，秦风已经坐着车来到了沈若安的楼下。看到站在楼下的沈若安后，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今天的沈若安没有穿着工作时穿的 OL 装，而是也穿着一身休闲装，扎着高马尾，戴着鸭舌帽，看起来清爽秀丽，和之前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风格。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但沈若安就属于那种怎么穿怎么好看的那种。若安，秦风降下车窗，微微一笑道：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青春？第83再次一夜收购苏北一店。秦总，您就别取笑我了。沈若安满脸通红的开口道，虽然这么说，但她心里感觉暖暖的。说来也是奇怪，沈若安可没少被别人夸漂亮，这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仿佛只要是秦风夸的，就和别人说的不一样一般。我可不是奉承，比起职业装，你还是更适合穿这么青春。秦风呵呵笑道，一边笑一边打开车门，让沈若安上车。还是算了吧，上班就该有上班的样子，今天这么穿，也主要是因为是同学聚会。沈若安抿了抿嘴，小声道，好，那咱们去哪？女朋友？秦风悠然一笑道，女朋友这3个字一出，顿时让沈若安有些不知所措。她这才想起来，今天是请秦风来假扮自己男朋友的。想到这里，她的心绪更加不宁了起来。就在苏北一店，他们都订好桌子了。沈若安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包包，临时补妆。虽说平日里的沈若安不怎么爱化妆，即便是上班，也就顶多化个普通的妆扮就行了。但是今天不一样，再怎么说也是见同学，更何况还是请了秦风作为假扮男朋友的对象，更不能给秦风丢脸了。苏北一店，听到这4个字，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愣。这要求今天签到，刚把这个产业给自己，结果就要去那里吃饭。不过倒也不难猜，沈若安家庭条件不错，上的学校肯定也是苏北最好的，班上同学消费能力肯定不低，在苏北一店上班倒也正常。秦总，这饭店有什么问题吗？沈若安哪里知道这些，不由得疑惑地问道。没事，秦风淡然一笑道，咱们走吧。沈若安正一头雾水呢，突然他的脑海里猛然想起一件事，自己喝多的那天晚上正是在苏北一店附近。这下他的脸顿时红成了苹果，难怪听到这个饭店名字的时候，秦风会微微一愣，搞不好是又想起那天晚上的尴尬了。此时的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丢人，太丢人了，最丢人的就是在老板面前丢人。苏北一店，秦风眯起眼睛，心中喃喃，正好今天去的时候一并把新产业的手续给置办妥当，这样一来倒也省事了。此时苏北一店3楼办公区，苏北一店的总经理尹平生正襟危坐，扫视着眼前的10余个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苏北一店的管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斥着凝重之色，因为就在刚刚，他们得到了一个无比震惊的消息，苏北一店被收购了，而且是一夜之间被收购的，根本没有半点前奏，没有任何人听到任何消息，就是睡了个觉，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老板换人了。尹总，
到底发生什么了？新来的老板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就在这时，有人按捺不住，开口问道：“是啊，咱们店的生意这么好，每个月的流水都能保持稳定，而且时不时就会创造新高，从来没有拉胯过。老董事长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的一夜之间就把店给卖了？”听到这话，又有人附和道。所有管理层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转移到了尹平生身上，他们都百思不得其解。苏北一店的名号在整个苏北那可都是响当当的，而且老董事长能起这个名字，和上面也是有关系的。就算是竞争对手，都不敢奈何苏北一店任何。一夜之间被收购，这种事如果不是亲耳所闻，他们100%不会相信。然而现在事实摆在面前，由不得他们不信。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只是知道我们的新老板是个年轻人，而且是全股购下了咱们店。尹平生扫视一眼，沉声开口道，他也很疑惑，平常店被收购，大概率是生意平稳难以上升，或者是正走下坡路，这种情况下不得已才会转手，或者说生意非常红火，但是老板的手段不行，被别人强行收购。可原本的老板背景可是相当雄厚的，谁敢从他的手中抢走店？还是在一夜之间，谁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乖，那这个新老板到底是什么来头？还是个年轻人，这太离谱了吧？咱们苏北能有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吗？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着，几乎恨不得现在就一睹新老板的风采，到底是何方神圣，能有这么大的手笔？行了，先别猜测了，我通知你们过来，不是讨论新老板怎么样的。就在这时，尹平生缓缓开口道，新老板什么时候过来，完全就是未知数。这段时间通知到上上下下所有的岗位，每一个人都要给我认真再认真，千万不要整出任何事，有事就尽量强压下来，等之后再说，千万不能在新老板面前露怯，都听明白了吗？听到这话，众人也不敢再讨论，急忙缩了缩脖子，满口答应了下来。这可不是小事，但凡有半点不合适，那以后也就别想在这干了。新老板能有这么大的手笔，还有一夜之间收购整座店的实力，显然是已经做好了准备的。要是哪里被别人看着不顺眼，是很有可能直接被辞退换人的。在这里工作，那可是绝对的香饽饽，谁都不愿意放手。因此经过尹平生的警告，众人也不由得全都无比凝重了起来，绝对不能在这关键的时刻出了任何差错。尹平生坐在原处，看着笔记本电脑上秦风的照片，脸色极为凝重。看照片，秦风也就20来岁的样子，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轻而易举的拿下整个苏北一店？又是怎么做到让之前的老板杳无音信，只是留下了一个通告？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秦风绝对不是4大家族的任何一个人，即便是4大家族，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手笔。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深吸一口气。第84，手把手教学恋爱小白。然而尹平生做梦都没想到，这个时候苏北一店的新老板已经来到了这里。秦风平静地打量着眼前的苏北一店，之前的确来过一次，但是秦风并没有怎么仔细观察过。如今这里既然成了自己的产业，那肯定是要好好观察一下的。不得不说，这里的装修和金汉大酒店比起来，基本差不多，只不过要更加内敛一些而已。秦总，乔诺给我发来消息，说他们就在2楼，我们要现在过去吗？沈若安见秦风在反复打量着四周，不由得小心翼翼地问道。秦风这才回过神来，转头看向沈若安道：“你叫我什么？”听到这没来由的话，沈若安顿时微微一愣：“秦总啊，怎么了吗？”秦风淡然一笑道：“你平常管你男朋友也叫什么总吗？”听到这话，沈若安怔了一下，随后满脸通红，她差点忘了，今天请秦风来，是为了假扮自己男朋友来参加同学聚会的。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叫秦总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该叫什么呢？沈若安顿时有些局促，低着头，脑子飞快运转，但仍然没有想好该怎么称呼秦风。秦风看到沈若安这副模样，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自打上次喝多了之后，秦风算是见到了沈若安的另一面。这个女人很是有趣，工作的时候像是闪电一样雷厉风行，丝毫不拖泥带水，面对什么都一副信手拈来的样子。可到了生活里，尤其是涉及感情，就突然变得有些小女孩子家了起来，这反差让人忍俊不禁。若安，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秦风见状，哭笑不得地问道。沈若安浑身一震，立在了原地，随即轻轻点了点头。对，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打算，更何况
之前还有陈文心一直纠缠我，所以……说完，沈若安再次低下头来。秦风悠然一笑道：“没事，那我一点一点教你。”陈文心，你该死啊！这么极品的美女，居然因为这个牛皮糖的缘故，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不过，这倒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样一来，反倒是便宜秦风了。沈若安，是他迟早要拿下的。好，那我该怎么做？沈若安乖巧的像是一个挨训的小孩子一样，小声开口道。他对这一块是真的一点经验都没有。首先，要叫我峰哥；其次，把你的手挎在我的胳膊上。你见哪个情侣像是孩子一样低着头跟在另一半身边呢？秦风苦口婆心的言传身教着，沈若安像是个受训的孩子一样，乖乖点着头。记住了，记住了，真的记住了。秦风眉头微皱，看着沈若安的样子，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真的记住了。沈若安坚定的点着头。好，那叫我一声听听。秦，嗨，风哥。沈若安满脸羞红，分明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这么亲昵的称呼被念出来的时候，他仍然感觉很不适应。秦风则是颇感无奈，没想到沈若安这种看起来极为成熟的女人，居然是个恋爱小白。不过，这倒是让秦风对她更感兴趣了起来。若安，你来了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两人身后传来。沈若安不由得浑身一震，转头看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沈若安的同学乔诺。乔诺见状，不由得嗤笑一声道：“怎么，跟男朋友一起来，还害羞啊？你看这脸红的，不说还好，这么一说，沈若安的脸又红了几分。帅哥，你可要好好对我们家若安，你可是她的初恋。”乔诺见状，不由得又打趣道：“我会的。”秦风淡然一笑道：“好了，别害羞了。大伙都到了，就等咱们了。”乔诺顿时张罗道：“我们走吧。”秦风微微一笑，伸出胳膊，对沈若安示意道：“沈若安顿时会意，犹豫片刻后，将两只手搭在了秦风的胳膊上。霎时间，那傲人的柔软顿时包裹着秦风的手臂。想不到，看起来傲人，居然还这么 Q 弹。秦风很是受用，带着沈若安紧随乔诺往楼上走去。很快，三人便来到了一处包间。推开门的一刹那，大约10几个人赫然出现在三人的面前。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朝着三人看来。他们的目光来到秦风和沈若安身上时，很明显的一致。不少人的眼中闪过几分诧异。要知道，沈若安在上学时，身边从来不会有别的男人，只要有男人，都会被陈文心给解决掉。所以，虽然沈若安身为校花级别的存在，但却没有一个人胆敢靠近她。敢于尝试的，都已经得到了教训。最惨的一个哥们，更是直接被打断了2条腿。然而，现在毕业了，还真就有不怕死的，居然站在沈若安的身旁，而且看两人的动作，似乎已经在一起了。介绍一下，这位帅哥是秦风，是沈若安的男朋友。以后谁再敢在背后嚼沈若安的舌根子，我乔诺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乔诺率先开口，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平常班里不少人在传播沈若安已经被陈文心包养的绯闻，这让身为好友的乔诺对此恼怒不已。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沈若安带着秦风来的原因，不为别的，就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听到乔诺的话，众人顿时呵呵笑了起来。沈女神找到男朋友了，我们应该为她高兴才是。就是，我们哪里会在背后说什么？哇，不愧是女神，找的男朋友都这么帅。虽然听起来没什么，但秦风却听出来了，这些人的言语背后却是充斥着嘲讽的意味。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传了过来：“得了吧，这事要是让陈文心知道了，还指不定怎么样呢。第85，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这话一出，顿时让全场鸦雀无声，全场如同死一般寂静。沈若安看向出言不逊的家伙，脸色很是难看。说话的是一个眼镜男，满脸阴恻恻地看着沈若安和秦风，言语之中充斥着不屑。和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乔诺脸色顿时一变，冷声道：“眼镜男，就是他口中的和平。和平之前也追求过沈若安，还算是个比较狂热的追求者，然而却被陈文心给警告的头都抬不起来，最后连看向沈若安的勇气都没有。今天他看到沈若安居然带着男朋友来，他怎能不恼怒？我得不到的，谁都不能得到。要是陈文心也就罢了，可居然还是别人，我说错了吗？”和平冷笑一声，
看向秦风道：“兄弟，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你知不知道，你这所谓的女朋友有个追求者叫陈文心，要是还想在苏北混下去，就赶紧离得远远地，不然惹到陈文心，你的下场要多惨有多惨。”他一边说着，一边上下打量着秦风。在他眼里，秦风不过就是一个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而已，虽然长得帅，但这能有什么用？只要沈若安还在苏北，就逃不出陈文心的手掌心。他得不到，那其他人也一样得不到。再说了，若安，你从大学到现在的经历，还没让你长记性吗？你这样找男朋友，难道不是害了他？和平将目光瞥向了沈若安，继续道，一副今天不让秦风知难而退，就不罢休的感觉。然而，偏偏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周围的同学除了乔诺以外，居然没有一个人出声反驳。由此可见，他们对沈若安的偏见有多么根深蒂固。你说够了没有？沈若安眉头紧皱，低声道：“我找男朋友，和你有关系吗？”沈若安原本打算带着秦风来，就是要告诉之前认识他的人，陈文心左右不了他的人生。但没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偏见居然这么深，甚至还直接攻击起了秦风。和我是没关系，但你难道不知道，这件事被陈文心知道了，后果会怎么样？学校里有多少因为离你稍微有点近的，结果被各种威胁？那个被打断双腿的例子，还用我举吗？和平看到沈若安生气的样子，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兴奋了起来。秦风看着眼前的一切，大概明白了情况，看着一旁被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沈若安，他平静地开口道：“说得这么兴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是那个陈文心呢。怎么，在陈文心纠缠若安的时候，你不敢开口？现在在这炫耀你被别人摁着揍的经历？要不这样，你既然对断腿这么念念不忘，要不我也帮你一把。”听到这话，原本还有些得意洋洋的和平，脸色顿时变得奇差无比。秦风这话，简直就是在揭自己的伤疤，而且听这意思，是想要打断自己的腿，叫你一声兄弟，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吗？我好心好意劝你别找死，你反过来敢威胁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和平冷笑一声，看着两人刚进来挽着手亲密的样子，和平就气不打一处来。结果没想到，他开口对两句，秦风居然直接反过来威胁自己，而且三两句话直接戳破了他心里最不该被提起的逆鳞。这下他顿时暴怒不已。和平虽然背景远不如陈文心，但也算是个小富二代了，惹不起陈文心，还惹不起眼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需要认识你吗？秦风瞥眼看向和平，语气平静的道。不知为何，和平看到秦风的眼神后，感觉浑身一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个学生模样的人，怎么给他一种比陈文心更可怕的感觉？但很快，他便调整好了状态，暴怒道：“给你脸，你不要是吧？小子，今天你能走出这个门，我跟你姓。”说完，他直接站起身来，咬牙切齿。听到这话，秦风眉头不由得一皱，怎么这些人都喜欢放让自己走不出去这种狠话？上次喊这句话的，坟头草都2米高了。和平，你是不是有病？大家都是来吃饭的，你嘴巴能不能积点德？乔诺实再忍不下去了，开口道。和平瞥眼看向乔诺，乔诺，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来指点我？我告诉你，知不知道苏北一店的包间有多难订？要不是我认识苏北一店的总经理，你们还能在这吃饭？今天本来是想同学聚会，结果你还把这个温馨带来，你想让我们好好吃饭了吗？他口中的温馨，显然就是沈若安。你，乔诺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只能一脸愧疚地看向沈若安。早知道就不叫沈若安来了。这些同学真没有再续情谊的必要。峰哥，我们走吧。沈若安深吸一口气，有些无奈地开口道。他明白，在这里多说一句话都是在浪费口舌。和平说的这些话，其他同学虽然没说，但心里肯定也这么想的。大学到现在，他都已经快习惯了。走。秦风却是微微一笑，道：“你不是认识苏北一店的总经理吗？正好，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见世面。这样，你把他喊来，让我们见见世面，怎么样？正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出不了这个门的。”这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有人在自己店里装逼了。秦风虽然不喜欢抬手打别人的脸，但有人把脸都伸过来了，不打都不合适。和平听到这话，顿时微微一愣：“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苏北一店的总经理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他哪里有那个本事，能将苏北一店的总经理请来？”
和平最多也就是和总经理尹平生有过一面之缘而已。然而，秦风却是不慌不忙地笑道：“是吗？你该不会是根本不认识吧？”第86，叫不来，那我叫试试。此时，苏北一店总经理办公室内，尹平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里情绪复杂万分。新老板的到来，让他不免有些慌乱。他在苏北一店工作了这么久，本来以为自己的位置雷打不动，但如果新老板做些什么的话，他根本没有一点可以商量的余地。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剩下的就全看天意了。关键是，他对于新老板根本完全没有了解，甚至都不知道新老板什么时候会来。现在整个苏北一店的领导班子都人心惶惶，如果不能稳住这件事的话，那接下来这段时间他都不会好过。嗡嗡！就在尹平生眉头紧皱，思考对策的时候，突然，尹平生的手机突然响起电话。喂，我是尹平生。他接起电话，疑惑地问道：“电话是2楼的经理打来的。尹总，出事了，怎么了？”尹平生眉头微皱，疑惑地道：“就在刚刚，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和2个女人来电，直接上了2楼包间，看样子和您给我们看的照片差不多，会不会就是新老板？”经理的语气极为紧张，由于距离太远，他并没有看太真切。如果这真是新老板的话，知情不报，那自己问题就大了。什么？尹平生听到这话，顿时瞪圆了眼睛，开口道：“哪个包间？”之前尹平生给秦风发消息是关于合同签署手续的，然而秦风根本没有给予回复。现在新老板居然直接来电了，一股不祥的预感直接涌上心头。新老板该不会是想来考察考察之后有什么大动作吧？就在2楼碧云轩，刚进去没多久，我刚刚查过了，好像是聚会。您看，经理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尹平生开口打断。我知道了，立刻通知所有领导班子，全面做好准备，我马上过去。不管新老板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尹平生知道自己还是有必要去看一看的，不主动出击太过被动了。想到这里，他二话不说，直接朝着2楼包间去。嗡嗡！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再次传来电话，是个陌生号码。尹平生顿时心头再次一紧，该不会是新老板打来的吧？想到这里，他没有犹豫，一边赶路一边接起电话。喂，我是尹平生。喂，尹总经理，是我呀，我是小何。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很是恭敬，这电话是和平打来的，都已经打肿脸充胖子了。和平实在是有点骑虎难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给尹平生打去电话。只要尹平生到了，自己的面子也就保住了。同时，正好添油加醋，让尹平生把秦风给撵出去。再怎么样，有过一面之缘，也比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可信。抱着这个想法，和平打通了这个电话。谁？哪知尹平生眉头一皱，直接疑惑的道。这下顿时让和平一愣。是我呀，我是小何。和平，尹总，您该不会把我给忘了吧？前2天咱们还一起喝酒来着。和平硬着头皮小声开口道。完了，8成尹平生是把自己给忘了，不认识。尹平生隐约感觉有些印象，但印象并不深刻。但现在他没有心思去琢磨，直接挂断了电话。现在没有任何事能比新老板到店更加重要。被挂断电话后，和平的脸色极为精彩。他没想到尹平生居然如此不近人情，但这也没办法，尹平生不是他能惹得起，或者是高攀得上的。身为苏北一店开店时就在这里担任总经理的他，在整个苏北都有强大的能量，人脉之广，绝对不是3言2语能说得清的。怎么喊不来？你该不会不认识人家吧？看到和平带着精彩的表情回来，乔诺不由得出声嘲讽道。和平顿时深吸一口气，色厉内荏的道：尹总经理不在店里，他能是你这种货色想见就能见的？一边说着，和平死死瞪了一眼秦风。在他心里，已经给秦风判了死刑，就是这个秦风导致自己今天这么没面子，自己也是脑子抽了，居然鬼使神差的按照秦风的话去照做。今天秦风能离开这里，他都不姓何。听到这话，秦风顿时一笑道：哦，是吗？那我试试。你试试？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听到这话，何风顿时冷嘲热讽道：尹平生这种级别的人，哪能是想见就能见的？秦风对他的反应不予理会，直接拿起手机给尹平生发了一条消息：我到了。在此之前，尹平生邀请秦风前来签署合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把手续给签好。然而，消息发过去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嘟嘟嘟，包间外便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此时，门外的尹平生深吸了一口气，他看到了秦风发来的消息，这包间里的就是秦风。很快，门便被打开了，尹平生赫然出现在了一众人的面前。和平见状，顿时瞪圆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尹平生来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己刚刚那个电话让尹平生记起来自己了？可不应该啊，就算是记起来，应该也是先打电话才是。自己什么都没说，尹平生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的？还直接找过来了。此时的和平 CPU 都快烧了，也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硬着舌头皮谄笑道：尹总，您来了。秦总。尹平生可没工夫去搭理和平，而是一眼便从人群之中认出了秦风，激动的道：他的出现让秦风也不由得一愣，自己才刚发去消息，他就来了，这速度比当初金汉的总经理徐风起还快。秦总。听到这个称呼，周围众人的表情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尹平生大步朝着秦风的方向走去，激动的道：不知道秦总突然来访，没进行迎接，实在是我的失职。第87，收拾这种人没必要自己。这下全场的人都懵了，虽然在场除了和平以外的所有人都没见过尹平生，但刚刚和平都叫他尹总了，这人显然就是和平口中所说的苏北一店总经理。可为什么他来了直接跑到秦风面前，还叫秦风秦总，还说没来得及迎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光是他们，秦风身边的沈若安还有乔诺两个人也是大眼瞪小眼。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没事，正好我来签署交接手续。秦风淡然一笑道，他本来就没打算让尹平生来迎接自己，这样除了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根本没有任何的实际用处。秦总，刚刚我才得到消息，您突然到访，还请您一定要接受我的歉意。尹平生顿时深吸一口气，开口道，一边说着，他一边悄悄观察着秦风。虽然看上去年轻，但他之前看过照片，有心理准备。但识人无数的尹平生还是一眼就从秦风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气息，一股只属于上位者的气息。尹平生平常见过的大人物大老板不少，只有他们身上才能有这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装不出来的。这个新老板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没事，资料准备好了就行。秦风平静的道。对了，这个家伙说和你关系不错，还说要喊你来，让我走不出苏北一店的门。尹总经理平常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这一句话顿时让尹平生虎躯一震，他瞪圆了眼睛，身后直冒冷汗。让新老板走不出苏北一店的门，这话是哪个傻逼说的？想到这里，他不由得顺着秦风的眼神看去，看到了脸色极为难看的和平。和平不是傻子，要是这种情况下他都还没搞清楚状况的话，那还不如赶紧回炉重造算了。这怎么会呢？秦总，您真会开玩笑，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尹平生的脑子转得飞快，急忙回应道。其实在看到和平的那一刻，他已经有了点印象，似乎之前见过一面，说过几句话，但这不重要，就算是真的认识，现在也得装不认识。自己绝对不能在秦风面前留下这种印象，这不是给秦风一个好换掉他的机会吗？一边说着，尹平生看向和平的目光已经带有几分杀气。不认识啊？秦风微微一挑眉毛，我还以为尹总经理把咱们苏北一店开成了黑店呢。尹平生矢口否认道，请秦总放心，我绝对没有做过这种事。至于这个人说的话，我记下了，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一边说着，尹平生再次看向和平，此时他想杀了和平的心都有。和平的心顿时凉透了，完了，全 TM 完了。尹平生说完这话，绝对不可能放过自己。他哪里知道，自己今天一吐不快，打算把自己从陈文新身上受的气发泄到秦风身上，结果居然踢到了钢板，而且还是相当厚实的钢板。这一脚能把自己活活给踢死。这下在场的同学们彻底吃不下饭了。他们哪里想到，今天参加同学聚会居然遇到了这种事。平常就有不少人看和平不爽，但是敢怒不敢言，现在看他吃瘪，不少人都抱着幸灾乐祸的表情看向和平。然而更多的还是看向秦风那震惊的眼神。他们哪里想到，秦风的地位居然这么高，能让尹平生这种人如此恭敬称呼秦总，还说什么交接手续。难道秦风是苏北一店的老板？这下他们总算明白，
为什么秦风能有恃无恐，还能在听到陈文新的名字后面不改色，甚至根本没当回事了？人家是真的有实力啊！陈文新虽然背景相当深厚，但苏北一店的老板背景能弱到哪里去？也难怪他能拿下沈若安。峰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若安此时还在状况外，有些麻木的开口问道。事情发生的有些太过突然，他甚至根本想不到秦风和尹平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尹平生看到沈若安贴在秦风身边，还轻轻挽着秦风的胳膊，不用想也能猜出沈若安和秦风之间的关系。他顿时笑道：小姐，秦总是我们苏北一店的新老板。这话一出，直接让沈若安怔住了。秦风是苏北一店的老板，秦风不是自己的老板吗？怎么连苏北一店都是秦风的？这下他的脑子顿时乱麻麻的。难怪秦风听说是在苏北一店吃饭的时候会露出那种奇怪的表情，原来这一切都在秦风的预料之中。顿时他看向秦风的眼神变得更为复杂了起来。自己这个老板还真是完全让人捉摸不透，今天这饭应该也没有什么吃的必要了。秦风悠然一笑，看向尹平生道：尹总经理，我不希望我的产业被别人诟病，更不希望我手下的人做违法的事，我想你应该能明白吧？尹平生清楚得很。秦风这就是在给自己发来最后通牒，他紧忙点头道：好的，秦总，请秦总放心，这种事以前没有，以后也更不可能发生。如果有人要抹黑苏北一店名誉的话，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绝对不麻烦您操心。一边说着，他再次看向和平。这下和平直接从头凉到尾，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还莫等他开口说话，秦风便已经带着沈若安缓缓离开。这顿饭吃的还真是糟心。至于和平，秦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收拾他都用不着自己动手，自己要是动手了，只会脏了自己的手。沈若安低着头，紧紧跟着秦风，一句话也不敢说。乔诺见状也紧忙跟了过去。众同学见状，哪里还敢在这里待下去，纷纷找借口离开。一时间只剩下了石化在原地的和平，看着眼前表情逐渐拉了下来的尹平生，他的心已经凉透了。第88这么好的男人，你愿意就这么错过？苏北一店外出来半天，沈若安都还有些发懵，许久他才小声开口道：对不起，秦总，今天本来是想带着你一起来吃个饭的，没想到居然发生了这种事。他现在除了震惊之外，最多的情绪就是懊恼，早知道就不麻烦秦风来这么一趟了。结果倒好，让秦风看了自己的笑话不说，还连累秦风被和平那种人给这么奚落，最后一口饭没吃，闹得这么不愉快，你有什么好抱歉的？秦风淡然道：怎么，你也觉得受害者有罪论是对的？听到这话，沈若安心中一惊，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这个男朋友没给你丢脸吧？秦风悄然笑道。听到这话，沈若安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不知为什么，听到秦风说话，他总是感觉很安心。秦风在自己身边的时候，纵使能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他之前从来没有过。谢谢。沈若安脸色俏红，小声道谢道。如果不是秦风，今天的他恐怕又是要被各种嘲讽，无奈离开。对男朋友也要说谢谢吗？秦风坏笑一声，开口道。这一句话让沈若安的脸更红了，可这次他心里却不是害羞和害怕，而是温暖。如果秦风真是自己的男朋友就好了，起码有秦风在，自己再也不用过以前的日子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假的，再怎么样，秦风今天也就是来帮自己的忙而已。这个想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若安。就在这时，两人的身后赫然传来了乔诺的声音。很快乔诺便来到了两人的面前，看得出来他的表情很是兴奋。我真是没想到你男朋友居然这么厉害，居然是整个苏北一店的老板。乔诺顿时激动的道：你是不知道我刚刚有多生气，那个和苹果嘴里根本吐不出什么象牙，他那时候追你被陈文新给教训了，现在就看不得你好。不过还好有你男朋友在，真是解气。看着面前激动不已的乔诺，沈若安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秦风则是看向乔诺，微微一笑。这个乔诺别看长相一般，但是性格是真的不错，刚刚那么多人就他愿意帮沈若安说话，而且心直口快，和当年的吴北海很相似。乔诺，你快别说了，
早知道今天会这样，我就不带峰哥来了。沈若安有些无奈的道。虽然秦风不在乎，但沈若安还是感觉很对不起秦风，请他来给自己假扮男朋友，结果还遇到这种事。本来就因为喝醉酒那件事，导致沈若安看到秦风仍然觉得有些羞愧，现在加上这件事，更让沈若安有些抬不起头来。乔诺并不知道这些，不由得唏嘘一声道：之前我还担心你现在会不会还在被陈文新给骚扰，现在有秦总在，我就放心了。虽说陈文新是陈家的人，家底殷实，背景深厚，但秦风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也绝对不弱，恐怕绝对不比陈文新要差。从只言片语中能听出来，秦风是刚把苏北一店给收购的，能有这个实力，说收购直接把苏北一店这么大体量的店给收购的人，能量怎么会差到哪里去？秦总，我们家若安可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对他好点。说完，乔诺转头看向秦风，笑着道。秦风悠然一笑，我会的。这话听的沈若安心里感觉有点怪怪的，他知道秦风只不过是随口答应而已，如果这是真的，那自己真的就不用担心陈文新一直在骚扰自己了。不过今天若安得借给我一天，我们俩好久没见了，今天好不容易吃顿饭还被搅和。秦总，你愿意忍痛割爱吗？乔诺不由得打趣道。好，正好我这里还有点事要忙。秦风微微一笑道。正好秦风还要回苏北一店，把手续给签好。虽然这件事并不用着急，但来都来了，省得之后还得再来跑一趟。那好，你女朋友我就接走了。一边说着，乔诺拉着沈若安的手大步离开。秦风耸了耸肩，转身朝着苏北一店而去。很快乔诺便带着沈若安上了一辆奔驰1级。乔诺的家庭条件也不错，否则的话也不敢和和平这么硬刚。说真的，你这男朋友秦风真不错，能看出来他对你也很护着。你说同样是有钱人，怎么做人差距这么大呢？乔诺一边系着安全带，一边喋喋不休的道。走，我带你去老地方吃点东西，看你脸色也太差了，我也后悔了，早知道今天就不喊你来了。听到这话，沈若安犹豫片刻后还是开口道。其实秦风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现在在万兴工作，他是我的老板，也就是万兴的董事长。听到这话，乔诺顿时微微一愣。你说什么？沈若安无奈的道。秦总原本帮了我的忙，我请他吃饭，没想到遇到你了，还被你误会。秦总知道我和陈文新的事，就答应假扮我男朋友来帮忙，怕吃饭的时候陈文新会来捣乱。事情就是这样。沈若安并不打算再将这个谎撒下去，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和乔诺在一块没必要说谎。乔诺的脸色顿时变得极为奇怪，他眉头一皱，看向沈若安道。你的意思是秦风不光是苏北一店的董事长，还是万兴房地产的董事长？沈若安点了点头，不置可否。乔诺不由得深吸一口气，显然他被震惊到了。这么年轻，名下接连有2个这么大的产业，如果再有别的什么，那岂不是能和陈家渡能掰手腕了？想了半天，乔诺顿时务必认真的道。我看今天秦总对你还是有好感的，这么好的男人，若安你能就这么错过吗？第89，不主动一点怎么能行啊？沈若安显然没有听懂乔诺的意思，不由得一头雾水。乔诺认真的道。你真是笨，如果他单纯只是你的老板的话，怎么会同意假扮你的男朋友？说说看，你和他认识之后都发生了什么？我帮你分析分析。现在的乔诺哪里还有吃饭的心思？本来他以为沈若安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另一半，打算请他吃饭庆祝庆祝，结果可倒好，沈若安居然说秦风不是她的男朋友，这顿时让他坐不住了。明明今天2人看起来这么般配，而且秦风还这么护着沈若安，如果没有秦风的话，那沈若安岂不是又要遭到陈文新骚扰？作为沈若安唯一的好友，他可不愿这种事再次发生。倒也没发生什么，毕竟秦总收购万兴也不过才几天的时间而已。沈若安微微一愣后，将这段时间和秦风有关的经历大概描述了一番，当然不包括喝醉酒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这件事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就算是乔诺也不行。你的意思是陈文新来你公司楼下找你，被他撵走了，还说你是他的女朋友？乔诺听到沈若安的话后瞪圆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这件事算是他听到过最震惊的事了。陈文新被赶跑了，之前他以为
秦风应该是和陈文心一个级别的存在，但没想到他在知道陈文心身份的情况下，仍然对他毫不客气，仿佛根本没把陈文心背后的陈家放在眼里一样。对啊，怎么了？沈若安疑惑地问道。还怎么了？乔诺恨铁不成钢的道。你这个傻妮子，什么时候能开窍？秦总肯定是对你有意思的，不然的话怎么会对你这个助理这么好？你怎么就感觉不到呢？难道你对秦风一点意思都没有？听到这话，沈若安的脸色一红。你说什么呢？他是我老板，我哪能……话还没说完，乔诺便打断道：行了，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我哪里见过你提起一个男人的时候这样？被乔诺无情拆穿后，沈若安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她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的确每次想到秦风，她的心就莫名的悸动，根本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去形容。难道这就是乔诺说的有意思？不是我说你呀，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好的男人，你哪能就这么错过了？你要学着主动点才行，人家都帮你这么多忙了，你真觉得就是老板对自己下属正常的？乔诺见沈若安不开窍，顿时急坏了。这是沈若安人生中的一个大事，也是一个机会。只要和秦风真正在一起了，那沈若安以后就再也不用遭受陈文心那种恶心男人的骚扰，还能过得很幸福。主动一点。沈若安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乔诺的意思，不过经过乔诺这么一点拨，他倒是真有点意识到了自己的内心，或许自己对秦风真的有情愫在。这样，咱们先去吃饭，我一点一点教给你。你呀你，真是不让我省心。乔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发动了车子。今天要是不把沈若安这件事教好，他晚上怕是觉都睡不安稳。与此同时，苏北一店，秦总，手续都已经在这了，还有目前苏北一店的员工名单和近期流水，还请您过目。董事长办公室内，尹平生拿着一沓文件，缓缓递到了秦风的面前。秦风简单看了看后，随手将名字签了上去。这种交接手续的合同基本千篇一律，看着和之前的那些大差不差，就没问题。秦总，不知您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尹平生搓着手，小声问道。尽管今天的插曲已经解决了，秦风似乎也没有追究的意思，但他的心里还是提心吊胆。就算没有今天这个事，如果说秦风打算对苏北一店整改的话，他还是一样逃不掉。只是就不用了，流水还算不错，继续保持下去。秦风淡然道：我不喜欢管运营的事，具体情况还是你继续负责，每个月给我看流水就好。如果没有差错的话，你们任何人的位置我都不会动。原本秦风并不能理解尹平生他们的想法，但是自打产业越来越多，他也对这些很是轻车熟路。其实尹平生如此唯唯诺诺，生怕半句话都说错，主要还是怕自己的位置被换下去。既然如此，那就先给他们打一针强心剂，最起码让他们继续认真工作，不用想这些有的没的。其实就算尹平生真的要被换掉，秦风也懒得找人手。从流水和这么多年苏北一店的口碑来看，尹平生的实力绝对是相当大的，和徐风起他们一样，都是可用的人。既然如此，那就做好自己的甩手掌柜就好了。您能满意就好，请秦总放心，我们会继续保持的。果不其然，听到秦风的话后，尹平生明显的松了一口气。看样子秦风的确没有要给苏北一店大换血的打算。既然如此，那他也就放心了。没什么事的话，就去工作吧。秦风将手头的文件一放，平静的道：好的，秦总。尹平生重重的点了点头，悄然退去。有了秦风给打的强心剂在，他终于可以放宽心了。秦风躺在舒适的真皮座椅上，慵懒的伸了个懒腰。这里虽然舒服，但比起金汉来说，还是差点意思。想到这里，秦风缓缓起身，准备回到金汉休息休息。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白子安打过来的。喂，我是秦风。秦风接起电话，疑惑地问道。电话那边，白子安的声音很是激动。秦总，出大事了！您现在可以来一趟公司吗？第90%、3000%、5000%，出什么事了？秦风听到这话，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白子安这是怎么了？别看他年轻，但平日里相当稳健，基本上没有看到过他表露出什么情绪。可今天怎么打电话过来这么激动？是关于万象都会这个项目的，情况有些复杂。秦总，您看您有空来一趟公司吗？我已经将资料整理完了。白子安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道，从语气中
都能听出来他的震惊与难以置信。万象都会，听到这4个字，秦风先是一怔，随后便想起来了这个项目，投资回报率高达5000%的可怕项目。这下秦风算是理解了为什么白子安的反应会这么大。毕竟刚开始看到这个项目离谱的回报率时，就算是秦风也都是吓了一跳，更别提和投资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白子安了。估计他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见过拥有这么离谱回报率的项目。如果遇到了，那现在的万兴地位绝对不止现在这样。不用了，继续跟进这个项目就好。秦风云淡风轻的来了一句。白子安整理的资料对于秦风来说根本不重要，毕竟秦风是一早就知道结局的。听到这话，电话那边的白子安很明显一顿，迟疑片刻后，他缓缓开口道：秦总，您不会早就知道了吧？白子安的洞察力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很明显，结合秦风之前那笃定的神态，加上现在一点不感到惊讶和好奇，这么平静的反应，不难猜出秦风对此早有预料。只是让白子安感到震惊的是，秦风居然那么早就提前知道了万象都会这个项目的与众不同。算是吧，秦风话并没有说得太满，毕竟除了这个项目会被开发成学区之外，其他的都一无所知。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听到秦风的回答后，白子安还是很明显的一怔。秦总，您还是来看一眼吧。主要万象都会这个项目已经引起了陈氏地产的关注，我担心他们会对万兴动手。迟疑片刻后，白子安还是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万象都会这个项目的转变是白子安震惊的一个点，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项目转变后引来的后果。陈氏地产不就是4大家族之一的陈家的陈氏集团吗？也就是陈文兴的家族。听到这话，秦风顿时来了兴趣，倒是把他们给忘了。这么香饽饽的项目，陈氏集团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好，我过会到，你把资料都准备好，在我办公室等我。说完，秦风便挂断了电话。原本秦风并不打算太过于关注万象都会项目，毕竟秦风知道自己是门外汉，甩手掌柜的第一要素就是不懂就不过问，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但这件事涉及到了陈氏集团，那就变得有意思了起来。很快，张东便开着车一路带着秦风来到了万兴集团楼下。刚到楼下，秦风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靓丽的 OL 装，熟悉的长腿黑丝袜，还有那双小巧的高跟鞋，是沈若安。他不是和乔诺吃饭去了吗？秦总。看到秦风后，沈若安急忙赶了过来，开口道：刚刚白总监发来消息，说是万象都会有新进展，我就赶紧赶过来了。秦风看得出来，沈若安满脸难以言喻的震惊之色。上去再说吧。秦风微微一笑，转身朝着万兴集团大门走去。看到秦风的反应，沈若安不由得感到疑惑了起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秦风怎么这么淡定？这可是足以改变整个万兴未来的事，仅仅靠这一个项目，万兴就足以一跃成为苏北龙头之下，甚至如果做到极致，都有可能动摇陈氏集团龙头的地位。然而这一切仿佛对于秦风来说都不算什么一样。尽管这段时间他在秦风身上见到了太多的震撼，但也不至于这么大的项目都看不上吧。虽然心里疑惑，但沈若安还是紧随着秦风一路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秦总，资料已经准备好了。白子安深吸一口气，开口道：就在2个小时前，万象都会被规划到了重点学区，同时苏北即将在万象都会附近规划出一片中心商业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项目，只要这么继续下去，万象都会这个项目的投资利润率至少是3000%。3000%。听到这5个字，站在秦风身旁的沈若安直接傻眼了。他原本只是听说万象都会这个项目被规划成学区了，但怎么都没想到居然能有3000%的纯收益。然而秦风却仍然是一脸的平静。区3000%还是估算的太保守了，这个项目有5000%的投资回报率，不知道白子安如果看到最终的收益，会不会直接惊掉下巴？那就继续运营，别让这个项目付诸东流。秦风平静地开口道：请秦总放心，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跟进。白子安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心虚，他的确是在跟进，但这是在秦风的施压之下。如果没有秦风放下话，一定要将这个项目认真去做的话，可能现在万象都会这个项目就已经被别人给截胡了。到现在想想，白子安都有些后怕。原本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白子安惊叹于秦风的运气，这到底是什么鬼运气？几年没人敢接手的烫手山芋，结果到了秦风手里，
直接变成了摇钱树。才刚拿下没多久的时间，居然直接摇身一变成为了苏北最中心的学区和商业区。但现在看秦风的反应，他才知道，秦风这不是运气，这是实力。原来秦风早就知道这件事，难怪秦风看到万象都会之后，其他的根本看不上，人家早就看到了会是这种结局。此刻的白子安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有多么坐井观天。第91，收购我还想收购他呢。秦总，您不震惊吗？就看到这里，沈若安实在是有些忍不住，开口问道。秦风的反应也太反常了，平静，哪里能这么平静？这可是3000%的收益，可对于秦风来说，似乎根本不算什么，就像是平静的大海掀起一点点涟漪一样，有什么好震惊的？我说过，我拿下万兴，不是为了将万兴搞垮的。这个项目继续跟进，剩下的你看着处理就好了。秦风不急不慢地开口道。这下沈若安也反应过来了，秦风的样子显然是早就知道万象都会被调整规划这件事，但这种事按理来说就连上面都是要完全保密的才对，公开之前知道这件事的人恐怕都不会多于3个手指头。秦风是怎么知道的？可如果他不知道，那为什么会在刚开始要拿下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这么笃定自己这个新老板到底是什么身份？越想沈若安的心里就越是震惊。秦风的身上似乎永远都是秘密，他整个人都是世界未解之谜。秦风哪里知道沈若安的想法，他轻抿一口咖啡后开口道。比起这个，说说吧，陈氏集团那边有什么动作？白子安听到这话，脸上的喜悦之色顿时凝固，随后变得一脸凝重的道。秦总，具体情况我刚刚已经整理好了，资料在这。说完，白子安一边将资料递给秦风，一边开口继续道。陈氏集团身为苏北的龙头企业，对于这种规划，他们知道的时间比我们万兴要更早，所以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他们就直接对万象都会出手。不过我之前按照秦总您所说，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陈氏集团这次碰了壁，但也因此知道了万象都会如今在我万兴手中，所以我担心陈氏集团之后不会善罢甘休，反而会变本加厉。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眉头微微一挑。这种事秦风原本还真没考虑过，不过倒也是在情理之中。不光是陈氏集团，恐怕消息放出来之后，万象都会就成了全苏北房地产行业的焦点。这时候提早拿到万象都会的万兴也会成为全苏北的焦点。你有信心能保住这个项目吗？秦风微眯起眼睛，平静地开口道。白子安听到这话，先是一愣，随后沉声道。秦总，这我不敢保证。陈氏集团在苏北成为龙头企业，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底蕴深厚，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财力和手段。如果是正面竞争的话，我有绝对的把握，但我就怕他们会搞强行吞并收购，这样一来，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无济于事。说到这里，白子安已经不敢再说下去了。陈氏集团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然而还不单单是陈氏集团，还有其他目前实力比万兴要高的公司。此时的万兴极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项目而被陈氏动用强制手段，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而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会被陈氏蛮横吞并。毕竟陈氏不是第一次办出这种事了，之前因为一些项目，陈氏拢共收购了不下10几个大小公司，其中也不乏有比万兴实力强的。收购？听到这话，秦风顿时乐了。除了这一点以外呢？白子安愣了一下，摇头道。没有了。万象都会这个项目我们毕竟入手的早，陈氏想要快速拿下的话，手段只有拿下万兴这一条。秦风笑了笑，顿时摆摆手道。那就不用担心了，你继续运营，确保不会有任何人能在你手中抢走这个项目。至于强行收购，不是问题。强行收购，这不是市值的问题。秦风倒想看看陈家的家底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厚实。要论超能力，秦风还真没服过谁。要是有必要的话，秦风甚至都想动直接用钱去收购陈家股份的想法。买不下，那还是砸得不够多。好的，秦总。听到秦风的话，白子安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还是点头道。要是放在以前，白子安肯定会对此嗤之以鼻，因为秦风看起来太自信了，自信的有些自负，仿佛一副陈氏根本奈何不了他的感觉。但是现在，白子安绝对不会这么想了。仅凭秦风能提前这么长时间知道未来规划这一点，就能看出自己这新老板的实力绝对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恐怕
在秦风眼里，陈氏集团还真不算是什么，这让白子安不由得揣测起了秦风的身份。秦风的背景到底有多可怕，才能让他如此有恃无恐？这下，白子安顿时感到庆幸无比，还好自己没有直接动要转头跳槽的想法，否则的话，错过现在的万兴，恐怕用不了多久，万兴便会成为他只能高高仰视的存在。想到这里，白子安心里的斗志也顿时被激起来了。他最担心的是，被身为后盾的秦风能抵挡得住，那他就完全可以展开手脚了。在此之前，万兴不是没有大项目，但都因为各种事儿被抢占。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刚的老板，居然要和老牌龙头去硬碰硬比财力。既然如此，那自己一定要证明自己，绝对不能给秦风拖后腿。好了，去忙吧，有什么动向，第一时间告诉我，尤其是关于陈氏的。秦风平静地开口道，看来自己的和陈氏的恩怨才刚刚开始，之前和陈文新的摩擦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之后的较量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直到白子安离开，沈若安都还没缓过神来。过了许久，他才回过神，深吸一口气道，秦总，您是怎么这么早就笃定这个项目一定能成的？难道您早就知道万象都会片区要被划分的事？秦风却是一挑眉毛，一脸认真的道，猜的。第92，你说的发现，他正经吗？猜的。这个回答着实让沈若安傻眼了。确定？这个回答未免也太不可信了吧？谁会因为一个猜字就直接把整个万兴的资产全都调动起来，然后直接赌在一个项目身上？这能是猜的？显然沈若安对于这个说辞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明显是秦风不想说，既然这样，那他也绝对不能继续问下去。但沈若安对于秦风的震惊之意越来越深。行了，先去忙吧，时刻注意着陈家。秦风笑了笑，开口道。一提起陈家，沈若安的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对不起秦总，如果不是因为陈文新的话，或许万兴不会有现在的麻烦。沈若安知道，按理来说，陈家就算是因为这个项目，也肯定不会有对万兴下死手的必要。但是因为陈文新，那有机会的话，陈文新肯定不会放过任何能报仇的机会。对于沈若安的歉意，秦风只是微微一笑。你觉得，就算我和陈文新之前没见过面，陈家就会把万象都会这个香饽饽交到万兴手中吗？想想刚刚白子安说的话吧，陈氏集团之所以能做到现在的龙头，就是因为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你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听到这话，沈若安不由得一愣，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而且，我不是你的男朋友吗？帮你撵走这些小人，不是分内的事吗？就在这时，秦风冷不丁开口来了这么一句，这下沈若安的脸顿时染上几分桃红。他不知道秦风说这话有几分是认真的，但无论怎么样，只要听到男朋友这3个字，沈若安的脸就不由自主的红了起来。看到沈若安局促的样子，秦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去忙吧。沈若安弱弱的点了点头，匆忙离开，仿佛在这间屋子里多待1秒都会窒息。秦风慵懒的伸了个懒腰，打算躺在老板椅上好好睡上一觉。这段时间秦风的休息质量一直不怎么样，毕竟战斗太多了，没有多余的时间留来睡觉。虽说以现在秦风的体质，就算是几天不睡也不会感到疲惫，但一直这样还是很影响心情的。正当秦风打算眯一会的时候，突然他的手机传来了响声，嗡嗡嗡。秦风眉头微皱，看向手机，是吴北海的电话。喂，老秦。秦风接起电话，眉毛一挑道，自打把吴北海工作的地方买下来送给他之后，吴北海整个人都变成了工作狂，两人已经很久没喝酒了。今天吴北海打来电话，秦风甚至感到有些意外。怎么，大忙人有时间出来喝酒了？秦风玩味的开口道。听到这话，吴北海顿时哭笑不得。你可别编排我了，跟你比起来，我哪能是大忙人？不过这2天确实太累了，我真没想到，当老板居然这么累。吴北海一边说着，一边揉着肩膀，百般无奈。原本吴北海以为打工人是最累的，以后当了老板肯定天天享受生活。然而没想到，接手公司之后，一大堆事直接对到了他的脸上，这忙前忙后，差点没把吴北海给累死。交给手下的人去做就好了，当个甩手掌柜不好吗？秦风却是不以为意，悠哉悠哉的开口道，得了吧，你是不知道大河现在的情况。吴北海无奈的道，大河上上下下的管理层全部都有问题，如果我当甩手掌柜的话，恐怕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公司就垮了。我现在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换人，
别提了，都是泪。说着说着，吴北海都快哭了。身为员工的时候，还没觉得这些管理层有多蠢，现在身份转变之后，才发现手下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1顶1的废物。有能力的管理层都跳槽了，如果他们之前遗留下几个老项目撑着，怕是现在大河就已经完了。要不我分你几个人过去帮你分担压力。秦风一挑眉毛，开口道：白子安肯定是撤不下来，但是万兴绝对是人才济济，随便找几个去大河，都绝对是降维打击。吴北海摇摇头道：算了，我自己还能忙得过来，也算是借了万兴的事吧。之前走的那些老管理都被我喊回来了，现在运转总算是正常了起来，不然的话，我哪里有空能给你打这个电话。听到这话，秦风微微一怔，没想到吴北海还有这种能力，这才短短几天，居然能将这么棘手的情况给解决了，这的确超出了秦风的预料。秦风笑道：那你打电话过来干什么？打算喝点？喝点就算了，明天我还要去找其他几个老管理层，等忙完，就算是把现在烂透了的领导班子给替换完了。吴北海笑道：我是想着咱们不知道多久没放松了，要不找个地方放松放松。听到这话，秦风顿时眼睛微眯，怎么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算是吧。那去哪？我对这种地方不太了解。秦风直接开口道。虽说秦风不需要，但是陪兄弟那就无所谓了。吴北海顿时沉默了。老秦，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我说的是去运动运动，发泄发泄。要不去趟大学城吧，正好手痒了，咱们去打球，今天天气也不错。秦风眉毛一挑，行，那我去接你。苏北大学城可以说是全苏北最大的体育圣地，拥有全苏北最大的篮球场、足球场和跑道。平常不光是学生，不少热爱运动的人也会来活动活动。就算是毕业了，秦风也会偶尔去一趟，发泄一下身心。只是不知道，现在经过系统体制不断加强之后的自己，运动起来会有怎样的效果？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有些期待了起来。第93，有兴趣参加我的篮球社吗？苏北大学城，再次来到这个地方，秦风不由得有些怀念了起来。分明才毕业半年多，但是大学城可以说是改头换面，包括教学楼、宿舍在内的大部分地方都翻修了一遍，连大学城的门口都重新翻修。才不过半年，竟然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走吧，好久没打了，去虐虐那些小朋友。吴北海坐在副驾驶上，摩拳擦掌道。秦风淡然一笑，将车缓缓停在车位上。此时的秦风已经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法拉利纯血，这车才刚刚发售，而且还是法拉利目前唯一一款 SUV， 就算是在众多豪车里，也是十分扎眼的存在。不少学生都流露出了震惊和羡慕的目光。秦风对此基本已经免疫了。不过上次来大学城，他和吴北海还是骑着共享单车来的，这段时间自己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两人拿着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体育包，大步走进大学城里。没想到一晃半年过去了，来到学校感觉自己还是学生。吴北海不由得感叹道：不过才半年你就原形毕露，摇身一变变成这么大的大老板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这辈子都想不到。秦风微微一笑，四处打量着。在吴北海眼中，秦风原本就是妥妥的富二代，毕业了就不装了。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偌大的篮球场。这时候正值中午午休的时间，不少个子挺拔的大学生下来打篮球。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可不是为了什么运动爱好，顶着这么大太阳弄得浑身是汗，为的是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场上男生们在打篮球，场下则是一群女生看，倒是很有青春校园的感觉。啧，现在的女孩真是越来越好看了。想想咱们那时候哪有什么美女，班上那都是歪瓜裂枣，打篮球也吸引不了好看的妹妹。吴北海在一旁啧一声道：不过你倒是不一样，听说班上难得的美女唐小小，就是因为看你打篮球对你有好感的。你现在和她联系过吗？虽然性子烈了点，但确实好看啊。老秦，你可别错过了。唐小小，秦风哑然失笑道：倒是还联系着呢，何止是联系，都已经拿下了。吴北海的眼光那确实是没错，唐小小给秦风的感觉那可是相当好，一路火花带闪电，打起仗来丝毫不费劲，而且是秦风见过最能打的。行了，上场吧，让他们看看咱们当年402的实力。说完，吴北海直接脱下外套，露出一身黑黢黢的腱子肉。秦风也换上运动鞋，脱下外套。殊不知
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目光都朝着秦风凑了过来。秦风本来就毕业没多久，现在虽说有钱了，但秦风也没穿的像个老板。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加上系统给的魅力值，直接让秦风慢慢成为了全场女生注意的焦点。原本在学生时期，秦风就是有名的篮球小王子，当初可真算是打遍整个大学无敌手。现在重新上阵，系统奖励的体质值直接成为了秦风最有力的装甲。刚一上场，秦风直接一通操作，把打球的大学生看懵了。不到5分钟，秦风直接彻底成为了全场的焦点。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直接成了秦风的个人表演赛，其他人全都成了陪衬，甚至一个人对付全场的10几个人，仍旧游刃有余。系统强化的体质值，可不光是增强力量，同时还增强了对身体的把控和速度，带球过人，根本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乖乖，老秦你真是帅气不减当年啊！打完球，吴北海都快累趴了，直接瘫坐在椅子上，震惊的道：“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锻炼了？也忒猛了！你是不知道，刚刚旁边那些小女生的眼神都要扑上来把你给吃了。操，有钱就罢了，还这么帅，体能还这么好，老秦，我羡慕死你了。”吴北海喝了一大口水后，就开始了连珠炮的吐槽。秦风却是悠悠一笑，道：“发泄完了吗？喝点去。”吴北海没好气的道：“得了吧，今天全看你发泄了，喝酒去喝酒去，以后再也不跟你打球了。本来还想吸引妹妹呢，现在好了，成你表演赛了。”秦风顿时哭笑不得，这还真不是他故意表演，的确是太久没运动了，手有点热就开始上头，没想到打得这么酣畅淋漓。你好，我叫许坤，兄弟，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篮球队？就在这时，一个梳着中分、染了奶奶灰、穿着背带裤的男生大步走了过来，笑着道：“不聊，谢谢。”秦风看着他一身打扮，眉头微微一皱，这么热的天，还穿着背带裤打篮球，不热吗？我们校队已经成立2年半了，在苏北大学相当有实力的。许坤不打算放弃，继续道：“只要你加入我们，我们可以代表苏北大学参加大学生篮球赛，有你在，我们绝对能夺冠。”秦风顿时哭笑不得，起身便走。我不是学生，真没兴趣。许坤没打算放弃，一路跟了过来。兄弟，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的实力也不弱的。说完，他转过头朝篮球社的成员道：“你们说，厉不厉害你坤哥？”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却被后面的人一头撞了个趔趄，差点没摔倒在地上。哎呦，你干嘛？许坤不满地开口道。然而，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却发现秦风和吴北海早就没了身影。此时的秦风可没时间跟学生玩什么篮球社。老秦，你看，不光女孩，在男人堆里你也这么受欢迎啊？吴北海却是笑呵呵的道。滚蛋！秦风没好气的道。正在两人打算离开的时候，突然，秦风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软糯的声音：“你好。”第94，童颜巨妹主动加微信。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一愣，随后回头望去，说话的是一个女孩子，穿着 JK 服，一个小巧的马尾辫搭在肩膀上，还穿着白丝帆布鞋，怎么看都是一个学生，甚至都不像是大学生，像是高中生。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可以媲美当时秦风遇到的小代驾江宁宁的大白兔。乖乖，这起码得有个剧了吧？这妥妥的童颜剧，有事吗？秦风微微一笑道。对于这种长得好看还有如此傲人长处的妹子，秦风一向很温柔。那个妹子看起来很是害羞，欲言又止的样子，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则是轻轻攥住裙角，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学长你是哪个班的，总感觉好像在哪见过你。想了半天，妹子才开口，支支吾吾的道：“是吗？可我已经毕业半年多了。”秦风淡然一笑道。这下妹子顿时变得很是局促。这下一旁的吴北海顿时看不下去了，轻咳一声道：“毕业怎么了？那也是学长啊。当年老秦可是咱们苏北大学有名的篮球小王子，打遍整个苏北大学无敌手，你看他眼熟也正常。”妹子的眼前顿时一亮，但仍然有些不敢抬头看向秦风。吴北海见状，顿时一挑眉毛，开口道：“老秦，咱们不是还有事吗？快点走吧。”听到这话，妹子顿时急了，慌忙拿起手机，眼见着秦风要走，
急忙开口道：“学长，我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我平常也挺喜欢打篮球的，希望学长多教教我。”这下，秦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搞了半天，原来是要加自己的微信，看着有点眼熟，还爱打篮球，居然还用这种男生追女生，用了会被直接喷死的理由。不过，秦风倒是不介意，这种级别的美女，主要是还有这么大的骄傲。嗨，准确的说，是为了妹子的篮球梦，怎么都不能拒绝才是。想到这里，秦风顿时拿出了手机：“你扫我，我扫你。”妹子眼前一亮，点点头，小声道：“我扫你吧。”说完，他拿起手机，扫上了秦风的微信码。能看出来，他脸上闪过一份欣喜。加完之后，妹子收起手机，轻轻点了点头，连句话也不敢说，就慌忙跑开。那傲人的山丘不断在晃动，看得秦风顿时微微一挑眉毛。据说世界上平均水平也就是 C， 能超过 C 的就已经超过 90% 的人了。这种10里挑一的妹子，自己一连居然遇到了2个。老秦，可以啊。等妹子走远后，吴北海终于忍不住了，这妹子绝对的极品啊，长得好看，还这么吓人，简直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现在居然直接主动要你的微信，啧，真是风流不减当年。吴北海顿时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妈的，没天理了，长得帅就罢了，关键是还贼 TM 有钱。秦风顿时哭笑不得。吴北海没好气的道：“上学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迟钝啊，人家妹子本来就是来找你搭讪的，你可倒好，反而像个木头。不说了呀，今天你可欠哥们一个人情，怎么办？”秦风微微一挑眉毛：“要不我再送你一家公司。”吴北海脸色一变，急忙摆摆手道：“别了，你还是请我喝酒吧。”两人呵呵一笑，大步往校门外离开。与此同时，另一边，楠要到了没有？刚刚的童颜巨妹刚走到操场附近，便被一个女孩围住，激动地问道：“要到了。”楠满脸通红，小声的道：“真看不出来，关键时刻你还是有点用的嘛，也不枉我刚刚这么怂恿你，要不然你可就错过这么个大帅哥了。”女孩顿时笑道：“这么帅的男生，要不是我是你的好闺蜜，不忍心跟你争，我就自己上了。”楠拿着手机，死死盯着手机上的消息，是秦风同意了他好友请求后自动发送的消息。秦风，楠深吸一口气，急忙打字回应道：“学长，我叫安亚楠。”消息发过去后，他的心脏砰砰直跳，仿佛有1万头小鹿在乱撞。今天怎么都得请我吃饭哈？在他身旁的女孩笑呵呵的道。此时，秦风和吴北海二人已经来到了校门外，正在两人打算直接上车的时候，突然看到前面围满了人。卧槽，这什么车？法拉利啊？不会是假法拉利吧？法拉利哪有 SUV？ 土狗，这是今年刚出的款式，好几千万呢。乖，这么贵，还停在咱们学校门口，这是哪个顶级神号啊？一群学生围在秦风的法拉利纯血不远处，远远看着，眼神之中充斥着羡慕的目光。虽说苏北是1线城市，豪车特别多，开豪车来苏北大学装逼的大有人在，但是这种刚出的，价格还高到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顶级豪车，这平常可根本见不到。老秦，记得当年咱们和他们也差不多吧？现在真是时代变了。吴北海顿时道：“得了吧，喝酒去。”秦风耸了耸肩，直接大步朝着车上走去。这种目光，最开始秦风还很是受用，但现在秦风已经习惯了，顶着众人羡慕的目光，两人上了车。今天由于是出来玩，秦风是自己开车过来的，也算是给张东放了个假。随着秦风一脚油门，法拉利发出一阵低吼。别看这车是 SUV， 但毕竟是法拉利，发动机的轰鸣声仍旧如此悦耳，这让周围学生顿时躲得远远的，眼神中充满着羡慕。如果秦风是一个中年人的话，他们绝对不会露出这种眼神，但秦风看起来和他们一样大，20多岁，开着几千万的车，真是人比人，气死人。第95，学长是顶级富二代。金汉大酒店，秦风和吴北海两人直接喝到了10点多，最终还是张东来把两人接连送回了家。躺在金汉大酒店的床上，秦风的酒意正在慢慢消散，只要秦风不想醉，随时都能解酒。但此时的秦风并没有解酒的打算，酒精发挥作用，使得秦风现在头脑有些发胀，但这种感觉
却很是惬意。借着酒劲，秦风透着落地窗，看着难得的满月，不由得打开手机，拍下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嗡嗡，很快，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看向手机，是林婉月发来的。天哥，有什么心事吗？秦风，没有，不过挺想你的。林婉月，天哥，等我亲戚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陪你再好好看着月色。秦风，那一字马学会了吗？林婉月，不告诉你，过2天你就知道了。正发着消息，秦风的微信又接连传来了点赞信息，还有新的消息。张小芷，哇，好想念苏北的夜色，太美了。秦风，想的只是夜色。张小芷，那肯定不是，还有奶油。风哥，你什么时候来天海给我送奶油吃？秦风，过段时间。管饱。裴雅诗，哇，之前从来没看过，在京汉看，夜色这么美。秦风，要不来赏月？裴雅诗，好哥哥，饶了我吧，我现在站都站不稳呢。唐小小，风哥，你这是在哪啊？怎么感觉你就住在天上？秦风，你来找我，我送你上天。唐小小，好啊，不过还是明天吧，好哥哥。你是不知道，我到现在大腿都还疼呢。看着这群妹子一个个发来的消息，秦风不由得一挑眉毛，看来系统给的体质实在是太猛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扛得住全程。无敌还真是一种寂寞，不过也没办法，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是唐小小一样，要是自己用全力的话，恐怕唐小小都熬不住。正在一个个回复消息的时候，突然秦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头像，发来了消息。学长，你这是在哪啊？学长，听到这个称呼，秦风先是微微一愣，除了下午刚加了自己微信的妹子，还真没人会叫自己这个称呼。安亚楠，名字倒是挺好听，和人一样。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想起了那晃得自己有些眼晕的大白兔。大，太大了。金汉大酒店。秦风悠然回复道。安亚楠，啊，你住在酒店啊？秦风，住习惯了。安亚楠，你也太奢侈了吧，住在5星级酒店。秦风，还好吧，这酒店是我的，我住着不花钱。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和之前那些妹子一对比，很明显安亚楠要多青涩有多青涩，连聊天都不怎么会。要不是这个妹子长得的确可以，秦风会直接失去兴趣。不过毕竟人家有特长，仅凭这一点，尬聊就尬聊吧。然而就在秦风将这条消息发过去的时候，安亚楠直接愣住了，他瞪圆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手机。金汉大酒店是秦风的。虽然安亚楠并没有去过金汉大酒店，甚至连看都没看过，但是关于这个苏北第一5星级大酒店的名字，他还是听说过的。秦风看着分明这么年轻，居然有着金汉大酒店，很明显秦风这绝对是在吹牛。想到这里，安亚楠顿时回复道，学长，你也太会吹牛了吧，你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秦风看着消息，顿时哭笑不得，这个妹子真是单纯的可以，怀疑就怀疑，干嘛直接问出来？秦风，这酒店真是我的，也就发这么一句。秦风也懒得多做解释，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没必要去解释这么多。这下安亚楠顿时愣住了，她跪在床上，盯着手机上的内容，到现在都有点不太相信秦风的话。她不由得探出头来，朝着上铺看去。小雪，小雪，上铺住着的小雪，就是之前怂恿安亚楠去主动要秦风微信的妹子。她眉头一皱，疑惑的道，怎么了？安亚楠小声开口道，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咱们班上的许亚洲说的关于金汉大酒店的话？他爸爸不是金汉大酒店的吗？为了求证，安亚楠决定自己询问，但是他太过腼腆了，以至于在许亚洲讨论金汉大酒店的时候，他都不敢上前去听。你问这个干嘛？小雪眉头微皱，疑惑的道。安亚楠小声道，你还记得我今天下午加的学长吗？他说金汉大酒店是他的，我就想求证一下。听到这话，小雪顿时哭笑不得的道，他那是逗你玩呢。楠，你也太傻了，这你也信？安亚楠认真的道，我觉得他没在开玩笑。你看他发的朋友圈，定位就是金汉大酒店。一边说着，安亚楠一边将手机递给了小雪。小雪不屑的看了过去，他才不相信，秦风看起来分明比他们没大多少，金汉大酒店怎么可能是他的？然而就在看到消息内容的时候，他顿时愣住了，还真是。看着照片，小雪顿时坐不住了，她急忙一咕噜坐了起来，
瞪圆了眼睛道：“他说的可能是真的啊？”这下轮到安亚楠愣住了。没错，可能是真的。小雪重复道：“你看他拍照的位置，分明就是在金汉大酒店顶楼位置。许亚洲说过，金汉大酒店有个独特的位置，就是顶楼，那里是专门给特殊的客人，或者是金汉大酒店的董事长住的。再看他说的话，还真有可能是真的。乖乖，楠楠，你的这个学长是顶级富二代。”听到这话，安亚楠直接愣住了，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手机，怎么都想不到，秦风居然是顶级富二代。第96，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学长，你该不会是富二代吧？脑海里一浮现出这个想法之后，安亚楠想都没想，直接把消息发了过去。小雪见状，微微一撇嘴，这要是真的，那你这个学长何止是富二代，绝对算得上是整个苏北数一数二的富豪了吧？金汉大酒店，如果秦风真是金汉大酒店老板的话，那身家绝对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仅仅从苏北第一5星级酒店这个名头就能看得出来，秦风绝对算得上是苏北的顶层人士。他们哪能想得到，只是因为看起来很帅而去加的秦风好友，结果居然是这么一个顶级神豪，富二代。看到这条消息，秦风不由得微微一笑，不是，顶多算是个富一代。这话秦风倒也没说错，虽然钱和产业都是系统奖励的，但现在这些钱都在秦风的名下，何止是富一代，现在的秦风还不自知，自己的产业加手中流动资金，已经足以和底蕴深厚的4大家族相提并论了。不过，就算知道，秦风也并不会在乎。4大家族，秦风还真没放在眼里。只要给秦风足够多的签到时间，就算是再老牌的家族，赚钱速度都望尘莫及。看到秦风发来的消息，小雪和安亚楠两个人大眼瞪着小眼，这应该不会是真的吧？我还是不敢相信，他明明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大才对。小雪紧皱起眉头，考虑再三后开口道：“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留个心眼，搞不好他就是偷了一张图而已，又不是亲眼所见。”虽然秦风说的这么笃定，但小雪还是不敢相信，一个20多岁、刚毕业半年的大学生，居然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别开玩笑了，你们俩在那密谋什么呢？明天还要考试呢，这都10点多了还不睡。就在两个人还在震惊的时候，突然不远处的床铺传来了一个声音，说话的是安亚楠宿舍的社长，也是大姐头，名叫楚新月，性格很是强势。虽说安亚楠寝室4个人关系都很不错，但是对于楚新月，安亚楠还是莫名的发怵。没什么。安亚楠急忙缩回了自己的床铺，下意识将手机藏了藏。真的吗？我刚刚可是听到你们俩在那嘟囔什么要微信富二代什么的。楠楠，你该不会恋爱了？恋爱对象还是个富二代吧？就在这时，另一边也传来了声音，说话的姑娘是安亚楠寝室的最后一个人，名叫孙萌。恋爱了？听到这话，楚新月微微一愣，脸上露出几分惊喜之色。真的假的？我们家的榆木脑袋开窍了。听到两人一唱一和，安亚楠恨不得把头都埋在骄傲里，一句话也不敢说。恋爱不至于，刚要到微信而已，要不是我怂恿了半天，楠楠都不敢主动跑过去要微信。你们是不知道，那学长打篮球的时候有多帅。小雪可不像是安亚楠，顿时滔滔不绝地说道。这下顿时引来了两人的兴趣，他们干脆直接把睡觉这件事抛之脑后，纷纷凑了过来。细说细说。安亚楠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雪则是直接下来，坐到了安亚楠的床边，开口道：“今天下午，我和楠楠一起去吃饭，路过篮球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超级大帅哥在打篮球，10几个人一起拦，都拦不住，而且人长得帅，个子也高，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大。你们是不知道，当时楠楠的眼睛都直了。”被小雪这么一说，安亚楠顿时有些手足无措的道：“小雪，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小雪却不以为意，继续道：“我哪里看过楠楠这样，好说歹说说服他去要了那个帅哥的微信。就在刚刚，这位帅哥发了朋友圈，你们猜他在哪？金汉大酒店。刚刚还告诉小雪，他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听到想小雪的话，楚新月和孙萌两人大眼瞪小眼。过了半天，楚新月才皱着眉头道：“楠楠，你这是被骗了呀？金汉大酒店是什么？是整个苏北最大的5星级酒店。听你们这么说，你们说的那个学长和我们一样大，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产业？别乱信男人的话，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还都是小白兔，不知道谁有多深。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楚新月和同宿舍的3个人完全不同，他虽然是学生，但家境是4人之中最好的，算是个小富家千金，平常也算是见多识广，对于金汉大酒店也比他们了解的多得多。金汉大酒店市值起码几10个亿，这还是保守估计的情况下，一个和他们一样大，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就算是富二代，名下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产业，我觉得也不可信。可是他发来的照片一看就是在金汉大酒店顶层。之前我听许亚洲说过，金汉大酒店的顶层只有董事长才能住呢。小雪急忙开口道，一边说着，一边拿过了安亚楠的手机，将秦风朋友圈的照片调出来，递给2人。楚新月一看，眉头紧皱道，这种图证明不了什么，谁知道是不是他拍的？小雪，你也是，明知道楠楠没心眼，还不帮他分析分析，这一看就是假的，一张图就把你们唬住了。不是楚新月不信，而是这个谎有点太鬼扯了，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相信，可偏偏安亚楠还就不是个正常人，属于是真正的兔大无脑。是不是真的？咱们明天去金汉大酒店看看不就知道了。万一是真的，楠楠这可是认识了一个超级大富豪啊。小雪还是有些不甘心的道。楚新月耸了耸肩，那随便吧，反正明天我也打算出去玩，正好去看看。让你们死心，他要真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怎么可能会闲着没事来苏北大学玩，还被你们遇到了。第97，学长真是顶级神豪。说完，楚新月直接站起身来，回到床铺。这种事怎么想都绝对是假的，可偏偏安亚楠和陈雪2个人还是没脑子的。虽然他并不想去验证这一看就是谎言的假话，但是为了让这2个没脑子的死心走一趟就走一趟。孙萌虽然没有说话，但也是轻轻摇了摇头。楠楠，明天死心之后就当是长记性了吧，这种满嘴谎话的男人不能留，再帅也不行，赶紧删了吧。说完，他也回到了床铺上，只有小雪轻轻拍了拍安亚楠的肩膀，快睡吧。虽然他也不相信秦风的话，但实在是不忍心说出口。安亚楠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手机上的内容，定格在了和秦风的聊天画面上。在心底里，安亚楠很清楚，秦风说的可能就是一句玩笑话，他肯定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产业。可不知为何，从心底里，安亚楠反而很是期待秦风说的是真的，仿佛秦风说的任何话他都愿意相信一样。难道这就是大姐头常常挂在嘴边的恋爱脑？第2天刚一起床，宿舍4人上完课后便直接坐着楚新月的车前往了金汉大酒店。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验证的必要，这种谎言一戳就破。看着眼前富丽堂皇的金汉大酒店，楚新月无奈的道。然而压根就没有人听他说的话。3个人从车库上来之后，便被金汉大酒店给吸引住了。难怪说是全苏北最豪华的酒店，光是这么看都觉得奢侈啊。孙萌不由得感叹道。楚新月平静的道，毕竟是咱们苏北市的龙头企业，苏北虽然有3个5星级酒店，但是其他2个加起来也比不上金汉。光说这里的消费就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水平，在这最普通的房间住上一晚都要花上千。金汉大酒店，楚新月只来过一次，还是跟着父母一起来参加的聚会，所以他一口咬定秦天绝对不可能是这里的老板，能拥有这里股份的人都基本是驰骋商界多年的中年商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很快4人便一同走进了金汉大酒店。不知为何，安亚楠心里莫名的紧张了起来。他倒不是怕秦风是在骗他，而是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有些不适应，感觉来到这种地方自己就像是一个蝼蚁一般。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很快接引人员便大步走了上来，礼貌的笑道。虽然眼前4人一看就是消费水平有限的学生，但身为服务行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要轻看任何一个消费者，更何况自己家的大老板不就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吗？抱歉，我们是来找人的。楚新月礼貌一笑道。除了他以外，剩下3个人甚至都不敢开口，他们完完全全被这种高消费场所给震撼到了。请问您是要找哪位呢？接引人员带着4人来到前台，继续问道。秦风，你们认识吗？楚新月干脆利落地问道。是不是这里的老板？问一嘴就知道了，其他的验证都不需要。秦风听到这2个字，接引人员的脸色明显一滞，这不是自己家老板的名字吗？眼前这4个女生是来找自家老板的，您确定要找的人是秦风吗？接引人员再三确认道。没错，就和我们差不多大，很高很帅。楚新月简单描述道。
虽然没见过秦风，但从小雪和安亚楠的描述就能得到秦风的基本特征。这条件，那没错了。接引人员不由得肃然起敬，沉声道：“请您稍等。”说完，他便匆忙离开。来找秦风，这就不是他能处理的了。这种事，必须要找大堂经理接待。看接引人员和前台的眼神，楚新月不由得微微一愣。难道他们还真认识秦风不成？不然的话，直截了当的说不认识不就好了？月姐，怎么样？看接引人员莫名其妙的跑开，陈雪不由得凑上来，疑惑的问道：“不知道，在这等会吧。”楚新月心里也纳闷，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开口道：“我觉得应该是不认识，或者是这里有重名的人吧。”众人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很快，1楼的大堂经理匆忙赶了过来，他看向眼前的4个女生，心里微微一震。卧槽，这次老板玩的这么大，4个女大学生，平常怎么看也就1个的呀。几位美女，请问是你们要找秦总吗？大堂经理赶了过来，一本正经的道：“秦总。”这2个字一出，直接让4个人表情骤然一变，尤其是楚新月，他可太清楚了，在这里什么总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叫的，被这么称呼，就算不是金汉的老板，也至少是管理层。金汉的管理层，这个身份就已经完全让人震惊了。秦风，是你们的老板吗？楚新月深吸了一口气，不敢置信地问道。看着眼前4个奇怪的女生，大堂经理不由得眉头一皱。显然，他们4人和秦风应该不怎么熟悉，否则的话，不可能在自己喊出秦总的时候露出这种表情。请问你们是秦总的朋友吗？我可以帮你们告知。大堂经理不由得留了个心眼，没有回答他们任何一个问题。鬼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这句话一出，彻底证实了秦风所说的话，这不就是默认了秦风就是金汉的老板？这下楚新月算是彻底懵了。他佯装镇定的道：“不了，我就是来问一问，不用告诉秦总，谢谢。”说完，他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说，急忙带着4个人离开。现在他的后背都在直冒冷汗，没想到他嗤之以鼻的谎言全是真的。金汉大酒店的老板真的叫秦风，也就是说安亚楠家的学长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个顶级富豪。第98，新的奖励，直接送美女。完了，全完了。现在的楚新月心里只有后怕。秦风这种身份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苏北大学，又怎么会这要巧被安亚楠家了好友？这也太巧了吧。这种顶级富豪平常见一面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更别说有好友了。现在他就担心，刚刚那个大堂经理如果告诉了秦风，让秦风知道了，是自己带人来试探他，要是秦风对此感到不满，因此记住了自己怎么办？楚新月越想越害怕。虽然平时他是很强势的人，但在秦风这种拥有绝对身份的人面前，简直连个虫子都不如。秦风愿意加安亚楠，说明对安亚楠有好感，自己要是搅和了，那还得了。离开金汉大酒店，前往地下车库的路上，楚新月一句话也不敢说，倒是小雪和孙萌2人激动无比。楠，我的天，你的学长没骗你，他真是金汉大酒店的老板，又有钱还那么帅，他愿意加你好友，说明对你有好感啊。楠，你要加入豪门了。2人七嘴八舌，比安亚楠本人还要激动。这种只能在电视剧小说里才能看到的鬼扯剧情，居然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了。楠，这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吗？对啊，楠正好又是小白兔那种类型的。下一步，你的学长就要对你说，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了。这也太刺激了吧！2人兴奋的几乎都快要蹦起来。反观安亚楠，此时脸皮都还有些发麻，他到现在都还有点没回过神来。这真的是真的，秦风没有骗他。你们别胡说，就只是加了个好友而已，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夸张？他真的是酒店老板，能不能看得上我都还不好说呢。话刚说完，安亚楠便后悔了，自己这是在说什么啊？这不就是承认自己喜欢人家了？怕什么？总裁最喜欢没有背景的傻白甜了。楠，这可是你的机会，快跟你学长赶快培养感情啊！陈雪顿时开口安慰道，而且还这么帅，这种男人去哪找啊？安亚楠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们别胡说了，我跟他连朋友都算不上。安亚楠小声开口道，的确，他只是要到了好友而已。现在知道了秦风的身份是真的，他更不敢给秦风发消息了。无论如何，
他和秦风两人都绝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股莫名的自卑感顿时涌上心头。看着眼前的三人，楚星月深吸一口气，先上车吧。此时他的心绪完全乱了，平常很有主意的他，完全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他的内心对于秦风的好奇越发严重了起来。20多岁，是苏北最大5星级酒店的老板，这种人现实中真的存在吗？与此同时，金汉大酒店顶层总统套房，秦风慵懒的在睡梦中醒来，这一觉睡的是真畅快。系统签到。刚清醒，秦风就直接开口道：每日1000，延年益寿。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千里姻缘一线牵机会1次，恭喜宿主获得额外奖励魅力值+5。看到这个奇怪的奖励，秦风不由得愣住了。什么玩意？千里姻缘一线牵？系统，这是什么东西？秦风顿时愣住了。以前系统可从来没奖励过光听名字都感觉很抽象的东西。本次机会可以帮宿主大幅度提升遇见顶级美女的概率，并且会为宿主提供机会获得美女倾心。听到系统的解释，秦风顿时愣住了。这怎么越听越抽象了？以往系统送的都是真金白银，要么就是产业，现在可好，直接送美女了是吧？还附赠了5点魅力值，是生怕自己搞不到手。一时间，秦风不知道从哪里吐槽好。不得不说，这系统是真的强，还能生成利于自己把妹的随机事件。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就算没有系统的帮助，秦风如果有看上的妹子，凭借强大的超能力，还有相当高的魅力值，想要拿下很简单。这奖励还是有点太鸡肋了。这次的奖励基本等同于一个摆设。很快，秦风直接把这件事抛之脑后。比起这个，还不如多给自己几个产业来的实在。正当秦风打算洗漱一番，去万兴看看万象都会项目的时候，嗡嗡！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秦风一边漱口，一边接听了电话。喂，我是秦风。电话那头传来了秦韵的声音。大老板，起床了没？听到这话，秦风顿时哑然失笑。老姐，你怎么突然想到给我打电话了？又要来苏北？秦韵无奈的道。我也想啊，可这边工作太忙了。不过应该用不了几天，我就能调到苏北工作了。我们公司准备在苏北开展业务，我当组长。秦风顿时笑道。那就提前恭喜秦组长了。快来吧，我请你们吃饭。你们？秦韵没好气的道。你还真是没羞没臊，这么点时间就想小芷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小芷是不是已经那个了？秦风苦笑一声，并没有回答。秦韵毕竟是自己老姐，这种话在他面前还是有些说不出口。不是我说，你们发展的也太快了吧？你要是敢对小芷不好，我肯定饶不了你。秦韵翻了个白眼，看来秦风是默认了。他做梦都没想到，秦风居然这么快就拿下了自己的闺蜜。这下可好，以后他看到小芷，总不能直接喊弟妹吧？老姐，你就先别说我了，打电话过来什么事？秦风洗完脸，用毛巾擦了擦水珠，疑惑的道：是肯定是有的，你现在有空没有？帮我接一个人。秦韵的声音顿时变得正经了起来。接人？第99。陈家的手段。对，我同学，他也是出差，要在苏北待一段时间，我担心他人生地不熟的，你去接一下他。秦韵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过来。秦风点头道：空我倒是有。男的女的？秦韵没好气的道：女的，还是个超级大美女，差一点就比上你姐了。但我可说好啊，你别打她的主意，你要是敢对不起小芷，你就完了。秦风顿时哭笑不得的道：老姐，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种人吗？你把班次发给我，我来安排。既然是秦韵的请求，秦风肯定不会拒绝。反正现在的秦风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无所事事。又是去接美女，那肯定得去看看才行。行，我过会发给你，你别大包大揽啊，花销我给你报销。说完，秦韵便挂断了电话。秦风看着手机，耸了耸肩。突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升了起来。该不会这就是系统奖励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吧？还是自己老姐送来的？还真是美女扎堆。秦韵身边的美女还真不少，张小芷就已经算是极品了。今天要接的人，能被秦韵说是超级大美女，那肯定不赖。很快，秦韵的消息便发了过来。苏北机场，预计11点半抵达。11点半，秦风瞥了一眼时间，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紧接着，
秦韵便将要接的人名字和照片一并发了过来。巫妙云，看着这个名字，秦风不由得微微一挑眉毛。名字不是重点，重点是老姐秦韵发来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曼妙的女人，看上去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一脸清冷，神情冷漠，但那姣好的脸还是让秦风眼前一亮。这种级别的美女，绝对称得上是10万里挑一。即便秦风见过无数的美女，但眼前这个女人，仅仅从照片上都能感觉到她的与众不同，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仿佛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样。那眼神有一股睥睨的韵味，有点意思。秦风淡然一笑，有些期待和这个巫妙云的相会，给张东打电话道：东子，安排一下车，10分钟后去机场接人。好的，老板。张东毫不犹豫地开口道。秦风之所以选择张东来给自己当司机，主要还是他的性子。别看张东和秦风是发小的关系，但从来不会拿这件事说事。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不会有任何多余的话，只要一句话便会立刻到。也难怪，他原先就入过伍，执行力不是一般的强。正当秦风收拾准备离开的时候，嗡嗡，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再次响起。喂，我是秦风。秦风接起电话，疑惑的道：秦先生，您好。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秦风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还是豹子号。有事吗？秦风的第一反应就是诈骗电话。自打秦风名下的资产和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多之后，诈骗电话层出不穷。不过这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电子音，秦风便也没直接挂断电话。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我是肖小云，是天风别墅售楼处的经理。电话那头继续开口道。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一愣。说实话，要不是肖小云打来这个电话，秦风都忘了最开始系统觉醒的时候，奖励给自己一套天风别墅。虽然和姑苏别院完全不能比，但也绝对是苏北顶级别墅之一了。现在产业一多，秦风连去看都没再看一眼。是别墅出了什么事吗？秦风微微一皱眉头，疑惑的道。肖小云急忙摇头道：虽然您不在，但是安保措施我们绝对是有保障的，每天都会有人帮您检查别墅安全的，这一点还请您放心。那是什么事？秦风微皱眉头，开口道。他真想不到，肖小云除了关于天风别墅的事，还会有别的事来找自己。是这样的，我们苏北在大概1周以后会有一场地皮拍卖会，我看您作为万兴地产集团的董事长，所以给您打来这个电话，希望您可以前来参加。请柬已经送到万兴集团了。肖小云紧忙解释道。他在名单上看到秦风的时候，还不由得一愣，没想到还真是秦风，难怪会一夜直接怒掷千金买下天风别墅，眼睛都不眨一下，原来是万兴集团的董事长。地皮拍卖会，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对这个并不怎么感兴趣。地皮这种东西，有美女来的实在吗？肖小云见秦风语气有些不对，急忙开口道：这次地皮拍卖会是官方举办的，苏北所有的知名房产公司都被邀请来了。陈先生特地前来表示，希望我们可以邀请您来参加，所以我们才冒昧给您打来电话。肖小云口中的陈先生，正是陈氏集团的董事长陈文兴的父亲。他怎么都没想到，秦风一个年轻人，居然会被陈氏集团董事长这种级别的人这么诚挚邀请。陈先生，陈氏集团，这个念头一出，秦风顿时来了兴趣，感情这是鸿门宴啊！好，我会去的。想到这里，秦风当即开口道，他倒要看看陈家能搞出什么名堂。好的，我们诚挚期待您的到来。秦风直接挂断了电话。地皮拍卖会也好，陈家也罢，都无所谓。陈家要想倒自己的话，无非就是用钱砸，打算在地皮拍卖会上排挤自己和万兴罢了。这个如意算盘打的倒是挺响，只可惜秦风最不缺的就是钱，想用钱砸晕自己，恐怕现在这世上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要说现在比秦风有钱的，世界上也有，而且不少，但是要比敛财能力，也不看看系统答不答应。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干脆将这件事抛之脑后。比起这些，还是巫妙云比较重要。第100，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与此同时，苏北某处高档别墅区1号别墅内，爸，有什么急事喊我回来？我不都说了吗？我还没忙完呢。一个满脸轻浮的年轻人不满地对一个满脸严肃的中年人开口道。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陈文兴。忙什么？你平常除了游手好闲，去搞大别人的肚子，
你还会什么？中年人的声音不怒自威，让陈文新不由得浑身一震。这个中年人就是陈文新的父亲，也是陈家的家主，陈氏地产集团的董事长陈正峰。爸，你误会我了，我这段时间在忙万象都会的事。陈文新深吸一口气，开口道：万象都会不是被规划成了重点学区了吗？我打算把它直接拿下，都已经做好准备了，现在就差临门一脚。您可倒好，把我叫回来了。哪知听到这话，陈正峰脸上顿时涌现几分愠怒，甚至爆出一根青筋。你再给我胡扯！万象都会这个项目早就在被规划之前让万兴给拿下了，我倒想听听你怎么就差临门一脚，又是怎么盯这个项目的。听到这话，陈文新顿时傻眼了。万兴，这不是沈若安在的那个公司吗？怎么这要巧？刚刚他纯粹是在扯谎，只是给自己找个借口不用挨骂，结果可好，现在直接撞到了枪口上。其实这段时间陈文新都在密谋，打算报复秦风。然而秦风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正调查着呢，还没多少头绪，就被自己老爹给喊了过来。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之前收拾你的那个秦风就是万兴的董事长，你知不知道这个秦风同时还拿下了金汉大酒店、苏北一店等多家产业？你知不知道你还想报复他，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陈正峰恨铁不成钢的道，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资料砸向了陈文新。有这么个儿子，他感觉自己简直是上辈子造了孽。这一句话直接像是一道道天雷，直接在陈文新的脑门上劈开。他呆滞的站在原地，看着手上的资料，上面都是关于秦风的资料，包括秦风现在名下的所有产业。这下他直接愣住了，他怎么都没想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自己老爹都知道，而且都已经调查好了。更没想到秦风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居然有这么深厚的背景和底蕴，名下这么多产业，同时他自己又没有正式的集团，也就是说他不是大家族的人，这些完全都是他的个人产业。这下陈文新顿时暗暗庆幸自己还没去找秦风的麻烦，否则的话就算是自己老爹想给自己擦这个屁股都得异常艰难。那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白白将这么大的项目给万兴吧？万兴算是个什么公司，也配跟我们陈家抢生意？陈文新顿时不满的道，就算他和秦风没有恩怨，就算没有沈若安这件事，万象都会可是一个白白的赚钱机会，而且数额相当大，就算是陈家都绝对不能忽视。然而现在却被别人给捷足先登了。万兴再大，在陈氏集团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这个项目怎么可能就这么白白让出去？用得着你说？陈正峰冷笑一声道，这件事我已经开始安排了，你就不用操心了。听到这话，陈文新顿时缩了缩脖子。爸，那你叫我过来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训我？陈正峰眉头微皱，沉声道，你做的那些破事我都懒得说你，叫你来肯定是有别的事。说完，陈正峰将一份文件直接甩到了陈文新的面前。陈文新不由得一愣，看向文件的内容，仅仅过了几秒钟，他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惊愕。这是真的吗？这块地块不是已经被明确表示不会用作商用吗？要是能拿下这块地块，我们陈氏集团就能直接成为苏北底蕴最雄厚的家族。这下他顿时把秦风的事直接抛之脑后。这是最新流出来的消息，我也是刚刚知道。万象都会只是小事，我会安排人去做，你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块地块。陈正峰沉声道，再过大概1周的时间就会进行地块拍卖会，这块地块会作为大轴出场，不管用多少钱，一定要拿下这块地块。听到这话，陈文新脸上的轻浮顿时荡然无存，他太清楚这块地块的重要性了。我已经和主办方打过招呼了，让他们着重邀请万兴的董事长，也就是那个秦风来，到时候我会想办法帮你对付他。陈正峰的声音无比冰冷，如果只是因为陈文新的话，陈正峰不会对秦风意见这么大，但是秦风抢先一步拿下万象都会，那就不一样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既然如此，那秦风就得抱着他的万兴一并彻底消失在苏北。陈正峰不会去管秦风别的产业，但在房地产行业，他已经决定了，绝对不会让秦风抬起头来。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去安排。这块地块只能姓陈。陈文新激动地开口道，其他人也配看这块地块一眼。陈正峰见状，眯起眼睛，冷声道，这些话还是等你拿下这块地块再说吧。要是最后
这块地块被别人拿下了，那以后陈氏集团所有的事也就和你无关，以后你也就不用姓陈了。听到这话，陈文新顿时浑身一震，看得出来，这次是他爸给他的一个机会，如果没把握好的话，那他真的会被逐出陈家。放心吧，这件事我志在必得，没有任何人能动我陈家看上的东西。一边说着，陈文新不由得攥紧了拳头，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也是证明自己的机会。第101，清冷美女要求假扮男朋。与此同时，苏北机场，张东缓缓将车停在附近。就在这时，秦风看到一个女人拎着行李箱大步走出机场。她穿着一身棕色风衣，戴着墨镜，披着头发，踩着一双黑色郭膝马靴，一双长腿虽然被风衣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还是极为惊艳。虽然距离很远，但秦风还是一眼认出，这个女人就是巫妙云。秦风缓缓下车，朝着巫妙云方向走去。巫小姐，你好，我是秦韵的弟弟秦风，是来接你的。走到巫妙云身旁时，秦风微微一笑道。巫妙云上下打量了一番秦风，缓缓摘下墨镜。谢谢，声音很是平淡，甚至有一种要把人拒之千里之外的感觉。但很明显，在看到秦风的那一刻，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月儿说你是苏北大学的学生？两人大步朝着秦风的法拉利纯血方向走着。就在这时，巫妙云缓缓开口问道。对，刚毕业大概有半年多。秦风一边回答，一边在法拉利前驻足。上车吧。先去哪啊？看到秦风的车后，巫妙云很明显的一怔，他完全没想到秦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居然会开着这种车。刚毕业的学生开几千万的车，你真是秦韵的弟弟？巫妙云的心中顿时升起了几分警惕。他印象中秦韵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两人关系好，所以巫妙云对于秦韵的家庭也有不少了解。秦韵出身非常平庸，他的弟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先上车吧。秦风也懒得解释，打开车门笑道。张东急忙下车，将巫妙云的行李箱放到了后备箱。两人后排落座，秦风能很明显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是巫妙云身上散发出来的，闻起来让人很是心旷神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秦风基本可以确定了，巫妙云绝对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这份气质，还有看到豪车的反应，都很是平静。唯一有点惊讶，是因为这车是自己一个刚毕业学生的，而且还姓巫，该不会和巫家有关系吧？这让秦风不由得想起了之前沈若安告诉秦风的话，现存的3大家族里就有一个巫家。麻烦你了，先把我送到巫氏集团吧。谢谢。巫妙云的声音仍旧很是平静。巫氏集团，看来自己的猜想没错，巫妙云还真是巫家的人。巫小姐是巫家的人？秦风直截了当的开口问道。巫妙云点了点头，算是吧，不过我已经快20年没来过苏北了。说到这里，巫妙云便不再透露出任何的信息，仿佛多说一个字都是奢侈。这倒是真有点超出秦风的预料，想不到自己老姐的高中同学居然是巫家的人，这不就有意思了吗？不过对于这种看上去就性冷淡的美女，秦风也不感兴趣，拿热脸去贴冷板凳的事，秦风不会去做。月儿经常跟我提起你，把你一顿夸，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年纪轻轻就已经开上这种车了，想必在苏北应该有殷实的产业吧。就在这时，巫妙云却是突然开口道。算是吧，小产业。秦风淡然回应道。巫妙云转过头来，再次看向秦风，迟疑片刻后开口道。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一愣，帮什么？可不可以假扮我的男朋友，和我一起回家？巫妙云的声音仍旧是平静无比，但是这内容直接让秦风愣住了。假扮男朋友，这是什么操作？这才刚见面，一看就是一脸性冷淡的样子。这种清冷的女人，开口就是要自己假扮男朋友，这种要求，秦风不是没听过，但是从巫妙云嘴里说出来，反差感未免也太大了。不会太麻烦你的，你只需要顶着这个身份，陪我回去一趟就可以了，最多耽误你2-3个小时的时间，后续我保证不会有麻烦。巫妙云见秦风没有回答，补充道，如果需要报酬的话，我可以支付，包括得到巫家对你生意上的支持。听到这话，秦风顿时眉头一皱，这个女人也太强势了吧，这像是开口求人的态度吗？分明在说这么不得了的事，可表情语气却仍旧这么平静。
仿佛自己根本就是置身事外一样。你觉得我需要乌家的帮助吗？秦风微微一笑，平静的道：乌家。秦风还真没把四大家族任何一个放在眼里，包括乌家。那就请你看在我是你姐姐好朋友的份上，作为报酬，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只要在我能做到的范围之内，什么都可以。乌妙云听到秦风的话后，态度很明显发生了转变，刚刚那副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荡然无存。说实话，他很意外，同时也很惊喜。秦风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他的资产底蕴恐怕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大得多。既然如此，他就更需要秦风的帮助了。帮你可以，但我需要知道理由。秦风不慌不忙地开口道，他不喜欢自己被当作挡箭牌的感觉，既然是有求于人，那就该拿出点诚意。看着秦风周身不由自主散发出来的属于上位者的气息，这股谈判的感觉让乌妙云顿时也认真了起来。为了争夺乌家，这也是我这次回来的目的。2句话，干脆利落。但秦风能看出乌妙云心里下定的决心。乌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居然让乌妙云一个20年没回过苏北的人特地回来。正好，秦风也想看看所谓的大家族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想到这里，他点头道：可以，不过你应允的条件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乌妙云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有秦风在，他的计划才能事半功倍。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朝着乌家方向看去。这次回来绝对不能空手而归。第102，让你儿子闭嘴。很快，张东便开车来到了乌氏集团大厦。乌家是主要做食品行业的，旗下的产品在整个国内都很有名气。也正是因为这样，乌家的实力才如此雄厚。其实乌妙云一开始并没有带着男朋友来的打算，但见到秦风之后，她的想法临时改变了。虽然不清楚秦风的底细，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秦风在苏北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力。有秦风在身边的话，即便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只要他叫秦风，只要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就够了。这样一来，对于他下一步的计划会有相当有力的帮助。很快，两人便来到了乌氏集团的楼下。整个乌氏集团的布局和秦风印象中的大企业没什么区别。需要我做什么？等电梯的时候，秦风微微一挑眉毛，开口问道：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你人在这里就好了。乌妙云微微一笑后，随后将手搭在了秦风的胳膊上。不知情的人一看，还真以为两人是情侣关系。很快，两人便上了电梯，到达顶楼。刚一出电梯，便看到几个人，他们看向乌妙云的眼神很是惊讶，尤其是看到秦风后，更是脸色一变。虽然一个字都没说，但很明显，他们对秦风充满了敌视。很快，两人便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一个两鬓半白、长着鹰钩鼻、面露凶相的中年男人，正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妙云看到乌妙云的那一刻，他的表情不由得一变，有些震惊的道：爸。乌妙云慢慢开口道，叫的丝毫没有感情，似乎跟眼前这个男人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父女关系一样。在路上的时候，乌妙云简单向秦风介绍了一下关于乌家的事。乌妙云的父亲就是乌氏集团现在的董事长，也是乌家的家主乌启，也就是眼前这个面露凶相的男人。而乌妙云并不是唯一继承人，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乌妙山。据乌妙云所说，乌妙山这个人性格乖张、嚣张跋扈，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乌妙山争乌家家产。至于为什么乌妙云20多年没回来的原因，他并没有说。秦风对这个也并不在乎，他答应帮忙，第一是想探探乌家的底细，至于第二，就是为了乌妙云。这种级别的美女，错过了岂不是很可惜？自从秦风答应了乌妙云之后，乌妙云对他的态度明显发生了转变。这个女人虽然性格清冷，但如果调教好了，绝对相当不错。很快，秦风的目光便扫到了一旁站着的一个大约30岁左右的男人。他穿着一身休闲西服背心，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大号的陈文新。显然，这就是乌妙云的哥哥乌妙山。这不是妙云大小姐吗？怎么还舍得回来？乌妙山看到乌妙云后，丝毫没有亲人重聚的感觉，而是满嘴的嘲讽意味。然而，乌妙云甚至连看都没看乌妙山一眼。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爸不要把产业全都交给这个废物。乌妙云直视着乌启，语气很是冰冷。如果你不想乌家破产的话，乌妙云，你什么意思？乌妙山听到这话，脸色顿时一变。乌启则是微眯起眼睛，开口道：你身边的
是谁？他并没有回答巫妙云的问题，而是转眼看向秦风。第一眼看到两人这么亲密的样子，他已经隐约猜出了秦风和巫妙云的关系。只不过他没想到，巫妙云居然会找一个看起来这么年轻的人作为伴侣。我男朋友，秦风。巫妙云平静的道。秦风？听到这个名字，巫启先是一愣，总感觉这个名字很是熟悉，只是他一时半会想不起来是从哪听到的这个名字。而且眼前的秦风看起来极为陌生，显然两人是没见过面的。你男朋友？巫妙云，你什么时候好这口了？连恋爱都没谈过，就打算包小白脸了？还没等巫启说话，一旁的巫妙山不由得开口道。他上下打量着秦风，怎么看都是一个刚出校园踏入社会的大学生，虽说长得帅，但除了这个以外还能有什么优点？巫妙山甚至都不清楚为什么巫妙云今天会带着秦风来。面对巫妙山的冷嘲热讽，秦风置若罔闻。这种话他听得太多了，和煞比计较只会让自己变得蠢。小白脸，巫家不是你想攀附就能攀附的，听我一句劝，趁早滚蛋。巫妙山刚从巫妙云这里吃了瘪，现在正想办法找不回来。既然拿巫妙云没法子，那就对他的小男朋友下手好了。巫妙云听到这话，刚打算开口反驳，然而就在这时，巫启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般，直接深吸一口气，看向眼前的秦风道：等等，秦风，你和万兴房地产集团是什么关系？秦风淡然开口道：我的公司，万兴集团。秦风，这下巫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顿时他看向秦风的眼神逐渐变得微妙了起来。哈哈哈，好啊，好啊，原来你就是那个把陈文兴给打了，还拿下了大热项目万象都会的秦风。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年轻。巫家和陈家的关系也很微妙，陈家遇到这种事屁都没放一个，这让巫启听到这件事的时候，顿时就对这个一夜成名的秦风感兴趣了起来。然而经过对秦风的调查之后，巫启越来越震惊，所有项目都是一夜之间拿下，所有产业都是凭空而起，眼前这个年轻人绝对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那又怎么了？不还是个小白脸？万兴是什么公司？没听说过。巫妙山哪里肯放过踩秦风的机会，顿时不满地开口道。秦风微微眯起眼睛，看向巫启道：巫先生，如果你不打算让巫家和陈家未来结局一样的话，最好让你的儿子闭嘴。第103，真正的奖励还没发放。巫妙山听到这话直接傻眼了，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敢威胁我巫家？闭嘴，出去。巫妙山话还没说完，便被巫启直接厉声打断，这顿时让巫妙山脸色一变。他虽然不理解，但从来没见过自己父亲这么严肃。想到这里，他只能咬了咬牙，夺门而出。巫启深吸一口气，从刚刚秦风的话能听出来，他可不是开玩笑。仿佛在秦风眼中，巫家也好，陈家也罢，都只不过是蝼蚁一样。这种感觉是装不出来的。结合之前调查关于秦风的种种，巫启害怕了。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女儿这次回来，居然还带来了这么一个人，一个正在企图改变整个苏北的人。他的背景有多庞大，恐怕是自己难以想象的。虽然这些都是巫启的猜测，但是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秦风和巫启的对话直接让巫妙云愣在了原地。秦风是万兴的董事长，他虽然已经猜到秦风的身份绝对不简单，但怎么都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在来苏北之前，巫妙云调查过一些关于苏北4大家族现状的事，得知陈家徒增了一个死对头，还是苏北新兴起的商人，名下产业遍布各行各业，而且全部都是一夜之间拿下全部股权。一个人挑战一个老牌家族，这种神人如今居然在自己身旁，而且还在假扮自己的男朋友。这时巫妙云看向秦风的眼神彻底一变，秦风完完全全超乎了他的想象。妙云，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这段时间就先别离开苏北了，多陪陪你的男朋友。就在这时，巫启缓缓开口道，这听上去似乎很没来由的话，但却让巫妙云震惊不已。他这次来就是为了阻止自己父亲把巫家交到巫妙山手上。为此，巫妙云还准备了一系列计划和说辞，叫秦风来假扮自己男朋友，是想借助当地势力。但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喊来打助攻的秦风居然有这种势力，仅仅是被听到名字就直接让巫启改变了想法，同意了他的要求，暂时不将部分公司资产转移到巫妙山的名下。这就说明他有了竞争的机会。
至于后面那句话，已经很明显了。巫启想拉拢秦风，巫妙云彻底愣住了，以至于和秦风一起离开董事长办公室，离开巫氏集团的时候，他都还有些没回过神来。接下来去哪？秦风淡然一笑，看向巫妙云道：秦风之所以敢对巫启说那些话，还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在秦风眼里，还真没把4大家族放在眼里。最多1年，恐怕只需要半年，系统的签到奖励就能让秦风拥有碾压这几个所谓的家族。谢谢，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巫妙云这才回过神来，急忙道谢道：他怎么都没想到会有这么意外的结果，更没有想到秦风居然拥有这种实力。不用客气，老姐吩咐的，我照办，就这么简单。秦风悠然一笑，一副全然不放在心上的感觉。抱歉，今天巫家还有些事等我处理，等以后有时间我请你吃饭，一定要好好感谢你。巫妙云急忙开口道，态度俨然和先前的清冷完全不同。现在的他态度明显多了几分恭敬和感激。感谢就不用了，留个联系方式吧，当你男朋友挺有意思的。秦风则是微微一笑道，现在的秦风几乎可以确认，巫妙云就是系统奖励的桃花运。这么顶级的美女，还被制造出了这么好的机会，哪有送到嘴边不吃的道理？至于老姐那边，回头再解释。好。巫妙云轻轻点头，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秦风。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后，秦风这才上车。巫妙云看着秦风的车远去，心中不由得掀起一阵波澜。她怎么都没想到，秦风居然这么年少有为。她怎么都没想到，原本以为秦风只是自己闺蜜喊来接自己一程的人，结果没想到居然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看着手中的电话号码，不知为何，她的心绪逐渐变得不宁了起来。与此同时，秦风坐着车一路离开。风哥，去哪啊？张东瞥眼看向后视镜，开口问道。先回酒店吧。秦风微微一笑，开口道。叮，检测到系统道具千里姻缘一线牵符合使用场景，系统已自动使用该道具。就在秦风打算直接回万星的时候，突然耳边传来了系统的机械音，符合道具使用。这下秦风直接愣住了。东子，停车。张东缓缓靠边将车停下，秦风抬头看向不远处，这是天云广场。系统刚刚和巫妙云不是系统道具发挥作用了吗？秦风心中一惊的道。其实本来秦风还真没打算答应巫妙云去趟这趟浑水，但是想到毕竟这是系统道具发挥的功劳，总不能白白浪费，反正巫妙云是必定会拿下的。结果现在告诉他和系统没关系。叮，友情提示宿主，系统道具在生效前会进行提示并询问，刚刚为宿主个人行为，与系统无关。系统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下更是证实了秦风的想法。巫妙云纯粹是巧合意外，接下来才是系统道具显威的时候，请宿主接下来根据系统指引寻找目标。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紧接着秦风的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个路线图，显然就是系统给安排好的美女就在附近。看样子目标在天云广场不远处的一处还没拆迁的老小区。这里秦风知道路又窄又难走，坑坑洼洼，想要开车过去基本是不可能的。东子，在这等着我。秦风缓缓打开车门，根据系统提示朝着老旧小区走去。系统安排的会是什么样的美女？第104系统安排英雄救美。与此同时，天云广场西侧北郡小区。北郡小区存在已经超过40年了，是苏北绝对的老小区。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这里一直没能开发翻新，一直保持着这种上世纪的居民区感觉。也正是因此，导致整个小区的电路老化，小区内包括监控、电子门等电子设施都不好安装，不少年轻人不愿意住在这。这里大部分住着的都是老人，虽然叫小区，但实际上有一半的地方还是以前的老胡同。此时，秦风跟着系统提示来到了北郡小区里某个小胡同内，还没到胡同口，便听到一阵嘈杂声，似乎是男人的声音。说好的美女呢？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系统该不会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抠脚大汉吧？抱着疑问，秦风走到胡同口看去，映入眼帘的是约莫5、6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光着膀子的寸头男。由于已经到了下午，天色已经有些晚，根本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但是秦风倒是看到被这几个人围着的应该是个女人。女人的长相看不太清，只能确定她是长发，穿着白色的衣服。这附近就是天云广场，到处都是人，在这里抢劫
你们胆子还真是大！就在这时，长发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不大，但听着很好听。谁会没事来这种破小区里？我们都调查过了，这个时间老人都去超市抢购了，这小区根本没人在，我就怕你过会叫的不够大声。就在这时，那光着膀子的寸头笑道：“你们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们。”女人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深吸一口气道：“那也听出来。”她在极力保持冷静。钱，哥几个最不缺的就是钱，只要你今天把哥几个伺候好了，说不定我们还能赏你点。寸头男再次开口道。显然，这群人和之前喝醉的沈洛安遇到的那批人一样，就是为了劫色。秦风顿时眉头微皱，看来这就是系统安排的随机事件了。不过，这也太草率了吧？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敢这么明目张胆抢劫的？不过，看着这个小区的配置，还真不是没可能发生这种事。没有监控的地方，就像是不法之地一样，这种蛆虫多了去了。虽然看不清长发女人的脸，但毕竟是系统精选美女，绝对不会差。既然这样，秦风肯定不能坐视不管。他左右看了看，最后在墙角看到半根满是锈迹的铁棍。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抄起铁棍，大步朝着几人走了上去。别 TM 废话了，赶紧完事回去。就在这时，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不满地开口道。然而，还没等他说下一句话，砰！随着一声闷响，寸头男直接两眼一翻，晕倒在地。谁？一众混混顿时回头看去，此时的秦风正拿着明显弯曲的铁棍，眉头微皱。这武器不太行啊！秦风的体质已经被系统强化到了普通人远远无法比拟的程度，仅仅是这么随意一敲，这个寸头男少说也得脑震荡。妈的，还真有不怕死的！胖子顿时老脸一黑，直接放弃了眼前的长发女，带着身旁的人朝秦风冲了过来。一边走来，这些人还直接在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秦风眉头微皱，后退一步。虽然秦风力气足够大，但这些人太多了，而且没想到他们手里居然还拿着刀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玩意可比秦风手里的锈铁棍好用多了。现在的秦风有点后悔没带着张东一起过来，要是张东来了，以他的身手，这几个人根本近不了身。但现实容不得秦风多想，几个混混直接拿着弹簧刀朝秦风捅了过来。秦风也不含糊，直接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优势——力气，一棍子直接抡下去。这下秦风用了5分力，铁棍砸在了其中一个混混肩膀上，只听到咔嚓一声，铁棍直接断了一截。那混混躺在地上，捂着肩膀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但其他几个混混也没闲着，一刀刀朝着秦风刺来。秦风闪躲2下，但还是被划破了衣服。虽然被秦风奇袭直接打晕过去2个，但还有4个人。秦风自知自己根本不会打架，只是单纯的力气大而已。如果真要跟他们拼命，搞不好真会被反杀。于是秦风便将目光转移到了刚开始骂骂咧咧的胖子身上。这胖子一看在几个混混里地位不低，小时候打架让秦风懂得一个道理，打架就得盯着对面老大打，打得越狠，小弟越怕。想到这里，秦风二话不说，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二话不说，一棍子就抡到胖子的头上。啊！胖子发出一声惨叫，但他手里的弹簧刀却也划到了秦风的胳膊，顿时鲜血渗了出来，一阵刺痛从胳膊传了过来。秦风也管不了这些了，又是一棍子抡了上去。人的头骨再硬，也经不起这么敲。随着2声闷响，胖子的头直接通红一片。秦风二话不说，用胳膊肘直接对胖子的胸口就是一记重击。胖子顿时吃不消，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谁敢上来，他就死定了。秦风二话不说，一脚踩在胖子的胸口，死死盯着剩下的3个人。果然，这几个混混不敢上前了，脸上充满着惊恐。他们哪里想到，秦风一个看起来这么清秀的学生，居然这么能打，加上现在秦风胳膊还在滴血，看上去很是骇人。妈的！胖子咬牙切齿，浑身疼得根本动弹不得。然而他话还没说完，秦风便蹲下身来，直接一巴掌扇到了他的脸上。给你们2个选择，要么都死在这，要么滚蛋。听到秦风的话，胖子心头一紧，虽然恨不得杀了秦风，但现在自己的命可捏在秦风手上，要是秦风再给2棍子，估计他就直接没命了。走，赶紧走。第105，来我家，我帮你包扎。胖子虽然只是一个混混，但是也非常有自知之明。虽然被秦风这么几棍子下来，打得他恼怒不已，
恨不得现在就直接杀了秦风。但现在他已经认清了现实，别看秦风看起来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模样，但秦风的力量让他明白，如果他不赶紧跑的话，真有可能会丢了命。比起爽，命更重要。想到这里，趁着秦风没有追击的意思，几个小混混搀扶起昏死过去的同伴，慌忙跑去。快，带我去医院！胖子咬牙切齿的道。他能清楚的感觉到，就刚刚秦风那一拳，直接打断了他的肋骨。他做梦都没想到，居然遇到秦风这种变态。几个混混慌忙逃窜，秦风直接把手里的锈铁棍一把丢在地上，手臂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疼痛。虽说这不算什么，而且系统给的能力能让秦风快速自愈，但刚刚如果但凡有点不小心，这刀要是划到了致命的位置，那就危险了。和这些亡命之徒拼命，不值得。系统，你这安排的什么东西？秦风忍不住在心里吐槽道。系统安排的，居然是这么老套的英雄救美，还这么危险。你没事吧？就在这时，一个柔和的声音传了过来，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长发女子。她关切地跑到秦风面前，为秦风观察着伤势。谢谢，太谢谢你了。直到现在，她都有些后怕，如果不是秦风突然出现，会发生什么？不言而喻。没事，秦风微微一笑道，一边说着，秦风打开手机，给张东发了个消息，让这些人跑，可太便宜他们了。他们想要跑，只有一个门能离开，这几个人交给张东，不成问题。正好在这时，秦风才看清了这个美女的真容，不得不说，着实把秦风给惊艳到了。这颜值相当能打，如果按照评分等级的话，已经达到了 9.5 分的高分，而且身材也相当不错，大长腿，纤细的腰肢，难怪刚刚的小混混被迷得5迷3道的，这放谁能不迷糊？只不过秦风总感觉这个人长得很像自己之前认识的人，但一时半会实在是想不起来。还在流血，不过还好没碰到动脉，我帮你包扎一下吧。长发美女关切的道，一边说着，一边在包里掏出纱布，帮秦风小心的包扎了起来。两人手触碰的一刹那，仿佛过电一样，长发美女手不由得往后一抽，抬眼看向秦风，仅仅这一眼让长发美女心头一紧，连忙低下头来。怎么就看了这么一眼，她心绪就这么不宁？秦风毕竟有系统奖励的巨额魅力值，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下，没有哪个异性能抵抗得了。但秦风此时的关注点可不在这，他很是震惊，这长发美女怎么包里随身携带纱布的？而且看着包扎的手法，未免也太专业了，3下5除2就直接把这么大的伤口给包扎好了。这女人是干嘛的？长发美女见状，顿时解释道：“我是医生，这些东西都是随身携带的。”医生？秦风颇为惊讶的道：“你看起来好像和我差不多大，这么年轻还漂亮的医生，真不多见。”这话还真不是秦风在尬吹，大部分学医的，在这个年纪估计还在苦读，像是眼前这个美女的年纪，已经参加工作了的确实少见。听到秦风的话，长发美女脸上微微一红，小声道：“恩人，你的伤口虽然不深，但还是要进行消毒处理的。我没带消毒水，要不先来我家，我帮你消毒吧。”恩人，这称呼，秦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的道：“虽然美女的邀请盛情难却，但你还是别叫我恩人了，感觉也太奇怪了。我叫秦风。”那长发美女先是一愣，随后笑道：“唐婉君，唐婉君，这名字还真不错。”秦风不由得点了点头。两人慢慢走出胡同口，唐婉君开口道：“秦风，今天多亏有你，不管怎么说，真是太感谢你了。”秦风则是笑道：“但凡是个人，看到都会伸出援手的，我只是刚好看到了而已。”唐婉君轻笑一声，开口道：“普通人看到这么多人，可不敢直接冲上来。”一边说着，唐婉君对秦风起了敬佩之心。一个人在这么狭窄的空间对付6个人，而且他们手上还都拿着刀，关键是还打赢了。不知为何，在秦风身边，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这种感觉是唐婉君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只是没想到现在这个时代了，还会有人抢劫。秦风耸了耸肩，开口道：“没办法，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小区大部分地方都没有监控，这些家伙应该盯了有一段时间了。”唐婉君深吸一口气，尽量保持冷静地分析道：“为什么要住在这么老旧的小区？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秦风不由得疑惑地问道：“这种级别的美女，在这么乱的地方住着，监控设施都不完善，不出问题才怪了。现在想想，
系统这么安排还真是有道理的。没办法，这里距离我上班的地方近，干我们这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加班，所以只能就近找了这么一个小区。唐婉君有些无奈的道，他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男性，即便有女性，年纪也都偏大。一开始唐婉君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没想到今天发生了这种事，让他现在想想都很是后怕。一边说着，两人已经来到了唐婉君所住的地方。虽然是老小区，但居然有电梯。两人上了电梯，在3楼，刚一打开门，秦风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还有消毒水的味道。毕竟学医的大部分都喜欢干净，家里经常会进行消毒，屋里的物件也并不多，但看得出来摆放都非常整齐，观感很好。秦风，你在这稍等一会，我去拿工具帮你消毒。唐婉君刚进了门，便急忙道，说完便走进了房间。秦风则是不慌不忙地坐在了沙发上。第106，美女被下药。唐婉君小心翼翼地将医疗箱拿了出来，放到秦风的旁边，随后便蹲在地上，慢慢将纱布揭下来。消毒之后，又用新的纱布小心翼翼地帮秦风包扎了起来。距离这么近，秦风甚至都能看清唐婉君的发丝，能看到她的额头上已经有了缜密的汗珠。这副认真的样子，让秦风不由得颇为欣赏。这个唐婉君一看就是很不善言辞的人，这种不爱说话，但是性格很好，颜值还这么高的妹子，还真不多见。唐婉君此时刚给秦风包扎好，不由得抬起头来。好了，话还没说完，他和秦风的目光突然对视。秦风倒是觉得没什么，毕竟美女看得多了，即便是唐婉君这种极品颜值的美女，在秦风眼里也只能说是惊艳。但唐婉君就不一样了，他急忙将眼神避开。此时的他明显感觉心脏砰砰直跳的声音，就像是几百头小鹿在自己胸口狂奔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之前从来没有过，以至于他血液循环加快，以至于脸瞬间红了起来。秦风并不清楚这是不是系统干的好事，毕竟唐婉君是因为系统道具和秦风相遇的。对于唐婉君来说，秦风的魅力值发挥的作用是平常的10倍。就算是唐婉君这种看起来很是清冷的美女，此时都已经有些喘不过气来，她只感觉浑身燥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你怎么了？秦风虽然清楚唐婉君这样是因为什么，但这反应未免也太激烈了点。在此之前，秦风遇到的所有妹子都从来没有见过第一面就这样的。系统这威力有点太顶了吧？不知道，我现在感觉很热。唐婉君深吸一口气，极力想要保持冷静的道。然而她的意识逐渐变得有些模糊。就在这时，秦风却是在她的衣服上看到了一个贴画一样的东西，这让秦风不由得眉头一皱，将东西撕了下来。唐婉君看起来可不是喜欢这种童趣的人，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唐婉君顿时瞪圆了眼睛。这东西你认识？秦风眉头一皱，疑惑的道，我可能被下药了。唐婉君晃了晃脑袋，想要站起身来，然而她浑身却没了力气，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就在这时，秦风猛然想起之前看过新闻，有一种新型的药，就是这种东西，只要贴在距离人很近的地方，它就会散发出气味，让人意识变得模糊。这东西显然是刚刚那些小混混干的，他们不是没有准备，看来是蓄谋已久。有这个东西在，就算是他们得手了，到时候意识模糊的唐婉君也根本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只能任由他们摆布。难怪这些小混混不着急动手，还和唐婉君废话，以至于给了秦风英雄救美的机会。原来不是他们傻，而是他们已经给唐婉君下药了。然而现在知道这些，显然已经晚了。此时的唐婉君额头上的汗珠更加多了起来，手不由自主地在扯着自己的衣服，表情也是极为痛苦，仿佛在忍受着什么似的。这种东西药效这么强的吗？秦风见状，脸色也顿时一变，急忙站起身来，将唐婉君搀扶了起来，直接抱着进了他的房间。水。唐婉君似乎还有些许意志在挣扎，艰难地吐出一个字。秦风没有犹豫，直接转身出了门去找水。现在的他算是明白了，这一切不是因为系统，而是因为被下药了。难怪唐婉君举动会突然变得这么怪异，要只是目光对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威力？虽然这绝对是拿下唐婉君的好机会，但秦风还没下作到这种程度。这就像是之前喝醉了的沈若安一样，秦风不喜欢趁人之危，拿下归拿下，那也不是不择手段。很快，秦风便在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大步走到唐婉君的房间。然而刚进房间，秦风便愣住了。此时的唐婉君
衣服已经被生生扯下，那白皙的肌肤直接被映入眼帘。唐婉君紧闭双眼，在秦风刚到他身边的时候，却是突然一把缠在了秦风的身上。现在的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在药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只有一个念头，是什么念头？不言而喻。而在这里的秦风，则是他唯一的突破口。秦风见状，眉头紧皱。虽然眼前的画面的确很震撼人心，但秦风还是一把将唐婉君摁倒，紧接着将水慢慢喂到唐婉君的嘴里。喝了水之后，唐婉君很明显缓解了一些，但脸还是红的有些发烫。秦风没有犹豫，趁着唐婉君放手后，悄然离开房间。根据新闻介绍，这种药的药效虽然猛，但是药效时间是根据味道而来的。刚刚那个东西已经被秦风给摘下来丢掉了，药效或许很快就会过去。原本秦风接触了这种东西，肯定也会受到牵连，但秦风的体质已经远超了普通人，别说就这么一个小东西了，就算是10几个一起贴在秦风的身上，估计都起不了一点作用。秦风轻叹一声，缓缓坐在沙发上，一切还是等唐婉君清醒了之后再说吧。不过刚刚要是但凡秦风意志力不坚定，现在结果恐怕就已经有些不一样了。虽说秦风是个老司机，但上高速那必须得带着驾驶证，无证驾驶那怎么能行？不知过了多久，房间里的声音缓缓减弱，看样子是药效已经过得差不多了。没过一会，秦风便听到了房间门被打开的声音。吱嘎，秦风不由得抬眼望去，此时的唐婉君已经穿好了衣服，虽然脸上还是红得发烫，但看眼神已经恢复了清澈，看样子是没事了。唐婉君顿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秦风。虽然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但是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大概猜到了刚刚发生了什么。唐婉君有些不敢看向秦风，只能小声道：谢谢。第107，我算是个正人君子吧。完了，全完了。刚刚自己不是被秦风什么都看到了吗？唐婉君清楚得很，刚刚的自己几乎什么都没穿，他恨不得赶紧再回到房间，不敢看向秦风。但他很清楚，秦风显然没有趁人之危，这份恩情越来越大，他必须要道谢。秦风无奈地开口道：以后还是让你小区里多安几个摄像头，或者是换个小区吧。这些不法之徒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今天真不是遇到秦风的话，那唐婉君的人生可能会被就此改写了。连这种威力的东西都用出来了，显然刚刚那些人是专业的，可惜让他们跑了。唐婉君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嗡嗡，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张东打来的。风哥，都搞定了，已经都送到局子里了。刚接起电话，张东的声音便传了过来。虽然秦风没有开免提，但是这屋子不大，张东说的话被唐婉君听得清清楚楚。顿时唐婉君一脸震惊，想不到秦风还有后手，那几个小混混没被放跑。这让他看向秦风的眼神再次一变，再追加一条，他们用了非法药品，证据就在我这。秦风平静地开口道，一边说着，一边看向桌子上的卫生纸。这卫生纸里包的就是刚刚在唐婉君身上接下来的贴画。好的，风哥，我马上就来。张东点了点头道，好了，他们都被绳之以法了，放心了吧。挂断电话后，秦风顿时笑道。唐婉君轻轻点了点头，此时的他除了感谢的话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被秦风救了，还没被乘人之危，关键秦风还主动帮自己压制住了这药物的药效，还留了后手，把这些坏人给送到了局子。秦风现在在唐婉君的心里简直和神一样。不用怎么谢，家里有饭吗？请我吃顿饭就行，有点饿了。秦风淡然一笑，开口道。这还真不是秦风找借口，而是真的饿了。一整天秦风基本上什么都没吃，虽然是有系统奖励的体质，但也不抗饿呀。啊！唐婉君顿时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道，有，我现在就去做饭。说完他急忙要往厨房走去，然而现在的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浑身有些乏力，走路都有点费劲。秦风见状顿时苦笑道，要不我来帮忙吧，做饭我也会一点。唐婉君急忙摆摆手道，不，你胳膊的伤口虽然不深，但不能剧烈运动，我可以的，放心吧，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恩情，我说什么都要报答你，做顿饭算什么。一边说着，唐婉君坚持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准备做饭。看着唐婉君的背影，秦风不由得微微一笑，这个唐婉君她要强了。不过
不得不说，这个女人真的很有个性。就算刚刚发生了这么尴尬的事，而且在明显知道自己被看光了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冷静和理智，这让秦风对她越来越感兴趣了起来。这种女人，完全攻略到手里才有意义。不得不说，系统这次干的是真漂亮。不过，秦风可不打算在这里坐着，而是直接进了厨房。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再说了，谁说一只手就不能帮忙做饭了？见秦风坚持，唐婉君顿时笑道：“那好。”两人顿时紧锣密鼓的忙活了起来。其实倒也不用做太好的饭菜，简单煮了点粥，炒了2个菜后，两人就出了厨房。秦风，你也住在这吗？就在这时，唐婉君不由得有些好奇的问道。毕竟，北郡小区可是相当偏僻的，平常不会有年轻人过来。那倒不是，我来天云广场有点事，刚好路过而已。秦风随口解释道，总不能直接告诉唐婉君，自己是被系统指引过来的吧？原来是这样，还真是缘分。唐婉君小声开口道。此时的她，仍然还是有些不敢看向秦风。尽管看秦风的表情，似乎完全忘了刚刚发生的事，但他心里却怎么都忘不了。刚刚真是太谢谢你了，没想到这世上真的还有正人君子。唐婉君一边帮秦风盛着粥，一边开口道。其实，就算刚刚秦风真对自己下手了，唐婉君也什么都记不得，而且完全可以将这些甩锅到那些非法药物身上，和秦风根本不会有任何关系。但秦风却根本没有动手。正人君子，听到这4个字，秦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我可承受不起这4个字，我不算是什么正人君子，只是心里有自己的底线而已。起码自己喜欢也要正面去争取，而不是乘人之危。听到这话，唐婉君脸色顿时再次一红。她完全不知道秦风这句话到底有几层意思。你还是尽快考虑搬家吧，这里对你这种独居的单身女性来说太不安全了，更何况你还是个大美女。秦风喝了一口粥，开口道。听到秦风的夸赞，唐婉君脸上顿时一怔。平常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夸赞唐婉君是美女，唐婉君对此也只是礼貌的笑笑回应。但秦风说出来这2个字的时候，他心里却有种不同的感觉，似乎有些窃喜。我也想搬，但是情况不允许，主要还是因为工作。我就在苏北第一医院，距离最近的小区就是这里了。唐婉君定了定心神后，无奈的道。苏北第一医院。秦风听到这话，还真是震惊了。苏北第一医院，那可是苏北最顶级的医院，虽然是私立医院，但是经过了认可的，能进去的医生那可都是能被业内承认的。想不到唐婉君这么年轻，居然在苏北第一医院工作，看不出来唐大医生居然在苏北第一医院。秦风不由得笑着道。第108，无人问津的美女，千万别这么说，我现在也才刚刚转正而已，而且也是运气好。唐婉君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这话秦风听着总感觉这么熟悉，之前秦风似乎也经常说是因为自己运气好来着，就算是为了工作，也不用特地住在这种地方吧，毕竟自己的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秦风有些不解的问道。没办法，肯定是越近越好的，我们医院经常会有重大疾病患者转院，几乎每天都会有紧急情况，只要稍微远一点，都有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安危，所以我们医院大部分的人都住在这个小区。唐婉君有些无奈的道。秦风见状笑道。果然是医生，满脑子都是救死扶伤，像是你这种人真不多见了。别说是你这种美女了，就算是工作多年的老医生，都没你思想觉悟这么高，挺让人佩服的。听到这话，唐婉君顿时笑道。没什么好被人佩服的，只是个人的想法不同而已。我的妈妈就是因为重症离开的，所以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说能尽力自己多救下一个人就尽力吧。说到这里，唐婉君的眼神逐渐变得有些暗淡。秦风笑了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而是夹了一口菜放到嘴中，第一口便把秦风惊艳到了。唐婉君这手艺虽说和金汉大酒店里的顶级厨师比不了，但就只是在家常菜领域里的话，绝对是拔尖的，让秦风这几乎被山珍海味给惯坏了的嘴吃得这么惊艳。唐医生手艺这么好，你要不是医生，估计做厨师也一定是拔尖级别的。秦风不由得夸赞道。唐婉君哭笑不得的道。你可别夸我了，我还从来没有感觉不好意思过，被你这么夸都有些不好意思了。秦风哑然失笑道。说起来，你明明还这么年轻，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租房子住，条件还这么差，家里人不会担心吗？
今天下午发生的事，不是偶然，只怕是必然的。唐婉君微微笑道：“我妈妈已经不在了，爸爸很早就出国经商了，现在家里只有我和妹妹。我妹妹在苏北大学上学，说起来跟你差不多大，现在已经工作了。她有她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现在这样挺好的。”秦风听到这话，顿时笑道：“是吗？在苏北大学？我也是刚在苏北大学毕业不久，说不定和你妹妹认识呢。”唐婉君笑道：“她要是认识你，肯定会被你迷住的。你这么帅，还这么古道热肠，看起来阳光开朗，绝对是她喜欢的类型。你是不知道她有多狂热，不过可惜，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听到这话，秦风顿时没了兴趣，原本还想着把姐妹都拿下，结果有男朋友，那还是算了。说起来，秦风，你刚毕业，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要是没工作的话，要不要来我们医院？我们医院非常需要男护，你这么有力气，肯定能帮上不少忙的。就在这时，唐婉君突然认真的开口道：“她身为医生，可以说是识人无数，以至于只要这个人在她面前，用不了多久，她就能根据这个人的言行举止看出他的工作。但是秦风，他实在是看不出任何一份工作的特征。一般符合这种特征的人，那就是没有工作。不过这也正常，毕竟秦风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学生而已，没有工作，再正常不过了。”秦风微微一笑道：“